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点赞关注本频道，出门就中500万。近距离射出的箭矢速度更快，携带着穿金裂石的力道，射向丽娜的胸口。叮！丽娜屈指弹在箭头，轻描淡写的把箭矢弹开。她回头看一眼憨憨的小徒弟以及许七安、木南之两人，脸皮臊得慌，竖眉怒道：找打！修长的双腿爆发力惊人，弹身而起，一个回旋踢把射箭的年轻男子踢飞。在另一个方脸男子抽出古刀前，他拧腰摆臂，右臂扫出一个半圈，啪的一巴掌把方脸男子扇得原地转了2圈，眼冒金星的倒地不起。两位立鼓部的年轻人挨了打，浑然无事，很快就麻溜的站起来。射箭的年轻男子狐疑的盯着丽娜，真的是丽娜，你怎么变得和中原娘们一样白了？一交手，是不是同族立刻就能察觉出来？出脚之迅猛，巴掌之利索，没错了。方脸男子则补充道，而且还胖了。南疆气候炎热，紫外线强，生活在这里的南疆土著皮肤黝黑，女子肌肤也多呈现小麦色。但丽娜在徐府养了大半年，避免了紫外线的摧残，加上偷吃婶婶的驻颜丹，皮肤白皙细腻，与两位古族年轻人迥然不同。难道你们认不出我这张脸？丽娜掐着腰，没准是易容呢。射箭的男子顶了一句，然后得意的哼哼2声。我方才是在试探你的水平，真正的丽娜肯定能接住我的箭。丽娜噎了一下，竟无言以对，回头对许七安等人说道：没事没事，我立鼓部的族人向来谨慎且聪明，他们方才是试探我，不是中原人能喊出他们的名字。再说了，真是易容的话，谁会把一个南疆人易容成副白貌美的模样？这不是赤裸裸的招摇吗？许七安心里全是槽点。许灵英用力呀一声，满脸后怕。还好师傅你是真正的南疆人。射箭的年轻人看中原女娃子一脸忌惮，露出得意表情道：丽娜，他们是谁？他是我在中原收的徒弟，这是我徒弟的哥哥，我在京城时承蒙他们关照。丽娜把许七安和许灵英介绍给两位族人，忽略了木南之，因为和他不熟。经过他的介绍，许七安也知道了两位古族年轻人的名字。射箭的年轻人叫土龙，双臂修长，肌肉匀称，一看便是天生的弓箭手。方脸的年轻人叫木头，因为生下来时脸型偏方，就被父母取名叫木头。徒弟啊！木头大吃一惊，你是族长的女儿，怎么能私自收徒？收的还是一个中原人，长老们会打你的。土龙眉头紧皱，尽管没跟着附和，但能看出他极其不满。古族秘术不赚外人，哪怕是7个部族之间，也是敝帚自珍，有着门户之见。何况是收一个中原女娃子做徒弟，这显然是犯了族规，乃古族大忌。我才不怕他们呢，长老们是4品，我也是4品，谁打谁还不一定呢。丽娜冷哼一声，哪个老东西敢动手，我一拳一个统统打死。族长第一个就打你。木头语气严肃。过了一会儿，两人同时反应过来，吃惊到你晋升4品了。丽娜来不及得意，大声道：我收的这个徒弟是万中无一的天才，是千年罕见的天才，是史书记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天才。他竭尽全力用自己的不多的词汇量来形容许灵英。木头和土龙停下脚步，看一眼憨憨的小豆丁，问道：天才一顿能吃几碗饭啊？丽娜哼哼一声，灵英一顿能吃10碗，不算菜。木头和土龙相视一眼，微微动容，确实是个难得的天才。但这又怎么样？族规就是族规，你也是天才，但你敢私传古族秘术，一样要受罚。许七安听他们叽叽喳喳地说着南疆鸟语，皱眉问道：你们在说什么？丽娜吐出一口气，解释说：他们说我私自收中原人做弟子，会被长老们严惩。我是听说过你们南疆古族的古术不传外人，但具体规矩如何？许七安说完，看着他等待解释。具体规矩吗？丽娜回忆了一下族规，半说半背。未经允许将古术传于奴隶者，鞭36000。这个不同的部族鞭数也不同，我们立鼓部是最多的。未经允许将古术传于外族，尤其中原人，死罪。师傅的死，徒弟也得死。许七安默默地看着他，为什么你收灵英当徒弟时不事先声明？你既然知道自己族里的规矩，为什么还要带灵英来南疆？如果丽娜敢说忘了，那许七安发誓一定把他屎都打出来。出乎意料，丽娜振振有词道：上古时期，古神的力量辐射到极渊之外，我们的先祖经过千辛万苦，摸索出利用古神之力的秘法，从此有了7大古族部落。秘法是我们古族立身的根本。古神的力量从极渊中辐射出来，把周围的生物化作古。理论上来说，这股力量谁都能利用，只要学会相应秘法。所以古族对秘术极为看重，私传是死罪。难怪柴家先祖会卡在铁狮这个层次，看来是后续的秘术没有学到。许七安怒道：你这不是记得挺清楚的吗？
可你干的是人事儿。丽娜一点都不慌，继续说道：本命骨成熟有9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对应一个品级。每当本命骨要晋升下一阶段时，需辅以本族秘法以及古神的力量，才能把本命骨开发到极致。只有秘法，没有古神的力量，即使强行进阶，根基也会不稳，战力远不及其他体系的同阶高手。所以我才要带林英来南疆嘛。木南枝插了一嘴，带他过来吃鞭子，送死的委婉说法。丽娜有些不开心，哎呀，你听我说完嘛，你这个人大家又不熟，干嘛打断我说话？对了木南枝一句，他接着说道：私传秘术当然是死罪，但只要让林英得到长老和阿爹认可，成为我真正的徒弟，那就没事了。我们古族的高手也常常外出寻觅天才，然后带回族经受考验，通过考验就能得到认可。许七安顿时明白丽娜的打算，他想带林英回族中接受考验，让他彻底成为厉古族的人，这样后续的晋升就不愁了不过呢。丽娜话锋一转道：古族还没有收中原人为弟子的先例，战奴倒是不少，但我想这是没问题的，因为林英是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过的天才嘛，阿爹和长老肯定会破例的。我怎么那么不信呢？听着就不靠谱。许七安听见木南枝痴，笑着问道：你们古族有史书？没有。丽娜回答。许七安心说，我要把他诗打出来。在木头和土龙2位厉古部年轻人的带领下，他们翻上一座高坡，抵达了厉古部世代居住的博山。站在高坡眺望，博山就像一座巍峨的城墙，连绵数百里，挡住了整个北方。云雾在山间若隐若现，透出苍莽原始的气息。山脚是一片广阔的平原，河流密布，田地被规划成一个个小方块，不同的农作物有着不同的颜色，各种颜色拼凑成瑰丽的油彩画。田野和平原间，渺小如蝼蚁的人影忙碌着，或撒网捞鱼，或耕种田地。一座座茅屋、黄泥屋零星的点缀在山间和田野间，组成或大或小的建筑群，景色很美，宛如与世无争的庞大村落。方脸的木头咳嗽一声道：我们就送到这里，还得回去巡逻。他说的是一口蹩脚的中原官话。许七安早听说南边的商人常常与南疆人通商，进行瓷器、茶叶、绸缎以及盐铁等违禁品的贸易，看来是真的。若古族与世无争，这里的人怎么会说中原官话？背弓的土龙审视着丽娜，语重心长地提出建议：回家后多晒晒太阳，皮肤这么白这么细，难看死了，不然没人愿意娶你。说完，他看一眼木南枝，看我做什么？王妃嘴角抽搐，感觉自己被内涵了。虽然她容貌变得平平无奇，但皮肤保持着细腻光滑。告别土龙和木头，三人一狐一孩沿着坡道往下进入平原。丽娜欢快地和沿途的厉古族人打招呼：阿桑婶，我回来了。丽娜，怎么白成一个丑姑娘了？黑八说，我回来了。丽娜回来了。身边这个是你从中原抢回来的奴隶吗？不是，是我朋友。残婆，我回来了。是丽娜呀。丽娜回来了呀。阿婆眼睛不好，你走近些。我跟你说啊，本来年初时阿婆想找族长提亲的，我家孙儿还没娶媳妇，你们一起长大，算了，阿婆觉得你们也不太合适。许七安沉默地观察着力古部的族人，他们有的穿布衣，有的穿兽皮缝制的衣衫，体格比中原人要更高更壮。他们耕田不用牲畜，用人力，他们一个人就能拖动几百斤重的渔获，他们一个人就能扛着一艘小船来回跑动，人似乎有些少。许七安观察过后给出评价：大家都出去狩猎了吗？丽娜难过地说：我们南疆贫瘠，没有你们中原那么好，有那么多吃的。我们厉古部的族人每天为了一口吃的，从早忙到晚，还经常吃不饱，难道不是因为你们太能吃了吗？许七安没有试图争论。随着他穿过平原，屋子越来越多，道路也越来越宽敞平坦。他们来到了博山最大的一片建筑群，这里住着厉古部的高层。丽娜家就在建筑群最高处，那是一座2进的大院。在这个大院子边上还有许多茅屋、黄土屋依附而建。据丽娜所说，里面住着的是她家的奴隶。阿爹，我回来了。丽娜大声嚷嚷，完全是个没规矩的野丫头。几秒后，沉重的脚步声传来，地面随之震动，一个身高9尺的巨人从内院走出来。此人穿着由兽皮缝制的衣服袍子，穿着麻布长裤，赤脚，脸型略方，粗犷的五官与精致2字扯不上边。眼睛是蔚蓝色的，头发看不出是否天然卷，因为只有浅浅的一层覆盖在头皮，就像还俗后刚开始长头发的和尚。他身躯之魁梧，比之佛门经刚有过之而无不及。每走一步，地面便会轻微震动，仿佛无法承受他的重量。看到久别重逢的女儿，龙图愣了一下，点了一下头，声音低沉，语气欣慰：看来你在中原经历了很多事啊，才会有这般翻天覆地的变化。说完，他目光扫过许七安等人，在许灵英身上一顿，问道：这几个是你俘虏的奴隶？小娃子就不要带来了吗？
干活干不成，打杀了又不妥。他们不是奴隶，是我在中原认识的朋友。丽娜单手按住小豆丁的脑瓜，这是我收的弟子。弟子。龙图双眸骤然锐利，洪荒猛兽般的气息笼罩庭院，可怕的威压从天而降，笼罩在众人头顶。即使是丽娜，也低下头，战战兢兢，不敢说话。小白狐蜷缩在木南之怀里，毛茸茸的身子瑟瑟发抖。木南之连连皱眉，感受到了不适，侧身躲进许七安身后。好强的压迫力！许七安皱了皱眉，没记错的话，丽娜说过，他父亲在20年前的山海关战役里就是3品巅峰级人物。拔除8根封魔钉的许七安现在是3品大成，在境界上与丽娜的父亲相差不大，不过真打起来他的胜算更大。隐藏气息了。龙图审视着许七安，他无法从眼前这个年轻男人身上感应到一丝一毫的气机波动，更离奇的是此子身上竟无护体神光，铜皮铁骨。眼前的年轻人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人，但普通人怎么可能抗住他的威压？见过龙图族长。许七安完全没听懂南疆话，直到龙图看过来，他抱拳我是林英的大哥，此事希望龙图族长能通融一下。他说的是大凤官话，不担心这位肌肉比金刚还夸张的异族之长会听不懂，因为连丽娜合族中的精英巡逻者都会说大凤官话，没道理族长不会。龙图深深看了一眼许七安，收敛恐怖的威压，声音浑厚中透着威严。丽娜，你带他回来是想让我和长老们认可他，那就公事公办，召集长老议事吧。虽然丽娜打小就聪明，但同样任性，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极少会考虑后果。对于他收一个中原女娃子为徒，龙图怒归怒，却不觉得意外和荒唐。龙图看一眼许灵英，转身往外走。阿爹，你亲自去啊。丽娜开心地说。龙图头也不回，继续往前走，沉声道，我晚些时候要去一趟天谷部，天谷婆婆传信通知我了，但在那之前先处理你的问题。说完，人刚好走出院子。阿爹，我跟你一起去。丽娜喊了一句，换来一名女奴招待许七安等人，自己屁颠颠地追上去。这一路走来，利谷部的青壮年大多都不在大本营，应该是外出打猎了。只要派遣一支部队避开外围眼线，直接突袭这里，就能在短时间内捣毁利谷部的老巢。许七安默默在心里排兵布阵，但很快他发现自己想多了，因为这样做没什么意义。青壮派不在大本营，那么就算毁了这里，也不能对利谷部造成沉重打击。而根据刚才在平原上的见闻，利谷部全员皆兵，连老婆婆都健步如飞，飞檐走壁，并非任由宰割的老弱妇孺。再一点，利谷部似乎很穷啊，不说家徒四壁，反正也没啥值钱东西，毁了就毁了。不多时，许七安耳廓一动，听见急促的脚步声。他喝了一口明显是中原卖过来的陈茶，放下瓷杯，笑道：丽娜回来了。话音落下，丽娜气呼呼地走回来，衣衫变得破破烂烂，像是刚打过架。师傅，你衣服破了。许灵英指着她的裙子，像是有了大发现。我刚和长老们打了一架。丽娜掐着腰，余怒未消的模样。她带着许七安等人离开大院子，沿着宽敞平坦的道路往下，来到建筑群外的那片空地。许七安一眼扫过去，发现这里聚集了近100人，他们围成一个圈，圈子里有6把椅子，椅子上坐着6位老者。龙图没有坐，站在圈子里，双臂抱胸，高大的身躯傲然而立。许七安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这6位老头就是利谷部的长老。这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原本在许七安的想法里，长老的形象应该是拄着拐杖，白发苍苍。他们已经行将就木，气血衰败，但在各自的族群里有着很高的威望，同时他们也是腐朽和顽固的代名词。但今天利谷部的长老打破了许七安对长老的固有形象，他们确实满头白发，但他们并不苍老，有着堪比健美先生的肌肉，气血旺盛的不输年轻人。看见丽娜带着外乡人过来，一位长老冷笑道：你逃什么逃？刚才我还没施展出全部实力，就把你打得落荒而逃。丽娜柳眉倒竖：呸，我是看你一副老骨头快被拆了，才手下留情的。那头发花白肌肉夸张的长老鼓了鼓胸肌，哼道：老夫的这身肌肉不是吃素的。其他5名长老已经开始脱袍子丢拐棍，要和丽娜打一架的大长老先处理丽娜私传秘术的事情吧。一个皮肤黝黑相貌清秀的年轻女子叫道：还是阿紫聪明啊。大长老点点头，不再纠缠决斗的事。这一句话顿时把周围利谷部和长老们的状态带回正题了。众人脸色严肃，用一种面无表情的姿态望着丽娜和外乡人。见状，木南枝和白姬有些发怵，这群淳朴的利谷族突然就变得肃杀和冷漠起来，哪怕看向同族丽娜时，眼神也是冰冷的。这让木南枝愈发认识到利谷部族规的森严。大长老沉声问道：你的弟子是谁？众人目光落在许七安身上，充满敌意。这群外乡人里
一个6、7岁的女童，一个柔弱丑白的女子，一只狐狸，一个男人。很明显，所谓的徒弟就是这个男人。凭利古部族人的智慧，轻易就能推理出来。古族外出的女子最容易被野男人欺骗、勾引，然后热血上头，为了所谓的爱情，出卖族里利益的事屡见不鲜。凭利古部的智慧，这是很简单的推理。哼，可恨，中原男人不得好死，直接烹煮了，大家分一分吧。丽娜，你太让我失望了。阿婆本来还想找族长提亲呢，提什么亲啊？白成这样也没人要了。哼，私自将族长秘法外传，竟然还有脸带着野男人回来。群情激昂，丽娜招招手，林英过来。小豆丁迈着2条小短腿上前，丽娜按住小豆丁的脑瓜，大声道：大长老，这就是我的弟子。周围训斥和叫嚣声猛地一致，其余长老似乎早已知道。大长老看一眼许灵英，什么境界了？丽娜道：9品巅峰，本来早就能晋升8品，但我给压住了。周围的族人们脸色缓和了，只是传授出去最初级的秘术，这相对还好，因为4品前的秘术，他们常传授给资质好的奴隶，把他们培养成战奴。大长老微微颔首道：规矩就是规矩，私自传授秘法于外人，还是中原人，你这是犯了大忌啊！就算是你阿爹，也不能包庇你。丽娜，今日我们6位聚集在这里，是要商量出一个结果。他说完，与6位长老凑在一起，叽里咕噜用南疆话说着什么。许七安听不懂，但看见丽娜的脸色变得极差。几分钟后，6位长老结束商议，大长老缓缓摇头。古族没有收中原人做弟子的先例，其他6部也没有。我们利古部不能开这样的先例。而且，当年山海关战役中，死在中原高手屠刀下的族人太多了。我们利古部收一个中原人做弟子，其他6部必定心生不满。所以，这个小女娃子只有2条路，要么留在古族当战奴，要么废去本命谷。至于你，编1万，6天，6天。丽娜表情缓缓僵硬。她说什么？许七安问身边的丽娜。她说林英要么留在古族当战奴，要么废去本命谷。丽娜沉着小脸解释道：战奴通常活不过30岁，本命谷与性命相融，废去本命谷，九死一生。这不还是我印象中的长老吗？许七安道：你打算怎么办？虽然认为丽娜不靠谱，但还是决定先询问她的意见，毕竟这里是她的地盘。其实就算你不来南疆，以后我也要请你过来的。丽娜一脸我很机智的模样，道：在我们利古部，规矩只是规矩，力量才是信条。说完，她往前走了几步，挡在6名长老和父亲面前，大声说：不行，如果你们不同意我收徒弟，那就只能让他们回中原。林英是不会留在族里当战奴的，也不能废去本命谷。哼，这可由不得你。一位长老又开始脱外袍，表示要揍丽娜。丽娜丝毫不怵，指着许七安说道：他是林英的大哥，你们要处置林英，先问问他同不同意。懂得驱虎吞狼找靠山，丽娜在中原这些日子还是有长进的。她听说许宁燕要去南疆，并让自己带路时，就意识到让林英得到族里认可的机会来了。闻言，6名长老皱眉看向许七安，周围的利古族人也侧头，一道道或友善或敌视或好奇的目光聚焦在他身上。大长老眉头一皱，盯着许七安：你是谁？丽娜真是的，总是给我找麻烦。你说在朋友族人面前装逼也没什么意思。许七安往前走了几步，面带沉着微笑。在下许七安，大凤银罗。大长老缓缓摇头：没听说过。无名之辈，利古族人们纷纷挪开目光，不再关注。村里没通网吗？许七安表情难以遏制的有些僵硬。大长老淡淡道：龙图，把这小子丢一边去，看在丽娜朋友的份上，就不杀了。说完，他发现龙图没有动弹，目光深沉地凝视着来自中原的年轻人，就像凝视一个必须全神贯注才能应对的敌人。紧接着，大长老感受到了可怕的气息从身后复苏，排山倒海般的威压从天而降，笼罩在每一位利古族人心头。大长老豁然回头，看见一尊金灿灿的金身，脑后燃起炽烈火环，带来灼热的高温。许七安缓缓收起点在眉心的剑指，笑道：金刚神功总是认识的吧？3品金刚。见到许七安现出大成器的金刚神功，利古族人顿时一静，接着齐刷刷的往后退，脚步声杂乱。佛门的金刚，这是个超凡境的，回家拿兵器干他！利古部族人嚷嚷不停，他们眼神警惕中夹杂着敌意。山海关战役中，佛门与大凤是盟友，死在佛门僧人手中的古族高手同样不少。佛门新晋的金刚，大长老拄着拐棍，脸色凝重。他已经不关注外界很多年，眼前这位金刚不在他的记忆里。我是中原人，与佛门无关，
偶然学会了金刚神功。考虑到古族没有通往，一时半会解释不清，许七安淡淡道：“至于这副金刚身躯，我杀了2名金刚，吞了其中一个的金刚神血，侥幸学会金刚神功，杀了2名金刚。”大佬张侧头看向龙图：“你能做到？”龙图咧开嘴：“捉对厮杀，没问题。1打2，最多不败。”这位魁梧高大的族长看了外乡人一眼，眼里有着跃跃欲试的战意。大长老颔首：“所以这小子是在唬我们，色厉内什么的，给自己壮胆。3品巅峰的龙图都不可能斩杀2位金刚。再说，依照佛门睚眦必报的作风，此子真要杀了2个金刚，他早被罗汉和菩萨超度了。”左边的长老沉声道：“大长老，是色厉内诈。”右边的长老纠正道：“错了，是色厉内查。”大长老顿了顿拐棍，打断2人的争执，招了招手，喊道：“丽娜，你过来。”丽娜迈着长腿靠拢过去，没好气道：“干嘛，臭老头子？”大长老用南疆语问道：“这小子什么来头？大凤什么时候有这样一位超凡高手了？”左边的长老补充道：“佛门也没有这么一位金刚。”许七安啊，大凤银罗许七安，你们竟然不认识？丽娜就像城里刚回来的女孩，有些看不起村里没见识的老人。中原商队没有带消息过来，南疆古族处在半封闭状态，族人极少外出，也不允许外人进入领地，只有少部分得到他们认可的中原商队能过来贸易。古族对外界的消息来源大半源自那些商队，小半氏族人自己打听，但也分是什么事。龙图沉声道：“大凤乱成一团，已经很久没有商队来我们这边了。像中原大乱、叛军揭竿而起这样的大事，他们是知道的。”许宁燕：“许七安现在是大凤王朝第一武夫，深受万民爱戴。”大长老眉头一皱：“大凤第一武夫不是镇北王吗？”丽娜看傻子一样看他：“那都是以前的事了，最近1年多里，大凤发生了很多事。”父亲龙图也皱起眉头，问道：“他真杀了2个金刚？”丽娜点头：“是啊，就是最近1个月内的事。”接着他简单的说了一些许七安的事迹，比如杀镇北王、杀国公、杀皇帝，以及近来在10万大山中丹挑修罗王幼子阿苏罗。等他结束长篇大论，发现长老们沉默了，半晌没有说话。龙图眉头紧皱，盯着许七安的目光又忌惮又兴奋，双眼放出金光，心跳加快。丽娜知道这意味着父亲体内的好战之血沸腾，但又出于顾虑和忌惮，选择了克制。她从小到大都没见过谁能让父亲这么克制。长老们又嘀嘀咕咕商议起来，接着大长老咳嗽一声，看向许七安：“既然你超凡境高手，那我们就不找你麻烦了，带着你的妹妹走吧。”这话说得过于耿直，利古部的族人纷纷点头，没人觉得大长老的话有失体面和颜面。在利古部，强大的对手或同伴能得到极大的尊重。许七安道：“我妹妹想拜丽娜为师，还望几位长老通融。”事关许灵英前程，他想争取一下他体内的7绝骨和其他蛊术的性质不同，这玩意本身就和蛊神有关，只要按照他的需求喂养，就能成长。蛊神的力量和秘术都省略了，因此许七安无法教小豆丁修行力蛊。另外，天蛊婆婆是天蛊部的，先不说这位老婆婆对自己的态度究竟如何，单以7大蛊族部落的门户之见来看，许七安担心天蛊婆婆未必能在这方面对利蛊部指手画脚。我现在的样子，就像上辈子那些为了孩子能进一所好学校卑躬屈膝的家长，他在心里无声的吐槽。如果先礼后兵没用，他就准备用拳头来让利蛊部屈服。丽娜附和道：“灵英是天才，史书上都没有的天才，我这是为咱们利蛊部着想，吸纳天才。咱们蛊族没有史书。”那个被大长老夸赞聪明的阿紫姑娘说道。丽娜被噎了一下，她在京城时常听许慈就这样说：“千年已降，纵观史册，古今未有，看遍史书。”这些词汇听得多了，丽娜就觉得只要是史书上没有的，就意味着特别特别厉害。这姑娘很会抖机灵啊。许七安看了眼皮肤黝黑的清秀姑娘。大长老缓缓道：“我们蛊族不缺天才，每一代里都会有几个天才诞生。你爹是，你也是，这中原的女娃子就算是个天才又如何？难道我们蛊族就很稀罕了？就要供着她了，就要抢着收她为徒了？”大长老一连串的反问让丽娜说不出话来。龙图看一眼女儿，问道：“一顿能吃几碗饭啊？”丽娜回答：“一顿能吃10碗，没菜的话能吃15碗。”在场利蛊部族人愣了一下，大长老有些惊讶地审视着许灵英，资质确实不错啊。其他长老颔首认同：“能吃10碗啊？我儿子也这么大的年纪，但只能吃5碗。是15碗，你儿子白饭吃5碗，人家白饭15碗，看来资质确实不错。”利蛊族人议论纷纷，脸色露出了明显的惊讶。许七安有些不太适应，整个部族的风格让他有些难以融入和适应。
总觉得和这群人待在一起，代沟和隔阂都太深了。大长老咳嗽一声，让周围的议论声停下来，挺着傲人的胸肌说道：“确实不错，但我们族里像他这么能吃的孩子也有好几个的。”说着露出一脸骄傲的表情。许七安不觉得奇怪，林英的饭量虽然大，但立谷部里肯定也有一样饭量的孩子。以饭量论天赋的话，古族肯定有同等级天赋的孩子。林英并非独一无二，因此古族不可能为了他破坏族规。叫阿紫的姑娘看着许灵英，眉头微皱，似乎想到了什么。大长老，阿紫姑娘喊了一声，待众人看来，她迟疑道：“可是族里的孩子都是从出生时就种下本命蛊啊。”大长老没好气道：“这要你说，谁还不是从小容纳本命蛊？”他突然呆住了，接着扭动僵硬的脖子，看向许灵英丽娜是什么时候北上去中原的？大长老用一种小心翼翼试探的语气问身后的龙图。听到这句话，周围的立谷族人以及其余长老和龙图猛地瞪大眼睛，忽然想到了一件事：这孩子不是立谷族的。龙图一字一句道：“今年夏天。”对，灵英容纳立谷其实没多久，满打满算也就3-4个月，相当于3-4个月从毫无根基到9品巅峰。许七安欣慰地想到。这时木南之悠悠道：“这群人真奇怪，感觉和他们待久了，我脑子都不好用了。”许七安忽然身躯僵硬，脑子里浮现一个疑惑：我刚才为什么会用饭量来衡量天赋？为什么没想到灵英容纳立谷才3-4个月？天才啊，史书上都没有的天才啊！大长老激动的险些拿不住拐棍，健步如飞的奔到许灵英面前，审视他的目光就像审视价值连城宝物。我记得龙图小时候9岁才9品巅峰，他吃了整整9年的白食，都不及这女娃子3-4个月。大长老大声指责。龙图一脸惭愧：“不能这么算吧，婴幼儿时间不能算进去吧？”找回智商的许七安默默吐槽。大长老一双手在许灵英肩膀、手臂、大腿不停地捏按，突然大叫道：“筋骨强健，气丸神足，这是天生为立谷而生的体魄。”剩下的5位长老和龙图大步奔来，蹲下来也跟着在许灵英身上摸骨捏筋，他们脸色渐渐变了，从惊讶到震撼，从震撼到狂喜。大长老激动地望向许七安，他是不是从小就特别能吃？一顿3大碗不算菜。许七安没什么表情的嗯了一声。是不是经常喊饿？另一位长老问。是不是看到什么都想吃？龙图也插了一嘴。木南之怀里的白鸡下意识地缩了缩身子，他连鬼都想吃。许七安还是点头。得到肯定答复的长老们又激动起来。真不错，3-4个月便度过第1阶段成熟期的天才真不错。丽娜得意地掐着腰。是不是？我说他是天才吧？立谷部的族人一脸惊奇地看着小豆丁。许七安趁热打铁道：“既然如此，我家妹妹能拜丽娜为师，学习立谷秘术了吗？”长老们脸上的情绪缓缓收敛，深深看一眼小豆丁，然后彼此对视，由大长老率先开口。他摇头道：“不妥，确实不妥。”一位长老跟着摇头：“拜丽娜为师确实不妥。”又一位长老摇头：“拜我们为师就妥当了。”是啊。丽娜目瞪口呆，跳脚道：“这是我的徒弟。”大长老看他一眼：“我们是长老，我们说了算。”丽娜掐着腰，气呼呼地瞪长老们，叫道：“阿爹，你帮我做主，拜长老们为师确实不妥。”龙图摇摇头，替女儿丽娜说话：“阿爹。”丽娜甜甜地叫了一声，带着点撒娇的语气：“拜我为师就妥了。”龙图没去看女儿许七安，侧头看向丽娜，她脸上的喜悦一点点凝固，像是一幅静止的画或雕塑。天谷部，有着天井的宅子里，穿着青色布衣的天谷婆婆坐在小木渣上，心无旁骛地挑拣着刚从地里挖出来的模样像是蚕蛹的幼虫。白白胖胖布满圆环的身体充斥着脂肪，这是一种叫做肉蚕的蛊的幼虫，肉蚕成年后色泽深黑，有剧毒，能轻易毒杀9品武夫。但它还在幼虫阶段时，有的只有脂肪和能量，5条肉蚕的幼虫能抵普通人一顿饭，而且不管是油炸还是烹煮，滋味都很好。天井下还有5个人，从左往右依次是穿着斗篷、戴着兜帽、浑身散发腐臭味的行尸，穿着五彩斑斓外袍、掌心拖着蝎子的艳丽女子，她的耳环是2条纤细的咬住尾巴的赤色小蛇，它们构成了一个圆环。穿着兽皮缝制的衣服坐在地上的中年男子，他心无旁骛地从随身的布袋里摸出各种各样的毒物，津津有味地吃着。穿着裹胸、白色小裤，外罩一层轻薄纱裙的娇媚女子，紧致修长的双腿，平坦的小腹，清晰的马甲线，挺拔丰满的胸脯交织成一具活色生香的诱人娇躯，浅蓝色的眸子波光流转，顾盼生辉。最后一人是俊朗斯文、
气质温和的白衣男子，年纪很轻，有着书生的文雅，又不缺男子的刚毅。龙图为什么还没来？斗篷人发出嘶哑的质问，语气极为不耐烦。已经传信给他了。天谷婆婆自顾自地挑拣着肉蚕幼虫，不紧不慢地解释一句。白衣男人笑道：谋大事者，不急于一时。披轻薄纱裙的妩媚女子咯咯笑道：说得好，谋大事者，想来也不吝啬满足奴家的欲求。葛将军，今晚我在秦谷部等你。白衣男子脸色略有些僵硬，很快恢复，轻笑道：等办成了大事，本将军便是给栾玉族长送上10万精壮汉子，又有何难？他看了一眼东边，眼睛一亮，龙图族长来了。天谷婆婆抬起头，朝相同方向看了一眼，默默收回目光。见状，在场几位古族首领便知龙图确实来了。术士的望气术能在数十里甚至100里之外看到敌情，除了暗谷和天谷，南疆没有其他手段能克制望气术。耳垂是2条赤色小蛇的艳丽女子，杏眼微微转动。等了一盏茶功夫，天井下的众人感受到地面在震颤，震动频率不变，但震波越来越大。立谷部虽然以怪力著称，可堂堂立谷部首领不可能无法控制自身力量吧？葛文轩瞳孔收缩了一下，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龙图在20年前就是3品巅峰，20个寒暑匆匆而过，他即使境界没有增长，底蕴也该越来越浑厚。或许他处在一个厚积薄发的状态，行走间伴随着的地动是他隐约触及到2品境界时一种难以自控的表现。地面的震动越来越大，直到院门口的光线被什么东西挡住，众人侧头看去，一尊9尺高的巨人低着头扶着背走了进来。他在天井下直起腰背，脑袋险些能够到屋檐。看到这具气血旺盛的身躯，披着轻薄纱衣，身段高挑诱人的栾玉伸出粉嫩小舌舔了舔红唇，他没有掩饰自己眼中的垂涎。对于秦谷部的族人来说，立谷族和中原武夫一样是极品顶炉，而中原武夫远在数万里之外，立谷族人却近在咫尺。但同为谷族，秦谷部没办法对立谷族下手，而立谷部有一条族规，就是针对秦谷部的，凡与秦谷族人发生关系者，杀无赦。婆婆，龙图恭敬地叫了一声。对于另外几位首领，他视而不见。天谷婆婆嗯了一声，这次召集你们过来，信上没说清楚，中原的事大家听说了吧？婆婆声音慈祥温和，透着一位历经沧桑者的平淡。龙图等人微微颔首。天谷婆婆道：这孩子的师傅与我那个死鬼丈夫有些交情，他带着师傅的信找上我，希望我能牵头召集各位议事。说完，他看向白衣术士。葛文轩则望着龙图自我介绍道：在下葛文轩，云州人士。相同的话之前对几位首领说过，他现在是单独对龙图说。龙图没什么表情地看他一眼，另一只手偷偷伸向天谷婆婆身前的木盆，抓了一把肉蚕幼虫。啪！天谷婆婆一巴掌拍开。龙图咧嘴笑了笑，挠挠头。天谷婆婆无奈摇头，把木盆推了过去。龙图眼睛一亮，开心地抓过木盆，抓起一把蠕动的幼虫塞进嘴里咀嚼。他闭上眼，露出享受表情。葛文轩喉结滚动一下，强忍住作呕的冲动，深吸一口气，微笑道：老师委托我说服诸位出兵攻打大凤。各部族首领脸色平静，既不惊讶也不异动，裹着斗篷的行尸兜帽下响起嘶哑冷漠的声音：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葛文轩笑道：一场战争的胜利所能攫取到的好处是难以想象的。20年前的山海关战役中，佛门和大凤作为胜利者，前者犹如烈火烹油，底蕴愈发浑厚，人杰辈出。大凤虽损失1半国运，但我与老师曾经合计过，若是加上战死的魏渊与早早陨落的真德帝，大凤的超凡高手足足有8位。若没有我老师和天谷老人协力窃走大凤的那半数国运，如今九州能与佛门分庭抗礼的只有大凤。掌心托着蝎子，耳坠是小蛇的艳丽女子娇声道：婆婆，她说什么呀？爷儿听不懂。天谷婆婆叹了口气，20年前为了窃取大凤国运，修补如圣雕塑，那死老头子和坚正的大弟子合谋，推动了山海关战役。他把当年的事详细的说给几位首领。天井下一片死寂。山海关战役中，古族死了很多高手，其中不乏超凡。艳丽女子拨弄耳坠，眯起大而圆的杏眼。封印古神是古族数千年不变的目标，天谷老人的行为我们可以理解，也可以不计较。不过国运在哪？葛文轩摇头叹息，国运依旧在大凤，但又不在大凤。如今他寄宿在许七安体内。龙图眉心狠狠一跳。许七安是谁？栾玉问道。古族的几位首领纷纷皱眉，对此人甚是陌生。龙图沉默一下，道：是如今的大凤第一武夫。大凤第一武夫。栾玉眼睛一亮，就像小姑娘看到心仪的玩偶。葛文轩继续道：此人是我老师的嫡长子，
原本是作为寄宿国运的容器，国运取出后，容器就会死去，所以它本身是作为弃子而存在。但师母怀孕时突然反悔，偷偷逃离云州，在京城把她生了下来。她因此进入监正事业，老实投鼠忌器，隐忍20年没去过问。葛文轩没继续说下去，只要让古族首领们知道许七安和老师之间的恩怨便成，细节没必要描述。几位首领们若有所思。葛文轩继续道：大凤的情况，诸位或多或少都有听说，流民成灾，朝廷国库空虚，难以赈灾。南边有我云州军队发兵北伐，西边有西域诸国军队集结，古族若能加入我们，那大凤必败无疑。到时候若大中原将尽归我们所有。栾玉吃了一惊，佛门也插手了。几位首领对视一眼，披着斗篷的行师冷笑道：说些实际的，少在这里给我们画饼。闻言，葛文轩非但没有因为对方的语气不善而不喜，反而笑起来。他刚才的一席话，真正的作用是为古族分析敌人的情况，让他们看到胜利的希望。想把古族拉下水，首先要做的不是以利益相诱，而是让他们明白这件事可行。如果对付的敌人是佛门，即使给出的利益再大，古族也不会搭理。而现在在听说佛门也插手，且大凤处境如此糟糕后，几位首领们确实异动了，尤其是尸骨首领，他刚才的话其实潜台词是同意合作。别急，诸位听我慢慢道来。葛文轩面带微笑，语气沉稳。老师给出的报酬是，事成后将禹州和半个青州割让给古族，并帮助古族在南疆建国，凝聚气运。诸位要相信，对术士来说，凝聚气运并非难事。这样一来，统治半个南疆以及部分中原领地的你们，就拥有足够的气运修复如圣雕像，镇压古神。栾玉等首领无声的交换眼神，都在彼此眼里看到了心动。葛文轩又道：禹州和青州土地肥沃，百姓擅长耕种，等建国之后，立古部就再也不用为食物发愁。龙图族长，为了族群的繁衍，想必您不会拒绝吧？龙图看向天谷婆婆，婆婆，你怎么看？迎着众人的目光，天谷婆婆语气平静。未来有无数种可能，宛如遍布大地的河流，分叉无数，但不能否认，这是其中一种可能。天谷部能窥探到未来的一角，我尸骨不同意。斗篷人嘶哑的声音说道：我父亲死在山海关战役，死在魏渊的7日杀阵之中，此裘臂抱栾玉叹息一声。山海关战役中，我秦谷部的族人同样损失惨重，族人视大凤与佛门如仇寇，言外之意也同意了。穿着兽皮缝制的长袍，吃着毒物的中年男人咽下嘴里的食物，淡淡道：中原土地肥沃不假，但缺少毒物、毒草，对我独谷部的诱惑不大，但封印古神确实是个让人难以拒绝的条件。杏眼圆媚的新谷部首领摸了摸耳垂的小舌，皱眉道：此事不能只听葛将军的片面之词，想让我古族出兵可以，但不是现在。我们要派族人北上打探情报，如若情况无误，再出兵不迟。披着斗篷的行师沉声道：影子，你是什么态度？都可以。低沉的声音回荡在天井内，但没有相应的人出现。这是暗谷部首领，他一直都在，只是藏得很好，不让人发现。古族的人对此早就习惯了，暗谷部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都像一座死城。该部族的族人很擅长隐藏自己，但也无处不在。有时候你翻开一块石头，就能从底下的阴影里揪出一个暗谷部的人，或者不小心掉进一个深坑，里面的暗谷族人会打招呼说：好巧，你也下来了。栾玉笑盈盈道：龙图，你们立谷部呢？行师傀儡淡淡道：他怎么可能拒绝？立谷部为了一口吃的，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所有人都看向龙图，这尊巨人粗犷的脸庞没有什么表情。他扫一眼同族们，又看了看葛文轩，淡淡道：不管是封印古神，还是能满足立古族需求的口粮，都是让人无比异动的条件。葛文轩脸上笑容难以遏制的扩散。但是我拒绝。龙图淡淡道。葛文轩脸庞骤然僵硬，难以置信地仰望着龙图。吉渊在南疆的中央地带，是一道连绵上百里的地缝，深不见底。在这道裂缝的周边，则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原始森林，无数毒虫猛兽生活在其中。它们是天生的蛊，按照能力可以分为7类，对应古神的7种能力。原始森林的外围，荒原上，立谷部的长老们带着记名弟子许灵英抵达了吉渊。这片区域弥漫的力量对应着力谷，越往里走，力量越磅礴，不适合初学者。到这里就可以了。大长老摸着心爱的弟子脑袋，慈眉善目。刚才教你的秘法，记住了吗？许灵英摇头，都忘光了。好，大长老大口称赞。赤子之心，无垢无尘，不愧是天生适合修行立谷的天才。其他5位身材魁梧、白发苍苍的长老也露出满意的表情。边上的木南之和许七安心里全是槽点，
白姬也觉得这霍南江人有些不正常，但他见识浅薄，年纪小，无法准确评估。力古部的长老何族长，还有白城丑姑娘的丽娜，不久前为了争夺许灵英，差点打起来。长老们撸着袖子，丢掉拐棍，就要和族长拼命。族人们在边上纷纷叫好，等着看族长打死长老，或长老打死族长。许七安就给他们想了一个妙计，由族长龙图收许灵英为徒，6位长老收他为记名弟子，至于丽娜，则代父传授绝学。许七安的机智赢得了力古部众人的好评，被评为和阿紫姑娘一样聪明的人才。忘记了不要怕，为师来引导你吸收力古的力量。大长老和颜悦色，越看这张憨憨的小脸，越觉得亲近，简直就像力古部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时，许七安脖梗一麻，感觉沉眠的七绝骨苏醒了，对这片区域的力量产生了极强的渴望。龙图族长，你说什么？葛文轩险些要挖一挖耳朵，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听力出了问题。来南疆做说课时，老师给过他一份详细资料，其中包括古族7大部落的情况、各部首领的性格弱点以及爱好。力古部最大的难题食物，该部的族人饭量极大，每个力古部族人要吃掉的食物是正常成年男子的10倍，甚至更多。食物的短缺限制了力古部的人口，也限制了其他领域的发展。当其余6大部族已经住进砖瓦房的时候，力古部还睡在黄土屋和茅屋。当其他部族在修路、建造马车、兽车，在锻造铠甲和铁器时，力古部挖空心思想的是怎么把同族们的马匹偷回家吃掉。当其他部族穿上布衣绸衣时，力古部还穿着兽皮缝制的衣服，并不是他们不会养蚕织布，而是这太浪费时间。因此，在葛文轩看来，进攻大凤，统治中原百姓，让中原人为自己创造口粮，是力古部永远不变的对外方针。力古部有开启战争的动机和需求，结果对中原领土部感兴趣的独古部都答应了，力古部反而拒绝。不但葛文轩困惑，古族的几位首领亦是满脸惊讶，怀疑自己听错了。独古部首领沉吟道：“龙图，你是不是误吃了我族的食物？”披斗篷的行尸终于抬起头，白瞳森然地凝视龙图。我倒觉得这家伙饿糊涂了。你们力古部想永远龟缩在博山这种小地方，后世子孙永远住茅屋。秦古和新古部的2位女子首领没有开口，一个舔着红唇笑盈盈的打量，一个轻蹙眉头投去质问的目光。而不知道藏在哪里的暗古部首领没有现身，也没发表意见。天古婆婆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代替众人发问：“怎么了？”龙图说道：“丽娜回来了。”天古婆婆的眼睛里猛地亮起光。龙图扫过众首领，他带回来几个朋友，其中一个叫许七安。说到这里，龙图看向白衣男子，看见他狂变的脸色。许七安，古族众首领对这个名字的反应各不相同。独古首领皱了皱眉，似是有些忌惮。新古部的首领耳垂上的2条小蛇松开了尾巴，伸直细长身躯，朝着天古婆婆发出嘶嘶的叫声。他敏锐察觉到天古婆婆的精神呈现轻微亢奋，尽管很快就隐去，但这瞒不住身为新古部首领的他，共情和操纵是新古的核心能力。栾玉妙目生光，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大凤第一武夫。尸古部的首领操纵着行尸，冷声开口：“诸位可以试着猎杀他。”葛文轩眼睛一亮，这倒是个狩猎许七安的绝佳机会。1品以下，没有人能扛住古族高手倾巢而出的围杀，2品武夫都得隐恨。若是能煽动古族对许七安展开埋伏猎杀，他或许能在南疆完成老师都做不到的壮举。龙图声音浑厚，冷漠地扫一眼众人。古族7部之间互不干涉，你们要出兵大凤是你们的事，仅仅因为许七安是你女儿的朋友。藏身阴暗处的暗谷首领困惑地问道，低沉的声音回荡在天井之下。不，龙图咧了咧嘴，我新收了一个天才弟子，她是许七安的妹妹，就为了一个弟子。栾玉清脆悦耳的嗓音问道。一群人都用看傻子似的目光看着龙图。力古部的人脑子不太好用，但也不该蠢到这个程度。收中原人为徒本就是一种没脑子的行为，且触犯古族禁忌。为了一个中原徒弟弃族群发展大计，更是蠢上加蠢。龙图淡淡道：“你们既然这么聪明，为什么不想想，我为何会破例收中原人为弟子？”粗犷的脸庞带上一抹讥笑。族群的发展壮大和培养战力无双的接班人，两者都很重要。进攻大凤，且不说灭了大凤王朝后会损失多少族人，那坚正的大弟子就真的会履行承诺。即使他会失败之后，我们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些都是需要承担的风险，就像狩猎一样，太过狡猾的猎物我们不要，因为浪费在他身上的时间可以狩猎更多不够聪明的猎物。所以我选择后者，这是可以看得见且没有太大风险的事。力古部选择进攻大凤，那么许七安势必与力古部决裂，许灵英这个新收的弟子转眼就没了。过了10几秒，
首领们才反应过来他这番话里蕴含的意思。栾玉难以置信道：“你说那新收的弟子将来能成为扛起大梁的强者？”龙图骄傲地笑一声：“他的天赋比我更好，甚至比丽娜要强。而丽娜已经是不可得多的天才，这意味着未来某天力古部可能会有2位超凡，再加上自己的话，那就是3位。”龙图一想到这样的未来，就兴奋得热血沸腾。他怎么会亲手撕毁如此美好的未来？你们要攻打大凤，是你们的事；围杀许七安，我同样不会阻止。龙图说完，朝天谷婆婆微微颔首，低着头，扶着背离开了天井。望着他离去，众人一阵沉默。葛文轩咳嗽一声，循循善诱：“诸位首领，许七安是大凤第一武夫，也是覆灭大凤计划中最大的绊脚石之一。若是能在此地将他击杀，覆灭大凤便是板上钉钉的事。大事可成啊！这难道不是触手可及的未来？”他的这番话煽动性极强，且赤裸裸。葛文轩相信古族的首领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这番话对中立派或清凤派不管用，但古族和大凤是有世仇的。只要他们还仇视大凤，只要他们有出兵的意向，那么此时围杀许七安便是最好的机会。这一点他相信众首领能看明白。一旦他们杀了许七安，就彻底入局，只能和我云州绑在一条船上。葛文轩暗想。是有首领忘了告诉你，那许七安是魏渊的弟子，魏渊最倚重的晚辈。葛文轩拱火道。斗篷人低着头，衣袍倏然鼓起，气息高涨。葛文轩接着看向栾玉，笑道：“许七安不但是大凤第一武夫，还兼修佛门的金刚神功，一身金刚神血，即使比之金刚稍有不如，也差不了太远。栾玉族长，这个男人可要胜过10万精兵。天谷婆婆，许七安体内的国运可是老先生倾尽心血得来的，老先生不在了，您得为他取回来。”见独古部首领置身事外，并不热衷，葛文轩心里一动。拔济首领，你可听说过花神转世？穿兽皮缝制衣袍的中年人猛地僵住，瞪大眼睛。大周朝的那位花神？葛文轩颔首。许七安有那位花神转世的线索，我没猜错的话，那位花神应该被他秘密养在某处。当日镇北王妃北上，他这一脉的术士曾撺掇吉利之谷和煮酒劫杀王妃，抢夺花神灵韵。事后王妃不知所踪，但他们知道是被许七安藏起来了。独古部首领拔济呼吸粗重起来。花神是花中精灵，对植物有着极强的增幅作用，这种增幅同样对毒草毒果有效。如果能把花神抢回来，天天让他种毒草，独古部的族人就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极品毒草食用。我现在就去立古部。披着斗篷的行尸转身，默默往外走。拔济闻言随之起身，跟在行尸身后，他已经迫不及待。你们等等我！栾玉扭着小腰，提着裙摆，笑盈盈地追上。纯烟捏了捏耳垂的小蛇，沉吟片刻，也跟了上去。一道阴影在阳光下一闪而逝，融入纯烟的影子里。天谷婆婆看一眼葛文轩，叹息一声：“老身也去凑凑热闹。”葛文轩自信一笑，古族7部同气连枝，当他说动3位首领出手时，就不怕其他人反对。古族荣损与共，这是可以利用的点。很多时候必须少数服从多数，别看龙图嘴硬，可当到了这些首领面临生死危机，古族面临大危机时，立古部一样得站出来。许七安，我看你这次如何破局？葛文轩低声道，身为许屏风弟子，他深谙合纵连横之道，即使龙图不出手，以6大古族首领的战力，足够杀了他。若还不成，便走下一步计划。葛文轩吐出一口气，轻飘飘的御风而起，从天井上飞出。准备好了吗？大长老粗糙的手指点在许灵英的后颈。准备什么？许灵英茫然地问道。大老张沉默一下，你记得收敛情绪，不要胡思乱想，我要帮你攫取古神之力了。边上的5名长老告诫道。不要想吃的，一定要冷静，放空思绪，不能乱想，专注感受体内的变化。许灵英哦了一声，出发前因为肚子饿，他刚吃完肉羹，现在很满足。见他答应得如此痛快，长老们面面相觑，脸色凝重，并未放松警惕。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立古部的族人常常因为忧虑今日或明日的吃食而无法平静下来，这会引起古神之力紊乱，对身体造成破坏。因此每一位族人晋级都需要长辈在旁边帮着梳理古神之力。开始吧，一位长老说道。大长老颔首，点在许灵英脖颈处的手指膨胀粗壮了一圈。许灵英脖颈处稚嫩的肌肤凸显出一只竹节虫的轮廓，那是融入他脊椎里的利骨，丽娜的母骨生出来的子骨。这条子骨受到了大长老渡送的气血之力，苏醒过来，他贪婪地吸取着外来的力量。见状，大长老收回了手指，但已经苏醒过来的本命骨没有停止吞噬，他开始将目标转为游离在四周的力量。另一边，许七安的瞳孔化作绿色的树瞳，
宛如虫类。他看见了所谓的蛊神之力，那是游离在空气中的黑红色萤火虫，稀薄却醒目。原来利古部吸收的蛊神之力本质上是蛊神的气血。许七安恍然大悟，蛊神的气血之力与武夫的不太一样，贸然摄入会变成怪物，难怪常年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会蜕变成蛊。许七安尝试着吸收了一些黑红的萤火虫，得出结论，它们无法被武夫直接吸收利用，要么强行容纳变成怪物，要么将它们排出，除非体内拥有利蛊。利蛊相当于过滤蛊神毒素的氯气。确认吸收蛊神气血不会对自身造成危害，许七安走到远处，放开了压制七绝蛊的力量，任由它鲸吞般的吸收起周围的蛊神气血，这样能避免抢夺小豆丁的资源。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周围的气血之力越来越少。天才啊！大长老惊呆了，他眼见着许灵英脖梗处的利蛊在飞速壮大，顺风顺水，始终没有紊乱的迹象，而且看这架势还没到头，但他摄取的量已经超过其他同阶力蛊族人需要的蛊神之力，说明这孩子的潜力比他们想象的更大，是史书上都没有记载的天才。一位长老纠正道，他是怎么做到心无杂念的？另一位长老惊艳之余，疑惑的喃喃自语，孩子心思单纯，但念头最杂，比成年人还要杂乱，因为他们无法控制天马行空的想象。不知道，所以说我的徒弟是史书上都没有记载的天才。又一位长老发表意见，将来我要让孙子娶她。大长老大声发誓。其他长老满脸警惕和敌意，一番眼神交流后，他们不知不觉拉开距离，眼神变得充满戒备和斗志。这时，一位长老转头四顾，周围的蛊神之力是不是变稀薄了？闻言，大长老和剩下几位长老的目光终于从小宝贝身上挪开，双眼化作绿色的树瞳，悠悠地扫视周围。接着，惊愕和茫然的表情同时出现在几位魁梧老人身上。在他们的视野里，周围空气是如此的清新，以往萤火虫般游离在空中的蛊神之力，此时已是零星散落，稀少的可怜。天才啊！大长老为首的老头子们激动的面皮发抖，齐齐看向许灵英。周围的蛊神之力莫非都让他吸收了？他怎么做到的？长老们又诧异又激动。咦，不对！大长老摇摇头，审视着许灵英。小娃子气力暴涨不假，但他仍然是8品层次，此地的蛊神之力浓度不及极渊内部，但尽数吸收的话，不是他能承受的。众长老皱眉不语，以他们的智慧，当然不会有什么收获，于是一个个愁眉苦脸。这时，木南枝抱着小白虎返回，大长老瞅了眼这个皮肤白皙的丑姑娘一眼，蹩脚的大凤官话问道：“那小子呢？”他说：“四处逛逛。”木南枝回答。大长老微微点头，没放在心上，只当是外乡人好奇极渊的情况，想四处打探观赏，增加阅历。至于安全方面，一位能杀佛门金刚的超凡武夫，别说在地表的原始森林地带，即使深入极渊内部也不会有事。另一边，深入原始森林的许七安盘坐在一块岩石顶部，以吐纳的方式吸收着游离在空气中的蛊神之力。此处蛊神之力的浓度是外围的10几倍，每吸收1克，许七安体内的气血就旺盛1分，进展非常迅猛。气血与气机无关，它所象征的是气力，气血越旺盛，体力越好，力气越大。同样是3品巅峰，不施展气机的话，2个许七安可能都没有龙图力量大。气血越旺盛，我能炼化出的气机就越多，尽可能的吞噬蛊神的气血之力，化为己用，然后找小医双修，最后再拔出封魔钉，那我就是彻彻底底的3品巅峰，不是随时都能突破2品的3品武夫，比当初的镇北王还要强大。他保持着吐纳姿态，持续吸收蛊神之力，1刻钟后，七绝蛊停止了吸收，他达到极限，无法再消化蛊神之力。许七安审视七绝蛊，发现利蛊的能力不但追上了毒蛊、尸蛊和暗蛊，甚至还有超越。他收获了利蛊的第2个能力——狂暴。它能刺激细胞，短时间内爆发出超越正常状态的力量，代价是爆发结束后会进入疲软状态，且饭量大增，需要胡吃海喝才能弥补消耗，不然会造成气血衰竭，影响寿命。呼！就在这时，呼啸声破空而来，大片阴影笼罩，一块巨石飞旋着砸向许七安。他轻轻侧身，任由巨石擦身而过，在地面砸出大坑，继续翻滚，撞断2棵变异的大树。这里的植物吸收了蛊神气血，也发生了一定异变，比普通的树木更加坚韧粗壮。避开巨石袭击的许七安朝着前方看去，密林中树荫下站着一只高大威猛的黑背猩猩，他双眼赤红，獠牙突出，长嘴上方的肌肉皱起，凶神恶煞地盯着许七安。见这个人类看过来，黑背猩猩尖笑着拍打结实胸膛，然后从地上抓起一把碎石，用力投掷，霎时间宛如箭雨瓢泼，劈头盖脸的击射而来。这只猩猩力量大到吓人，许七安身躯融化，
从黑背猩猩身后的影子里钻出来。他用力握拳，指骨爆豆般炸响，整条右臂肌肉膨胀，粗壮了足足2倍，完全畸形。狂暴，砰！仿佛火炮出膛，空气都被这一拳锤得发出脆响。黑背猩猩的身躯4分5裂，肉块朝着四周飞射，鲜血、脏器噼里啪啦洒了一地，腥臭味瞬间弥漫。我现在有找龙图般手腕的冲动。许七安欣喜地感受着自身变化，没有耽搁，转身朝着东边航去，往东一直走30里，就能进入毒蛊之力弥漫的区域。很快，他来到一片笼罩着瘴气、汁液浓密的地带。许七安原以为毒蛊之力笼罩的区域，植被会相对稀疏，只有部分剧毒植被能生存，谁知此地的树木高大，枝叶交错，层层如盖，简直密不透风。咔！他折下一根树枝，把枝上的树叶摘下来，塞进嘴里，嚼了几口。有毒，但品质不行。接着又品尝了灌木和杂草，全是含着毒素的，只是毒性不大，对毒蛊不会有什么增益，但能充当缓解副作用的零嘴。他一路走着，尝着，偶尔抓住几只毒虫，摘几株毒草，越往里走，植物和毒虫的品质越高，毒性越强。到了一处让他吃得津津有味的地方后，许七安盘坐在树影下，吐纳弥漫在空气中的瘴气、毒气，滋养毒蛊。没多久，七绝蛊再次到了瓶颈，无法再吸收毒气。许七安掌控了新的毒蛊能力毒体。毒体有2大能力：转化和吸收。转化，把一切无毒之物转为成有毒之物，把一切有毒之物转化为无毒之物。吸收，吸收一切有毒之物化为己用，这包括敌人的气机、剑气等攻击。同时，他还能通过吸收毒物来修复身躯，即使缺胳膊断腿，只要周围的毒物够多，就能把它们吸收转化为毒体。不过对许七安来说，这项能力有点鸡肋。粗鄙的武夫最不怕的就是缺胳膊断腿。他接着去了其余5处笼罩蛊神之力的地带，没有深入，但对极渊有了大致的认识。尸骨部生活的全是一群行尸走肉，有动物，也有人类，他们就像丧尸一样漫无目的地行走在特定区域里，遇到有活着的生物进入，便蜂拥而上。不是为了进食，而是传递子蛊，把生灵化作行尸禽骨所在的区域。空气中弥漫着催情气味，这里鸟语花香，植被疯狂繁衍，因此花草树木极为茂盛，随处可见多人运动。动物们心无旁骛地做着原始的基因传递活动，鸟鸣声和兽吼声是这里唯一的旋律。许七安尝试着用新古的手段听取动物的语言，叽叽喳喳的鸟鸣声可以归类为2种。快来上我和卧槽！真是一片鸟语花香之地。暗谷区域步步杀机，随时都会有蛊虫和蛊兽从阴影里跃出来，给予你致命一击。许七安在这片区域逗留的最久，因为无法安静下来吐纳，直到把周围的蛊虫和蛊兽杀绝，才有了安心吐纳的环境。释放超凡境的气息不起作用，蛊虫和蛊兽只惧怕同类中的高位强者。新蛊之力笼罩的区域是最正常的，但也只是看起来正常。实际上那里最危险，因为所有的动植物都有统一的思想，就像一支庞大的军队，协作密切，吞噬着进入此地的生灵。对于这样的区域，许七安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开启金刚神功，任由新蛊控制的兽类、植物攻击，自顾自吸收该区域的蛊神之力。等到新蛊进一步蜕变，受到高位同类的压制，该区域的新蛊便再不敢攻击它。当许七安逐一吸收蛊神的7种力量，七绝蛊达到均衡后，脖梗猛地一麻，要蜕变了。许七安当即盘坐在地，用心感应七绝蛊。大长老带着3长老、4长老深入原始森林，他们的瞳孔保持着绿色，仔细审视周围的蛊神之力。这边的蛊神之力浓度没有变化。大长老环手4股，目光在东侧顿了一下，道：“去那边看看。”3位长老走了几分钟，停下脚步，发现此地的蛊神之力略显稀薄，这还是周边的蛊神之力弥漫过来，有所填补。4长老摸着下巴，分析道：“有大蛊物出世了。”他指的是超凡境的蛊物。在古族过去的历史里，极原深处偶尔会出现超凡境的蛊物，诞生灵智，而后从大裂谷深处出来，猎食周边的生灵，其中包括蛊族。大概每隔600-700年就会有一只超凡境的蛊物诞生。蛊族对此的应对措施是，每隔一甲子，各部的首领就会结伴深入极渊，清剿里面强大的蛊物。但这并不能完全杜绝超凡境蛊物的诞生，因为蛊神状态不稳定，它有时溢散出的力量磅礴浓郁，有时则稀薄量少，没有固定的规律，这就会导致可能前几百年都没有强大蛊物诞生，后几十年忽然诞生一批强大蛊物，甚至诞生超凡。而蛊族各部首领不可能一直守着极渊。大长老目光陡然一凝，沉声道：“有情况。”3长老和4长老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那里散落着一地的肉块，鲜血和脏器洒了一地。大长老见步如飞地靠拢过去，抓起一块碎肉，道：“尚有余温。
三长老在旁边的灌木丛中找到了黑背猩猩的头颅，是猩猩。四长老则说，把肉收集起来，带回去给孩子们熬肉羹。大长老和三长老欣然同意。把能吃的肉收集起来后，三位长老这才开始分析起来。大长老提出疑问，如果是超凡谷物的话，怎么只杀不吃？三长老回答疑问，可能是吃饱了。四长老做出反驳，你什么时候吃饱过？一阵沉默后，他们决定趁着肉还新鲜，赶紧回家。与外头的三位长老以及许灵英、木南之会合，大长老用力摸着许灵英的脑袋，爽朗大笑，回家给你熬肉羹。许灵英开心的点头，并吞了吞口水。木南之看着这一幕，没来由的怀疑许七安这个妹妹是不是从利谷部偷回京城的。明明是个外乡人，但她来到利谷部就像回了家一样，与利谷族人待在一起，竟出奇的和谐。你大哥还没回来吗？四长老问道。咦，大锅怎么不见了？许灵英仿佛才发现大哥不见了。大长老看了一眼怀里抱着的肉块，忽然一愣，终于联想到了什么，皱眉道，这是不是他杀的？四长老沉吟一下，有可能。大长老又问，那古神之力稀薄，是不是他做的？四长老沉吟一下，没可能，他又不是我们利谷部的人，丽娜不可能把族中的秘术传来外族人。说着说着，长老们齐齐沉默，看向了许灵英。他们忽然想起，爱徒许灵英的蛊术就是丽娜传授的，而理由是这孩子天赋异禀，万一那小子也是个修行利蛊的天才呢？大长老脸色一变，走，回去问问丽娜。大长老一行人返回利谷部，直奔族长居住的大院子。丽娜！大长老扯着嗓子一阵嗷叫。丽娜捧着一只木碗奔出来，碗里盛着快要溢出来的秘方。干嘛？大长老大步奔到近前，瞪眼，一脸警惕。你是不是也传授利蛊秘术给那个许七安了？丽娜边吃边回答，没有啊，我只有灵英一个徒弟。二长老立刻纠正，你只是代父授业，我们才是他的师傅。几位长老松了口气，又有些失望。松口气是因为丽娜这个不太聪明的姑娘，总算没有丧心病狂的胡乱泄露族中秘术。失望则是，如果此事为真，那许七安可能是比许灵英更可怕的天才。许宁燕怎么没回来？丽娜朝后面张望几眼，神色一喜。阿爹回来了。众人侧头看向身后，龙图赤着脚，步伐稳健地朝这边走来。走得近了，大长老等人发现龙图一脸凝重。有事？大长老拄着拐杖问道。这不需要动脑子，只要对龙图足够了解就行。龙图点点头。来了一个外乡人，说是云州那边的，希望我们出兵打大凤。他把会议的经过、云州术士的条件仔细说给几位长老。你是什么看法？大长老没有轻易做决定，而是先询问龙图的意见。肯定不打，打的徒弟没了，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再说那什么监正大弟子跟我们又不熟，没道理人家说一句我们就傻乎乎的上。龙图没好气道，但如果是真的，其他6部肯定会打。大长老一口断定，如果我们不打，将来打赢了，我们分不到好处，利谷部在古族的地位也会降低。二长老说。龙图瓮声瓮气道，不怕，等将来灵英晋升超凡，我们族就有3个超凡，地位只会高不会低。我早就想到了，就算不打，我们也是古族最强势的。大长老一张老脸笑开花，真不愧是你，狗崽子，当年选你当族长没错，看老子我眼光多毒辣。木南之扶着额头退后了几步。龙图咧了咧嘴，忽然又沉下脸。他们准备猎杀许七安，我说了不会管，但不能真不管，这事儿不好搞。他刚说完，旋即眉头一皱，他们来了。话音落下，前方大树的树荫里，影子扭曲，慢慢浮出一团阴影。阴影散去，5个身影出现在树荫下。披着斗篷的行尸，穿白色裹胸小裤，外罩薄纱长裙的栾玉，双耳缀着细长小蛇的纯烟，穿兽皮缝制长袍的拔髻，满头银丝，皱纹遍布的天谷婆婆。至于暗影部的首领，他并没有出现，把自己好好的藏在树荫里。斗篷行尸淡淡道，姓许的在哪里？脖梗一麻，旋即传来剧痛，非正常人类能抗拒的剧痛。有过2次经验的许七安知道，这是七绝骨成长时进一步融入身躯，刺激到脊椎神经产生的疼痛。许七安盘坐不动，闭目凝神，忍耐疼痛。半刻钟后，疼痛减缓，继而消失，七绝骨顺利度过第2阶段的成熟期，进入了第3阶段的幼年期。许七安没有睁开眼，审视着七绝骨带来的变化。天骨的能力始终没变，还是移星换斗。作为七绝骨的基本盘，天骨基本已经开发到极致。至于天骨窥探命运的能力，许七安怀疑至少得七绝骨进入超凡层次，甚至需要2品层次才行。力骨的狂暴和毒骨的毒体没有变，情骨多了一项新能力，吸收周围生灵的情欲之力。这个能力
让他不用想着天天坤，只要通过吸收周围生灵的情欲来滋养琴骨，就能稳定晋升，就像五夫吐纳炼气一样，并且这些情欲之力可以储备起来，对敌时释放。情欲有时比毒素更致命，因为它是对身体的机能进行刺激。五夫的强大生命力可能不惧剧毒，但绝对无法抗拒荷尔蒙的疯狂分泌。分泌荷尔蒙本质上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身体的防御机制不会抗拒。尸骨的成长在于2点：一，能操纵形尸的数量增加，品级提高；二，主人的意志可以降临在形尸身上，等同于分身并掌控形尸的能力。暗谷也有了蜕变，他这一阶段的能力增幅很均衡，阴影跳跃范围扩大，达到目光所及皆能跳跃的境界。此外，携带人数从1人增加到了4人，化身阴影的时间也得到延长。只要许七安愿意，他可以一直潜藏在阴影里不出现，直到体力耗尽。在攻击方面，暗谷多了一个新技能，叫蒙蔽。投下一道阴影，蒙蔽敌人的五感60%，让他变成瞎子，但无法克制五夫的危机预感。防御方面，暗谷也多了一项新技能，叫阴影。简单的解释就是身体化作无形无质的阴影，让敌人的攻击落空。最后是心骨，到了如今的境界，许七安终于明白为什么心骨又被称为御兽骨。心骨母骨就如同一个中央处理器，可以完美调动支配兽类组成的大军。世上或许有比他更懂得行军打仗的将领，但世上没有一支军队的配合力能超越超凡心骨师。此外，心骨还能影响智商不高的生灵，包括但不限于人类、兽类和器灵。智商越高，心骨越难控制，反之则越好控制。不过这并非绝对，高智商的生物如果长期受制于心骨，就会变成低智慧生物，再难以摆脱心骨师的操纵。这让许七安想到了心骨之力弥漫的森林地带，里面的生灵不管智慧高还是低，都变成了只知道服从命令的死士。但心骨师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个体战力太低，且没有足够的保命技能。能和心骨师在战场一较高下的只有巫师了。真不知道当年魏公是怎么打赢山海关战役的。我能想到克制巫师控尸术和心骨师的手段只有火炮。射程之下即真理。内心感慨着，许七安睁开眼，他瞳孔骤然收缩，脊背肌肉紧绷，宛如蓄势待发的猎豹。眼前2丈外站着一个黄毛猴子，目光温和地审视着他。因为没有察觉到敌意，所以许七安按捺住出击的冲动，但也没有完全松懈。因为能克制五夫危险预知的手段，古族正好就有。移心换斗，老身过来看看你。黄毛猴子口吐人言，声音慈祥，是个年迈的婆婆。你是？许七安心里一动，脑子里浮现一个名字，孩子们叫我天谷婆婆。黄毛猴子微笑道，果然是她。许七安记得丽娜说过，当日把七绝骨托付给她，让她带去京城寻找有缘人的，就是这位天谷婆婆，天谷老人的妻子。都说天谷有窥探未来的力量，如今算是见识了。许七安并未放松警惕，淡淡道，婆婆神机妙算，竟能算到我来了南疆，算到我在此处。黄毛猴子笑了起来，语调平静温和，不是龙图告诉我，丽娜回了不足，我才知道你身在南疆。窥探未来有诸多限制，并非随时随地皆可，不然当初山海关战役老头子也不会输了。也可能是监正屏蔽了天机，让他无法窥见战争的结果。这一招对巫师同样有效。都说魏渊是罕见的帅才，这点不假，但你们中原那位监正背地里做的事情只怕更多。许七安点点头，婆婆亲自来找我，所谓何事？黄毛猴子缓缓道，你想必有很多问题要问我，老身恰好也有事要与你说。不过此番过来是给你个忠告，就在刚才，许屏风的弟子找上了我，他游说古族各部的首领与云州叛军结盟，联手攻打大凤，瓜分中原。草！许七安脸色一沉，各部首领答应了。黄毛猴子颔首。21年前的山海关战役，古族输了，各部都不服气，而且死了那么多人，这股火压了20年，迟早是要发泄的。上辈子对历史颇有研究的许七安点了一下头，抛开立场，战败国含恨积怨，试图报复的心态是正常的。龙图没答应，但如果战争局势不利，古族面临危机，立古部是不可能坐视不管的，天古部也一样。我明白婆婆的难处。黄毛猴子轻轻点头，继续道，七绝骨是老头子留下的后手，一旦许屏风起事失败，他便无法兑现承诺，那么如圣的雕塑便无法修复，所以他留下了七绝骨，当作接续这段因果的后手。但老身要说的是，若许屏风起事能成，他就必须承担这个因果，助南疆建国，割让2州之地，以一品术士的手段为古族凝聚气运，修复如圣雕塑，那么古神便会继续沉睡。站在老身的立场，实在没有拒绝的理由。许七安默然，如今几个孩子在立古部埋伏，伺机围杀你，你若不想死，便速速离开吧。过段时间我会让丽娜去找你，
你想问的是，想知道的是，我会通过丽娜传达于你。天蛊婆婆操纵着黄毛猴子说道。看起来古族出兵大凤的决心不小啊，族人积怨已久，就连天蛊婆婆也不愿意倒行逆施。而且许屏风给出的承诺是封印古神，这是古族无法拒绝的条件。许七安皱眉，古族想打大凤，我理解，结局要么是把大凤灭了，瓜分中原，要么是把古族为数不多的气数打散，从此一蹶不振，然后彻底老实。婆婆，难道没有折中的办法？天蛊婆婆摇头。许七安沉默一下，忽然想起了什么，道：对了，我这里有一件法器，是从许屏风手里抢过来的。他伸手入怀，轻扣的书碎片取出一只缀着铜片、五彩石、玉片等物，有着南疆风格的手串。天蛊婆婆目光在男从手串上一开，她目光中交织着悲伤、喜悦、缅怀等复杂情感。婆婆，你再想想。许七安道。天蛊婆婆沉吟一下，改口道：办法自然是有的。老身先与你说说当年山海关战役的情况，好让你明白为何古族如此敌视大凤。佛门对付的主要是妄想复国的南妖以及北方妖蛮，大凤对付的是与高祖皇帝有仇的巫神教以及我古族。七部中，尸骨部的游尸对大凤最是憎恶，因为他父亲死在魏渊的7日杀阵之下。其次是秦古部，当年大凤军队劫掠了过半的秦古部女子，废去他们修为，冲入各地教坊私毒古部，让大凤军队死伤惨重。魏渊一怒之下，亲率3万骑兵千里奔袭，将毒古部的战士一锅端了，俘虏5000毒古族人，尽数坑杀。直至今日，毒古部人口依旧是7部中最少的。不过正是因为当年毒古部的族长、长老连同精锐死伤殆尽，拔济才能脱颖而出，成为首领。他本人对大凤没有太大的仇恨，且毒古部依赖于南疆丰富的毒草毒物，对中原领地没有野心。他勉强算是中立派，但他的态度并不能决定族人的态度。毒古部至今依旧仇恨着大凤，新古、暗古、厉古对大凤谈不上仇恨四海，但肯定没有好感就是了。至于老身的天蛊部，仇恨无法动摇天蛊的睿智，但古神一直是我不重视的问题，谁能封印古神，谁就能得到我们的支持。魏公当年也太狠了吧，简直是从东街砍到西街，眼睛都不眨一眼的狠角色。许七安眉头紧锁，这样的古族根本不可能成为大凤的盟友。天蛊婆婆面带微笑，该说的我都说完，如何应对看你自己。说完招了招手，射来手串，小心翼翼地戴在手腕上。黄毛猴子扬长而去。面对游师的质问，大长老丢掉拐棍，挺了挺胸膛，展示魁梧膨胀的肌肉，冷哼道：许七安是厉古部的朋友。游师嘶哑的声音说道：也是古族的敌人，我们不会在厉古部的地盘上打，但你们若是敢阻扰，别怪我不客气。其他几位长老纷纷丢掉拐棍，挺着肌肉发达的胸膛。想打架来啊！新古部的纯烟翻了个白眼，没好气道：你不知道这群肌肉发达的野猴子是什么性格，玩死人，把脑子玩坏了。厉古部的族人最受不得激将法，一旦上头那就是六亲不认。栾玉笑盈盈道：几位长老别和他一般见识，古族同气连枝，厉古部不好出面，我们能理解，待会儿只管看着，放心，奴家会留他一条命的。6位长老这才脸色好转，哼道：要找许七安麻烦是你们的事，但现在给我滚出厉古部地盘，他只要一天还在厉古部，就不容你们放肆。他们还是想保许七安一命。古族首领倾巢而出，即使龙图不插手，这等数量的高手也不是许七安能应付。他虽然杀了金刚，可就算罗汉也不敢单枪匹马杀到古族来。而许七安若是死在这里，许灵英这个小娃子将来肯定心生怨恨。新古师纯烟耳廓微动，倾听片刻，低声道：他不在厉古部，不久前与厉古部的长老们离开了，没有返回。他沟通厉古部周围的蛇虫鼠蚁、鸟类，从他们那里打探到了情报。值得一提，厉古部附近的动物极其稀少，蛇虫鼠蚁之类的主要是藏身的本事不错，才没有被厉古部的蛮子赶尽杀绝。去了何处？游师沉声问道。不知。纯烟摇头。这时他灵动的杏眼猛地一亮，侧头看向平原尽头。他回来了。没有任何犹豫，暗谷首领鼓荡起一团阴影，笼罩住几位首领，带着他们消失在树荫下。大长老等人脸色大变，极目远眺，看见一袭青袍的年轻人站在平原的尽头，一动不动，似是在等待着。坏了，他怎么敢在这个时候回来？大长老愤怒地骂娘。龙图微微弯膝，在地面轰的下沉中，他像一颗超大型炮弹射了出去，又如同一杆笔挺的标枪直插蓝天。古族的几位长老同时弯曲膝盖，把自己射了出去。他们在说什么？木南枝拉住因为俯身放下饭碗，所以慢上一拍的丽娜。
他们要去杀许七安。丽娜脸色严肃，各部的首领很厉害，都是超凡境。他说完，撇开木南枝的拉扯，弹动膝盖飞射出去。都是超凡境，木南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眸子在眼眶里快速转动，看着怀里的白姬，心里一动，急道：白姬，你的天赋是什么来着？白姬抬起头，乌溜溜的眼睛闪着懵懂天真。是极速哦。木南枝眼睛一亮，把2个巴掌大的狐狸幼崽放在地上，往他身上一骑，道：快去！被圆滚蜜桃压垮的白姬懵了。快点！木南枝心系许七安安慰，娇斥道。蓄满眼眶的泪水又咽了回来，小白狐抽泣一下，咬紧牙关，勉强撑起四肢，黑纽扣般的眼睛里燃起红光，爆发潜能，带着木南枝化作白影，消失不见。现场就剩下一个许灵英，他左看右看，从路边捡起一根木棍，浅浅的眉头倒竖，气势汹汹地奔出去。他去帮大哥打架。平原尽头，许七安望着宛如一颗颗炮弹发射过来的利古部高手，收回目光，低头看向自己的影子。阴影扭曲膨胀，几道人影钻了出来。同时，许七安失去了听觉、视觉、嗅觉，五感60竟被蒙蔽。他不慌不忙地朝右侧翻了一个跟头，翻出10几丈，与栖身而近的敌人拉开距离。轰轰轰！重物砸落的巨响声接二连三响起，龙图带着利古部高手赶来，插入双方之间。龙图，尸骨部首领游尸语气里夹杂着怒意：你真要挡我们？你想过违背古族意志的后果吗？念在同为古族，我等屡次三番的忍让，别不识抬举。纯眼眼见龙图双目凌厉，就要放狠话，叹了口气，抢在龙图把矛盾激化前，劝道：龙图，古族既已决定出兵，那么许七安便是心腹大患，不除他，将来各部不知要死多少人。到底是古族重要，还是一个朋友重要？一句话对得龙图眉头直皱。纯烟没有继续劝说，而是看向满头银丝的天蛊婆婆。婆婆，您说呢？龙图和6位长老也不由得看向天蛊婆婆。天蛊部制定黄历，观测星象，各部的耕种都要依仗天蛊部，而和吃挂钩的能力往往受到尊崇。再加上天蛊部能窥探未来，给出正确的指引，古族6部虽说不至于以天蛊马首是瞻，但天蛊威望很高。天蛊婆婆说的话，6部都愿意听。在众人看着她的时候，天蛊婆婆反而看向许七安，笑道：龙图为什么不问问他自己的想法呢？不等龙图回应，大长老不悦道：他说不打，你们会放过他？婆婆何必在这里说些风凉话？龙图略作沉默，转头望向许七安：我承诺过不插手他们与你之间的战斗，这是我能给你最大的帮助。身为武夫，你死在这里是你的命数，你若能杀光他们，我同样不会阻拦，这亦是我对你的承诺。利古部好勇斗狠，有矛盾就打一架，风俗便是如此。大长老闻言无奈地哼了一声，道：不要和那个妮子近身，战斗时不要换气，注意脚下的阴影，实在打不过逃便是。这是他能做到的极限。前半句是在提醒他战斗中要注意的细节，后半句其实才是重点。逃！一位状态完好的3品武夫一心要逃，想拦截很困难，可一旦陷入苦战，再想逃，以古族的手段基本逃不掉。逃走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这样的话，古族和云州的结盟是达成了，大凤必败无疑。许七安缓缓扫过众人，心里念头闪烁，他此番回来是为破古族和云州逆党的结盟，心里有了一个大致的计划。赤！许七安手指抵在眉心，脑后火环的燃起，散发炽烈高温，皮肤迅速转为暗金色。顷刻间，一尊至刚至阳、气势磅礴的金刚神体出现在古族众人眼前。他嘴角一挑，露出桀骜又不屑的冷笑，领教诸位高招。许七安竟然修成了金刚神体。10几里外，葛文轩站在树梢上，举着一只单筒望远镜，观察远处的动静。这种擅长瞭望的法器是许屏风发明的，它能让持有者清晰地看到10几里外的动静，若是登高观看，距离还能更远。此时，在葛文轩眼里，许七安等人虽然渺小，看不清太多的细节，但大致情况还是能看清楚的。那轮燃烧的火环清晰地映入葛文轩瞳孔里。他什么时候修成金刚身体的？这家伙上次的情报里明明没有记载，也就是说是近期修成，不愧是拥有大气运的人。葛文轩连连皱眉，金刚体魄外加武夫的不死之躯，如此一来，古族的超凡高手想杀他，难度系数就大增了。金刚身躯！惊呼声声从天蛊婆婆身边响起，穿着清亮娇躯诱人的栾玉捂着红润小嘴，双眼放光，呼吸粗重。相比起他的欣喜若狂，其余人则眉头微皱。游师低声道：影子，你藏好，不要轻易出手，我来正面牵制他，拔济你尸毒影响。栾玉等他状态下就立刻引发他的情欲。
至于纯烟，你自己看着办。简单的制定对敌方针后，游师朝天谷婆婆说道：“劳烦婆婆为我们掩盖气息。”天谷婆婆笑道：“可以。”她抬起手，轻轻一抹，霎时间，5位首领的气息同时消失，其中包括心跳、呼吸、能量波动。如此一来，5副的危险预知就不会生效。噔噔噔，披着斗篷的游师迎向许七安，狂奔的步伐造成轻微的地动。临近许七安时，脚步声忽然消失，他以恐怖的速度掠过10几丈的距离，直接出现在许七安身前。斗篷翻飞间，拳头呲了出去。当，天地间一声洪钟大吕，许七安像一块金色的铁坨子倒飞出去。他是故意的，借此把战场转移到更外围，尽可能的避免毁了博山。游师乘胜追击，其他首领纷纷行动起来，从侧翼包抄，不给许七安逃离的机会。噔噔，大长老听见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他要追上去观战的想法，扭头看去，发现是拎着一根木棍的许灵英。灵英，大长老皱眉，呵斥道：“你来做什么？”他就像是呵斥自己族中的孩子。龙图等人也暂时停住脚步，皱着看着小豆丁。与魁梧高大的古族众人相比，他真的就像一颗小豆丁，身高堪堪到龙图的膝盖。我大哥呢？许灵英怒吼一声，像只发怒的小狮子。他竖着2条浅浅的眉毛，朝着大长老等人龇牙咧嘴，挥舞棍棒。谁打我大哥，我就打谁。大哥死过一次了，我不要娘和爹哭。他还牢牢记得年初的那具棺材，从来不记事的他牢牢记着那具棺材。大长老本来想说，你大哥自己找死，怨得了谁？但看到女娃子眼里流露出的清澈而锋利的目光，他顿时卡住了。龙图沉着脸审视许灵英片刻，走上前用力揉一下他的脑袋。他的手掌比小豆丁的头还要大。现在的你太弱了。龙图声音浑厚，语气却很平淡。他把小豆丁举高高放在肩膀上，为师带你去观战，让你见识一下超凡领域的风景。如果你大哥死了，你就记住他们的脸，豁出命去修行。对于他这样的教徒方式，几位长老一边皱眉，一边又觉得没什么毛病。另一边，许七安一气退出30里，在一处荒无人烟的山坳里停下来。他方甫站稳，游师便像一根利箭射了过来，斗篷猎猎鼓荡。望着气势汹汹、势不可挡的斗篷人，许七安咧嘴道：“让你一招而已，瞧把你得意的，真以为依仗这具超凡境的尸体能与我抗衡？”他不退反进，迎上游师，单臂按住斗篷人的脑袋，脑后的火环猛地一炸，像是火箭的推动器，掌心气机喷吐，砰的巨响，游师后仰着倒飞出去，额头皮开肉绽，但没有鲜血流出。后仰中的游师双脚着地，噔噔噔，连退数步，每退一步，地面便伴随着轰隆的巨震。他刚站稳，许七安便出现在身后，并掌如刀斩向脖颈。咻！侧方传来凄厉的破空声，一道紫影以超越箭矢的速度袭击许七安的面门。他身躯后仰，带动脑袋避开了这道紫影，让他和鼻子擦过滋滋紫影斜射在地面，是一滩毒液，当即把地面腐蚀出深坑。而许七安的鼻端染上一层浅浅的紫色。远处的拔济鼓着腮帮，第2口毒液蓄势待发。同一时间，游师做出应对，身躯前扑，一个凶猛的后踢腿踹向身后的许七安。当，踢腿正中小腹，炸起一轮气机涟漪。咻！第2道毒箭袭来，正是许七安被一脚震退的位置，避无可避。这个时候，化境5副的优势便显现出来，许七安的身体像是没有骨头，扭出凹字形，再次让毒箭落空。当当当！游师趁机贴身，拳脚并用，在许七安身上打出撞钟般的巨响。同时，拔济不断喷出毒箭袭击。噗的一声，在许七安以暴力打断游师的连招时，终于让拔济得手，一枚毒箭射中许七安的膝盖，裤管立刻被腐蚀殆尽，暗金色的皮肤染上深紫色。深紫的色斑被暗金色的护体金光局限在膝盖处，没能扩散，但护体金光也没能把毒素逼出。毒素作为毒蛊部最强的手段，若是不能毒杀同境界高手，那将毫无意义。当然，3品武夫不会轻易被毒杀，拔济的目标很明确，打消耗战，钝刀割肉。这时6道人影从山中奔出，他们披着斗篷，戴着兜帽，手里握着7把古刀。来了！拔济见状，嘿的笑出声。那6名斗篷人持着刀，没有仓促入场，而是飞奔向拔济。斗篷人在拔济面前一字排开，递上手里的刀。这些刀样式古拙，是由骨头打磨而成，骨刀表面遍布着细碎的黑斑和黄痕，凸显着岁月的痕迹。古刀的来历极大，大概在1300年前，极渊里出了一尊超凡境的古兽，它就像永远吃不饱的深渊，所过之处生灵绝迹。古族各部的首领联手与古兽战于南疆北部的荒原，激斗一旬，方才将它斩杀。因为此兽是力古兽，肉身强悍，
自愈能力甚至超过同境界的武夫，体力无穷无尽。6把骨刀是古兽身上最坚硬的6根骨头打磨而成，历时1甲子，终于大功告成。骨刀的材质以及锋利程度不输绝世神兵。拔济握住一把骨刀的刀刃，轻轻一划，把鲜血染在刀刃上。他如法炮制了其余5把骨刀。去吧，拔济沉声道。今日用他血祭6星神。斗篷人嘴里吐出游尸的声音。6把骨刀悍然入场。霎时间，许七安只觉得四面八方都是杀机，可偏偏武者对危机的预知毫无反应。新古师纯烟轻声道：“7人为1人，1人祭7人，又有6星神这样的力气傍身，即使没有我们相助，游氏的战力也胜过寻常的3品武夫。”栾玉舔着红唇，娇声道：“游师，你不准杀他，我要在他体内种下情蛊，让他只属于我。”说话的是谁？是那个身段超级棒的骚货，还是耳朵挂着2条蛇的大眼美人？许七安耳廓一动荡，2名斗篷人从许七安两侧掠过，骨刀在他腰部斩出2刀浅浅的紫痕，紫痕宛如肤骨之躯，无法消退。这是什么刀？锋利程度比太平刀差了些，但应该有绝世神兵的层次。虽然破不了我的金刚神功，但有些疼。许七安皱了皱眉，察觉到腰部2侧火辣辣的疼痛，顿时没心情关注美人了。最初的疼痛是刀锋斩出，后续的持续灼烧则是毒素的缘故。2名黑袍人刚从他腰部掠过，又有2人就地翻滚，骨刀斩向膝盖。许七安任由左侧的敌人斩击膝盖，抬起右腿，把右边的敌人狠狠踩在脚下，同时鼓荡气机，要将这名行尸震碎。但意外的是，他的脚掌虽然陷入了对方的胸膛，踩断了胸骨，却未能把这具行尸震碎。明明除了空手搏斗的那具行尸，其他斗篷人的气息并未到超凡境。许七安突然想起柴家的见闻，想起柴贤收集祭炼行尸，收集气血，欲以尸骨不养尸的秘法方式练出一具超凡傀儡。他立刻意识到，新加入战斗的6具行尸就是用这种秘术练成，虽战力未达超凡境，但肉身的坚固程度已经超脱4品。大哥被砍了。远处的许灵英坐在龙图的肩上，居高临下，把山坳里的战斗看得清清楚楚。更远处是小心翼翼藏在树后观战的木南枝，他紧紧蹙眉，脚边是神色萎靡的白姬。龙图摸了摸小徒弟的脑袋，看向大长老等人，瓮声瓮气道：“游氏的7尸阵法，就是我也无法迅速解决，再配合拔济的毒，最适合钝刀割肉，消磨武夫的气血。这还是拔济没有全力出手，影子隐于暗中，栾玉袖手旁观，以及纯烟不曾预受干扰。”大长老缓缓道：“现在跑还来得及。”他忽的脸色一变，他们出手了。始终旁观的栾玉突然朝前走了一段距离，红润性感的小嘴轻轻一吹，就像是在情人耳边吹气。但整个山坳瞬间被一股催情气体填满，窸窸窣窣声不绝于耳，藏在地底的昆虫纷纷爬出洞穴，发出求偶的鸣叫。树枝上的鸟群发出亢奋而凄厉的啼叫，大型动物双眼一片赤红，疯了一般的寻求伴侣，展开交配。甚至不分种族，不能性别，只要体型相差不大，就立刻趴上去，饥渴的遵循本能交配。我也来。拔济大步上前，用力吹出一口粘稠如雾的青烟。青烟的质量比空气重，如同轻纱一般缭绕在山坳间，笼罩了许七安和游师操纵的7名傀儡。这种毒与紫色毒箭不同，它只针对生灵，不慎吸入者，毒气会随着血液通往身体各处，把5脏6腑统统杀死。山坳间求偶的虫鸣不知不觉消失了，交配中的雄性从雌性的身上摔了下来，与雌性一起抽搐着死去。凡是嗅到毒气的生灵，蛇虫鼠蚁飞禽走兽，统统毙命。栾玉和拔济相视一笑，后者高声道：“影子，准备好，那小子若是逃出来，立刻把他逼回去。除非不呼吸，只要敢换气，他就要面临催情气体和剧毒的考验。两者短时间内杀不死超凡武夫，但会让许七安状态下滑，削弱战力。而行尸本就是死人，不会有情欲，也不会怕毒。这下子连没心没肺的丽娜也熬不住了，急得跺脚。婆婆，婆婆！”她急惶惶地奔到天谷婆婆身边，紧紧拽住老人的手臂，哀求道：“你让他们住手吧，我带许七安回京城还不行吗？他是我的朋友，你们别杀他。”丽娜怎么都没想到事情会走到这一步。当初她想到借许七安的名头，让长老们和父亲接纳许灵英，丽娜为自己的聪明机智暗暗鼓掌。要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打死她都不带许七安来。虽然来南疆古族是许七安提出来的，这和你无关。天谷婆婆拍了拍她手背，笑容平静慈祥。开弓没见回头箭，这一架怎么都要打的，不然他们的怨气怎么发泄？中原有句话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古族要和云州结盟，许七安不愿意，所以才选择迎战。顿了顿，他暗示道：“古族只愿意和强者坐下来谈判。”丽娜丝毫没有听懂暗示，用力跺脚，
叫道：“他们欺负人，有本事单打独斗啊！”见天谷婆婆也靠不住，丽娜急得六神无主。这时，突然熟悉的星际感降临，天地会有人传书。天地会有事就找天地会。丽娜手忙脚乱的在怀里一阵摸索，摸出的书碎片。7，公主殿下，您手中有没有铠甲兵器？我想武装我的队伍，然后拉着他们去青州打仗。李灵素发来传书。怀庆尚未回复，李妙珍传书骂道：“2，痴心妄想，战时军备短缺，岂能用在你手底下那些乌合之众身上？想要兵器和盔甲，自己去青州杀敌去。况且某人只是个没有实权的公主。”顺带损了一句怀庆。怀庆没有回应，似是不屑搭理天宗的卧龙雏凤。丽娜定了定神，以纸代笔，传书道：“5，救命！许七安要死了，我们古族的首领们在杀他。”1，怎么回事？怀庆最先传书。5，云州的人要与古族结盟，攻打大凤，正好许七安在南疆，首领们在围杀他。丽娜语断杂乱地把事情讲述了一遍。大概有个10几秒的安静，李灵素传书道：“我在南疆待过一段时间，古族7部，每位首领都是超凡境。古族的手段极其诡异，想杀一个3品武夫不难，而且时间拖得越久越难逃走。”2，没事，他是3品武夫，又有浮屠宝塔，他想走，古族的首领拦不住。李妙珍意识到了情况的凶险，古族各大首领围杀许七安，但凡知道古族实力的都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1，丽娜，现在是什么情况？5，他被首领们缠住了。怀庆的传书紧随而至。1，不应该，以他的聪明不会让自己陷入死境，古族是不是以林英为人质强留他的？冰雪聪明的怀庆当即判断出不对劲。5，许宁燕想阻止古族和云州联盟，挽救大凤。1号怀庆忽然没了声息。你们古族找死吗？是不是找死？信不信老娘立天道誓言灭你古族？李妙珍暴怒了。丽娜从未见过2号如此失态，有些不知所措。怀庆沉默，李妙珍暴怒。楚元稹见状，只好站出来传书：“丽娜，你找我们是想寻求帮助？”5，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4，你先告诉我林英的情况，还有王妃。他依旧习惯称木南枝为王妃。5，林英在我阿爹边上，他是我阿爹的弟子，很安全。王妃是谁？4，跟在许七安身边的那个女人，相貌平平那个。丽娜就知道了，传书回复：“她也很安全。”4，别急，没事了。能让许七安拼命的是何人不多，若是必死之局，他早就逃了。也不存在不知者无畏的可能，他对古族手段可能比你都熟悉。你肯定把七绝谷给忘了吧？既然选择迎战，那他多少是有把握的。话虽这么说，但楚元稹心里没底，补充道：“回头你把战斗结束告诉我们，我们等着。”对啊，还有七绝谷。丽娜惊喜起来，她终于记起这个东西了。毒蛊部首领的毒比我的强多了，不愧是专业的呀。暗谷的蒙蔽还未对我施展，如果我单纯只是3品武夫，绝对会被慢慢耗死在这里。许七安避开迎头砍来的6把古刀，初步试探出游师、栾玉和拔济的水平后，他便不再留手。琴蛊也好，毒素也罢，其实都没对他造成影响。几位首领引以为傲的手段，对于一个蛊术相差不大的敌人来说，能造成的危害有限。身为经验丰富的战士，保留手段，试探敌人深浅是常规操作。侧身、滑步，右腿肌肉撑裂裤管，骤然膨胀2倍，啪的一声抽裂空气，狠狠抽打在左侧的行尸身上，抽的那具行尸拦腰断。狂暴，金刚体魄配合狂暴，无坚不摧，无物能挡。相比起在南法寺独斗阿苏罗时，他的战力又飙升了一大截。一招鞭腿解决掉第一个行尸，许七安脑后火环一炸，炸开身后持着古刀想要偷袭的斗篷人，让他身躯烧起烈焰。他脑后的火环至刚至阳，专克邪物鬼魅，道门4品的阴神被火焰烧到也得重伤。行尸也算邪祟行列。许七安回身摆臂，夸张的肌肉撑裂袖子，身后行尸的脑袋瞬间爆裂，骨块和灰白的脑浆四溅。立骨，游师愤怒地咆哮一声，有些措手不及。他操纵着那具3品行尸缠上来，试图压制敌人。许七安伸出手，恰好掐住3品行尸的脖颈，看起来就像是他自己主动撞上来。脑后火环轰的一炸，暗金色的身躯膨胀了一圈，仿佛畸形筋肉巨人，同时体内气机如狂潮般顺着手臂冲涌。怪力加气机的打击下，游师脖颈咔嚓一声，紧接着便被击飞出去。许七安没有追击，在行尸间穿插游走，由于不会有惯性的缘故，他身姿灵活轻灵，宛如在跳探戈或滑冰。剩下4具行尸毫无意外的倒下，有的脑袋被摘掉，有的半边身子垂爆，有的失去了双腿。而这个时候，
尤氏的那具三品行尸飞出一段距离后才堪堪落地。许七安双膝微沉，地面轰得塌陷，他化身一道黑影扑倒了刚站稳的三品行尸。骑坐在三品行尸身上，许七安双臂肌肉膨胀，青筋暴突，完全畸形。砰！他右拳狠狠打在三品行尸脸颊，打得他脸猛地往右一侧，牙齿飞溅而出。砰！左拳随后补上，打得行尸脸颊又往左侧去。砰砰砰！他左右开弓，尽情的宣泄暴力，打得这具三品武夫的脸血肉模糊。场外看到这一幕的栾玉、纯烟、拔济几位首领，以及远处的龙图等人微微失神。立谷、栾玉猛地看向龙图和长老们，拔高声音：“立谷、龙图，你们立谷部竟然把超凡境的秘术传授给外族人！”几位长老瞠目结舌，龙图满脸愕然，然后他们齐刷刷的侧头，目光锐利的瞪向丽娜。不是我。丽娜被一道道锐利的目光逼得连连后退，用力摆动双手给自己叫屈。龙图锐利的目光灼灼地凝视着女儿，忽然一愣，摇头道：“不对，丽娜自身都没有掌握超凡境的秘术。”6位长老们也反应过来，刚才气昏头，竟忘了这一茬。接着大长老似乎想起了什么，一拍脑袋叫道：“原来是他！”见到龙图和其余几位长老看来，大长老解释道：“今日带灵婴去极渊晋级时，发现外围的古神之力变得异常稀薄。我和老三老四深入查看情况，发现森林内部某处的古神之力同样稀薄。当时以为有强大古兽出世。”说到这里，大长老忽然语塞，因为惦记着肉还新鲜，赶紧带回家煮的他们，忽略了疑似古兽出世这个重要事情。三长老悠悠道：“他从什么时候修行立蛊的？怎么修到接近超凡境的？是谁教他的修行秘术？”三连问，问的众长老心里酸味翻涌，羡慕嫉妒到了极点。就连龙图也忍不住说道：“狂暴，距离超凡只差一线了。”在场只有大长老能短暂的施展狂暴，但时效很短。大长老喃喃道：“他修了多久啊？修行多久达到这个境界的？不会和灵婴一样吧？不会和灵婴一样吧？”包括族长龙图在内，众人看向大长老，就像看疯子。和情报提及的一样，他真的会蛊术，但又不一样。雍州时，他和姬玄公子元双小姐交手时，蛊术平平，甚至不如4品。握着单筒望远镜的葛文轩看到这一幕，俊秀英气的眉毛紧皱。他一时间竟分不清许七安在雍州时刻意隐瞒了修为，还是近期才有所突破。若是前者，说明此子心机之深沉，让人悚然；若是后者，说明此子修为进展之快，让人不寒而栗。如果雍州时的情报无误，那他的长进也太快了，这样的话，情报就变得没有意义了。葛文轩眉头险些皱成川字。一个完美的陷阱，一个妥善的计划，需要准确的情报做支撑。像许七安这样的，根本无法徐徐图之，因为随时都会过时。身负国运，真的能如此可怕？葛文轩是术武双修，5品武夫，6品术士，之所以卡在6品，是因为暂时没有信心度过预言师要承载的厄运。作为术士的他，对气运并不陌生，虽说大气运加深者福缘深厚，可到了超凡境，气运加深的作用会无限削弱。这也是为什么3品以上的强者有资格对中原皇帝不屑一顾的原因。于1品、2品或3品强者而言，杀中原皇帝会受气运反噬的结果。不想招惹皇帝，只是我忌惮气运反噬罢了。在葛文轩看来，这是一种平衡，不然气运加深者岂不是可以横行无忌？但许七安这个情况他就有些看不懂了，是国运和气运有所不同，还是另有原因？术士体系存在只有600年，而在此之前，从未有任何体系与气运如此息息相关。600年里，初代监正和当代监正都不曾炼化国运，存入某个人的体内。老师是第一个做这样尝试的，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或许连他都不知道国运加深意味着什么。老师的这个想法是自己苦思冥想的结果，还是受了谁的启发？葛文轩念头闪烁，思绪发散间，透过单筒望远镜观看战斗的他，精神一振。场内局势再生变化。骑在3品行尸身上肆意宣泄暴力的许七安突然失去了视觉、听觉、嗅觉，五感6识统统被蒙蔽。潜伏在周围的暗谷部首领对许七安施展了暗谷部的高品级手段蒙蔽烹。抓住机会，游师操纵傀儡以头撞头，两人额头狠狠撞击。移星换斗的加持下，许七安的危机预感没有奏效，因此没能提前预知到暗谷的操作以及底下形势的攻击。行尸傀儡的额骨应声开裂，而许七安瞳孔在刹那间空洞，短暂丧失意志，大脑一片空白。他整个人猛地朝后仰去，额头暗金色的皮肤出现细密的裂纹。游师没有眩晕，死人怎么可能眩晕？趁现在，他特有的嘶哑嗓音大吼道：“他们轻敌了，虽然影子
纯烟不出手，栾玉和拔济辅助的计划是为了先试探这小子的深浅。但轻敌就是轻敌了，这小子不是一般的三品，他能在瞬间爆发出3品大圆满的战力，这直接打垮了自己操纵的行尸阵。几位首领同样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游狮吼出声之前，便已经各自行动起来。许七安身后的阴影里跳出一个脸色苍白，似乎常年不接触阳光的中年男子，他灵活地攀附到这尊金刚身躯的背上，至刚至阳的火焰灼烧着他的身躯，仿佛只是烧到一层虚幻阴影，没有实物。暗谷部的高位格防御手段阴影，影子袖子里划出一把微微弯曲、形似钩子的匕首，通体漆黑，似玉非玉，似铁非铁。这是暗谷部历代首领相传的绝世神兵蝎子钩，此物专破五夫肉身。山海关战役中，影子曾经凭借这把神兵，配合暗谷擅长偷袭的特点，险些杀掉一位佛门金刚。当蝎子钩在许七安额头凿出刺目火星，让细密的裂纹扩大，疼痛让许七安眼里迸发出亮光，强行从眩晕中挣脱。狂奔中的杏眼美人纯烟停下脚步，张嘴发出一道无声的尖笑。许七安如遭雷击，逐渐恢复焦距的瞳孔又呈现出空洞和涣散。新谷的操纵术，震荡元神，强行控制，这只能维持1秒不到，对于天生此刻的影子来说，这便是稍纵即逝的圣迹。当当当，蝎子钩在暗金色的额头凿出绵密的火星，噗的声音里，微微弯曲的匕首刺穿许七安的额骨，刺入大脑，狠狠搅拌。见到这一幕，包括游狮在内的几位首领眼睛一亮，仿佛看到了结局。即使对如今的许七安来说，这样的伤害也足以称为重创。他的大脑被破坏了，但元神却彻底清醒了，似乎料到他会在这样的伤害中恢复神智。栾玉恰好御风而来，薄纱长裙飞舞，他把自己送入许七安怀里，修长藕臂勾住他的脖颈，双眸含情脉脉，半撒娇半哀求道：不要，魅惑。这是魅力加成的升级版，化被动技能为主动。许七安的杀意和怒意烟消云散，痴痴地望着近在咫尺的绝美容颜，心神迷醉。栾玉嘴角一挑，扬起尖翘的下巴，含住他的嘴唇，把子骨和催情气体渡入他体内。下一刻，许七安暗金色的皮肤浮现一层嫣红，立刻有了明显的生理反应。达到目的后，栾玉笑盈盈地抽身而退。噗噗噗，拔济的攻击紧随而至，紫箭击射在许七安膝盖、胸膛、脸庞，让金刚神体染上一层深紫色。纯烟再次张嘴，发出无声的尖笑，趁着许七安沉迷情欲，进行第2次控制。噔噔噔，游狮射来2把古刀，狂奔着杀向许七安。此时，许七安额头被贯穿，鲜血和脑浆顺着窗口流淌，金刚体魄光芒暗淡，处在崩溃边缘。元神被心骨控制，气血则因为情欲旺盛涌到了下半身，无法施展力骨的狂暴。游狮有自信，能一套连死他，最不济也能重创他，让他战力大损，再难以翻起风浪。哎，你别杀他哦！栾玉见状，蹙眉喊了一声。他还没尝过这副堪称完美的男性体魄，这要是陨落了，简直暴殄天物。游狮黑道，放心，我把他练成型，是能保留8成的实力，到时候再操纵着他陪你睡觉。栾玉呸了一声，说话间，他已到许七安面前，双刀交错，奋力斩击额头窗口。呼，骨刀裹挟着扭曲空气的气机，把许七安和影子斩成2半。仿佛斩中空气的游狮疑惑地嗯了一声，双刀斩出一个十字，依旧斩中了空气。而许七安的身体似青烟似阴影，就是没有实体。影子，你搞什么鬼？游狮把这一切归咎于暗谷部首领，岂料影子反应比他还夸张，受惊小鹿似的阴影跳跃到远处，用见了股神一样的目光看许七安。你也会暗谷术？影子声音低沉，语气难以置信。这时候，游狮也意识到不对劲，他脸色一变，果断暴退，放弃了乘胜追击的打算。他会暗谷术，在场众人看着许七安，像是在看怪物。祭力谷之后，他竟还会暗谷。远处观战的龙图和6位长老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木南枝如释重负，俯身抱起白姬，一边摸一边安慰：乖，就欺你一小会儿，哭成这样。白姬哭唧唧地说：我的腰好痛。木南枝随口安慰了几句，便把心神留在许七安身上。战斗并未结束，希望他能想办法逃走。不可能，这不可能。栾玉连连摇头。古族史上确实有不少同修2种蛊术的天才，但无一例外，这些人里没人能踏入超凡领域。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一个中原人如何修行力蛊和暗蛊，并且修到这等境界。在他看来，荒诞程度就好比北方妖蛮推着火炮和床弩，持着军弩和火铳，是儒生的能力。纯烟眯起杏眼，试探道：儒家6品儒生，该境界能把敌人的手段学到手，然后用笔写在纸上。儒生的核心能力就是学习。栾玉摇头，他若是儒家弟子，
我的魅惑根本不会奏效。思考无果的他们又把目光投向许七安。我真是嗨到不行。许七安用指头戳了戳额头的窗口，笑容狰狞。他得承认，古族的首领们配合默契，有袭杀，有强控，确实能轻易杀死3品境的武夫。这还只是5位首领，要再加上天蛊婆婆和龙图，围杀一个2品武夫都不在话下。当然，前提是2品武夫死战不退。刚才是浮屠宝塔内的大智慧法香唤醒了他的神智，让他得以清醒。但其实，就算塔林老和尚袖手旁观，许七安也打算利用阴影跳跃脱离包围。古族首领们很强，可惜他们引以为傲的手段对自己难以奏效，这就是许七安敢一条舞的底气。我们得改变对策了。纯烟深吸一口气，传音给同伴。影子，阴影跳跃和化身阴影时无法攻击，所以他一旦阴影跳跃，你就立刻把他逼出来，然后鸾玉魅惑与我的操纵配合，强行控制他。拔记，你立刻释放毒箭，换成麻痹肉身的毒素。影子，你趁机袭杀，就如同刚才一样。有事，你负责牵制，配合影子袭杀。话音落下，他看见许七安融入阴影，消失不见。影子，纯烟大喊。不用他提醒，许七安融入阴影的瞬间，影子往前一扑，消失不见。2道虚幻的阴影在地面追逐纠缠，随后双双从阴影里摔出来。当一个以搏杀能力著称的武夫掌控了暗谷的阴影跳跃，这是让任何体系的高手光是想一想就毛骨悚然、脊背发寒的事。而暗谷的短距离跳跃速度之快，更胜过术士的传送阵，是真正的防不胜防，且无法阻止。只有暗谷才能对付暗谷。见到2人从影子里摔出来，纯烟当即张嘴，发出无声的，但对元神来说极为尖锐的笑声。栾玉乘着风，纱裙飞舞，犹如绝世妖姬，主动迎向许七安。他张开怀抱，做乳燕头鳞状，同时故作楚楚可怜姿态，妙目泪光盈盈，委屈道：“不要伤害人家。”魅惑对付武夫可谓无往不利，他看到这个男人望着自己的眼神变得痴迷。趁着这个机会，栾玉顺利地投入这具让他馋得直流口水的金刚身躯中，修长藕臂勾住他的脖颈，湿润的红唇贴了上去。呼，他喝出一口甜腻芬芳的气息，并将10几条子骨送入对方口中。这时，栾玉听见这个年轻人低声说道：“你对所有男人都这样吗？”栾玉瞳孔剧烈收缩，下一刻，男人一口气吐进他嘴里，这股气息滚烫热辣，烧心的很。啊！栾玉捂着小腹，脸庞凸起黑色的青筋，口中溢出黑色的鲜血。琴骨部以催情、魅惑、迷乱神智为主，肉身不是琴骨师的强项。许七安的毒虽然没有拔记的猛烈，但对付一个弱智女流足够了。他张开双臂，给了妖娆妩媚的骚货一个熊抱。咔嚓，栾玉身体骨头瞬间断了10几根。你的口气催情不了我，我的口气却能毒你半死。许七安心里嘀咕一声。栾玉的状态让场内场外的人愣住了，无往不利的魅惑失去了作用，并被许七安以不知名的手段重创黑色青筋遍布秀眉脸蛋，口鼻沁出黑血。拔记脸色陡然大变，低吼道：“毒蛊，是毒蛊！”他一连吼了好几遍，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宣泄内心的惊愕。许七安竟然还是毒蛊师！龙图扭头看向6位长老，却发现他们眼里的东西和自己是一样的猛。一个中原人竟然会3种蛊术，且都修到极高深的境界。难道是当年魏渊俘虏了古族的高手，从他们口中套取出的秘术？龙图觉得自己猜到了真相。立古部的他们尚有闲暇去震惊和思考3种蛊术的来源，场内的首领们就没有那个闲情逸致了。尽管他们内心的震撼丝毫不弱于旁观者，但身在局中，无暇他顾，战胜敌人摆在第一位。再一次，黑暗替代光明，许七安又一次中了暗谷的蒙蔽，五感60尽数屏蔽。一团阴影悄无声息地浮现，手里握着微微弯曲的匕首，奋力刺暗金色的眉心。游师双手各持握一把古刀，埋敌几倍，3两步便奔到许七安面前，双刀交错斩向脖颈。拔记已经知道毒素无用，但还是配合地吐出3道墨绿色毒箭。为了确保3位同伴能准确命中敌人，纯烟又一次奸笑，以新蛊术施加控制。3位首领的攻击确实命中了敌人，但那只是一道没有实体的阴影。3重攻击下，阴影如烟雾般扭曲，接着一个跳跃，消失在影子和游师面前。影子纵身一扑，投入阴影，追逐而去。纯烟，速退！游师大吼道。有着一双漂亮大眼睛的纯烟脸色微变，他难以接受自己操纵元神的能力失效，但在游师的警告下，经验丰富的他立刻腾跃而起，脱离地面，这样能阻止敌人从自己的影子里钻出。同时张开嘴，连续不断地发出无声的尖笑。身子腾跃在半空，他警惕而冷静地俯瞰，看见暗金色的身影从自己附近的一棵树荫下钻出。然后这位武夫双膝弯曲，地面轰的一沉，他像是一把射向天空的利箭。
纯烟心里大领，不停地张嘴发出尖笑。这一次尖笑没有震荡元神，而是激发了许七安内心温柔和怜香惜玉的一面，心骨的另一种手段，共情。另外，他临阵磨枪般的召唤方圆数十里的兽类。之前几次不用共情，是因为震荡元神，强行控制效果更好，能为队友创造优势。而共情相对没有那么强力，它能激发人性中本就存在的情感，但如果做得太过分，对方会立刻察觉不对劲，从而挣脱共情状态。比如让一个意志力坚定的武夫在生死战中萌生死志，或变得消极，这类共情多半会失败。眼下选择的怜香惜玉，性质上要柔和很多，主导权在对方身上。另外，共情并非单方面施加，而是双方情感同步。许七安要是萌生死志，他也就萌生死志。之前的战斗中，他若是强行让许七安萌生死志，恐怕自己会第一个迫不及待地冲上去和许七安拼命求死。共情之下，许七安眉眼顿时柔和起来，柔声道：“放心，我会轻轻的，不会弄疼你。姑娘还是第一次吗？”纯烟羞涩的点头。几秒后，两人同时从共情状态中挣脱。这肯定不对劲啊，打着打着就聊到那方面了，违和感太强，比萌生死志还要强，共情失败。他的怜香惜玉为什么是这样的？纯烟眼里闪过绝望。此时此刻，新古师的弊端尽显无疑，不擅长厮杀战斗的他，面对一位超凡武夫的袭击，无法抵抗，无法躲藏，逃却连速度都不够。轰！地面塌陷的声音再次响起，游师也把自己化作利剑追击，试图阻止他靠近同伴。但在下一刻，无边无际的黑暗笼罩了他，游师也体会到了许七安不久前的感受。而影子因为刚刚施展过蒙蔽，短时间内无法连续不断的施展，只能无奈地看着这中原小子缠上纯烟。啪啪啪！回应许七安的是一套熟悉的连招，化境以上的武夫才能施展的连招。他这才发现，或许是为了弥补个体战力不足，这位漂亮的新古师同时也是一位4品巅峰的武者。许七安抓住杏眼美人的双手腕，把一双手反拧在后背。嘶嘶！纯烟耳垂上的2条赤色小蛇中心护主，扑咬男人的手臂。许七安一眼看出此蛇剧毒，2条细蛇各自咬住许七安大臂，哆哆2声，小蛇痛苦的蜷缩起来，似乎崩到了牙。你！纯烟又大又圆的杏眼里布满愠怒和惊慌，他张开粉色的小嘴就要发出无声尖笑。许七安朝他脸庞喷出浓度极高的催情气体，以及一条情骨子骨，黑色细长的子骨瞬间进入纯烟口中，消失不见。也就几秒的功夫，他的血液开始沸腾，皮肤染上嫣红，身体里的情欲被点燃，灼烧着理智。情骨，他也是情骨师。纯烟心里闪过难以置信的念头，他为数不多的理智到此彻底崩溃，皮肤嫣红，脸颊滚烫，难受的扭动腰肢。蒙蔽的时效极短，游师很快恢复感知力，持着骨刀从侧方杀了过来，凶猛的气势仿佛是要把这对狗男女一起斩杀。他是故意的，借杀意和刀气助他苏醒。果然，受到外界的刺激后，纯烟娇躯一颤，迷离的眼眸恢复清明。但是晚了，当骨刀狠狠看在许七安头颅，砍出一串火星。他没有躲避的意思，只是在骨刀砍中时用力给了纯烟一个熊抱。咔嚓咔嚓，女性的身躯似乎都是一样的柔软，骨头也是一样的脆弱。许七安随手抛下骨头，断了10几根，兼情毒半身的纯烟傲立在半空，审视着暗骨、尸骨、毒骨3位首领，狞笑道：“该你们了。”3位首领心里没来由的一寒，深吸一口气，他朝着下方3人喷出一口催情气体，除了行尸外，拔济和影子都产生生理反应，眼里燃烧着情欲，但很快凭借意志克服，压制情欲。这毕竟没有达到超凡境界，威力相对差了一些。许七安的手段自然不止于此，他旋即消失在半空。拔济，小心脚下！影子大声喝道。拔济心领神会，朝侧方腾跃，因为有了纯烟的前车之鉴，他没敢御空。许七安果然从他影子里钻了出来。拔济不慌不忙地从腰间的兽皮小袋里抓出一把黑色的药丸，塞入最中，囫囵吞下。他体表顿时冒出黑光。啪！拔济双掌合拍，伴随着响声的是一阵阵肉眼可见的黑烟。黑烟迅速吞没了许七安，宛如枯骨之躯般依附在他皮肤表层。紧接着疼痛感传来。果然，远距离的毒液喷射和近距离接触的毒层次完全不同。许七安心里嘀咕一声，拔济的毒比他高一层，他无法用毒体消化，想把我逼退。许七安脑后火环一炸，让黑烟如幕布般抖动，蒸发过半，稀薄了几分。他张嘴发出无声的尖笑，让身后赶来援救的游师和影子身子一僵。抓住这个间隙，许七安强行扛着剧毒的黑烟，3两步奔到拔济面前，手脚并用，身躯各处关节化为武器。啪啪啪！
肉搏持续3秒不到，拔技便被撕掉双臂、双腿。而许七安付出的代价是半边身子化为黑紫色，金刚体魄被毒素腐蚀，产生严重的眩晕，并伴随呕吐。换成除龙图外的其他首领，四肢被暴力扯断，便是半废了。但毒体不同，毒体拥有另类的再生能力。暂时废掉拔技后，就只剩下暗谷的影子和游师操纵的行尸。到了这一步，已经非常简单。拥有金刚身体、五夫不死之躯以及七绝骨手段的许七安，哪怕不用浮屠宝塔，对付一具3品境的行尸，一个擅长暗杀的暗谷师，局面如何，不言而喻。无边无际的黑暗再次笼罩游师，许七安对他施展了蒙蔽。同一时间，许七安的五感60也被影子蒙蔽，他看不到听不到游师的位置，但游师也分辨不出他的方位。咻！一道暗金色的刀光从他怀中冲出，绕着行尸接连劈砍，发出叮叮叮的脆响。他借助太平刀的指引，把握住了游师的位置。狂暴，肌肉一块块暴起，身躯于瞬间膨胀近1倍。许七安听声辨位，抢占先机，疾风骤雨般的攻击落在行尸身上。当当当！这个过程中，他的眉心不停地受到影子的凿击。影子很快放弃了，他融入阴影，卷着栾玉、纯烟，变成人棍的拔技离开，去往天谷婆婆所在之处。他的决定是明智的，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凿穿许七安额头的难度，比许七安打废行尸的难度要大。噗！终于，在某一拳锤下后，游师的脑袋炸成了碎片，灰白色的脑浆四处飞溅。影子卷着3位首领，施展阴影，跳跃返回天谷婆婆身边。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藏进阴影里，脸色苍白地说道：“婆婆，我们输了。”语气里有不甘和茫然。直到现在，他依旧无法接受战败的事实。以他们5人的实力，能轻易杀死任何体系的3品，即使五夫皮糙肉厚，也最多是耗时长一些。而7位不足首领联手，2品五夫也得饮恨。可事实是，他们被一个年轻的3品五夫轻易打败，确实是轻易打败，因为那年轻人根本没有受到严重创伤。他们施加在年轻人身上的伤势，对于超凡五夫来说，不用多久便能恢复。如何应对？影子边说着，边看向不远处的龙图。龙图念着与对方的交情，袖手旁观，眼下要平息许七安怒火，让他放弃赶尽杀绝的，只能依靠立骨布。天谷婆婆没有回答他，走到拔技身边，从他随身的布袋里摸出几管竹筒，拔开竹筒口的木塞，把里面的紫色毒丸送入拔技口中。拔技贪婪地吞咽着毒丸，渐渐的，他脸色呈现深紫色，整个人就像一根紫薯。紧接着，神奇的一幕发生，被许七安撕掉的手臂伤口、大腿根部，紫色的血肉开始蠕动生长。不多时，他的双手双脚便恢复如初，但拔技的肤色依旧保持深紫色。修成毒体的毒蛊师拥有类似五夫的不灭之躯，本质却是不同的。修复残破躯体需要大量毒素，事后毒体的毒性会变得单一，修复时用的是什么毒，毒体就会变成什么毒。对于毒蛊师来说，这相当于实力大跌，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摄取其他毒物才能恢复。把栾玉体内的毒抽出来，天谷婆婆说道。拔技点点头，甚至求之不得。他现在急需补充毒素。走到妖娆美貌的栾玉面前，拔技用力吸了一口气，霎时间，栾玉口鼻里飘出一股古青黑色的毒烟，被拔技吸收。拔技眼睛一亮，愕然道：“好纯正的尸毒，比尸骨部的所有尸毒加起来都要纯正。”栾玉英宁一声苏醒，脸色发白，他的肋骨、臂骨、胸骨10多处骨折，虽是超凡境强者，生命力得以蜕变，但肯定不可能像力骨和五夫一样迅速恢复。他的第一反应是强忍疼痛，看向远处的那个年轻人，眼里又忌惮又畏惧。天谷婆婆继续道：“栾玉，拔除纯烟体内的情蛊。”栾玉点点头，收回目光，抿着小嘴，强忍着疼痛起身，来到脸颊绯红，嘴里时不时发出呢喃的新蛊师身边。原来你发情的时候也不比其他女子高贵。栾玉低声啐了一口，掌心贴着纯烟的心口。几秒后，这位意乱情迷的新蛊师慢慢平静下来，睁开眼睛。他旋即皱了皱眉，感受到了断骨的疼痛。不过超凡毕竟是超凡，即使不以肉身见长，这点伤势问题也不大。纯烟的反应和栾玉如出一辙，猛地挺直腰杆，扫视周围，而后落在远处那尊金刚神体身上。他到底是谁？为何精通如此多的蛊术？纯烟咬着唇，目光茫然。他问出了各位首领的疑惑。这一战打得极为憋屈，他们引以为傲的手段无法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发挥出效果，因为他同样是毒蛊师、心蛊师、暗蛊师、力蛊师、情蛊师，目前只有天蛊和尸蛊似乎是他没有学会的。蛊族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能做到容纳那么多的蛊虫，双蛊已经是极限，任何试图掌握3种乃至4种蛊术的人，最后的结果无一不是肉身崩溃。这时他们看到许七安在那具3品行尸身边蹲下，祭出了一座暗金色的小塔。
此塔的塔顶凝聚出一尊虚幻的法相，身材圆润，慈眉善目，手里托着一枚玉瓶，瓶口飘出金色的碎光，宛如春雨，洒在行尸身上。行尸残破的头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接着，这具三品行尸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朝许七安行军礼，大声道：“见过许 Sir。”过了一把长官瘾的许七安满意点头。行尸分两种，一种是纯粹的傀儡，只有相应的肉身之力；另一种是刚战死不久便被炼成行尸，那么就能保留部分生前技能法术。他一拳打破行尸的脑袋，若是第二种行尸，内部的残魂就会消散，失去生前的部分技能法术。但这具三品行尸本身就是那种魂魄消散殆尽的类型，没有保留生前能力，所以当药师法相修补好行尸后几乎没有损失。栾玉、纯烟以及龙图等人怔怔地看着这一幕，内心情绪翻江倒海，连尸蛊术都会。纯烟喃喃道，他耳垂的两条细蛇发出愤怒的嘶嘶声，努力地伸长躯体，似乎要脱离主人，前去解决那个可恶的敌人。冷汗刷地从几位首领后背涌出，他们如临大敌，又不可避免的沮丧、绝望。除了蛊神，无人能掌控这么多的蛊术。浑身发紫的拔济以低沉的嗓音说道。蛊神、栾玉等人面面相觑，莫名的有种惊悚感。这时，栾玉看见那个身份神秘的年轻人缓缓扭头，朝己方咧嘴狰狞，并迈步走了过来。嘶嘶，纯烟耳垂上的两条小蛇立刻收敛凶性，瑟瑟发抖的蜷缩起来。龙图，栾玉惊叫道：“你还要袖手旁观？”影子和拔济两位状态相对完好的首领挡在他们身前，如临大敌。龙图沉默一下，朝几位同族走过来。呸呸呸！他肩上的许灵英向着拔济等人用力的吐口水。天蛊婆婆拄着拐杖从众人侧面绕过，迎上许七安。婆婆，影子脸色一变。天蛊和心蛊一样，不以战力著称，能力偏向其他领域。天蛊婆婆在这样一位匹夫面前，估计会被瞬间击杀，就都来不及救。无妨。天蛊婆婆笑了笑，径直走向许七安。接下来的一幕让栾玉等人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听错了婆婆，我做的可还行？许七安躬身作揖，笑着问道：“下手还算有分寸？”天蛊婆婆点点头，道：“过去和他们谈谈吧，你知道该怎么做吧？”许七安颔首，与天蛊婆婆擦身而过，来到众首领面前，先向龙图点头招呼，而后扫过面色茫然且忌惮的首领们，笑道：“如果我现在要杀你们，你们觉得就凭龙图一人能拦我？”力蛊部出身的龙图挑了挑眉，一脸的不服气和跃跃欲试。栾玉、纯烟、拔济还有影子四人默然不语。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他们当然还是不服气，但如今状态不行，无法联合龙图围杀，此时嘴硬没任何好处，识时务者为俊杰，因此都保持沉默。你们别不服气，我的意还没施展，我的法宝和绝世神兵还没用，即使你们古族7位首领联手，又能奈我何？许七安伸出手掌，把浮屠宝塔托在掌心，笑道：“佛门法纪菩萨的浮屠宝塔，你们没见过，也该听说过。”纯烟等人脸色一阵变化，心里那点不服气烟消云散。所以，你们所有人都欠我一条命。许七安道：“我不是以德报怨之人，你们想杀我，就别怪我反杀，留你们一命，这是恩情，要还的。你到底是谁？想要什么？”栾玉和纯烟同时开口，眼中忌惮不减，但听出许七安另有目的，见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心里便没有战斗和拼命的勇气。影子和拔济没有说话，不过能看出他们对此同样疑惑。我的身份你们很清楚，不然也不会围杀我。几位想问的是蛊术的问题吧？许七安说着，看一眼天蛊婆婆，见她没有反对，继续说道：“我的蛊术来源于七绝蛊。”七绝蛊，纯烟四人面面相觑，神色茫然，显然是没有听说过这个名称。力蛊部的龙图和6位长老也是一样的迷茫。老身来说吧。天蛊婆婆缓缓道：“七绝蛊是老头子毕生心血，他集齐了蛊族的7种蛊术，以天蛊为根基，容纳其余6种蛊术，炼制数十年，从存活一只幼虫。七绝蛊是老头子为了封印蛊神准备的后手，得到七绝蛊的人便要承下这份因果，帮助蛊族封印蛊神。详细情况我无法说，泄露天机会遭天谴，术士和天蛊都必须遵守规则。”众人沉默许久，努力消化天蛊婆婆的一席话。炼制七绝蛊这种手段，对于蛊族来说是破坏规矩的行为，绝对会打破蛊族如今的结构，但封印蛊神的事让众首领勉为其难能够接受。你们放心，七绝蛊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第二只，而且此蛊非一般人能容纳，当今9州恐怕只有他才可以。天蛊婆婆宽慰道。所以所谓的有缘人其实是托辞，他把七绝蛊交给丽娜，
其实是送给我的。许七安怀疑天谷婆婆窥探到了未来的某些事，或者那位天谷老人窥探到了未来的某些事，因此才会有这样的布局。遗憾的是，他知道自己的疑问不会得到解答，天机不能泄露，所以当年天谷老人一边与监正大弟子图谋国运，一边将七绝骨植入他体内，暗中培养。将来如果监正大弟子失手，我们也依旧有人帮忙封印古神。新古师纯烟若有所思地说道。他的话让在场众人恍然大悟，觉得这就是真相。难怪能成为大凤第一武夫，难怪拥有如此高的战力，7大古术接近超凡，原来是自幼修行我古族秘法。龙图点点头，这和他之前的猜测有所偏差，但更让人能够接受，也更合理。年纪轻轻就身具7种古术，且接近超凡，不管魏渊怎么神通广大，都让人无法接受。但若是得到天谷老的培养，自幼开始修行古术，便合情合理了。天谷婆婆摇头，7绝骨是我让丽娜带去京城的。场面陡然一静，几位首领忍不住看向丽娜，脸色或僵硬，或茫然，或震撼。丽娜点点头，是啊，是婆婆让我带去京城找有缘人的。今年的事，纯烟等首领难以接受，他们开始怀疑谁才是古族正统。龙图默默地盯着女儿，一字一句地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丽娜理所应当的语气：我忘了吗？天谷婆婆见龙图夺过肩上小女娃手里的木棍，连忙继续说道：至于封印古神，它是一种可能，监正那位大弟子的承诺也是一种可能。我们可以选择和监正大弟子合作，也可以选择许七安。两种可能之间，如果让古族的首领来选择，肯定选择与许屏风合作，既能封印古神，又能报仇雪恨。事实上，他们确实是这么选的。影子苦涩笑道：婆婆，你早就知道，为何之前不告诉我们，不阻拦我们？若是知道许七安精通古术，不惧怕秦蛊、毒蛊、心蛊，对他们的手段了如指掌，那他们绝对不会过来送死。天蛊婆婆摇摇头：你们是被打怕了，才怨我不事先告诉。老身若是事先告诉你们，你们又会采取另一种方案，比如以这个小娃子做人质，打一架不是挺好吗？打光你们的力气和怒火，这样才好坐下来谈。众人无言以对，这就叫做先兵后礼，先把你们锐气打没了，再给好处谈合作。见铺垫的差不多了，许七安接话道：我不杀诸位，是希望你们能重新考虑一下，与大凤合作如何？不可能，族人不会答应，我也不会答应。说不可能的是拔济，另一句则是栾玉。除尸骨部外，毒蛊部和秦蛊部的族人对大凤可谓深恶痛绝。你们先听听我的条件。许七安面带微笑。首先，我不会帮你们古族封印古神，虽然我并不知道如何封印它，但你们应该会相信天蛊老人栾玉淡道，这是你容纳7绝骨本就该承受的因果。许七安斜他一眼，你能活到现在就是我的筹码。栾玉默然不语。拔济淡道，我们可以拒绝与云州结盟，不进攻大凤，这是我等能做到的极限。许七安不理会，看着龙图，我可以替大凤许诺，平定叛军，恢复耕种后，往后10年每年给力古部足够填饱肚子的粮食。龙图和6位长老眼睛一亮，满脸兴奋。他再看向拔济，给毒蛊部每年一定数量的极品毒草和毒果，详细数目我们事后可以再商量。拔济张了张嘴，他想拒绝的，但嘴巴不允许。接着他扭头看向栾玉，沉默一下，问道：你想要什么？古族7部里，秦蛊部、毒蛊部和尸蛊部对大凤仇恨最深，他治好身边的这具行尸，是用来与尸蛊部谈判的筹码，不指望尸蛊部能尽释前嫌，只要不与云州结盟便成。但秦蛊部，许七安暂时给不出筹码。栾玉冷笑道：留在南疆陪我3年，你忌讳秦蛊术，就应该明白我指的是什么。许七安下意识地扭头四顾，看见胆小的木南枝还缩在远处，没有过来，心里松口气，接着在栾玉凹凸有致的郊区一阵审视，颔首：3年不行，最多3个月。栾玉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堂堂大凤第一武夫竟会答应这种要求，还如此痛快，一时间竟不知是拒绝还是答应。答应的话，族人肯定会有意见，会闹事情，但拒绝，栾玉看一眼许七安强健的体魄，嘴巴像是被堵住了，无法把拒绝的话说出口。许七安继而望向纯烟和影子，道：我会尽快让大凤派使臣过来，与古族商议结盟的事。想要什么，你们可以提出来。他以上的许诺只是开胃菜，想让古族出兵援奉，当然不可能如此儿戏。就如当初妖蛮派使团去京城求助，签订的盟约里，妖蛮要支付数量相当庞大的牲畜、羊毛等物资，大凤想得意古族的援助，肯定也要支付相应的报酬才行。影子皱眉道：尤氏不会同意的，他对大凤仇恨甚深。你们都答应的话，尸蛊部即使不同意，又能如何？许七安笑道：我也不用他出兵，
自有办法让他选择中立。话音落下，一只巨鸟从天边振翅而来，在山坳上空盘旋。这是一具鸟尸傀儡，游师来了。来得这么快，许七安皱皱眉头，他还没彻底说服栾玉和拔济2位首领，本打算先解说服这几位，再让他们帮着一起游说尸骨部，以古族大势压人。没想到游师来得这么快，直接操纵鸟尸赶来。鸟尸在天空盘旋片刻，见下方情况稳定，同族的几位首领安然无恙，他这才滑翔着降落，但没靠近，远远地望着天谷婆婆等人。你们被俘虏了。鸟尸震荡空气，口吐人言，声音嘶哑低沉，正是游师寄宿在行尸身上的子骨被杀死后，他立刻操纵鸟尸赶来查探情况。眼前的情况让他微微松了口气。尸骨师最大的好处就是永远安全，只要不被找到藏身地点，即使傀儡死的再多，本体也能安然无恙。许七安审视着他，游师操纵的巨鸟也平静地回望。我们只是达成了和解。许七安说道。游师不搭理他，空洞死寂的眼睛转而望向天谷婆婆，后者把对几位首领说过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游师。巨鸟转动脑袋，看向了栾玉等人，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沉默半晌。我没有反对理由，你们要和大凤结盟，那是你们的事，但尸骨部和云州结盟是尸骨部的事，我们互不干涉。栾玉等人皱眉，古族向来共进共退，岂有战场上兵戎相见的道理？许七安指着身边的行尸傀儡，不疾不徐道：我不需要你出兵，只要你不与云州结盟，这具傀儡便还给你。3瓶体魄的傀儡，筹码足够了吧？游师看都不看傀儡，冷笑道：你未免太小觑我尸骨部了，同等层次的傀儡，我部还有一尊，他是3品独骨师，受限于境界，一次只能操纵一具同境界的行尸，外加几具4品。若非如此，刚才来的就不是6星神，而是另一具3品。以养尸炼尸著称的尸骨部，千年的底蕴，怎么可能只有一具超凡境行尸？那具留在族中的3品行尸不是武夫，而是妖族的一位强者遗留的尸体。果然，以尸骨部对大凤的仇恨，想让他冰释前嫌太难了。许七安对此早有心理准备。龙图皱了皱眉，沉声道：魏渊已经死了，你的杀父之仇早就了结。游师，不要因为你一个人的执念，让尸骨部与古族离心离德。杀父之仇岂是说忘就忘，说了结就了结？游师冷哼一声，空洞死寂的眸光扫过众人。与古族离心离德的是你们，栾玉，你忘记被大凤军队俘虏，冲入教坊司的族人了。拔济5000族人悉数坑杀，你独骨部至今都是人数最少的部族。你想与大凤结盟，想过族人会同意吗？还有立谷、暗谷、新谷、天谷，当年你们族人在山海关战役里死的也不少，究竟是谁在和古族的意志对抗？栾玉和拔济顿时面露愧色，他们一个缠许七安身子，一个缠极品毒草毒果，内心处在挣扎犹豫状态。游师的话就像刀子一样扎在他们心里，让他们顾虑和抗拒。相比起各大势力，古族人口简直稀少的可怜，但古族是全民皆战士，每一位族人都修行古术，种族的战斗力强得令人发指。这就意味着首领们无法像中原的皇帝一样对普通族人生杀予夺，予取予求。族人并非羔羊，首领若是众叛亲离，族人会寻求其他几部的帮助，推翻首领，或者干脆逃离南疆，在别处生活。封印古神同样是古族的头等大事，胜过个人恩怨。新古师纯烟淡淡道，一句话打断了游师咄咄逼人的气势，让他一时间陷入沉默。这姑娘睿智且聪明，不愧是新古师。许七安看他一眼，微微颔首。游师顿了一下，道：好，撇开个人恩怨，单说封印古神之事，与云州结盟同样能封印古神，而且大凤的情况各位也有所了解，那么为何要把赌注压在明显弱势的一方呢？再者，选择与云州结盟，族人只会欢呼，只会热血沸腾，只会磨刀霍霍；而与大凤结盟，则要面临与族人离心离德的处境。除了立谷部的龙图，几位首领皱紧眉头，沉吟不语。他们的动摇和犹豫几乎写在脸上。游师的一番话，既说出了古族仇视大凤的立场，又点明了帮助大凤可能会面临的不利局面。说实话，哪怕抛开仇恨，单纯的权衡利弊，倘若大凤情况真的有葛文轩说的那么糟糕，拥有佛门相助的云州军推翻大凤朝廷的可能性更大。若再加上几方倾力相助，那几乎是板上钉钉的。龙图见状，不得不提醒他们：你们别忘记自己的处境，若非许七安留守，你们早就死了。游师看了一眼许七安，冷笑道：哦，我忘了，你们现在是他的俘虏，只能接受，无法拒绝。几位首领看一眼许七安，纷纷皱眉。立谷部的脑子实在不够用啊！许七安心里感慨，他手下留情，愿意坐下来和首领们谈，不是真的以德报怨，而是希望他们打消与云州叛军的结盟，因此这份恩情是敲门砖。
让古族首领们愿意坐下来谈判的筹码罢了。最后的结局肯定还是要他拿出相应的好处，古族答应不与云州结盟或出兵援助大凤，而不是因为许七安不杀他们。若是敲诈勒索，倒是可以用你们小命捏在我手里这个理由。可想要古族真心实意的与大凤结盟，这个理由就不能提，这种威胁只适用于干一票就走，对盟友使用，指不定人家扭头就暗中和云州结盟，从背后捅你一刀。尤师看了一下龙图，空洞死寂的眸子没有情感，但他本人肯定是满脸的不屑和讥笑。简单的引导就能让愚蠢的利古部上钩。许七安脑子转得飞快，一瞬间思考过很多种可能性，包括把麻烦扼杀在摇篮。以他们现在的状态，暗谷我是杀不掉了，太能逃，新谷、独谷、秦谷3位首领还是能杀的，但这样一来，利古部就要跟我不死不休了，相应的，我就不得不大开杀戒，这样就彻底把古族推到对立面。另外，天谷婆婆始终没有插嘴，太过镇定了，她就那么信任我的人品，她就不怕把我逼到绝路，真的大杀一通。我们才刚见面，她对我又不了解，可她表现得太镇定了，除非她有底牌，所以不怕我掀桌子。许七安眯了眯眼，突然笑道：诸位可能不知，佛门除了迦罗树菩萨和少量僧兵外，无力插手中原的战事，因为南妖即将起事，如果不幸10万大山也在南疆，离古族地盘不算远，你们可以派人去打探几位首领。微微愕然，尤师猛地扭动鸟头，死寂空洞的双眼紧盯着他。纯烟轻轻点头，此事我们会派人去一探究竟。此事若是真的，那么中原的局势确实没有葛文轩说的那么板上钉钉，即使不考虑与大凤结盟，他们也得重新评估进攻大凤的风险。许七安继续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云州固然兵强马壮，大凤也确实内忧外患，但这不意味着大凤必败，要不然云州何以派人来游说古族？见首领们若有所思，许七安趁热打铁。在这样的情况下，古族的入场便是扭转战局的关键。古族与大凤结盟，胜利可期，因此根本不存在游师首领所说的弱势。云州能给的，我大凤也可以给。至于古族的民心，我刚才的承诺依旧有效，会拿出一定数量的极品毒草给独古部。栾玉首领的要求，我也会尽量满足。游师冷笑道：就这？凭这些东西想平息古族对大凤的仇恨，痴人说梦。拔济和栾玉心动了，但他们选择沉默，因为事实就是游师说的那样，极品毒草和毒果不是刚需，对于拔济这种对大凤没太大恨意的，肯定欣然应允。但对独古部的族人来说，这并不足以平息坑杀半数族人的仇恨。至于栾玉，更是私欲而已。他有一个极品男人陪睡修行秦谷，关族里的姐妹什么事？即使许七安日理万机，让姐妹们都能温饱，但这又关族里男人什么事？也罢，几位的难处我明白。许七安图穷匕现了，他叹息一声：出兵我便不坚持了，只希望几位首领能选择中立，放弃与云州结盟。我刚才的承诺给的东西不变。栾玉和拔济愣住了，他们对视一眼，几乎异口同声：好。如果只是选择中立，不对大凤出兵，那就好办了，他们可以用局势不明朗、不愿意族人赴死等理由来安抚部族，这既占据了大义，又能为族人带来丰厚的汇报。独古许七安笑了起来，从一开始他就没指望古族能出兵援助大凤，双方矛盾太深，深到天谷婆婆亲自过来提醒他。在云州和大凤都能满足古族需求的情况下，想让古族冰释前嫌，可能性太低太低。许七安制定的真正计划是先打服他们，再想办法让古族放弃和云州结盟。所谓的出兵援助只是谈判技巧而已，先把价格死命抬高，然后断崖式下跌，制造我们血赚，这样也可以接受的心理落差感。还没结束，让古族取消结盟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许七安依旧要他们出兵，但不会让古族七步倾巢而出，他会以粮食为筹码，邀请利古部的高手参战，以各种物资和商品为筹码，邀请暗谷、新谷2个部族出战。这2个对大凤的仇恨较轻，许以重诺，雇佣他们出战并不难。南疆不缺食物，但缺瓷器、茶叶、丝绸、书籍等等物资用品，只要给的够多，他们总会答应。不过许七安依旧低估了游师对杀父之仇的执念，想要顺利完成计划，游师成了难以逾越的阻碍。如果不能安抚他，以古族同气连枝的习俗，其他6部很难真的袖手旁观。游师嗤笑道：你们怎么决定是你们的事，我尸骨部决定与云州结盟，谁都不能阻止。我倒要看看到时候会有多少秦古部和独古部的族人愿意追随我。拔济和栾玉脸色一变，鸟头转动，看着许七安：你不妨试着来杀我，杀了我，问题就解决了。游师首领怎么决定，是你的事。许七安一点都不慌，淡淡道：不过我同样有礼物送给尸骨部，为何不先看看我的筹码？如果是新谷和暗谷，许七安还真想不出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对方，
小母马虽然可爱诱人，但它是母马，纯烟也是女人，喜好不对口。暗谷的需求是隐蔽的角落，这东西不需要别人给予。但尸骨部作为七绝谷的宿主，许七安太清楚他们的需求了。游师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语气嘲讽且不屑：无论你有什么筹码，我都不会。这时他看见许七安摸出一面玉石小镜，倾倒镜面，哐当，一具棺材摔出来，震动间棺材板滑了出去。丽娜捂着鼻子连连后退，只是嗅了一口棺材里散发的气息，她便有些头晕眼花。龙图连忙用蒲扇般的大手捂住许灵英的脸，然后把她丢出老远。棺材里一具残破不堪的古尸暴露在众人眼里，它看起来像是一具沉眠无尽岁月的干尸，且遭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胸骨、肋骨多有断裂，脑袋也是残缺的。但游师的目光落在古尸上，再也移不开了。这是？游师不受控制地问出这两个字，他内心是抗拒的，不想落入许七安的圈套。可当他看到这具古尸后，他的眼睛不受控制，他的情绪难以平复，他的渴望犹如翻江倒海，冲垮理智。太完美了，这具尸身太完美了，比他见过的任何尸体都要完美，比尸骨部任何一具傀儡都要诱人。尽管他看起来残破不堪，许七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笑道：游师首领感兴趣的话，不妨近距离观赏一番。哼，我并不感兴趣。游师嘴应了一句，双翅自觉的扇落在棺材边，一言不发地凝视着古尸许久，两只爪子迈动，绕着棺材看了一圈。他的步伐很慢，全神贯注，像是古董收藏家在鉴赏一件年代久远但价值连城的古物。突然，游师咦了一声，用力啄一口古尸的脸，尖会快如闪电，显然是用了全力，但这没能破坏古尸，也没有传出金属碰撞的锐响。游师猛地抬起头，看向许七安，欲言又止了片刻，还是没忍住，沉声问道：这不像是武夫的尸身，但肉身的韧性和强度甚至超越了我的那具三品行尸。许七安笑道：行家呀。没错，这不是武夫的尸身，此尸是数千年前一位道门强者的遗退，他是二品巅峰，渡劫失败后退去了旧身躯，便是此尸。其实二品巅峰是很保守的估算。游师的语气里带上些许粗重。二品巅峰？你确定是二品巅峰？问话的时候，他双翅不自觉地扇动几下，似是加重语气一般。三品阳神可没有如此坚固不朽的肉身。许七安笑道。游师无法反驳，道门的阳神确实不具备这种肉身，而他刚才亲自测试过，这并非武夫肉身，他为什么会毁成这样？游师竭力让语气显得平静，不让许七安听出的痛心疾首，以及对这具尸身的渴望。你要知道，他曾经诞生过灵智，会更加痴狂。许七安沉吟一下，决定把事情告诉游师，这样能增加筹码，让对方更加无法拒绝。此事说来话长，此时诞生过灵智，有自我意识，与正常生灵无异。我将他封印在发现他的大墓中，很久之后，偶然返回大墓，才发现他已经被打破了身躯，魂飞魄散。所有人都清晰看到巨鸟身躯一僵，半天没有动弹一下。你骗我！你骗我！你骗我！游师情绪前所未有的激动，大声呵斥。作为专业控尸的群体，尸骨部的最高学术目标是如何让尸体死而复生。这和强者元神侵占尸体不一样，此类行为叫夺舍、附身，而尸骨师想要的是让尸体活过来。真正死去的人当然不可能复活，但还有另一种死而复生，便是让尸体诞生灵智。但这个伟大的目标，几千年来尸骨部从未有人实现过。龙图等人面面相觑，表情怪异，尤其是栾玉和纯烟两位美人眼里闪过厌恶之色，因为他们想到了一件事：尸骨部的先辈们曾经推测过，行尸留在体内的残魂，如果培育得当，便能蜕变为真正的元神，尸体就会诞生灵智，从而复活重生。没有自我意志的残魂怎么可能蜕变成真正的元神？这就和人族不通过10月怀胎直接创造身体一样荒诞可笑。在六部族人看来，这是尸骨部的人为自己和尸体畸形关系找的借口，强行把行尸拟人。面对游师质问的目光，许七安略作回忆，说道：他曾经告诉我，那位道人褪去旧身躯时，有部分残魂留在其中，这部分残魂经过道人特殊的手段修补，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元神。众首领听得一愣，满脸错愕地看向游师，发现他早已呆若木鸡。果然如此，果然如此，祖先们的猜测没有错，真的有让尸体死而复生的办法，真的有先例，这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游师越说越激动，到最后双翅不停地扑打，就像一个人在手舞足蹈。许七安等了片刻，直到这位尸骨部首领初步平静，这才说道：那么这具古尸可否换你不与云州结盟？龙图等人齐刷刷地盯着巨鸟。游师想起自己刚才信誓旦旦的发言，一时有些僵住，最后还是对古尸的渴望超过了羞耻心和尊严，咳嗽一声，声音嘶哑地说道：
龙图说的对，魏渊已死，此仇便了结。我不该因为个人执念，让族人白白牺牲。至于这句古诗，你说的话都是一面之词，我不会轻易相信。但既然你已经说服其他6部，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了。许七安笑道：那就好。说着，他盖上棺材板，把棺材收回的书碎片。尤氏大叫一下，强忍怒火，沉声道：我说了不与云州结盟，你没听见？我听见了。许七安笑容不变。这句古诗我说会送给你，就一定会送给你，但不是现在。等中原战事结束，我会履行承诺。尤氏怎么可能答应？没见到这句古诗还好，既然已经见到，他就不允许自己失去它。谁会愿意失去一生所爱呢？我凭什么相信你会履行承诺？他嘶哑的声音冷笑道。许七安也报以冷笑。那我又凭什么相信你？回头你赖账，暗地里与云州结盟，我该如何？尤氏性格强势，并不妥协，针锋相对道：要么留下古诗，要么一拍两散。告辞。许七安转身走人，同时心里默数3、2、1。同样是诗古诗的许七安非常确定尤氏无法拒绝自己，就像他无法拒绝小姨。等等！尤氏低喝一声，急得张开了双翅。等许七安驻足回首，他又立刻收拢翅膀，把鸟头撇向一边。把这句3品行诗还给我。另外，你要在众同族的见证下立字据。许七安当即取出笔墨纸砚，在天谷婆婆等人的见证下写了份字据给他，并按了手印。收好，中原人皆知本银罗一诺千斤重。许七安吹干墨迹，折叠纸张，夹在指间递过去。巨鸟冷哼一声，稍后我会来立谷部取行诗。说完，他小心翼翼探过头来，叼走纸条，振翅飞上天空。巨鸟飞得很慢，很缓，很稳，似乎是怕飞得太快，被风吹破了嘴里的字句。喂，杀父之仇不报了吗？许七安望着巨鸟高飞的背影，在心里默默地高呼一声。谈判结束，这才是真正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他收回目光，扫过栾玉和纯烟，笑眯眯道：这就给2位姐姐疗伤。他祭出浮屠宝塔，让药师法相的虚影浮于塔间。栾玉和纯烟见识过浮屠宝塔刚才修补行尸残缺的身体，对于传说中的菩萨法宝又惊又奇。玉瓶洒下碎金般的光芒，宛如春雨降临，笼罩着他们骨折的疼痛缓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透彻心脾的清凉。栾玉张开双臂，翩然旋身，薄纱长裙如花般盛放，他又变成了那个妩媚勾人的骚货，笑盈盈道：有了这个加持，奴家就不怕许云罗在床上的凶猛了。他心里已经彻底承认双方的实力差距，有这么神奇的法宝，己方根本不可能打赢他，而他刚才也确实手下留情。纯烟矜持的颔首表示感谢。你准备好长川渡烂了吗？许七安没什么表情的看一眼骚货，然后朝纯烟颔首回应。这时许七安终于有时间处理别的事。婆婆，云州来的那个葛文轩在何处？影子淡淡道：我等与你交手，他不可能不在，如今怕是早就跑了。许七安默然，再次摸出了书碎片，倾倒出一面残缺的铜镜。什么事求本大爷啊？浑天神镜语气有些不耐，但态度还算可以。刚才太平刀被召唤出去干活，让他心里平衡了许多。以我为中心，照彻方圆100里。许七安吩咐道。浑天神镜没有废话，铜镜虚化，宛如清澈的玻璃镜，接着一幅幅画面走马灯般的高速闪过。许七安强大的目力将这些画面逐一烙印在脑海。镜子不曾在葛文轩身上种下烙印，所以无法直接定位，只能用这种朴素的方式追踪。会说话的是法宝，古族首领们吃了一惊，这人身上到底有多少好东西？纯烟见状，走到一边，吹了一个清亮的口哨。10几秒后，密密麻麻的飞鸟从四面八方飞来，鸟群黑压压的在众人头顶盘旋，发出嘈乱的鸟叫。它们的叫声嘈杂混乱，大部分在说没看见，小部分在说走了走了。纯烟侧耳聆听片刻，道：不久前还在南边的林子里，刚走没多久，朝西南方去了。许七安也能听懂鸟的语言，吩咐道：往西南方向照，范围不限。浑天神镜画面继续闪烁，一幕幕一幅幅快速飞掠，直到抵达法宝范围的极限。没找到。他收回浑天神镜，失望的摇头。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小角色，何必在意呢？栾玉扭着小蛮腰贴上来，腻道：你们中原女子如何喊情郎的？许郎，对吧？即使隔得很远，许七安也能看见木南之骤然锐利的眸光。他一本正经地推开栾玉，并刻意在木南之的注视下露出愤怒表情。怎么，你要毁约？栾玉委屈道：不，我想告诉你的是，在我们中原，只有夜里熄灯后男女才能亲热，白日里请栾玉姑娘恪守礼节。许七安用愤怒的表情说出这句话，反正木南之也听不见，
他只当自己在呵斥南疆的妖艳贱货。远处的木南枝果然露出满意的表情。好呀，蛮有意思的。栾玉笑嘻嘻道，给了许七安一个媚眼儿。许宁燕又和女人不清不楚地勾搭起来了，丽娜心里不忿地想着，同时从怀里摸出了书碎片，背对众人从刚才楚元稹说完递书碎片，每隔20息便有人传书。丽娜心思都在战斗上，没有闲暇关注，此时总算可以给天地会成员报个平安。5结束了。他发完3个字，手指刚要继续写字，递书碎片的传书却炸锅了一般。2你怎么现在才回复？老娘传书那么多次，你都看不见的吗？是不是许宁燕出了意外，你不敢回复了？1他怎么样？结果如何？7许七安这个人祸害1000年，应该没事吧？逃走了吧？6丽娜施主，许大人情况如何？伤得重不重？4快说如何了？这些信息传输的时间相隔最长不到5秒，以字数长短来判断的话，他们是同时书写的。正好丽娜的第2句话写完了。5许宁燕打赢了。递书聊天群瞬间安静了，静到丽娜怀疑自己被金莲道长屏蔽。就连最暴躁的李妙珍也没有回复，更别说其他人。过了足足20秒，最先传书回应的是李灵素。7完蛋了，许宁燕死了，5号不敢告诉我们真相，所以撒了谎。但了解丽娜性格的其他人却知道这就是真相，许宁燕打赢了。2他怎么做到的？他不可能这么快晋升2品。李妙珍几乎是用颤抖的手写出这段话，分不清自己此刻的心情是亢奋激动还是震撼惊悚。这次和在建州时不同，犬戎山战斗中许七安召唤出高祖皇帝阴魂，才力挽狂澜。但事后许七安与他们这群数次出生入死的伙伴说过，此招不可有2，而且镇国剑也交给了孙玄机，由他带回京城。4或许他在10万大山斗阿苏罗时便已摸索到2品的瓶颈。楚元稹给出一个勉强能接受的解释，但被李灵素果断推翻。7不，他体内还有封魔定没有拔除。一时沉默，楚元稹传书道，能详细与我们说说经过吗？5他写字不快，遇到不会写的字会想很久，错别字一大堆，但天地会众人却看得异常认真仔细，直到丽娜说我说完了。楚元稹传书感慨。4当初他被封魔定封住修为，仿佛就在昨日，短短2个月竟然将7绝蛊修行到此等境界，配合他3品5夫的实力，打赢古族的几位首领难度不大。天地会成员除了能感慨，没有任何多余的想法，甚至怀疑再过不久连感慨的兴致都没了，只剩麻木。古族同意取消与云州的结盟了吗？短暂的惊愕感慨后，怀庆第一个想起正事。天地会成员精神一振，记起了许七安打这一架的初衷。是的，丽娜言简意赅的传书回应。2妙极，古族不参战的话，大凤和云州逆党，还有的打大凤的将士都应该感谢许宁燕，又一次挽救了大凤朝廷。他虽然不在战场，但为即将席卷中原的这场战争做了太多太重要的事。他的功绩不会埋没，大凤的将士和百姓会知道他做的这一切。怀庆传书说道。6许大人始终没有让贫僧失望，贫僧也要努力修行，报答许大人过去的救命之恩，不让他失望。恒远大师，你这话听起来怪怪的，就像出征前做出各种承诺低士卒。李妙真心说。恒远光头的话听起来好奇怪。丽娜刚想传书，忽听父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丽娜，回去吧。他吓得立刻收好的书碎片，假装若无其事的回应，就站在身后的龙图。哦，知道了。你刚才在干什么？龙图问。我没干什么啊。丽娜强撑着说。龙图满意点头。丽娜打小就聪明，有心眼儿，不像他那个愚蠢的哥哥，瞒不住事。另一边，正往木南枝走去的许七安突然顿住步伐，豁然回头，望着天谷婆婆等人，沉声道：不对，不对。紧跟在他身后的栾玉最先听见，不太理解的反问道：什么不对？稍稍落后两人的影子，拔髻、纯烟也朝许七安投来质询的目光。许七安眉头紧皱，当然不对，因为太简单了呀。许屏风知道古族的重要性，古族的选择很可能会决定中原战事的结果。如此重要的事例，仅仅派一个弟子过来，许下口头承诺，抛出几个让古族无法拒绝的条件，是这些条件足够让古族答应结盟。如果没有自己横插一脚，古族现在已经和云州顺利结盟。但许屏风是知道他在南疆的，而且他这一路行走江湖收集龙气，靠的就是诡异强大的蛊术。许屏风肯定知道这个情报。作为一个图谋中原、机关算尽的人物，如此不合常理的蛊术，他会视为不见。许屏风可能不清楚七绝蛊是什么东西，但他绝对能猜到
我的蛊术来自天蛊老人的后手安排，与蛊族有渊源的我也在南疆，而蛊族又这么重要，他只派一个弟子来游说蛊族，这显然不符合许屏风的风格。许七安心里一阵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要么许屏风另有目的，要么他有办法克制蛊族，让结盟失败过，蛊族高手不敢离开南疆。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推理，许屏风制约蛊族的手段就不难猜了极渊。想到这里，许七安转身走回天蛊婆婆身边，道：婆婆，我记得你说过，天蛊老人当年联手许屏风窃取国运，是为了修复如圣雕塑，封印蛊神。听他说起蛊神相关的事，身后追来的栾玉收敛媚态，变得严肃。纯烟等首领也露出凝重之色，望着他和天蛊婆婆。天蛊婆婆平静的点头，是的，蛊族一切的动力都是为了封印蛊神。栾玉搂住许七安的一条胳膊，你到底想说什么呀？中原官话不标准，但声音软如悦耳，有着成熟女子的磁性。极渊，监正大弟子的目标是极渊。许七安不做隐瞒，开门见山地说，如果云州和蛊族没能结盟，他很可能会试图动摇如圣封印。新蛊师纯烟微微摇头，如圣封印非一般人能动摇，便是婆婆都没办法撼动。几位首领点头，看一眼许七安，认为他想太多了。许七安脸色严肃，沉声道，你们不要忽略我的话，如圣的封印与气运有关，这便是天蛊老人要窃取大凤国运的原因。顿了顿，他扫视众首领，术士对气运的掌控更甚儒家。栾玉等人脸色微变。许七安继续道，许屏风未必是要撼动封印，但他绝对有什么目的，不能掉以轻心，速去极渊。话音落下，几位首领先后御风而起，脸色难看的朝极渊方向掠去，强大到让人有些绝望啊。原始森林深处，葛文轩在充斥着瘴气的密林里腾跃，回想起不久前观测到的战斗，内心感慨油然而生。目睹许七安打败蛊族5位首领时，葛文轩心里最先涌起的是巨大的愤怒和沮丧。5位超凡齐出，竟被姓许的克制，没付出多大代价便制服。接着愤怒和沮丧被畏惧取代，泛起强烈的退意，离开南疆再也不回来。但他还有任务没有完成，结盟的事告吹，下一步计划随之启动。葛文轩脑海里回荡起出发前老实交代的话，如果许七安从中阻扰，结盟不成，便带着我交给你的东西去一趟极渊。老师果然神机妙算，一事不成便谋划另一事，永远不会空手而归。葛文轩凭借灵活的身法，时而在密林中飞奔，时而在树梢腾跃，沿途的毒虫毒兽则对他避之不及，窸窸窣窣的避开。葛文轩擅长的是排兵布阵，本身只是5品化境、6品炼金术师的他，本无法深入到原始森林内部。但不要忘了，术士体系的9品叫医者，医和毒是不分家的，他事先服用了解毒的药丸，这能让他不惧怕瘴气，随后在身上涂抹驱赶毒虫的药粉，这才能从毒蛊之力笼罩的区域深入极渊。换成别的区域，他还没靠近极渊就被里面的蛊虫蛊兽杀死。渐渐的，周围的树木开始减少，地面裸露出大片大片的黑色泥土，像一块块黑斑。但葛文轩穿越这片森林，眼前出现一座大裂谷，裂谷宽度难以估计，葛文轩极目远眺，看不见裂谷的对岸。裂谷的边缘并不陡峭，是不停往下的缓坡，植物开始变得畸形了。葛文轩站在裂谷边缘往下张望，看见左下方的斜坡长着一丛灌木，灌木的叶子像是一只婴儿的小手，灌木中开出的花多形似小孩的笑脸。裂谷外的原始森林虽然也是变异植物，但外观没有那么畸形。葛文轩摘下挂在腰间的锦囊，一边警惕着周围，一边取出一件件法器黄铜铸造的护心镜挂在心口，淡黄的微光膨胀，透着厚重之感，这是用来防身的极品法器。接着吞服辟毒丹药，涂抹让毒虫厌恶的药粉，而后他含下一片白玉雕琢而成的叶片，舌尖泛起辛辣之味，让他的精神变得亢奋，用来防备心蛊对元神的操纵。第3件法器是一杆漆黑如墨的幡，它散发着让人作呕的尸臭味，杆子是由白骨铸造，帆布材质是人皮，漆黑是因为浸泡在鲜血里的时间太长。此幡名为聚阴幡，有招灵养鬼控尸之能。这些法器全是老师赠予的，每一件都价值不菲，位格极高。对了，还得防备情蛊。葛文轩最后取出一套银针，指尖捻起，准确地扎入小腹、腰部、后背等几处穴位。施针的目的不是屏蔽情毒，而是阻断某部分功能，让他在中毒时完全提不起兴趣，算是一种短暂的自我阉割。副作用是，在未来的半年里，他可能都不会对女人有任何兴趣。只要对自己够狠，就没人能打败你。一切准备妥当后，葛文轩沿着缓坡朝着极渊内深入。往下走了半刻钟，凄厉的破空声响起，葛文轩一个漂亮的单手撑地翻跟头，避开了侧面的袭击。站稳后回头一看，袭击者是一条黑鳞小蛇，它只有1尺长，额头长着2根小角，暗金色的树瞳充满暴力。
一击落空后，小蛇再次弹起，把自己化作一根尖鞘的箭矢射向葛文轩。五品化境的葛文轩反手拔出一把短刃，把它斩断。啪嗒，小蛇断成两截，在地上疯狂扭动，断口处生长出状若蚕丝的粘稠物，似要强行拼接起来。力骨实力一般，葛文轩冷静地看着小蛇挣扎片刻，彻底死去。这时，密集的破空声呼啸而来，左右两侧缓坡下方射来密密麻麻的箭雨，嗡嗡嗡，箭雨撞在护心镜撑起的光幕上，激起涟漪状的光晕。葛文轩顶着箭雨埋头逃跑，把蛇群抛在身后。就刚才那一波箭雨，没有护心镜保护，他估计够呛，即使能凭借铜皮铁骨逃出来，也得受些伤。而这才刚进入极渊，可惜极渊里不能施展望气术，无法提前规避前方的危险。在极渊施展望气术，必然会看到古神的气术，审视超品的气术会让我瞬间魂飞魄散。葛文轩愈发谨慎小心，保持不快不慢的速度往下。又往下摸索了一盏茶功夫，途中避开了许多毒虫猛兽的攻击，周围的光线渐渐暗沉。突然，葛文轩嗅到了一股甜腻的气息，旋即心跳加快，血脉喷张。他知道自己中了情毒，狂乱的心跳让他有些发晕，但仅此而已。剧烈的情毒无法让他产生任何起念，下半身稳如泰山，无动于衷。他环手四顾，看见了对自己释放情毒的古兽，那是一只浑身黑毛、形似犬类的动物。见葛文轩看来，他转了个身子，把屁股对着白衣人类，试图用自己的秘密武器勾引对方。葛文轩嘴角抽动一下，面无表情从侧方绕过，对这只黑狗的秘密武器视若无睹，不受吸引，继续顺着缓坡前行。接下来的途中，他遇到了暗谷的袭击、力谷的追杀、情谷的勾引、心谷的操纵，也遇到了一群行尸走肉，但都安全通过。他终于来到了一处平坦的地带，此处的光线已经极为昏暗，像是夜幕即将笼罩的傍晚。平坦地带再往前就是真正的悬崖了，悬崖底下沉睡着古神。此处是缓坡的尽头。葛文轩看到一尊高大的雕塑屹立在悬崖边缘，他穿着长袍，头戴高高的儒冠，一手背后，一手置于小腹，微微低头俯视着下方的极渊。儒圣，葛文轩脑海里闪过这个名字，他的表情变得谦卑而拘谨。儒圣真的封印了古神，他早已知晓此事，但真正见到儒圣屹立在此地的雕像，内心依旧震撼。儒圣在上，人族晚辈葛文轩有礼。他整理衣冠，朝着儒圣雕塑躬身作揖。得罪了。葛文轩再次摘下锦囊，取出2件物品，分别是刻画着八卦五行的铜盘，以及一片散发淡淡白光的鳞片。他身后10几米的隐蔽处，一只手里戴着色彩缤纷手串的黄毛猴子默默地看着这一幕，既没阻止，也没靠近。葛文轩把泛着淡淡白光的鳞片、刻着八卦五行的铜盘放在身侧，继续从锦囊里拿出一个小布袋。他从布袋里抓出一把浅褐色的粉末，微微松动手指，粉末便从指缝间笔直飘落。葛文轩手臂一动，似是在构画着什么，带动粉末在地面留下一道道笔触。这是一个阵法，术士体系在4品前，想让阵法发挥威能，必须依赖灵性充沛的材料，一笔一画的刻阵摆阵。好在这个阵法简单，作用也仅是唤醒铜盘内的力量，类似于钥匙。随着手心的褐色粉末不断减少，直至用尽，阵法刻画随之完成。葛文轩接着划破手腕，让鲜血流淌在阵法上，构成阵法的褐色粉末接触到鲜血后立刻发光，在昏暗的极渊里宛如荧光粉。葛文轩双手捧着铜盘，将它置于阵法上空。铜盘轻巧的悬浮不动，然后呼呼旋转起来，它吸收着荧光粉末，越转越快，快到产生了气旋，制造出狂风。呼！灵性消耗殆尽的粉末被狂风刮散，铜盘旋转着飞向儒圣雕塑，停在雕塑头顶，急速旋转。葛文轩的段位看不懂，不知道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按照记在脑海里的步骤，他接着拾起散发淡淡白光的鳞片，合在掌心，便渡入气机，边闭眼口中念念有词。这个过程持续了10几秒，葛文轩睁开眼，把白色鳞片抛向漆黑的深渊。白色鳞片坠向深渊的过程中，光芒爆发，膨胀成一团赤白的太阳，照得整个极渊一片赤白。但即使是如此强大的光源，也没能照亮极渊深处，光线被没有尽头的黑暗吞没。葛文轩猛地闭上眼睛，不敢直视光源，双眼涌出热泪。嗷吼！同时，他耳边响起了兽吼，吼声给人的感觉很奇怪，并非凶兽张扬血性的咆哮，也没有野兽的戾气，反而清越嘹亮。葛文轩仍旧没有睁开眼，因为他能感觉到眼皮之外是刺目的白光。某棵树的树荫下，一团阴影膨胀，许七安等人从阴影中显形，齐齐眺望地平线尽头极渊的方向。那里有一道白色光柱冲天而起，直入云霄。那是什么？栾玉惊叫道。这股气息，影子声音无比凝重，环顾众人一眼，不是古神的力量。如符道古武妖巫术皆不是。许七安淡淡道。
几位首领愣愣地看着他，许七安回望着他们。所有体系的超凡我都揍过，没揍过也深入见识过。都揍过。纯烟、栾玉等人神色复杂地看着他，这个都揍过，也包括刚刚被毒打一顿的他们。许七安转头看向天谷婆婆，问道：婆婆，您见多识广，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天谷婆婆摇头，慈眉善目。老身这辈子都没出过南疆，孤陋寡闻得很。众人不再废话，影子融入阴影，带着众人继续朝极渊遁去。感觉到眼皮外的赤白消散，葛文轩才敢睁开眼睛。视线里，一头高大神俊的四角兽凝立于极渊之上，它由白光凝聚而成，其身四路，覆满雪白鳞片，头生一对犄角、马蹄、蛇尾。葛文轩瞳孔一缩，他认识这只灵兽，白帝城的人基本都认识，他就是云州神话传说中的于大旱之年现身云州，带来暴雨狂风，润泽大地的海外神兽。云州百姓称他白帝。时至今日，白帝城的白帝庙里还供奉着他的雕塑。海外灵兽白帝缓缓扫过周边，在葛文轩身后某处停顿一下，收回目光，俯视着下方的极渊，发出了一段简短而奇怪的音节。这是葛文轩从未听过的语言，这是人类的声线无法发出的音节。他在和谁说话？葛文轩脑海里闪过一个可怕的猜想，这让他脸色微微发白，下意识地捏紧了袖子里的传送法器。传送法器可以带他离开这里，传送回事先预设好的地点，做到迅速逃离。传送法器分单向和随机，若是没有提前刻画阵法，设置好传送地点，它就会变成随机传送，在一定范围内传送到任意一处。因此他无法利用传送法器准确抵达如圣雕塑身前，在极渊里搞随机传送，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这时葛文轩突然心悸，浑身毛孔张开，汗毛乍起，武者的危机预感启动，向他传递危险信号，疯狂催促他逃跑。他忍住了，低着头匍匐在地，一动不动。一股可怕的意志从极渊中苏醒，匍匐着的葛文轩浑身一颤，他能感受到极渊里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可怕到让人肝胆剧烈的东西。极渊里有什么？答案不言而喻。一团黑烟袅袅挪挪地从漆黑的极渊中浮上来，在白帝身前悬停，黑烟外层宛如跳跃的火焰，不停地晃动，内核则有一双眼睛。这双眼睛不掺杂任何情绪，连冷漠都没有。灵兽白帝望着黑烟，又一次发出了古怪的音节。说完，他沉默几秒，侧了侧头，似乎在聆听。远处藏在隐蔽角落的黄毛猴子也侧耳听了听。白帝若有所思了片刻，口中发出古怪的音节，这次是长长一大段，用了10几秒才说完。他侧耳听了许久，微微点一下头。接着白帝再次开口，他问出了第3个问题。伴随着古怪音节结束，他目光紧紧盯着黑烟，修长的脖颈微微朝前探出，就如同人类身子前倾。这个问题似乎很重要。躲藏起来的黄毛猴子不顾被发现的风险，从藏身处走了出来，侧着耳朵，全神贯注地等待着。就在这时，咔嚓的声音响彻极渊，飘在如圣雕塑头顶快速旋转的铜盘碎成齑粉。那道从极渊深处飘上来的黑烟消散于无形。灵兽白帝俯冲而下，追了一段距离，直到撞上一层青光屏障，撞得他白光凝聚的身体险些崩溃。巨大的叹息回荡在极渊中。灵兽白帝看了一眼匍匐在地的葛文轩，声音洪亮：把我的鳞片带回去。说罢，他化作白光消散，重新变回雪白鳞片，自动飘飞到葛文轩面前。葛文轩谨慎地把鳞片收入锦囊，忽然耳廓一动，听见了上方传来此起彼伏的兽吼声，一片大乱。他们追过来了，许七安来了。葛文轩脸色微变，眼里闪过惊惧，见识到许七安不久前展现出的可怕战力，他果断地捏碎手心里的传送玉符，一道青光腾起，带着他消失在原地。离去前，他看见一道金光俯冲而下，正是脑后燃着火环的许七安。宛如炮弹般飞射而来的许七安，在临近如圣雕塑前，不符合力学规则的一个骤停，把所有惯性化于无形。武平武夫之所以叫化境，便在于此。他双脚无声无息地落地，抬头审视着如圣雕塑，面容清奇，五官极具威严，却不显得咄咄逼人，甚至有几分怜爱苍生的慈悲。雕塑身上的长袍样式与当下儒家主流的袍子不同，儒冠也透着历史感，比时下的儒冠更高，更显笨重。他的眉心有一道深深的裂痕，这就是如圣雕塑封印古神的核心。许七安正了正衣冠，对这位中原人族史上最强者躬身作揖。我也想有朝一日与你一样强，但不能这么短命。他心说。天谷婆婆等人陆续抵达，拔纪和影子大步狂奔到雕塑面前，一阵审视，松了口气。雕塑完好，没有被破坏。跟在后面的栾玉、纯烟和天谷婆婆也走了过来，仔细观察雕塑后，如释重负。栾玉娇艳的红唇挑起，看许七安一眼我就说嘛，如圣的封印怎么可能说破坏就破坏？
纯烟谨慎地审视周围，没有发现丝毫异常，忍不住蹙眉。但许银罗预测的没错，葛文轩确实来了吉渊，他不可能只是下来观赏。葛文轩看到许七安的同时，许七安等人也看到了他。许七安走到悬崖边，俯瞰漆黑不见底的吉渊，试探道：“封印还在吗？”纯烟吹了一个清亮的口哨，召唤来一只双头鸟，操纵着它扑向吉渊。许七安清晰地看见双头鸟俯冲一段距离后，被一层青光震成齑粉，青光如涟漪扩散，整个吉渊为之一亮。纯烟俯身捡起一枚石子，丢入大裂谷中，青光没有反应，石子消失在黑暗中。许七安侧耳听了许久，没听见石子落地的声音。纯烟解释道：“但凡有生命的东西都无法进入吉渊，但没有意识的死物则可以穿透如圣的封印。”许七安想了想，道：“应该是有意识的东西吧，不然气灵也可以进入了。”纯烟苦笑道：“古族没有法宝，不曾试过。”话音落下，众人脚下的地面突然震动起来，碎石和沙土沿着缓坡滚落。吼！吉渊里遥远的地底传来一声低沉而可怕的咆哮声，声音传上来时，由于距离太远，变成了纯粹的声波。同一时间，许七安感觉后颈处的七绝骨不安的躁动，似乎要脱离他的脊椎，逃离此处。古神苏醒了，栾玉声音都吓得颤抖，但害怕归害怕，他没有慌乱，冷静的后退。吼声结束后，地表的震动并没有消失，反而愈发剧烈，碎石和沙土不停从缓坡上方滚落。所有人都察觉到一股磅礴而可怕的力量从极渊中冲涌上来。纯烟脸色一变：“是古神之力，快退！”什么意思？这里不全是古神之力吗？许七安心里嘀咕，他从不是逞强之人，立刻随着纯烟后撤。下一刻，他明白了纯烟的意思。极渊中喷涌出磅礴的古神之力，有黑红色的气血之力，墨绿色的毒骨之力，漆黑色的尸骨之力，淡蓝色的心骨之力。它们纯度高，且数量磅礴，胜过极渊外任何一处。许七安和纯烟距离悬崖处最近，被一股高纯度的情骨之力笼罩，顿时呼吸间尽是甜腻的气息。他只觉得口干舌燥，浑身发烫，情欲在体内翻涌不息，七绝骨贪婪地吸收着侵入体内的情骨之力，但无法彻底消化。许七安尚且如此，身为心骨师的纯烟意识立刻模糊，娇俏的脸颊滚烫，娇嫩欲滴的小嘴里飘出甜腻的呻吟。他饥渴地抱住身边的许七安，送上滚烫的热情的吻，双手笨拙地在他身上摸索，寻找着许七安的把柄。你还真是个雏儿啊！许七安挥起手刀砍晕他，这并不难，因为纯烟的意志已经在情毒中崩溃。他带着纯烟退回拔济等人身边，仰头看着这股磅礴的能量冲上高空，而后缓缓洒下，散落在极渊附近。天谷婆婆沉声道：“走，先离开这里。”众人一起原路返回，沿途所见是陷入癫狂的蛊虫蛊兽。他们在这股磅礴的蛊神之力的滋养下，发生了可怕的异变。双头鸟长出第三个头，巨蟒开始蜕皮，变得更加粗长，虫群身躯快速膨胀，变得堪比老鼠，植被疯狂生长，传来凄厉哭声或孩子的笑声。丑陋的看不出品种的畸变怪物出现第二根生殖器，黑背猩猩肋部伸长出一对新的手臂，巨大的阴影漫无目的的游走，吞噬着途中的生灵。整个极渊的怪物都疯了。在影子的带领下，他们很快退出极渊，来到原始森林外。如圣雕塑没有被破坏，封印也还在，为什么会这样？许七安作为外来人，对眼前的情况茫然不知。拔济沉声道：“古神无时无刻不在溢散出力量，他的状态很不稳定，有时候少，有时候多。他的力量会让极渊附近的古兽变得异常强大，每隔600-700年，极渊里就会诞生超凡境的古兽。斩杀古兽是古族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而每次有超凡古兽出世，必然伴随着我族首领的陨落。”许七安皱眉道：“所以这是一次正常现象。”天谷婆婆摇摇头：“这是那小子引起的，虽然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手段，但老身没猜错的话，古神的意识进一步苏醒了。类似的力量喷涌，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会有很多次。”栾玉等人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天谷婆婆缓缓道：“你说的对，这就是许屏风用来牵制我古族超凡高手的手段，进一步唤醒古神，让极渊附近的古神之力在短期内暴涨，催化超凡古兽诞生的概率，逼我们不得不守在南疆，定时清除力量过剩，有望踏入超凡的古兽，无暇插手中原之事。”许七安一边把纯烟交给栾玉，一边问道：“清除强大古兽不需要普通族人吧？”天谷婆婆颔首：“普通族人深入极渊便是生死危机，用不上。那我至少还能雇佣古族的普通战士。”许七安再问：“古神苏醒是不是意味着封印松动？”天谷婆婆摇头：“千年来，古神无时无刻不在消磨如圣封印，也有过类似的苏醒，但很快就会沉睡，长则数十年，短则几年。事实证明，超品的封印只有超品能撼动。那许屏风连削弱如圣都做不到。”
许七安看了他一眼，天谷婆婆目光扫过众首领，道：“回去通知一下族人，3天后4品以上的强者跟随我们探索极渊，斩杀古兽。”许银罗战力无双，老身恳请许银罗帮忙。龙图拔记几个，看向许七安。好。许七安点点头，问道：“古神力量喷涌而出，对古族难道不是好事？你不知道？”龙图诧异地看着许七安：“你距离超凡只有1线之差，怎么会不知古术的奥义？”“我是水户啊，跟你们不一样。”许七安没回答他。龙图见他不说话，便继续说道：“任何直接吸收古神之力的生灵都会变成怪物，极渊附近的古虫古兽就是例子。为了利用古神的力量，古族先辈们付出巨大代价，用一条条生命摸索出利用古神之力的办法，这就是古族秘术和本命蛊的由来。本命蛊能中和古神之力的污染，让我族可以吸收古神的力量，但又不会被污染。本命蛊相当于过滤器。”许七安点点头。拔记接话说道：“本命蛊也是蛊，吸收古神之力的它，为何没有像其他古虫古兽一样激变疯狂？因为它有成熟期的阶段性限制，达到瓶颈后，它会陷入沉睡，排出古神力量的污染。也就是说，它无法像普通的古虫古兽一样，通过吸收古神之力快速强大，这样更稳定，避免畸变，但也让修为的增长受到遏制。”许七安想到了体内的七绝蛊，他也因为这类原因无法再吸收古神力量。谈话间，纯烟体内的情毒被栾玉拔除，意识得以恢复。他似乎还记得刚才的事，不太敢与许七安对视。众首领各自散去，许七安跟随龙图返回立谷部，穿过广袤的平原，抵达博山脚下。此时天色已黑，族长的大院外架起篝火和大锅，丽娜蹲在大锅边煮肉，周围围着7、8个立谷的孩子，年岁都在10岁以下。许七安看见自己愚蠢的妹妹，她和立谷部的孩子一样，眼巴巴地坐在锅边，等着熟肉出锅。那表情，那眼神，以及吞咽口水的细节，都与立谷部的孩子如出一辙。感觉林英已经完美融入立谷部了。许七安扫了一圈，发现族里多了不少陌生的青壮年，猜测是外出打猎的年轻族人回来了。每次他哥哥打猎回来，丽娜就喜欢拿出一部分猎物煮给族中的孩子吃。龙图欣慰地说道：“懂得施恩于人，他比哥哥更懂得当族长。丽娜打小就聪明啊。”许七安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干脆就不说话。丽娜、南枝和白姬呢？他走到锅边，低头嗅了嗅，味道并不好。周边的孩子，包括许灵英，顿时一脸警惕，怀疑他是来分一杯羹的。在屋子里呢，丽娜头也没抬，专心致志地煮肉，时不时丢一把调味的新香料。许七安和龙图绕过孩子们，进了大院。内院里，一个赤着上身的年轻男人舞着一把钢刀，呼啸如风。他一身腱子肉，挥刀时手臂和脊背肌肉随之起伏，极其阳刚。阿爹！见到龙图和许七安进来，他立刻顿住刀势，恭恭敬敬地喊道。龙图嗯了一声，给许七安介绍：“这是我儿子，丽娜的哥哥，叫莫桑。”莫桑年纪不超过25，眉眼与丽娜有几分相似，因此颇为英俊，只是左脸一道深深的疤痕破坏了面相，凶厉的眼神也让他看起来桀骜不驯。中原人许银罗。龙图言简意赅地介绍许七安。莫桑已经从归来的长老们口中得知许七安今日的壮举，不敢有丝毫冒犯，恭敬的行礼：“不用客气，丽娜是我的好友，你是她兄长，那便是自家人。”许七安颔首微笑，心说就外表看，这位莫桑兄还算正常，不像丽娜，憨字全写在脸上。莫桑立刻说道：“许银罗和阿爹比，谁更厉害？我听说5位首领今天全输给你了，我阿爹肯定不是你的对手，我可以打包票。”我收回刚才的话，立谷部没一个智商在线的。许七安看一眼满脸不服气并跃跃欲试的龙图，嘴角抽动一下，找了个借口脱身。身后传来父子俩大声的交谈：“没有规矩，阿爹，你明明想和许银罗打一场，那就直接上啊，何必畏手畏脚？你要有丽娜一半聪明，为父就把族长之位传给你。”许七安径直去了内院，轻而易举地锁定木南枝所在的房间，推门而入。简陋但宽敞的房间里，木南枝穿着淡紫色的肚兜、白色绸裤，手里握着汗巾，正仔细擦拭手臂、脖颈。见有人闯入，他脸色大变，发现是许七安后，惊恐之色稍减，脸颊泛起红晕，背过身去，怒道：“出去，出去！”许七安望着白皙如玉的背，像许灵英看着食物那样吞了吞口水。知他关上房门，等了几分钟，直到里面传来木南枝的声音：“进来吧。”许七安进了屋子，扫了一圈，确实简陋了些，连浴桶都没有。木南枝矜持点头，假装自己一点都不尴尬，只是揉捏白姬的力道悄悄加重，暗中报复。本来说好负责望风的小狐狸，对许七安的靠近不管不顾，害他没了清白。刚才遇到了些麻烦，许七安把集院里的经过告诉他，叹息道：“我现在算是摸清许屏风的行事风格了，一个目的之下，永远隐藏着第二个目的。
一个不成，便立刻进行第二个计划，永远不让自己竹篮打水一场空。下次再碰上，我就得注意了。木南枝对打打杀杀的事并不感兴趣，她只是一个鸡都不敢杀的弱智女流，只要许七安没吃亏，那就什么都好。回头要麻烦你帮忙种植一些毒草和毒果，不用太多，先给毒谷部铲点甜头。可惜我没有糖尿病，不然就亲自来了。他幽默的于心底补充一句。木南枝点头。入江湖以来，他经常帮许七安种毒草，以满足他古怪的癖好。许七安从他怀里把白姬救下来，没好气道：他还只是个孩子，别这么欺负他。白姬一听许银罗给自己做主，就很高兴，不服气的娇声道：看一下身子怎么了？叶姬姐姐前阵子在10万大山里，还天天和许银罗睡觉呢。许七安面无表情的把白姬的头按进水盆里。夜里，立谷部在族长院子外的广场上举办了一场篝火晚会，主题是吃肉吃肉还有吃肉。丽娜从中原游历归来，成为了除许七安外族中的焦点人物。肉过3巡，一位长老大声说：丽娜，快给大家说说你在中原惊心动魄的历程吧，外出一趟回来就4瓶了，大家都很好奇。值得一提，立谷部没有酒，因为酿酒需要大量的粮食，立谷部没那么阔绰，偶尔会用食物向其他6部换酒，相当于奢侈品。所以在立谷部，如果谁手中拎着一壶酒，那基本就可以迈出六亲不认的步伐。本来开心吃肉的丽娜茫然地抬起头：丽娜姐姐，跟我们说说呗。丽娜，中原听说很富庶，你去了一趟中原，白成丑姑娘了，修为也到了4品，经历一定丰富多彩吧？快说，我们迫不及待了。男女老幼齐声起哄。噗，他有个屁的丰富经历，全赖在我家白吃白喝了。许七安险些捂住嘴笑出声。丽娜一脸为难的起身结结巴巴道：这个嘛，我去中原的路上当然是丰富多彩啊，和中原人一路斗智斗勇，历经磨难，在江湖闯出偌大名头，最后抵达京城就潜心修行，并做了许多自古以来纵观史书千年以降都没有人做过的事。他哥哥莫桑就问：比如呢？丽娜被难到了，眼珠子一转，大声说：比如协助许宁燕杀国公，杀皇帝。不信你们可以问他。众人一起看向许七安。杀国公有你什么事？不过杀元景你倒是出力了。许七安没有拆穿，很给面子的点点头。顿时丽娜赢得族人们拍掌叫好，喝声一片。丽娜骄傲地挺起胸脯，掐着腰。那丽娜姐姐在中原的名头是什么啊？一个孩子大声问道。飞燕女侠。对，中原人都喊我飞燕女侠。丽娜也大声回应。飞燕女侠要是知道自己变成了南疆小黑皮，她会提着刀来找你的。许七安面皮抽动一下，他在人群里看见许灵英和几个孩子坐在一起，大声鼓掌为飞燕女侠叫好，俨然已是古族的孩子了。篝火晚会在欢声笑语中结束。许七安没能收获到足够多的阿谀奉承，在心里腹诽立谷部的人都是群粗鄙之徒。他带着许灵英回房间睡觉。木南枝因为白姬无意中说漏嘴的事，气得回娘家浮屠宝塔。小豆丁在他的威逼之下，仔细地刷过牙齿，洗过脚，在床上舒服地打滚。大姑，我是不是要在这里住很久呀？许灵英趴在床上，黑亮的大眼睛看着他。想爹娘吗？许七安摸摸他脑袋。想的。许灵英用力点头，又说，但吃东西的时候就不想了。那你喜欢这里吗？喜欢，这里有吃不完的肉。许灵英挥舞着双臂，大声说。灵英天生就是闯荡江湖的好料子，同龄人一阵子没见到父母，已经哭得死去活来。许七安给他盖上被子，笑道睡吧。许灵英胖乎乎的小手拍着身边空位，大锅也睡。没多久，呼噜声就来了。许七安帮他盖好被子，吹灭蜡烛，房间陷入一片黑暗。天谷部，烛灯如豆，略显阴暗的房间里，天谷婆婆坐在床边缝补衣物。烛光突然晃动一下，天谷婆婆没有抬头，笑容温和。桌上有茶水，刚煮好的。无声无息出现在桌边的人提起茶壶，翻开倒扣的茶盏，边倒茶边说道：婆婆，七绝谷是什么？天谷婆婆沉默了好一会儿，缓缓道：大概在80年前，谷神的力量喷涌而出，声势是今日的数倍。老头子去极渊查看情况，回来后带回来一只奇怪的蛊虫。它很弱小，但天生就具备7种蛊术，但7股力量非常混乱，难以均衡，随时都会爆体而亡。老头子为了培育它，想出一个办法，那就是以天蛊为基石，承载其余6股力量。7绝蛊是蛊神之力大井喷时出现的。许七安皱了皱眉，它为何如此特殊？除了蛊神之外，没有任何生物能同时掌控7种蛊术，7绝蛊是唯一的例外，这足以说明它的不同寻常。天蛊婆婆摇摇头说道：那次蛊神之力爆发，除了7绝蛊的出现，如圣的雕塑就是那时裂开的。
老头子也因此开始苦思如何修复封印，最后把主意打到大凤国运上。古神之力大井喷，七绝骨出现，如圣雕塑裂开，许七安心里一凛，莫名的体会到了脊背发寒的感觉。七绝骨只有本能，没有独立的意识，这点我可以确认，希望是我多想了。就算七绝骨有问题，以我现在的实力也可以轻易压制。如果哪天七绝骨成为我最强手段，那才危险。还好我武道天赋不错。他心里念头闪烁。见他久久不语，天蛊婆婆皱纹遍布的脸庞带着慈祥微笑。还有什么想问的？许七安收束念头，回以笑容。还真有。婆婆那只猴子分身，今日在极渊里都看到了些什么？听到了些什么？天蛊婆婆笑容缓缓收敛，叹息道：怎么看出来的？刺溜许七安喝了一口茶，淡淡道：自我踏入超凡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只记得我天赋无双，功绩显赫，却很少还有人记得我最初是靠什么起家的，靠什么扬名的。白日里不揭穿婆婆，只是不方便罢了。是破案啊。在修为还没有大成之前，他真正引以为傲的是破案能力。破案能力等于逻辑推理加细节观察。他确实不具备监正和许屏风这种级别的谋算，做不到运筹帷幄。但就算是监正，也别想把他当猴子耍。就算是自诩足智多谋的许屏风，许七安也一样让他在回收气运时铩羽而归。这一切都依赖于他强大的破案能力，根据种种线索仔细分析推敲，破解了神秘术士的真正身份，从而做好应对之策。他仅用1年时间，就从一个弱小的谁都能肆意摆弄的容器，成长为超凡境中也是拔尖的高手，成长为其手之一。他一步步解开了神秘术士许屏风的面纱，接下来也会揭开监正的神秘面纱。2位巅峰术士都不能把他玩弄于股掌，何况是天蛊婆婆。婆婆今日来极渊找我，陈述利弊，劝我离开南疆。其实就算我不拿出手串，你也会告诉我如何应对吧。许七安放下茶杯，透过昏暗的烛光望着苍老的天蛊婆婆。您早就做出选择，与我结盟，而非许屏风，对吧？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天蛊婆婆笑了笑，这等于默认了。许七安点点头，继续说道：既然这样，那您接下来的行为就让我看不懂了。您表现得太过中立，既不偏向我，也不偏向许屏风，任由5位首领与我战斗。但其实您知道我能打赢他们，因为我体内的七绝蛊就是您托丽娜送给我的。也就是说，您早知道蛊族和云州无法结盟，与一方结盟就必须与另一方决裂。以您的智慧，竟然没有暗中盯牢葛文轩。葛文轩虽然是个小角色，可他背后的许屏风不容小觑。我都能想到许屏风会有后手，您不可能猜不到吧？所以我认为您是有暗中盯着葛文轩的。什么理由会让你任由葛文轩在极渊胡来，却不阻止？你曾经说过，封印蛊神是蛊族永远不变的目标。我今夜过来，除了七绝蛊，便是想问问这件事。天蛊虽然不像天命师那样可以肆意窥探天机，但多少也能窥见未来一角。面对这样的人物，许七安早就留心眼了。大概也只有丽娜会认为天蛊婆婆是慈祥的、和蔼的老人家，这或许也对，但这绝对不会是天蛊婆婆的全部。天蛊婆婆默然不语，低头缝补衣物。许七安也没催促，自顾自地喝茶。卧房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外的虫子孜孜不倦地叫着。南疆气候炎热，即使是冬天，草木也是绿的，鸟兽也不用过冬，最多是数量较之夏季要少一些。知道这些事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很久之后，天蛊婆婆叹口气，缓缓道：知道那股冲天而起的白光是什么力量吗？许七安摇头，请婆婆告知。你应该听说过她的名头，云州有过她的记载，有过她的庙。天蛊婆婆刚说完，许七安脱口而出：白帝。许屏风何时与这位神魔血意搭上关系了？他心里一沉，涌起不妙的感觉。不当人子明显与这位神魔血意有联系，虽然这不能证明双方是盟友，却有成为盟友的可能。敌人的朋友，那肯定是敌人。之前分析过，云州背靠汪洋，极有可能是500年前那一脉给自己留的后手，起事不成便远走海外。如今再看，许屏风选择云州作为大本营，也许还有这一层原因。他暗中悄悄与白帝搭上了关系。许七安习惯性的在心里分析起来。那白帝是什么位格不清楚，总之不会是超品。他深吸一口气，把发散的思绪收拢，道：婆婆，你继续。天蛊婆婆一边低头缝补，一边说道。他问了蛊神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何时能挣脱封印？蛊神回答他：大时代的落幕里不会缺少他。这是他根据自己对神魔语的了解做的翻译。大时代的落幕里不会缺少他。许七安嘶了一声，心说有些细思极恐啊。蛊神的回答里透露了2个信息：一，大时代的落幕，这指的可能是某件事、某个机遇、某场灾难，不管时代寓意着什么，涉及到的层次绝对很高。超凡境以下
都没资格参与的那种。二，不会缺少他。古神坚信自己能挣脱封印，一个超品不会盲目自信，更何况天蛊部能窥见命运的一角，而作为蛊术源头的古神当然也可以。思考结束的许七安朝天蛊婆婆点了一下头，表示继续。天蛊婆婆接着说道：第二个问题，她问古神道尊在哪里。古神的回复是或许已经彻底陨落。道尊在哪里？这就有意思了啊！一位神魔后裔，海外来的灵兽竟然会主动关注道尊。许七安摸了摸下巴，沉吟起来。所有超品里，道尊是最神秘、年代最久远的强者。他成道年代无法考证，无史料记载，只能推测是神魔时代终结，人族和妖族刚刚崛起的年代。但这段年代的时间尺度是数千年，根本无法精确定位。白帝为何会关注一个毫无存在的感的道尊？他为何又要问古神？古神自神魔时代结束后就在南疆沉睡，1000多年前被儒圣封印。如果古神和道尊有什么交集的话，那应该发生在古神在南疆沉睡期间。另外，古神的回复信息量很大，道尊可能已经陨落。谁能杀道尊？总不能是道尊自己活腻歪了，自我了结吧？许七安问道。婆婆对道尊有什么看法？天蛊婆婆摇头，不知道，不知道，而不是不能说。许七安道，您没有在未来窥探到道尊，你对天蛊可能存在误解，窥探命运的一角，何为一角？天蛊婆婆无奈道，不知前因后果的片面，零碎杂乱的片段，以及无法精准窥探某件事的混乱，限制大且不可控，并非老身想知道什么就能立刻用天蛊去窥探。您这个天蛊和坚正的未来直播间差距也太大了吧？许七安嘀咕一声。那您觉得白帝问道尊行踪的目的是？天蛊婆婆再次摇头，声音温和平缓。第三个问题，白帝问古神守门人是谁？古神的回答是，他原以为是儒圣，后来才知道。许七安等了一下，没等来天蛊婆婆的后续，急道：知道什么？天蛊婆婆无奈道：老身也想知道，可儒圣雕塑的力量阻拦了古神，把他再次封印。许七安险些一口老血，心说儒圣不当人子啊，死了还要给我断章。婆婆对守门人的看法是，她直接询问天蛊婆婆，我不知道守门人是谁，但关于守门人的一切信息都是不可泄露的天机，你与司天间关系匪浅，该明白我的意思。天蛊婆婆回答道，知天机者必受天机束缚。许七安叹息着点头，这是窥探天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天道法则。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抿一口，盯着老人皱纹密布的脸。婆婆之所以纵容葛文轩，是为了利用他，从古神处打探守门人的秘密吧。如果是出于这个动机，那么天蛊婆婆的行为就能得到解释。她早就选定与自己结盟，表现得那么中立，那么置身事外，其实是在等葛文轩去集渊，甚至有暗中帮忙葛文轩进入集渊的举动，比如抹去他的气息，让浑天神境找不到他，又比如帮他清理沿途的蛊虫蛊兽，让他能顺利抵达儒圣雕塑面前。当然，这些只是猜测，也不需要去求证。天蛊婆婆衣服缝补完了，垂手咬断线头，道：是的，夜深了，老身该休息了。许七安道。晚被叨扰了，融入阴影，消失不见。返回立谷部，发现大厅亮着烛光，丽娜和莫桑兄妹俩一人一盆的肉食，正在吃宵夜。两人身上的衣服多有破损，且赤着脚，莫桑胸口残留着血迹，但不见伤口。许七安推测兄妹俩刚刚切磋过，身为哥哥的莫桑挨了妹妹的揍，此时兄妹俩正进食补充体力。莫桑说，你不是说给我拐个大凤公主或者大凤第一美人回来当媳妇吗？中原女人似乎不在你们立谷部的审美点上啊，是关公主和王妃。许七安留心听了一会儿，我给你拐回来了呀，许宁燕身边那个女人就是大凤第一美人。丽娜信誓旦旦地说，生得白就算了，好歹能晒黑的，但相貌如此普通，她是怎么自信到自称大凤第一美人的？莫桑幻灭了，气道，中原的女人果然又白又丑，那些商队在骗我。他从中原来的商队口中得知镇北王妃是大凤第一美人，中原商人说的天花乱坠。莫桑就问他们比我们古族女子如何？中原商人看着南疆的一群小黑皮，诚恳地说，天上的云和田里的泥。莫桑狠狠嚼着食物，愤愤道，我算明白了，原来我们南疆的姑娘才是云，大凤的女人是泥巴。没有，我见过中原的公主，其实水灵得很，就是比我差远了。丽娜中肯地说，那是，你可是我们立谷部的第一美人。莫桑点头赞同妹妹的话。许七安在心里朝兄妹俩拱拱手，返回房间。阿呼阿呼，小豆丁的呼噜声有节奏的响起，凭借强大的目力，他看见愚蠢的妹妹四仰八叉的躺在床上，踢掉了兽皮毯子，右手的手腕湿漉漉一片，似乎刚刚被啃过。床不大，
被小豆丁占了2/3。许七安把他的手脚摆放好，拉上兽皮毯子把兄妹俩盖住，闭眼休息。朦朦胧胧中，他听见了撕心裂肺的咆哮声，这让他一下子惊醒。这一刻，凭借超凡境强悍无匹的元神，许七安清晰地认识到自己还在梦里。第一反应是，巫神教超凡高手来了。能在梦境中对付他这种层次的高手，各大体系里只有4品时称为梦巫的巫师体系。道门虽也有梦中勾魂的法术，但那属于阴神自带的神意，和梦巫相比，属于专业和副业的区别。吼声的余音里，许七安看见了画面。他看见蔚蓝的天空之下，一道陨星拖曳着火光坠向大地。赤红艳丽的火光里是一只双翅被撕掉的火焰巨鸟，火焰鸟随着火焰一起坠落，就如陨落的星辰。而它坠向的大地满目疮痍，横陈着无数的尸体，被挖掉独目、空洞的额头、流淌鲜血的巨人，被斩断舌头、龟壳布满裂缝的玄武，脑袋脱离脖梗的12双手臂巨人，堪比山岳的身躯腐朽，露出嶙峋骨头的巨蛇，只剩下半边身子的黄金狮子，浑身长满肉球，充满恨意凝视天空但早已死去生命的肉球，头颅和身躯分离的9头蛇。这些是许七安曾经在梦中看见过的。诞生于远古时代的神魔，我看见了神魔陨落时的情景。这里只是一场梦，但许七安仿佛听见了自己狂乱的心跳声。画面一转，许七安看见浑身伤痕累累的怪物挪动着堪称山岳的身躯，爬进了深不见底的大裂谷中。这怪物的身躯结构极为惊悚，一根根筋腱凸起，一块块肌肉膨胀，如同一座由肌肉组成的山。肌肉组成山体有一排排的气孔，喷涌出墨绿色的烟雾，缭绕在天空，形成墨绿色的云层。肉山的底部流淌着粘稠的阴影。古神，上次看见古神还是他和国师上床后昏昏沉睡的梦里。与那次相比，现在的古神气息衰弱到了极点，肉山般的身躯遍布伤痕，身边也没有随时随地交配的生灵以及跟随着他的行尸走肉。虽然这只是一场梦，但许七安能感受到古神的虚弱。随着古神进入极渊，画面破碎，许七安于黑暗的房间里睁开眼，察觉到自己的手臂被什么东西啃咬。扭头一看，许灵英抱着他的手臂，一边睡一边啃，浅浅的眉头微皱，似乎是在疑惑为什么啃不动猪蹄。真的够了，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又蠢又馋的妹妹？许七安抽回手臂，捏住许灵英的小鼻子。10几秒后，他揉着眼睛醒来，迷迷糊糊的娇憨模样。你是不是饿了？许七安问道。大哥，我刚才梦到好吃的了。小豆丁手舞足蹈一下，用夸张的语气说。他旋即委屈道，但是我咬不动。你要是能啃得动大成器的金刚神功，你就可以下极渊吃古神了。许七安指着他遍布细微咬痕的右手，看，你的手也被啃了。他的右手还残留着不太明显的牙痕，口水则已经蒸发。许七安估摸着，可能是咬自己手腕的时候有点疼，所以本能的没有下狠嘴。而咬他的时候，许灵英是使出吃奶劲儿的。小豆丁看着自己的右手，果然有咬痕，他大吃一惊，表情夸张的瞪大眼睛。谁要吃我的手啊？是丽娜。许七安说。小豆丁一听，顿时满脸警惕，憋了好一会儿，大声说，他肯定是馋我晚上吃的肉。许七安用了好几秒才理解他的意思，丽娜要通过吃掉他来抢走他晚上吃的那些肉。我刚把他打跑。许七安安慰道。谢谢大哥。小豆丁如释重负，如果师傅要吃他的话，那他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师傅力气比他大。许灵英刚刚晋级，饭量又大了，所以才会觉得又因为贪睡，所以没能饿醒，这才有了一边睡一边啃猪蹄的行为。许七安出门，在厨房里找到一条不知是哪种动物的大腿，切片给许灵英炒了一盘肉。烛光昏暗的房间里，桌边他看着满嘴流油的幼妹，心思却飘到九霄云外。神魔曾经是天地间的主宰，神魔到底有多恐怖，时至今日已经没人能说清楚了，但能从一些神魔后裔的强大中管中窥豹，了解一二。现今雄踞北方的妖蛮、九尾天狐，以及九州大陆上一些强大的灵兽、海外灵兽，这些都是神魔后裔。由此推测，远古时代的神魔绝对强大到让人战栗。后世人族修行者对神魔终结的原因一直争论不休。最广泛、主流的说法是，人族和妖族崛起，打败了纵横远古大陆、主宰天下生灵的神魔。神魔死后，其后裔与人妖两族进行了长达数千年的抗争，最后被消灭殆尽。我所看到的画面里，并没有人类啊，也没有妖族。这些画面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七绝谷传输给我的。而七绝谷多半是古神挣脱封印的手段，换而言之，这些画面很可能是古神的部分记忆。如果不是人类，那什么样的存在能把神魔屠戮一空？古神又是如何幸免于难的？他看起来也被锤得快嗝屁了。许七安想到了守门人，守的是什么门？不，门应该另有寓意。白帝没有问古神神魔陨落的事，意味着他是知道真相的。如果守门人屠戮了神魔，那他为何要多此一问？而古神说
他原以为守门人是儒圣，但儒圣是1000年前的人物，由此可见，守门人应该不是屠戮神魔的凶手。神魔陨落令有原因啊。白帝先问道尊在哪里，得知道尊可能已经陨落，然后才问守门人是谁。这是不是意味着白帝怀疑道尊是守门人？大时代落幕时不会缺少他，这会不会就是儒圣封印所有超品的原因呢？凭借缜密的逻辑推理，他还是得出了一些有用的结论。啊，对了，魏公在遗书里曾经说过，这个世界远比我想象的要残酷。他是否知晓这其中的秘密，或有所猜测？如果是这样，魏公的格局忽然就不再局限于朝堂了。这时，许灵英意犹未尽地舔一舔陶瓷盘，道：“吃饱了。”许七安回过神来，看一眼不用洗的盘子，真的吃饱了。要是再来一盘就好了。许灵英顺着杆子往上爬，够了，晚上不要吃太多。许七安把他拎起来，丢到床上，睡觉吧。可是不吃饱，我睡不着的嘛。小豆丁努力抗争，几分钟后，啊呼啊呼，他睡死过去了。许七安融入阴影中，离开了族长的大院子。睡觉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而非刚需。今天收获的信息量太大，让他没了睡觉的心情。在博山逛了一圈，他找到一处清澈见底的水潭，于是打算泡个澡，顺带浆洗衣衫。今日与古族首领交手，又去了极渊，身上绝不干净。唉，自踏入江湖以来，我的卫生观念越来越差了，经常不洗澡不刷牙就睡觉。虽然卫生对一个超凡强者来说不是那么重要，扑通，他扒掉衣物，跃入水中，清凉舒适，让人精神一振。水潭只到腰部，他站在清凉的潭水中，上半身的肌肉匀称美观，流畅的线条充斥着力量感，但又不是那种夸张的死肌肉。再加上一张俊朗阳刚的脸，即使抛开身上的光环，对女人来说也是一副充满诱惑的身体。啧，一看到许银罗的身子，人家就馋得走不动路了。妩媚的娇笑声从岸边传来，月光下，高挑美艳的女子俏生生地站在岸边，穿着白色裹胸、白色小裤，外罩一件薄纱长裙。她双腿紧致修长，小蛮腰搭配马甲线，裹胸下是鼓胀胀的风情，脸蛋娇媚诱人。你来做什么？许七安没好气道：我虽然答应陪你3个月，但不是现在。栾玉掩嘴轻笑，抬手在香间拂过，拂落薄纱长裙。他慢慢走入水潭，冰凉的潭水漫过修长双腿，漫过小蛮腰。他走到许七安面前，抛着媚眼。白天吸收了纯烟那小贱人的情毒，情毒积累，有些心痒难耐，就特别想许银罗。确定养的是心吗？许七安冷冰冰道。你回去吧。栾玉抿着红唇，撒娇道：你们男人就是喜欢口是心非，若不是为了与我私会，你来此作甚？别告诉我你察觉不到我的跟踪。许七安叹息一声，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与你私会，是另有其人。栾玉脸色微变，是纯烟那小贱人。许七安摇头，你往后看。栾玉狐疑地回头看去，月光下，水潭岸边不知何时站着一位羽衣女子，她头戴莲花冠，背着一把古剑，右手臂弯里搭着拂尘。她五官艳丽绝伦，倾国倾城，眉心一点朱砂，衬出清冷仙气。一阵夜风刮来，羽衣翻飞，仿佛随时会成虚飞声。此人竟能无声无息侵入自己5丈之内。栾玉柳眉倒竖，喝道：你是何人？他眼神里透着忌惮，但身边有许七安在，因此有充足的底气。骆玉衡的笑容便如水潭一般冰凉，眸子更是清冽。要你命的人！刹那间，整片天地被剑气盈满，从4面8方斩向栾玉。叮叮叮，细如牛毛但密集如雨的剑气被一层金光挡住。许七安撑开金刚神功的气罩，挡住了骆玉衡的寒怒一击，让栾玉躲过了变成万箭穿身的危机。国师，他是古族琴鼓部的首领，也是大凤的盟友，手下留情。许七安忙说道，又扭头向栾玉解释，他是大凤国师，也是我的道侣。骆玉衡轻飘飘地睨他一眼，似是不屑，但收了满天剑气。走吧。他推了栾玉一把，将他推出水潭，一路飘向远处。骆玉衡没有阻拦。赶走电灯泡，许七安嬉笑道，来南疆办事，距离大凤有些远，一时联络不上国师。骆玉衡面无表情。我去青州找了孙玄机，他说你在南疆来南疆后，凭着对护身符的感应，一路寻到这里。许七安盯了他许久，道：国师似乎能收拢业火了。骆玉衡颔首，业火相较上月减弱了些许，所以能压制到现在。许七安连忙道贺，恭喜恭喜，国师距离陆地神仙又近了一步。道门一品叫陆地神仙。骆玉衡这才露出一点笑意，雪莲花一下子变得明媚起来。他环顾周遭，微微蹙眉。南疆蛮夷之地，寻不到客栈，我带你返回中原吧。双修需要仪式感。许七安左顾右盼，笑道：
这里就很好，荒无人烟，没人打扰。骆玉衡俏脸如照寒霜，冷冰冰地看着他。许七安走到岸边，拉扯他的广袖，骆玉衡扯回来，冷着脸不说话。许七安又拉扯过来，骆玉衡又扯回去。一番纠缠后，骆玉衡皱着眉头，半推半就的就被拉下水了。松山县城头，许新年身穿戎装，手持火把，行走在遍布裂痕和坑洼的马道上，逐一清点着守城军备。民兵三三两两地聚在城头，忙碌地修补着残破的城墙。松山县南临险峰，地势极高，城墙也要比寻常县城高耸。西边有一条松河，是天然的工事，阻断了敌军的大规模集结，因此需要严守的是东城门和北城门，这是松山县的天然的地理优势。此外，松山县在漕运囊括的地区里贸易发达，加之土地肥沃，钱粮富足，粮库储备丰厚，以上几个原因让它成为杨公布置的第二道防线中最为重要的3座城池之一。许二郎被杨公伟以重任，负责坚守松山县。城在人在，城亡人亡。他当时是这么回复的：昨日叛军6000兵马兵临城下，与守城的驻军展开激烈交锋。叛军火炮营拉出40架火炮，和城头上的12架火炮对轰，部族则在火炮的掩护下展开了攻城。双方打到黄昏，叛军丢下800具尸体撤退，而守军损失300人。你说那群龟孙子会不会趁夜袭击啊？身后传来漫不经心的声音。许二郎回头看一眼，说话的是个外貌普通的年轻人，一手拎着刀，一手拿着烙饼。他走路姿势吊儿郎当，穿着遍布刀痕的轻甲。夜袭在攻城战中纯属昏招。许二郎淡淡道：苗兄不必担忧，你凭什么如此笃定？苗有芳不服气，拄着刀，嚼着窝窝头。我就喜欢夜里偷袭别人，因为夜里要睡觉，是最松懈的时候。许新年拍了拍脚边装满火油的木桶，笑道：我们的油不只是为了烧死敌军，在晚上它还可以用来照明，用投石车把他们投下去，火光一亮，士卒们站在城头上就能把下面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而敌军却看不清城头射去的箭来多少人都是送死。你这一招只适用于开战前先发制人的偷袭，但现在是双方都有准备的攻守战。苗有芳心里觉得这个读书人说的有理，想了想，眼睛一亮，那如果对方派出高手呢？许二郎默默看着他，我下令让军中高手夜巡，防备的是什么？苗有芳服气了，竖起大拇指，不愧是许银罗的弟弟，有乃兄之风。许二郎嘴角轻轻抽动，心说你也和我大哥一样，有粗鄙之风。他知道苗有芳是大哥的跟班，上次大哥回京，两人有过几面之缘，在他奉命驻守松山县前夕，苗有芳突然找上门来，要跟着他打仗。许二郎问：是不是大哥派来的？苗有芳摇头说：保家卫国，大丈夫所为。一位五品化境的武夫主动投靠，身份也没问题，军方当然欢迎至极。于是苗有芳就随着他来了松山县。不过守军中高手太少，竟然只有1个4品。苗有芳摇头，4品高手都是身居高位之辈，数量自然稀少。许二郎回应：稀少吗？我随着许银罗南征北战，4品境界的杂鱼都看不上。苗有芳神气地说：你也知道那是跟着我大哥。许二郎双手撑在女墙上，缓缓道：对我来说，朝堂诸公也不稀罕，满殿都是。但苗兄见过几位飞袍啊？大哥现在涉及的层次，所面对的对手必然是某势力的最高层，而大势力的高层自然是九州最拔尖的那批人。4品当然也就不稀罕了，但在一个青州，一个小小的松山县，4品就是高高在上的人物。松山县的守军中，只有一位4品指挥官与许二郎同级，那位指挥官负责镇守北城门。许二郎不打算在这个话题上纠缠，吸了一口寒冷的夜风，道：我记得大哥说过，你的目标是成为闻名天下的一代大侠，但在战乱之地，你行侠仗义的好事很难传播，因为你今天救的人可能明天就死了。流民百姓们不是被大奉军救，就是被叛军救，就像货物一样颠来倒去，他们不会刻意去记某个帮助过他们的侠客。要当大侠得去太平的地方，随便一个劫富济贫，江湖上就有你的传说了。对于许新年的问题，苗有芳挠了挠头，想了好一会儿。大侠我肯定是要当的呀，但本大侠正值韶华，早几年晚几年都不碍事，可大奉已是垂垂老矣，若是不能为他续命，那就真要改朝换代了。其实就我本人来说，皇帝由谁做关我屁事，但对黎民百姓来说，这是一场劫难。青州如果守不住，战火会烧到北方，一直蔓延到京城，沿途数万里河山全部化作焦土。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把叛军压在青州，把战乱止于青州。许新年有些意外，笑道：苗兄真是让我刮目相看，江湖之中如你这般爱国爱民的侠义之士少之又少啊。苗有芳耸耸肩：不，
其实我对大凤朝廷没什么好感，只是我与许银罗分别时，他对我说过一番话。他之所以培养我，指导我修行，是因为当年有个人给了他机会。所求所愿，也仅仅是希望他将来能成为对朝廷、对百姓有用之人。许银罗做到的，没有辜负那人的期望，所以我也不想让许银罗失望。大哥没看错人啊！许二郎默默点头，刚想说话，便听身边的苗有芳脸色一变，喝道：“敌军推着火炮过来了！”许新年心里一凛，凝神眺望，夜色深沉，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知道苗有芳是五品武夫，目力远胜常人，所以没有去质疑，大声吼道：“擂鼓！火炮预备，床弩预备！”靠着女墙休息的士卒，穿着轻甲躺在马道上睡觉的士卒纷纷惊醒，他们有条不紊地行动起来，填装炮弹和弩箭。苗有芳推开一位火炮手，亲自校准角度，点燃引线。轰隆，一团火光膨胀开来，照亮了远处，让城头的守军们可以清晰地看见趁着夜色推动火炮靠拢的敌军。爆炸的火光还没消退，城头的床弩和火炮接二连三地开火，向敌人倾泻火力。守城军的优势立刻凸显出来，城头的火炮因为居高临下的缘故，射程比敌军的火炮更远。敌军想轰炸城墙，就必须先接受守军火力的洗礼。苗有芳把火炮交还给炮手，侧头看向许新年，怒道：“你不是说敌军不会夜袭吗？”“啊，你说什么？”许二郎掏了掏耳朵，大声道：“炮声太响，我听不见。”苗有芳爆了句粗口，心说读书人的脸皮果然不比武夫的铜皮铁骨弱。这时，敌军的火炮队在损失3架火炮、2架车弩后，终于突进到了射程范围内，密集的火炮声当即响起，轰轰轰不绝于耳。一团团火光在城墙、城头不断爆炸，期间夹杂着车弩轻跃的弦声。床弩的破坏力远不及火炮，不管是对城墙的破坏，还是对士卒的杀伤力，都要逊色于火药的爆炸。但车弩、床弩的一项作用，让它始终与火炮并列，不曾被淘汰，那就是弩箭单对单的杀伤力。火炮或许杀不死铜皮铁骨的武夫，但弩箭的破甲之力能重伤杀死军队里的高手。陷入战场的武夫，危机预感会变得麻木，因为战场上危机无处不在，这会让武夫容易忽略可怕的弩箭，无法提前规避。运气好，能杀死或重创敌人中的武夫，就是大赚特赚的好事。双方对轰的过程中，1000余名穿着藤甲的部族抬着攻城锤、梯子、盾牌等工具展开冲锋。这些部族是云州叛军聚拢的流民，专用来消耗守城军的火力。2名护卫举着盾牌护在许新年身边，而他本人则在城头不停奔走，指挥作战。大人，先下去吧，万一被火炮危及到您，得不偿失啊！护卫大声劝道。相比起我个人安危，军心更加重要。许新年单手按剑，来回奔走，指挥着士卒补位，指挥着民兵清理尸体、救治伤员。这些事不是非他不可，却又非他莫属。身为松山县最高指挥官，他只要站在城头与士卒并肩作战，守军们就永远不会动摇攻防战，一直持续到后半夜，敌军抛下一地尸体后溃败撤离。南疆水潭边，骆玉衡披着雨衣，坐在岸边光洁的石上，屁股底下垫着许七安的袍子，雨衣下摆，探出银白匀称的小脚，浸泡在冰凉的潭水里。他脸颊红晕未退，妙目微眯，不知道是在享受清凉的潭水，还是春潮汹涌后的余韵。许七安站在水潭里，伸手捞起洁白的绣莲花图案的肚兜，拿在手里把玩。骆玉衡比潭水还要清澈的眼波扫了他一眼，闪过不易察觉的羞赧。许七安指肚摩挲着材质顺滑的肚兜，回味着方才细腻柔软的触感，笑嘻嘻道：“国师，你会怀孕吗？”骆玉衡眼神一冷，脸颊却泛起红晕，白玉般的脚丫子一踢，哗啦，水花宛如世间最犀利的剑气，劈头盖脑地撞在小银罗脸上。许七安面皮火辣辣的疼痛。骆玉衡冷哼道：“你我之间只是交易，我借你平息业火，你可借我战力？子嗣之事，想都别想。”说完，见他盯着自己小腹看，羞怒之情愈重，嘴上硬得很，双修时却比上次要配合也更熟忍。许七安心里嘀咕：一个女人喜不喜欢你，喜欢的有多深，双修时是能感觉出来的。别看骆玉衡嘴硬，但与他双修时已不像最初那般抗拒，对他真的没半分情意，可做不到欲拒还迎。你和木南枝还真是好闺蜜，嘴上不承认，身体却很老实。许七安厚着脸皮说：“我这不是担心自己哪天被宰了，好歹还有香火留下吗？”说正是，这次来南疆，发现一桩大秘密。当下把天蛊婆婆告诉他的蛊神白帝问答经过，详细告知骆玉衡。听完，骆玉衡精致修长的眉毛轻蹙，沉吟许久，弄清楚3件事，你便能知晓3个问题背后各自隐藏的秘密：一、远古神魔陨落的原因；2、天地人3宗修行之法的结证；3、
古神为何会认为儒圣是守门人？三件事分别对应大时代落幕、道尊行踪、守门人是谁？骆玉衡趁机抬手把肚兜抢了回去，放在身边，然后拢了拢雨衣。毕竟他身上就这一件衣服。为了防备许七安抢夺，他语速飞快地说道：神魔时代距今过于遥远，没有线索可循，但你若能与白帝、古神对话，便可知晓内幕。我不建议你去尝试，现在的你还没有和这两者平等对话的资格。道门的问题，待我晋升一品，会去一趟天宗，届时等我消息便是。至于守门人，你可以问一问赵守或监正，此二人，一个是儒家体系的继承者，一个可以窥探天机。不愧是国师，冰雪聪明。许七安竖起大拇指。骆玉衡表情清冷，但眼神里蕴着笑意。对于一个身居高位、性格强势的女人，最吃这一套，当然必须得是许七安的奉承才行。因为他是骆玉衡名义上的双修道侣，其他男人再怎么奉承，也撩拨不到他的爽点可惜。知天机者，必受天机束缚。监正即使知道，也无法告诉我。许七安惋惜地摇头。罢了，此事不急，青州战事才是燃眉之急。国师刚从青州回来，那边战况如何？骆玉衡道：不曾留心关注。想了想，补充道：你堂弟四世被派去镇守嵩山县了，此处是杨公第二条防线中至关重要的据点之一。他的意思是，青州战事暂时稳定，但许二郎会有危险，这叫不曾留心关注。国师，你也太傲娇了吧，明明就关注我的家人嘛。许七安心里吐槽着，表情微微沉重。九尾狐快返回大陆了，南疆的妖族也在集结，我必须要保证南妖的造反能成功，这样才能拖住西域佛门。青州战事恐怕无法插手了。青州输赢会影响这场战争的胜负天平，但南疆的战事更重要。如果南妖不能夺回10万大山，就无法牵制佛门。而一旦让佛门腾出手配合云州，就不是影响胜负天平而已，而是大凤直接 GG， 可以让古族派兵增援青州。骆玉衡道：给青州一个惊喜。许七安颔首。古族的超凡虽然不能离开，但七部的族人可以参战，新谷、独谷、尸谷可是战场上的宠，暗谷更是顶级的刺客，这应该能大大缓解青州的压力。嵩山县瓮城里，许新年听完副将的伤亡汇报，无声地吐出一口气。下去吧，让将士们留心些，不要给敌军的高手趁夜袭击的机会。2次攻城战下来，敌军的精锐保存完好，死的都是些流民组成的杂军。云州军的主将是个聪明人，懂得用流民的命来消耗守城军的炮弹和弩箭。此外，他们还让高手混在杂军中，伺机攀上城墙大杀一通，破坏守城的床弩、火炮。敌军主将是个聪明人，但夜袭又显得格外愚蠢。许二郎看一眼身边的苗有芳，道：有些奇怪。苗有芳完全不懂，耸耸肩：有什么奇怪的？我觉得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趁夜里不被偷袭。夜里攻城的弊端，方才我与你说过了，一个成熟的将领不会这般冒进，除非他有必须短期内攻下嵩山县的实现。许新年冷静地分析：反正我只负责杀敌，动脑子的事我绝不参与。苗有芳先表明立场，然后开始吹牛皮：我可能没跟你说过，当日在南疆10万大山，本大侠协助许银罗杀入佛门重地南法寺，与众佛门高僧死战，最后力挫佛门2品的阿苏罗，为南妖的起事奠定基石。今日有我助你，你可以放100个心。许新年看他一眼，缓缓道：在青州城的时候，我见过袁护法了，他与我详细说了10万大山的事。牛皮被戳破的苗有芳表情一僵，旋即龇牙道：那是只讨人厌的猴妖。对此，许新年由衷的认同，君子所见略同。两人默契地斜了对方一眼，仿佛在说：看来你也经历了让人尴尬的场面。这时，一名士卒匆匆进来，大声禀告：许大人，敌军射来一封剑书。许新年目光微闪，镇定道：呈上来。苗有芳当即起身，从士卒手里接过剑书，递给许新年。后者拆开阅读，看完冷笑了一声：上面说什么？苗有芳忙问。许二郎淡淡道：敌军主将是个叫做浩然的，他说3天之内破城，斩我头颅，送给我大哥当见面礼。东城门10里之外，云州军营帐，篝火熊熊，一顶顶帐篷寂静无声，士卒们早早的睡下，披坚执锐的甲士来回巡逻。更外围还有斥候巡视。军帐外，一身甲胄、体格魁梧的卓浩然亲手斩掉了抓获的大凤军斥候。他舔了一口沾满鲜血的刀背，狞笑道：想不到负责镇守嵩山县的是许七安的堂弟，待我攻破嵩山县，斩下那厮头颅，一定好好保存，派人给姓许的送去。副将赵田沉声道：根据这斥候的交代，那许新年是云麓书院张慎的弟子，精通兵法，不可大意。他深知卓浩然跋扈的性子，立刻补充道：不过以将军的神勇，
破城指日可待。大将军若是知道您斩下许新年的头颅，定会嘉奖。卓浩然颔首，传令下去，斩许新年头颅者，赏白银1000两，封百户。次日，许七安入定中醒来，看见一位如同丁香花般结着哀愁的女子。她美则美矣，哀愁的气质却能让人忽略了她的美貌，让人忍不住想走入她的内心，倾听她的哀愁。许郎，你醒了。骆玉衡柔声道：是你啊，小哀。许七安松口气，七情之中最难缠的是欲、怒、3个人格。怒人格相对较好，就是脾气暴躁了些，一言不合发脾气，动手打人。欲人格是许七安最畏惧的，这意味着他一天24小时都是运动模式，消耗极大。恶人格没经历过，上回恶人格是最后一位出场，骆玉衡早早把他赶走了。根据小姨这般忌惮的表现，许七安推测恶人格就是宫斗戏里恶毒的皇后之类。只要不出现这3种人格，其他人格许七安都无所谓。小安很多愁善感，总觉得自己年纪可以当情郎的妈了，有些惆怅。国师，你便如朝阳一般美丽，让人沉醉。许七安像呵护娇花一样呵护着脆弱敏感的小哀。小哀露出羞喜之色，低声道：许郎不必叫我国师，唤一声玉衡便是。来了来了，你又来社死了。许七安打了个寒战，心说何必呢，回头等你回复了，又想着提着剑砍我。极渊外围，原始森林边缘，以天蛊婆婆等超凡首领为首，7部的4品高手齐聚在原始森林边缘地带。古族众人心头沉重，蛊神之力大井喷，往往意味着可能会诞生超凡境的蛊兽。一头神智错乱的畸变怪物，且是超凡境，它所象征的是杀戮与破坏。古族历史中死于超凡蛊兽的首领并不少，可以说超凡蛊兽是古族首领们拼上性命处理掉的。蛊神之力相较于平时浓郁了数倍。说话的是尸蛊部的4品长老，他身边带着3名气息浑厚的行尸傀儡。不提诞生超凡4品层次的蛊兽蛊虫数量会在短期内暴增，若是疏忽大意，我等很可能会有陨落风险。毒蛊部的长老说这些话的时候，是看着厉蛊部的6位长老的。大长老骂咧咧道：你瞅啥瞅，老子杀过的蛊兽比你吃过的肉还多。嘴上不服气，大老张的眉头却没松过，始终紧皱。蛊神之力爆发的次数不多，他们人生中只经历过2次，任何一次都无法与昨日的动静相比。经过一夜的吸收和消化，极渊附近的蛊虫蛊兽们恐怕已经初步蜕变。强大还不是关键的，主要是极渊周边的原始森林广袤无垠，很难做到地毯式搜索，一旦有疏漏，可能就给了未来超凡蛊虫喘息的空间。幸好有许银罗帮忙，他是武夫，擅长杀伐，有他助阵，如虎添翼。厉蛊部的2长老说道。各部长老们微微点头，即使是不喜欢中原人的毒蛊、尸蛊和禽蛊部，也得承认2长老说的是事实。如果有术士帮忙就好了，炮轰极渊能省很多事。或者像道门仁宗这种能驾驭剑阵的体系。天蛊婆婆身边一个中年人说道。正讨论着，众人看到一道金光御风而来，那是脑后燃着火环的许银罗，而他身边有一位御剑飞行的女子，脚踩飞剑，穿着雨衣，手挽拂尘，眉心的朱砂尤其引人注目。看到御剑女子的刹那，古族男子都是一愣，继而流露出痴迷之色。理智告诉他们这是个白净的中原女子，但眼睛告诉他们这就是世间最美貌的女子。他们从这位女子身上看到了自己所钟情的那一款。许七安降落在地，朝着天蛊婆婆等人颔首道：这位是仁宗道首大凤国师。仁宗道首除了天蛊婆婆外，所有人都诧异地盯着骆玉衡。没记错的话，当今仁宗道首是2品强者。我特意请来一起清理蛊兽的。许七安又道：有人宗剑修参与，清理蛊虫蛊兽会容易许多。厉蛊、新蛊、天蛊、暗蛊几个部族的长老眼睛一亮，由衷的欣喜。而毒蛊、禽蛊和尸蛊3个部族的长老或沉默或尴尬，因为他们内心里对许七安是敌视的，因为他代表的是大凤王朝，为什么要对仇人以礼相待？这是他们共同的心声。但现在见到许七安为了帮助蛊族清理蛊兽，竟把远在大凤国都的仁宗道首请了过来，这份诚意和善意让他们无论如何也说不出狠话。能把大凤国师请到南疆来，想必是耗了天大的人情吧。3部的长老们心想，能把仁宗道首请来，肯定用了天大的人情吧。大长老感慨道。其他部族的人会把疑惑放在心里，但厉蛊部的人向来是有话直说。许七安看一眼骆玉衡，哦了一声：无妨，国师是我的道侣。这句话说出口，许七安看见在场20余人，表情一下子变得很古怪。仁宗道首是他的双修道侣，天杀的，如此绝色美人被这粗鄙武夫拱了。许银罗不愧是大凤第一武夫啊，在中原的底蕴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厚。哼，抢我男人！各种各样的念头在众人心里闪过。
天谷婆婆朝骆玉衡颔首示意，道：“出发吧。”有了骆玉衡相助，清理蛊兽的行动变得轻松而快速。一位即将渡劫的剑修，他能爆发出的杀伤力让蛊族众人刮目相看。到了黄昏，许七安与蛊族众人退出极渊，返回部族。他没有随龙图返回立蛊部，追上天谷婆婆，道：“婆婆，借一步说话。”天谷婆婆拄着拐杖，与他并肩行了一段路程。老人眉目慈祥地问道：“请援兵的事？”许七安点点头。天谷婆婆缓步前行，沉吟道：“秦蛊、毒蛊就算了，两个部族对大凤的成见太深，非一朝一夕能改。倒是尸蛊部可以争取，为渊于游师来说有杀父之仇，其族人倒是没那么仇恨大凤。暗蛊部因为习性的原因，只比立蛊部稍稍好一些，但也缺物质钱粮，日子过得清贫。你可以从这方面入手。习性的原因，他们是不是一天到晚都在玩捉迷藏？”许七安忍住了，没吐槽。新蛊部的族人比较理性，纯烟对你似乎挺有好感，好好商量，难度不大。立蛊部许以粮食便可，族人好战，不惧牺牲。天蛊部不擅长战斗，观星象之术，术士亦可，便不用惦记着我们了。多谢婆婆。许七安拱手。问清楚各部的地址后，他与骆玉衡返回立蛊部。国师进入房间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门窗贴上符箓，隔绝内外。而许七安则把许灵英送到丽娜房间去。啪啪啪，烛光昏暗的房间里，南疆气候炎热，蚊虫恼人。许七安替国师拍蚊子，一直拍到深夜。次日，朝阳刚刚升起，许七安趁着国师未醒，前往暗影部。暗影部坐落于极渊西南边，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镇子，3米高的土墙围着镇子，背靠群山，镇外一条小河潺潺流淌。镇子人口有7000左右。这当然不是暗影部所有的人口，蛊族在南疆繁衍数千年，发展出许许多多的小部落。这座大镇周边分散着许多小村庄。许七安一路阴影跳跃，来到暗影部时，朝阳已经高高挂起，镇外的河水染上一层瑰丽的金红，静谧流淌。镇子里静悄悄的，就像一个明明充满活人气息的乡镇，突然人口集体消失，死寂中透着诡异。他转头四顾，看见一个穿南疆服饰的孩子坐在家门口啃着窝窝头。家里大人呢？许七安靠拢过去，说话的时候，他审视着小男孩，衣着朴素，手里的窝窝头似乎就是他的早膳。小男孩茫然地看着他，显然没听懂中原官话。这时，门口水缸边的阴影里爬出来一个年轻男子，穿着青色和蓝色相间的服饰，脸色惨白，头上缠着青色布巾。是许银罗吗？年轻人恭敬地说道。你是他的父亲？许七安反问。我是巡逻队的，您一进镇子，我们就注意到您了。首领有交代，如果许银罗到访，就带您去见他。年轻人说完，看着孩子，他的父母都藏起来了，不够2个时辰是不会出来的。说的我瘾头也犯了，忍不住就想藏一藏。许七安点头，语气平静。带路吧。走在静悄悄的小镇上，偶尔会看见几个孩子在空旷的街道上瞎逛，或脱掉裤子在街边尿尿，但很少见到成年人。许七安推测，这些孩子能力还弱，不需要每天把自己藏起来以缓解暗蛊的副作用。等将来他们长大了，能力提升了，就会变得和父辈一样，天天躲在犄角旮旯里。难道天蛊婆婆说暗蛊部的经济状况不好？能好才怪了，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无意义的躲猫猫上。许七安心里嘀咕，他刚得到7绝蛊时，只觉得暗蛊的副作用很麻烦，每天要抽时间把自己藏起来，一藏就是1-2个时辰。没有联想过，如果一个种族的人都这样，其实是一种灾难。其实晚上也可以藏，没必要非得白天。许七安说道。巡逻队的年轻男子连连点头。晚上当然也有人藏着，不过大多都是未成家的。成家的晚上可没时间。另外，层次越高，藏身的目的就不只是消除副作用。您也是暗蛊大宗师，您应该明白，副作用是暗蛊最基本的需求，想增长修为，培育暗蛊，还得主动藏身阴影，感悟暗蛊之力。说话间，他见许七安目光瞄着自己脚下的阴影，便笑道：您没看错，巡逻队的其他人都藏在我当下阴影里。神他妈当下阴影，你们暗蛊部的人都活在当下吗？许七安一口槽差点就忍不住吐出来。穿过一条条安静的小巷，两人接近了镇子中央，这里的人烟稠密许多，三三两两的行人穿梭在空旷的街道上，两侧还有店铺。许七安看见这些行人里有中原人，有南疆人，穿着破败的布衣，不比中原流民好多少。主要是这些行人大部分体内都没有暗蛊，他们是奴隶，有的是从中原抓过来的，有的是一些不讲规矩的南疆部落，被我们清剿了，人口由7部平分。巡逻队的年轻人说，这些奴隶是我们族中宝贵的劳动力。许七安沉吟片刻，道：蛊族常常与中原商队进行人口贸易吧？人口贸易4个字让年轻人愣了好一会儿才理解，道：没错。
中原的商队知道我们缺人，常常往南疆送人，换一些南疆独有的草药、木材、矿石等等。而那些人口多半是拐骗来的。许七安想到了柴家先祖，那位先祖年幼时全家被仇人灭门，自身也被卖到南疆尸骨部当奴隶，后来不知怎么逃回了中原，在襄州老家开宗立派。对了，还得问游师索要地图，柴家老祖的那半张地图就在尸骨部。这时许七安看见了一座大宅，匾额上写着南疆的文字，这里便是首领的府邸。许银罗请进。踏入大宅，许七安扫了一眼大院的布局，一条青石铺设的道路通往内院，道路左侧摆着一只水缸，盖着木板，右侧则是一个个口径狭小的深坑，坑里缸里全藏着人。许七安收回目光，跟着年轻人继续深入，走了一会儿，半个人影都没看见。直到他们进入内厅，许七安才看见穿着黑衣的暗谷部首领影子坐在主位，手里捧着一杯茶。他常年不见阳光，因此有些苍白的脸庞露出些许笑容。茶已备好，许银罗请坐。见客奉茶，这是中原的礼节。待许七安入座后，他又道：稍等，我已派人去请长老，出兵之事非我一人能决断，这是昨日战斗时便已经初步谈好的事。半盏茶的时间，8道阴影从桌底钻出，于内厅中化作或中年或老年的8位长老。首领已经和我们说过，许银罗想请暗谷部族人北上，协助大凤对抗云州叛军。白发苍苍的老人似乎是大长老，语调缓慢地说道：倒也不是不行，就看许银罗能出什么价。许七安抿一口茶，道：战事平定后，大凤每年向暗谷部岁赐白银5万两，绢5万匹，粮草3万石，只给5年。几位长老微微动容，用南疆话交头接耳起来：5万两白银可以把我家房间堆满了呀，5万匹绢能让我们暗谷部族人都穿上漂亮衣服，粮草更重要啊，我们族人一直没时间狩猎和耕种。白发苍苍的大长老用力咳嗽一声，打断了长老们的窃窃私语。庆幸许银罗听不懂南疆话，不然他讨价还价的底气就被这几个没出息的败光了。大长老摇摇头：可若是大凤败了呢？我们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许七安面不改色：大长老想怎么加？爽快。大长老点点头，沉声道：加1倍。爽快。许七安默默起身，拱手道：我还得去一趟新谷部，不打扰诸位了，告辞。影子的手动了动，但忍住了。眼见许七安走到厅门口，他叹口气说道：白银6万两，绢5万匹，粮草5万石，给6年。作为回报，我族派遣800名精锐族人参战，放心，都是绝对的精锐。古族虽然全民皆兵，但刨除老弱妇孺，再刨除普通族人，800名精锐确实不少了。许七安停下脚步，笑道：成交。他来之前已经与怀庆沟通过，从他那里获取岁赐的合理范畴。毕竟许七安不是读史的，对于这玩意没什么研究，不知道岁赐的市场价。影子提的要求在合理范围内，影子吐出一口气。暗谷部的精锐战士们会竭尽全力助大凤剿灭叛军。至于许七安能不能代表大凤朝廷，影子和长老们没有怀疑。此人身上不但顶着大凤第一武夫的名头，同时还是国师骆玉衡的双修道侣。他说的话在暗谷部看来，比中原皇帝的金口玉言还可靠。过段时间我会让朝廷送来文书，作为大凤和古族结盟的凭证。许七安道。影子微微颔首。离开暗谷部，许七安御空飞行，半个时辰后来到了新谷部的地盘。此地鸟语花香，飞禽走兽遍地。新谷部的房屋建在茂密森林中，一座座楼阁掩映在碧绿的枝叶间，人和兽类和谐共处。少女骑着斑斓巨虎在山野间欢快游玩，田野间充当矗立的是各种各样的巨型生物，灵活小巧的长尾猴子拎着竹篮漫山遍野的采摘果子。突然，许七安看见下方的密林中冲起遍体鳞片的巨兽，山洞魔异，载着一名年轻的新谷族人在他身边盘旋。许银罗，首领让我来接待您。年轻的巡逻队员毕恭毕敬，说着不太标准的中原官话。许七安嗯了一声，他选择御空而来，便是主动暴露，让纯烟察觉到他。那年轻的新谷部族人驾驭着飞兽朝林子里降落。这只飞兽不是雌性，看来骑士是个正经的骑士。许七安心里没来由的浮现这个念头，跟随巡逻员来到山峰南侧悬崖边的一座阁楼前。阁楼边有一株亭亭如盖老松，枝上松鼠嬉戏，松下白猿啼叫。阁楼外几只长脚黑羽的大鸟低头啄食，见到陌生人到来，惊慌的振翅飞起。穿着蓝色长裙，耳垂缀着2条赤色小蛇，眉眼艳丽的纯烟站在阁楼外，面带浅笑。纯烟首领。许七安回以微笑。两人进了阁楼，在1楼大厅入座。身为新古师的许七安立刻察觉到了躲藏在角落里的各种毒虫毒蛇以及小兽，这里遍地都是的蛇虫鼠蚁，飞禽走兽，有没有给许银罗亲切感？纯烟半开玩笑地说道。
忍不住就想把他们都召集出来，一起跳广场舞。许七安笑道：“确实让人流连忘返，倍感亲切。”简单的一句话，仿佛拉近了双方的距离。纯烟杏眼里眼波荡漾，感慨道：“但与兽类过于亲近，也容易迷失在其中。”你是指与兽类进行前俯后仰运动吗？许七安脸上泛起没有丝毫偏见的笑容。这是他们的个人选择。纯烟定定地望着他，见他确实没有偏见，笑容温柔了几分，道：“族中规定，但凡与兽类有过逾规越矩的，便不得再娶妻嫁人。这既是震慑族人，也是尊重他们的选择。”许七安接着说道：“忍住来自本命骨的冲动，有助于磨砺意志；而若是沉沦本能，则有利于心骨的修行。不得不说，是把双刃剑。”心里打定主意，在南疆期间，不把小母马放出来，让他好好留在浮屠宝塔里，不然他担心被心骨部的人给偷走，或者被力骨部的人给吃了。见交谈还算愉悦，许七安道明来意，给心骨部开了与暗骨部相同的条件。纯烟思考片刻，道：“心骨部不缺粮草，我希望把粮草换成布帛、茶叶、瓷器以及盐铁。对心骨师来说，吃肉根本不成问题，耕种方面也可以驱使兽类充当处理。”没问题。许七安应允。交易达成，纯烟笑容扩大，问道：“那么许银罗想要什么兵种？”心骨师最擅长的是御兽，中原缺少强大的兽类，且分散各地，很难直接投入作战。合理的办法是从我心骨部直接征调过去。许七安深表赞同。纯烟首领有何建议？中原不比南疆，毒虫猛兽遍地，城里全是阿猫阿狗，山里倒是有不少兽类，但很难保证战场边缘就有丰富的兽群可以支配。而普通兽类作用不大，比起南疆的异兽，战斗力不在一个层次。纯烟说道：“心骨部有异兽骑兵和飞兽军两大兵种，我个人建议许银罗选择飞兽军。异兽骑兵行军缓慢，成群结队前往青州，最少要1个月。一路上人吃兽嚼，食物就是个大问题。到了青州后，食物依旧是大问题。大凤寒灾汹涌，本就缺粮，而异兽骑兵只食肉，不吃谷物。飞兽军虽说也只食肉，但行军速度快，最多6天就能赶到青州。沿途可以让族人自行寻找食物，这对我们心骨师来说轻而易举。从作战能力来说，大凤不缺骑兵，但飞兽军却寥寥无几，只有山海关战役中大放异彩的赤尾猎鹰。然而因为国力日渐下滑，养不起赤尾猎鹰，朝廷已经把他们贩卖给雷州当地的商会和豪门望族了，只保留极少数的飞兽军数量。许七安内心叹息，心骨部能给多少？部族里只有1200头飞兽，最多给大凤500。成交。纯烟知道许七安还有事，没有多做挽留，送他出了阁楼。许七安的下一站是尸骨部，骨族7部中，天骨不善战斗，排除；独骨族人与大凤仇恨太深，排除；秦骨部的催情气体不分敌我，同时对大凤仇恨极深，排除。所以他要的是力骨、暗骨、心骨和尸骨4大部族，其中尸骨部的作用最大。虽然尸骨部操纵尸体需要子骨，无法像巫师的控尸术那样成批成批的操纵尸体汇成大军，但尸骨部的行尸胜在质量高，战力强。而一队战力高的敢死队在战场中能发挥的作用相当可观。尸骨部的情况和许七安预料的有些差距，他原以为尸骨部的大本营类似于传说中的幽都鬼城，但其实尸骨部的大本营是各部里最气派的，足以和天骨并列。这简直是一座小城，10块垒起高高的城墙，呈方块状。城中的建筑风格与大凤相近，砖块和木材组合，城中人来人往，贸易颇为发达。唯一诡异的地方是，抬轿的轿夫清一色的白铜，活人身边必定跟着1具或2具行尸，充当随从和苦力。人来人往的集市里，2/3是行尸走肉，这就很惊悚了。谁能想到，一群铁憨憨的力骨部，竟是骨族画风最正常的，仅次于天骨部。许七安无声感慨，因为刻意暴露气息，他立刻引来游师的关注，被请进了城中央的3进大院里。院子里奴仆来往，做着各自的活儿，巡逻的护卫清一色的白铜，行尸与活人相处融洽。进入内院后，许七安看见许多衣着暴露的婢女，她们似乎习以为常，没有任何羞耻感。许七安在会客厅等待了片刻，游师姗姗来迟，淡淡道：“直接说条件吧。”他没有直接前来，而是操纵着行尸与许七安见面。许七安却审视着他，笑道：“是不是打扰到阁下的雅兴了？”以他今时今日的修为，游师本体在里面灵性婢女的动静能听得一清二楚。游师淡淡道：“这是克制尸骨副作用最好的办法。每当你忍不住想与尸体发生什么时，身边有几个衣着暴露的婢女，可以很好的转移注意力。等你把欲念发泄在他们身上时，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对行尸产生兴趣。”巧妙地利用贤者时间来抗拒尸骨的副作用。许七安微微点头。
尸骨部相对富庶，因此没有像案骨部一样抬价，但游师附加了一个条件，许七安在南疆期间必须把那具古尸留在尸骨部，何时离开古族再取走古尸。听着游师强作镇定但其实无比渴望的语气，许七安沉吟道：可以，但我同样有个条件。但说无妨。游师当即道：我曾经游历到襄州，那里有一个柴家，习得尸骨部的秘术，能炼铁尸。许七安把柴家的情况告诉游师，你有印象吗？柴家先祖距今已有100多年。游师回忆片刻，点头说：是有这么一个奴隶，那是我父亲担任首领时的事了。没记错的话，他似乎是用半卷地图换回了自由身。许屏风刻意收集的地图绝对不简单。许七安道：我需要那半卷地图。游师沉吟片刻：好，但我有个要求。禁止套娃呀。许七安颔首，但说无妨。你将来若是能解开地图的秘密，希望能告诉我。等许七安点头答应后，游师道：稍等。10几分钟后，一具白铜行尸迈入会客厅，手里捧着一只黑色的木盒。行尸把木盒子放在许七安面前，转身离去。咔吧，许七安指尖抵在铜锁上，契机代替钥匙，让锁舌弹开。木盒打开的瞬间，他嗅到了防腐和防虫药粉的气息。盒子里是一卷兽皮，如果不是刻意以兽皮为材质，那么这幅地图的年代绝对是2000年以上。儒圣时代，书籍的载体是竹简，而兽皮比竹简更古老。许七安心里想着，展开了半卷兽皮，展开后才能看出，这卷地图从中间被撕裂，是一份完整地图的左半部。地图绘制手法很奇怪，遍布着扭曲的不规则的线条，有点类似于许七安上辈子的地图，除了线条外没有任何字体。我记得以前读书时，地形图也是这种乱七八糟的线。许七安望着游师道：此图解密了吗？这卷地图当然不可能和上辈子的地形图一样。游师摇头：我父亲研究过，认为图中的线条象征着山川和地脉，只有术士才能看懂。而就算是术士，想在九州大陆找到相应的区域，亦是大海捞针。正因为几乎找不到，所以他才痛快地交易给许七安。反正留在尸骨部，大概率永远都只能封存着。既然这样，不如用来换那具古尸，在部族保存几日。想到那具堪称完美的尸体，游师心跳加速，热血沸腾。许七安耳廓一动，听见院子深处女子的呻吟声突然嘹亮激烈许多。他没放在心上，当场从地书碎片里取出棺材，而后把装着半卷地图的木盒子收好。对了，劝你一句，不要对他奇怪的事，免得沾染因果。虽然我觉得他身上的因果已经彻底消除。许七安笑着提醒道。游师用白铜看他一眼，道：在我们尸骨部有句老话，守不住欲念的，成不了事。但凡有望4品的，都能抵抗住本命骨的诱惑。我族虽然没有禁止这方面的事，但和尸体鱼规越矩的，都是些不成器的狗才。许七安脸色慢慢僵硬。游师没注意到他异常的脸色，全神贯注地欣赏着古尸，摆摆手：走吧，别打扰我。许七安回到立骨部，暖阳高挂，时间是辰时3刻。他先回屋子里见了骆玉衡。国师盘腿而坐，吐纳修行，看他进来，睁开美眸，嫣然一笑，便如春日里花丛中爱笑的绝色美人。哦，小喜啊。许七安松了口气。小喜和小爱一样，都是正面人格，总是面带喜色，没有任何负面情绪，双修的时候也愿意顺着他的意思。南疆真好，气候温暖，鸟语花香，无心甚喜。骆玉衡笑盈盈道：就是蚊子多，昨夜帮国师拍蚊子，腿儿都拍红了。许七安笑道。骆玉衡嗔了他一眼，有几分羞涩，但没有动怒，依旧是喜色浮动。换成怒人格，一剑就把我送上天了。许七安接着看向床榻上呼呼大睡的许灵英，问道：灵英怎么回这里来睡了？骆玉衡无奈道：你走后没多久，他便跑进来了，说怀疑师傅丽娜想要吃他，害怕的过来找你，但你不在。许七安沉吟道：是不是发现自己手腕有咬痕？骆玉衡点头。灵英晋升之后，饭量明显大增，将来回京城，婶婶要哭了。许七安不知该如何评价，只好在心里为婶婶祈祷。第3日，新骨部、尸骨部、立骨部和暗骨部的战士集结完毕，其中新骨部500飞兽军，立骨部400战士，尸骨部600成熟的控尸手，暗影部800精锐，总共2300位骨族，外加1000名战力极强的行尸傀儡。浩浩荡荡的3000多成员的队伍离开南疆，往青州而去。值得一提，丽娜的大哥莫桑也在立骨部出征的队伍里，而丽娜本人打算巩固了立骨，吸收完古神的气血之力后，也北上青州参加战争，磨砺古道。立骨部对于400精锐出征，怀着既开心又担忧的心情。开心在于这批人的口粮以后就交给大凤了，长辈们暗暗吩咐出征的青壮，可劲儿吃，吃穷中原人的粮仓。担忧的则是这群人走了之后，打猎的人手变得紧缺，
以往只要耕种或干脆不干活的老人，现在也得撸起袖子进山狩猎。深夜，松山县10里外的军帐内，卓浩然坐在会议桌边，身前是一只铜盆，盆里是刚烤好的羊腿。他左手拿着羊腿，用力撕咬，右手边的长刀沾着血迹。会议桌两边是沉默的将领们。一场大战刚刚结束，卓浩然麾下的云州军打退了彻夜袭击的大凤守军。这样的袭击战在过去的几天里时有发生。将领们偷偷看一眼卓浩然，没敢说话，军帐内气氛僵凝，只有卓浩然撕咬羊腿的声音。5日期限早就过去了，松山县仍没有拿下来。不止没有拿下来，云州军这边可谓损失惨重。卓浩然是猛将，个人战力骁勇，领兵能力亦是出类拔萃。他对松山县的攻战策略是：前3天组织流民杂兵消耗对方炮弹、弩箭和箭矢，以及雷木火油等守城军备。期间派高手混迹在流民中，伺机登上城墙，破坏火炮和床弩。这一招取得了卓越成效。第3天的攻城战中，守城军只剩2架火炮、1架床弩，难成大事，只能以雷木和火油以及弓箭手对抗攻城的云州军。卓浩然见状，立刻派遣蛰伏3日的精锐部族攻城。然而在云州军的精锐部族冲入火炮射程范围时，城头忽然炮火齐鸣，弓弦霹雳，凶猛的火力打击直接把精锐部族打懵了。攻城无果后，丢下700-800人，草草撤退。那许新年手头还有一批火炮和床弩，但在前3天里隐忍不用，即使守城军在这个过程中死伤惨重。单从词不长兵4个字来说，卓浩然得承认，那家伙是个合格的领兵者。大将军说过，战争的本质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正面硬攻不下，卓浩然便暗中分兵，让精锐将士趁夜从南边险峰发动进攻，结果踩到了漫山遍野的捕兽夹以及插着尖锐木桩的深坑。除了高手能突围过去，士卒们损失惨重。卓浩然顾虑到松山县连着大半个月没有下雨，山中干燥，那许新年很可能会放火烧山，便又打消了绕过险峰突袭守城军的打算。第4天夜里，城头忽然擂鼓，继而马蹄声大作。白日里攻城失败，浑身疲惫的云州军以为敌人袭击，率军迎战，结果发现是敌人虚晃一枪，根本没有袭击。一连数次后，云州军被搅得疲惫不堪。黎明时分，城头鼓声在响，但云州叛军没有当一回事，仅象征性的派遣斥候和小部分人马出营查看情况。结果遭遇了1000轻骑冲阵，云州军死伤2000余人，6000精锐折损1/3。第5天，卓浩然不顾损失强行攻城，铩羽而归，与守城军两败俱伤。但到了晚上，守城军又一次故技重施，搅得云州军不堪其扰。眼下是第7天了，流民组织的4000人马死伤殆尽，而卓浩然麾下的6000精锐只剩3000人，而守城军一方还有将近2000人。从目前的双方人数对比来看，松山县是拿不下了。卓浩然咽下最后一口肉，冷冰冰地扫过众将领，道：让将士们好好睡一觉，今夜不会再有袭扰了。睡饱了，黎明破城。他表情镇定自若，说得胸有成竹，似乎黎明一定能破城。苗有方和竹军率领500骑兵冲过城门，返回大本营。竹将军，二郎在城头烹了牛，上去喝几杯。苗有方热情地邀请。竹军是个瘦削的中年男人，沉默寡言，松山县唯一的4品，负责镇守北城门。正因为有他在，许二郎才敢让骑兵袭击敌营，否则去了就是送死。他摇了摇头，淡淡道：让许大人送来北城门，喝酒就算了。说罢，带着自己的部下策马狂奔而去。无趣。苗有方摇摇头，翻身下马，沿着台阶攀上城头。马道上架着一只铁锅，士卒们正围坐在铁锅边吃着肉，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大口吃肉，热情高涨。苗有方望着士卒们兴奋的脸庞，想起了白日里与许二郎的对话。许二郎强行征用了县里的百姓的牛、狗、鸡鸭，犒劳守城将士，用少量的米粮补偿。苗有方一开始觉得不妥，心说这不是变相的掠夺百姓财物吗？但许二郎告诉他，战乱时期，士卒的利益永远要摆在首位，百姓次之。将士们连日浴血奋战，疲惫不堪，食肉能振士气。至于百姓守不住城，他们的结局会更惨。苗有方现在觉得他说的确实有道理。他径直走入瓮城，看见许二郎伏案审视地图，皱眉不语。二郎，按照你的说法，他们明日应该撤兵了。如果没有援兵的话，确实如此。许二郎抬头看来，但我认为云州叛军的援兵快来了。许二郎指着地图说道：松山县是杨步正使第2道防线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松山县如果保下来，青州的粮草辎重就能通过松河航线运往南边。以松山县位置立点的整个西北方，更是可以作为我军的大后方，
支撑我军与云州叛军纠缠。苗有方探头看去，地图上许二郎用炭笔画出了被云州军占领的城郭，松山县就如同一根钉子嵌在叛军推进线的西北方。你这样画出来，我就看明白松山县的重要性了。本大侠还纳闷呢，这么个小破县，为啥让杨步正使如此看重？虽然你经常说它是防线的重要据点，可重要在哪里？苗大侠我也没个清楚的认识，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苗有方边看边点头。二郎不愧是两榜进士，云麓书院出身的读书人，本大侠老怀甚慰，有空多读些书，提高一下修辞水准。许二郎表情平静的回复，面对粗鄙的武夫，他算是相当经验丰富了，绝不会轻易动怒。许二郎继续说道，除非云州叛军在东陵、皖郡两条战线大溃败，不得不加大兵力投入战场，无力支援卓浩然，否则卓浩然是不会撤兵的，而是等待支援。东陵和皖郡与松山县构成了第二道防线，那我们该怎么办？苗有方不懂就问。城中粮草、守城的辎重都还充裕，自然是坚守不出，等待杨步正使的援兵。许新年沉吟道，前提是东陵和皖郡两处的战役不会太惨烈。如果很惨烈呢？苗有方不懂就问。那就做好孤立无援、打持久战的准备。许新年叹息道，东陵和皖郡两处相对来说比松山县更重要。好在他出兵前，孙玄基给了他数量极多的一批重火器，包括火炮、床弩、车弩以及火铳，这些东西都是守城利器。至于火油、滚木等物资，松山县本身富裕的缘故，储备颇为丰厚，大奉守军是有底气打持久战的。说话间，他召来一位百夫长，吩咐道，派遣斥候从西城出去，带上镐子和铁锹，沿着松河前行，蹲一蹲敌人的粮道。等百夫长领命而去，苗有方主动分析道，你要等援兵来之前断敌人的粮草。前些天他率骑兵冲营，一阵乱杀，烧了叛军的粮草，哪怕最后大火扑灭，所余的粮草恐怕也撑不了几天。许新年嘿了一声，不，我要毁了官道，拖延敌人援兵的行进速度，然后激怒卓浩然，逼他攻城。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在叛军的援兵到来前吃掉卓浩然这支军队。行军打仗必然伴随着粮草和军备的输送，而这些东西是要靠车辆的。车辆的正常行进依赖于道路，一条千穿百孔的路线会大大拖延援兵的行军速度。苗兄，你刚经历一番苦战，去吃些肉，晚上还得值守。许新年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吐气道，我也要休息一会儿了。他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支走苗有方，许二郎穿着轻甲倒头就睡，坚硬革人的装备没有对他造成任何阻碍，很快就入眠。这得益于当初北上支援妖蛮的经历，那会儿大奉和妖蛮的联军被冲散，残部分散各处，随时都会遭遇危机，因此练成了穿着甲胄也能迅速入睡的神功。咚咚咚，密集而沉雄的鼓声把许二郎吵醒，他猛地睁开眼睛，从简单的床榻上弹起，下意识地扭头看一眼床边的水漏，时间是卯时4刻，黎明前夕。他提着制式军刀奔出瓮城，天色漆黑，城头火把的光芒在寒冷的夜色里熊熊燃烧。正往瓮城方向赶来的苗有方与许二郎目光交汇，咧嘴笑道，那厮是个疯子，竟然主动攻城，这岂不是正合我们心意吗？都不用想激将法。许二郎一边往城垛走去，一边皱眉说道，卓浩然性格暴躁冲动，容易中激将法，但我们还没使激将法呢，而他也不是泛泛之辈，应该知道光凭所剩的那点兵力根本不足以攻城，此事有蹊跷。苗有方问道，有什么蹊跷？我又不是监正，我怎么知道？许新年来到城垛边，谨慎地朝远处眺望，借着城头发射的火炮膨胀出的火光，见到密集的敌军正在往城下靠近，这是要玉石俱焚吗？许二郎眉头紧皱，念头闪烁间，他猛地朝左侧扑倒，一颗炮弹呼啸着在他躲藏处炸开，火光卷着气浪和碎石朝四面八方溅射。苗有方鼓荡气机，将灼热的气流挡开，让许二郎躲过了重伤的命运。干他娘的！许二郎一身冷汗地爬起来，猫着腰，一边往马道跑，一边高呼，投石车抛射火油照明，弓箭手火铳手准备，火油桶先别抬上来，先抬滚木。在他的指挥下，守军有条不紊地展开防御反击，到处都是火炮发射的轰隆声，炮弹爆炸的巨响，膨胀的火光在城下炸开，在城墙上炸开，火炮手被炸死，预备队迅速补位，床弩火炮被摧毁，民兵立刻推来新的重火器。此外，这些被征调来的民兵猫着腰在马道上来回奔走，抢救伤员，战况无比激烈。卓浩然手持制式军刀，灵活地避开火炮、箭矢以及从城头抛下来的滚木，顺利靠近城门。城门早在3天前就已经被他亲手摧毁，但云州军没能顺利通过城门，因为守城军早已搬运来数以吨计的石块，砌死了城门口。
只留下一个仅容一人一马通过的小门。守城时，小门后被巨大的石块堵死；出城时，则由数十名民兵用麻绳拉开那几块巨石。这种战术在术士体系出现前司空见惯。在古代，每座城郭的城门口都会单独建一个储备石块的仓库，以保证在战时守军能迅速把城门封死。术士体系出现后，边关重镇、主城都有阵法守护，便渐渐弃用了封城战术。过去的1年里，杨公仲兴起用封城战术，下令各郡县建造仓库，筹备石块。封城战术主要防备的就是4品境的高手，城门挡不住这个境界的武夫，而封城术则能保证城门被破坏后依然能阻扰敌军，毕竟军队里还是以普通士卒和低品武夫为主。卓浩然纵身跃起，在城墙连踩几步，轻而易举地登上城头，刀锋一扫，将一架火炮和2名炮手斩成2截。噔噔噔，苗有芳在马道上接连踏出深坑，宛如发狂的蛮牛，以5品之躯撞向4品的卓浩然。卓浩然狞笑一声，刀意爆发，制式军刀瞬间红如烙铁，裹挟着斩灭一切的意，做事要把5品的家伙斩于刀下。不远处，许二郎在2名护卫的保护下，周身鼓荡起淡淡的清气，一手负碑，一手置于小腹，沉声道：大丈夫当死而无悔，大丈夫当心怀仁义。他腰间挂着的杨公的玉佩亮起，为浩然正气添了一份力。同时，许二郎左侧的侍卫弯弓搭箭，朝天空射出一道箭矢，箭矢捆绑着烟花在高空炸开。2句话落下，苗有方向是打了兴奋剂，气息暴涨一截，而卓浩然眼神里明显恍惚了一下，仁义2个字让他没能把手里的刀劈出去。趁着这个机会，苗有方欺身而进，一掌拍掉他手里的刀，紧跟着弓步侧肩，撞得卓浩然身子不受控制的腾空，然后便是化境武夫的拿手绝学，一套连死你。许二郎是7品忍者，他刚才使用的是8品修身境的能力文胆之力。文胆之力最大的作用是提振士气，给己方将士增加一定的战力，消除一定的病痛。其次，能短暂的影响敌人的心智，运用的好就能削弱敌人。8品修身的文胆之力进阶版是5品德行，德行顾名思义，规范人的言行举止，以君子6德来要求别人。这和佛门的戒律非常相似，只不过戒律没有进阶的空间，而德行再往上一步就是言出法随。到那一步，规范人的言行举止就不需要君子6德，可以做到任意且强行。砰！苗有方的连招被回过神来的卓浩然强行打断，小腹紧接着挨了一脚，顿时倒飞出去，在马道上不停翻滚。卓浩然不顾狼狈的苗有方，在女墙上连踩，目标明确地杀向许二郎。过去的几次攻城战中，这个出身云麓书院的读书人让他吃尽苦头，靠着儒家法术的短暂牵制，配合一个5品武夫，屡屡让他铩羽而归。苗有方双肘双脚在地面离出深深痕迹，强行卸力，张开掌心射来箩筐里的2枚炮弹，甩向卓浩然，再以气机引燃。轰！膨胀的火光将卓浩然笼罩，许二郎趁机在侍卫的保护下退后。他异常冷静，丝毫没有被一位4品武夫追杀而惶恐，在卓浩然冲出火团后再次鼓荡清气。君子当以和为贵，君子当舍生取义。苗有方脸色狰狞地从侧面扑出，与卓浩然纠缠着滚下城头。当当当，过程中2人手脚肘并用，激烈肉搏，顺着云梯攀爬的敌军受到波及，惨叫着坠落。苗有方很快不敌，被卓浩然一拳打开空门，紧接着卓屠夫并掌如刀，刀意在苗有方胸口爆发。当时时，一道犀利的枪芒宛如彗星般射来，打断卓浩然的攻势，逼得他挥舞掌刀格挡。竹军在墙头飞掠，于千钧一发之际赶来，以许二郎和苗有方的实力应付卓浩然实属勉强。逢着卓浩然攻城，许二郎就会让人以烟花为信，通知北城门的竹军，竹军就知道敌军中的4品在这边，便会立即赶来。砰！宛如火炮爆炸的气浪里，苗有方趁机挣脱，踩着城墙返回城头，守在许二郎身边。卓浩然劈开长枪后，同样返回城头，站在女墙之上。竹军则插入双方之间，招手换来长枪，与卓浩然对峙。卓浩然的目光掠过竹军，望着后方的许新年，冷笑道：我曾在大将军面前夸下海口，5天内攻占松山县，如今是第8天，城没攻下，麾下精锐折损过半，想不到老子一世英名栽在你这黄毛小子身上。许二郎平静以对，淡淡道：儿子栽在老子身上不冤枉。卓浩然脸上怒色一闪，忍住情绪，缓缓道：知道我为何在今夜攻城？这正是许二郎疑惑的，但他只是淡淡回应：因为你活腻了。卓浩然额头青筋一跳，我也不必与一个将死之人动气，因为国师精心培养的精锐已经来了。立！突然，高亢尖锐的啼叫声从天边传来。此时，东边微露于白，天色一片清明。
在深青色的天空之下，一群庞然大物扇动羽翼，朝着嵩山县掠来。朱雀军。卓浩然望了一眼天边，收回目光，狞笑道：今日破城，老子要屠3天3夜。飞兽军。许二郎瞳孔收缩。南疆。许七安召唤出浮屠宝塔，塔门打开，投下一道光束，光束中是抱着白姬的木南枝。找我什么事？他边收回浮屠宝塔，边看向白姬。小狐狸通过塔铃传信给他，说有要事相商。木南枝的目光第一时间投向许七安身边的骆玉衡。哟，某人又发情了。木南枝阴阳怪气道。掐指算来，距离上次双修过了将近1个半月，他原以为骆玉衡已经不会再来找许七安双修，心里暗戳戳的高兴，但他没想到最终这个老牛吃嫩草的家伙又来找姓许的双修了。他都快40岁了，难道就不能要点脸吗？至于只比骆玉衡小几岁的自己，当然不能算老牛啊。王妃一直觉得自己是小仙女的。骆玉衡脸色一冷，看着许七安，面带担忧。许郎，我感觉到了他的敌意，木南枝是大凤第一美人，我实在没信心和他抢男人。说到这里，他眼里闪过一丝恐惧。为了不让你离开我，我认为还是把他卖到窑子里，让他变成残花败柳，这样你便看不上他了。不，先卖给利古部的人。一边说着，一边抬起手扣住木南枝的手腕，拉拽着他就往屋外走。你也太稳健了吧？不对，利古部的人审美不一样，瞧不上白妞的。许七安连忙把他的花绳抢过来，沉声道：国师，正事要紧。木南枝依偎着许七安怀里，睫毛扑闪几下，眼神里全是后怕，颤声道：他真的要把我卖窑子里？相识多年，骆玉衡有没有开玩笑？他是能辨认的。他现在状态有问题，不是正经的国师。许七安传音解释，眼前的这位骆玉衡是小巨，他恐惧一切，因为恐惧所以稳健。每天醒来时，明明昨夜已经双修过，他硬是要再修一遍。用过午膳后，他又拉着许七安进屋子双修，理由是虽然业火通过双修压制炼化，但只要仍有爆发的可能，那就不能掉以轻心。98%的概率不会爆发，4舍5入等于一定会爆发，没毛病。骆玉衡秀眉轻蹙，摇头道：许郎是见过他真容的，我亦是见过，这种祸水留在世上便是祸害，我不能坐视他勾引我男人，把他糟蹋了才是上策。7个人格全是神经病，许七安懒得和只能存在1天的人格讲大道理，附和道：放心，我绝对不会被判国师的。骆玉衡轻轻摇头：我不信，除非你发誓一辈子不碰他，不爱他。许七安忍不住看一眼木南枝，岂料花神转世也不是省油的灯，用力挣开姓许的怀抱，冷笑道：行，今儿你说了算，你想把我卖到哪个窑子就卖到哪个窑子。说罢，他扬起手腕，摘掉手串。美貌就是花神最大的武器，他无比坚信任何男人都无法抗拒他的魅力，任何见到他真容的男人都无法容忍他被卖到窑子。摘下手串的刹那，明明是利古部简陋的房间，却满是生光。白姬痴痴地昂起头，望着任何词汇和语言都无法形容的美人。或者说，如果美貌是为谁量身定做的词汇，那么就一定是眼前这位女子。她艳而不俗，媚而不妖，五官没有瑕疵，只是最基础的标准。她的面孔透着让人沉醉的魅力，她的气质让人无法自拔。纵使是骆玉衡这等自带 buff 的绝色美人，在她面前也逊色一筹。不能卖窑子，她是我的。白姬抬起爪子，用力拍了一下，凶巴巴地宣布。奶凶奶凶的咆哮声惊醒了许七安，他连忙抓住木南枝的手腕，把手串带了回去，并且传音白姬：你不是说有正事吗？是不是九尾狐有事找我？是的。小白狐半沉醉半清醒地说。他看一眼脸色愈发阴沉，眼中恐惧加深的骆玉衡，急促低语：召唤他。只有鲨鱼能对付鲨鱼。白姬哦了一声，从木南枝怀里跳出来，稳稳地站在地上，看着许七安，抬起爪子指向简易的4方桌，娇声道：你把我放到上面去。许七安依言把白姬放在桌上，他蜷缩了起来，松软的狐尾盖在身上。几秒后，一股强大的意志降临，白姬缓缓睁开眼睛，左眼溢出烟雾般的青光，他扫了一眼屋内3人，审视着许七安，娇笑道：你看起来有些焦虑。声音柔媚磁性，悦耳动听，是九尾狐的声线。能不焦虑吗？池塘里的鱼儿要掐架了。许七安看了看木南枝和骆玉衡，见他们都略含敌意地盯着九尾狐，便知转移矛盾的方式奏效了。他淡淡道：娘娘找我何事？我近日就能返回九州大陆，你可以去10万大山等候了。九尾狐笑道。许七安沉吟一下，分析道：以佛门在南疆的布局，仅凭一个阿苏罗，恐怕很难与我们抗衡。杜鄂和广贤是否有可能参战？白姬在桌上蹲坐，显得乖巧可爱，说出来的话却是成熟的御姐声线。得益于许银罗的威猛，佛门折损了一位罗汉，
2位金刚，伽罗束身，在青州牵制监政。佛门想保下10万大山，渡厄必然前往。广贤的话应该会派遣一具分身。许七安挑了挑眉，指出一具分身。九尾狐娇笑道：广贤坐镇阿兰陀500年不曾离开，你以为他在看守什么？看守沉睡的佛陀。如果是这样，夺回10万大山的难度就会降低，到时候扶持南妖与佛门对峙。许七安莫名的有种参与历史、改变历史的感觉。甲子荡妖是记载于史书中的战役，而他现在要做的是为这段历史添加一笔反转。很多年后，后世人或许会在史书上这样写：甲子荡妖后500年，南妖在大凤璎珞许七安的帮助下，将佛门赶出南疆，夺回故土。九尾狐目光旋即落在骆玉衡身上，眯眼笑：仁宗到手也要助我妖族一臂之力。啧啧，不愧是你，把九州大陆最强的女修之一收入后宫。不是，你这是在作死啊！骆玉衡是你能这样调侃的？许七安心里嘀咕，观察了一下骆玉衡的神色，见他冷着脸不搭理，无奈道：不，国师过几天就会闭关，不会参与到南疆战事。对他来说，骆玉衡尽快平息业火，渡劫成为陆地神仙才是重中之重。有一位一品剑修坐镇，大凤才更稳固。在此之前，任何有可能打破骆玉衡平衡的战斗都是没必要的风险。九尾天狐有些失望的颔首：娘娘先别走，我这里有个重要消息，不知是否有兴趣交易。许七安本着知识就是财富的原则，打算把古神和白帝的对话贩卖给九尾天狐。大家都是超凡领域的高手，对这种机密消息不会不感兴趣。九尾天狐呵了一声：那就要看你的消息值不值得本座关注。许七安沉声道：不久前曾在云州出现过的白帝来古族找过古神，问了他3个问题。九尾天狐左眼溢出的青光震颤了一下，收敛媚态：你成功引起了我的兴趣。许七安便把白帝和古神的对话告知九尾天狐。说完，他笑道：娘娘打算用什么报酬换这个隐秘？巧了。九尾天狐媚笑道：我前往海外时也曾遇见过白帝，从他口中得知了当年神魔血翼逃离九州大陆的原因，而且与这3个问题有关。许七安脸色一肃，脱口问道：什么原因？尽管后世人族时常宣传神魔时代是被人族先祖终结，神魔陨落后，神魔血翼也被人族屠戮殆尽，但许七安知道，远古神魔陨落后，其后裔曾经统治九州很多年。那会儿，人妖两族虽渐渐崛起，但超品没有出现，一品恐怕都是凤毛麟角，很难与数量庞大的神魔血翼对抗。只不过没有神魔时代那么绝望罢了。但如今的九州大陆确实是人族主宰。九尾狐上次说过，神魔后裔在上古时代突然大规模离开九州大陆，远走海外。骆玉衡和木南枝也来了兴趣，前者身为九州大陆巅峰强者之一，自然关注；后者则是纯粹的吃瓜。九尾天狐一字一句道：他们是被道尊赶出九州的，被道尊赶出去的，所以白帝要问道尊在哪里？道尊当年为何要把神魔后裔赶出九州？他妈妈也被神魔后裔吃了吗？另外，守门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会不会和道尊有关？这一刻，许七安脑海里仿佛有闪电划过，一个个灵感如气泡般涌上来，又转瞬破碎。他隐约间把握到了什么？这种状态就如同查一个线索不足的案子，有了猜测，却无法证实。同时，他还想到一个问题：得知道尊可能陨落后，白帝是不是要重返九州了？青州布政使司堂内，杨公坐在案后，听着幕僚们争论不休。前线传来2份军事情报，皖县被2万大军包围，云州军围而不攻，将前去支援的3路兵马尽数剿灭。青州军队损失惨重。东陵城情况更糟糕更复杂，孙玄机和姬玄大战了一场，把半个城强打成废墟。东陵已经不是守不守得住的问题，这座城已经废了。如今原本驻守东陵的青州军撤出了城郭，与云州叛军展开野战，战况焦灼。虽然没有败，但东陵这道防线已经没了。子谦，李慕白缓缓吐出一口气。派往皖县的援兵之所以会被伏击，是因为叛军中有一支飞兽军。在飞兽军斥候面前，我方行军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此为死局啊！众幕僚沉默下来。大凤没有飞兽军，等于把天空让给敌人，一举一动都将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岂有不败之理？而能对付飞兽军的，只有飞兽军。杨公捏了捏眉心，吐出一口浊气。我已经发急报给朝廷，请求征调雷州的赤尾猎鹰。一位幕僚沮丧道：可是根本不够，雷州能征调出几只？朝廷早就把赤尾猎鹰卖给当地的商会和望族。再说，赤尾猎鹰就不出战，能有多少战力？杨公，若不能遏制敌人的飞兽军，后续的作战对我们很不利啊。杨公端起茶盏，抿一口滚烫的茶水，缓缓道：要想解决飞兽军，倒也不难，让张慎配合军中高手，
逐一击破便是普通士卒与低品武夫，拿飞兽军没办法，但能御风飞行的4品高手对付飞兽军不是难事。李慕白侧头看了好友一眼，提醒道：飞兽军中亦有高手，况且如此简单应对之策，我们能想到，叛军会想不到，说不定又是一个请君入瓮的诡计。4品高手脱离大本营，孤身御空杀敌，危险性太大，说不准就一去不回。如果我们有飞兽军就好了。有幕僚感慨道：或许我们可以向妖蛮求援，请金木部的羽猪南下助阵。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左侧的一位幕僚心里一动，但这个想法很快被否定。你的主意与请求朝廷征调赤尾猎鹰有何区别？而且北境距离青州10万里之遥，如何赶来？让孙玄机帮忙如何？他是3品术士，他若能负责搬运，未必不可行啊。孙玄机若是走了，谁来牵制那姬玄？没想到云州叛军中也有一位年轻的3品武夫。不过向妖蛮求援之策确实可行，只是按照流程得先上书朝廷，再由朝廷派遣使者北上。即使妖蛮痛快答应，等金木部的飞兽军南下参战，也是开春之后的事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呀。诸公太短视了，当年遣散飞兽军，那是因为太平盛世，无用武之处。但进山城战役后，诸公就应该心怀警惕了。如果魏公还在，他肯定早就着手培养飞兽军。如果我们有飞兽军就好了。李慕白敲了敲桌面，打断这个无可奈何的话题，沉声说道：东陵已破，守军在孙玄机的带领下，已与叛军转为野战，南北对峙。皖郡被围，叛军打算利用飞兽军的侦察力围点打援，此为消耗战，短期内不会有变故。但若长期不理，皖县迟早弹尽粮绝。他停顿一下，环顾眉头紧锁的幕僚们，道：若不能想办法解开皖郡的困境，那就要想办法保住松山县。身边的幕僚先是一愣，继而反应过来，侧头看向杨公。东家，若我没记错的话，至今为止，松山县既没有捷报传来，更没有传书求援。杨公点点头。相较东陵和皖郡，松山县的重要性次之。云州叛军肯定是首攻前2处。李慕白嗯了一声。松山县占据地势，粮草充足，又有竹军和2郎坐镇，想来是能守住的。不过依照目前的局势，东陵已破，皖县被围，云州叛军的下一步便是松山县了。正说着，一位吏员匆匆进来，手里捧着密信，高声道：布政使大人，松山县传来急报。杨公忙说：呈上来。吏员将密信递上，杨公展开一看，脸色瞬间沉了下去。李慕白等人见状，心头一凛。信上怎么说？杨公一字一句道：飞兽军奇袭松山县，2郎求援。顿了顿，他脸色忽地难看起来。这是3天前的信，从松山县到青州城，快马加鞭也得3天。松山县，太阳高挂，却不曾带来丝毫热度。许2郎站在城头，抓起一把混合着守军们鲜血和硝烟的碎石，他没什么表情地环顾四周，城头遍布着弹坑，透着残破和斑驳，几乎没有一处完好。缠着麻布和细布的士卒三三两两地分散着，看不见一个完好的人。而留在城头的是松山县守军中受伤最轻的。松山县原本的2000名守军，如今只剩500，其他人死在了残酷的攻守战里。距离飞兽军奇袭已过3天，飞兽军的攻击方式很简单，就是往城头投放炮弹、火油罐，守军们怎么对待攻城敌军，飞兽军就怎么对付守军。简单归简单，却很致命。守军在第1天直接牺牲近1000人，城头被炮弹炸得千穿百孔，砖石被烧得遍布焦痕。黄昏时，敌军退走。经历了如此绝望的1天，守军士气溃散，认为明日必定城破，人心浮动。许2郎派人连夜在城中挨家挨户地收集铜镜，并召集匠人改良床弩，改造出一张张对空发射的床弩。到了第2日，飞兽军再次袭击，摆满城头的铜镜折射阳光，险些晃瞎骑兵和飞兽的眼睛。守军趁机发射弩箭，击落12只飞兽，打退飞兽军，战果喜人。守军因此士气大振。但许2郎知道，这一招只能打对方一个出其不意。黄昏后，铜镜便无法再发挥作用。于是，在敌军撤走后，他让守军在城头辱骂卓浩然，专侮辱对方家中女眷，叫骂一个时辰，激卓浩然率兵攻城，双方再次拼了个两败俱伤。卓浩然铩羽而归。黄昏后，因为敌军不足，损失惨重，飞兽军草草轰炸一番后便撤兵了。入夜后，许2郎抢征民兵，聚拢1000余人，命竹军和苗有方率队冲营，最后只逃回来300余人。至此，双方精锐几乎折损殆尽。我已派人向青州城求援，接下来就看谁的援兵先一步到达了。许2郎低声道。身边的苗有方已经3天没笑了，背着一把弓，低沉的嗯一声，旋即又觉得不对，皱眉道：卓浩然的军队虽折损殆尽，只剩寥寥数百人，
但飞兽军阵容完好，若是每夜袭击，我们依旧只能挨打，恐怕撑不到援兵的到来。他突然睁大眼睛，似乎想明白了什么。许二郎笑道：若是我们的援兵先来，那么即使卓浩然攻下松山县，也会因为人手不足被迫撤离。松山县依旧是我们的，但这里的守军和城里的百姓就成了弃子。苗有芳嘴唇动了动，真到了那一步，我会带你先撤。许二郎轻声说道：那多丢人啊，大哥一人守住玉阳关，我却只能夹着尾巴逃跑。苗有芳眉头一皱，心说这可由不得你，到时候你不走，我便敲晕你。接着便听许二郎苦笑道：我只是感慨一下罢了，不会犯轴的，胜败乃兵家常事，高祖皇帝当年起事也有过屡战屡败的时候。要是真犯轴了，就没有现在的大凤大丈夫能屈能伸吗？但我也能理解史书上那些宁死不退的豪杰，跟着我打拼的将士们都留在了这里，我又有何颜面苟活？正说着，远方的天空出现了一大片鸟群，鸟群急速靠近，继而是陈雄的咆哮声嘈杂而响亮。苗有芳和许二郎脸色大变，坐在城头休息的伤兵们也注意到了天边的动静，惊恐的起身。他们一个个眺望着那黑压压的飞兽群，眼神绝望，脸色惨白。又来了，又来了，数量这么多，这叫我们怎么守？绝望的情绪在守军之间传播。许大人，又来一批飞兽军，松山县守不住了，我们撤吧。一位百夫长仓皇地奔来，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目光死死地盯着许二郎，眼神里的情绪复杂，有哀求，有绝望，也有求生的希冀。许二郎双眼一阵发黑，头疼欲裂。是啊，要论援兵的话，有什么兵种的行进速度能和飞兽军相比？亏他还想着与云州军比速度，怎么比？砰！许二郎狠狠一拳捶在墙头，咬牙切齿道：不除掉飞兽军，青州守不住的。他意识到这些迅如雷霆的飞兽军是影响青州战役胜败的关键因素之一。苗有芳摘下背上的弓，弯弓搭箭拉弦，一气呵成，边瞄准飞兽军边道：带着许大人先走，老子先射下几只畜生，赚够本再说。恰好这时飞兽军已经进入他的射程范围。苗有芳瞳孔收缩，目力放大到极致，瞄准了为首的那只飞兽。他旋即一愣，因为这批飞兽军与之前袭击的飞兽军不一样。云州叛军的飞兽是赤色的巨鸟，体表覆盖一层从艳丽的火羽，而这批飞兽军坐下的怪物身躯覆盖黑色鳞片，长颈，体态修长，状如蜥蜴，煽动的也不是羽翼，而是魔翼。另外，骑乘飞兽的骑士不是身负甲胄的军人，而是一群穿着奇装异服，甚至穿着兽皮衣的人。为首的那只飞兽背上坐着一个穿青蓝相间服饰，肤色黝黑，头发天然带卷的男人，他正满脸笑容地朝城头众人挥舞手臂，像是热情地打招呼。苗有芳移了一下，松开了弓弦。怎么了？许二郎的目力不及武夫，见状皱眉询问。苗有芳面带困惑地回复道：这群人有些奇怪。苗有芳之所以放下弓箭，并察觉出这些人有问题，靠的不是智慧，而是武者的危机预感没有反馈。这说明那群飞兽军没有敌意。不对，许二郎抬了抬手，挡开要强行护送他离开的百夫长，侧头看向苗有芳。苗有芳就把那群人的特征说了一遍，并解释道：他们没有敌意。许二郎听完，立刻做出判断：南疆人，肤色黝黑，头发天生带卷，青蓝相间，服饰混杂着兽皮衣。不管是书上记载，还是亲眼所见，只丽娜、许二郎都能断定来的是南疆人。南疆人？难道？苗有芳一拍脑袋，狂喜道：我明白了。他也不解释，把弓箭一丢，站在女墙上，兴奋地朝着越来越近的飞兽军挥舞双臂。为首的飞骑看到回应，驾驭飞兽脱离队伍，俯冲着降落城头，而其余飞骑则警惕地在城头上空盘旋，保持着距离。呼呼！魔翼掀起的狂风吹飞碎石和沙烁，黑鳞巨兽降落在马道上，缓缓收拢魔翼。苗有芳飞奔着迎上去，语气急促问道：你们是古族的人？黑鳞巨兽背上的中年男人开口说道：我叫塔莫，是新古部的飞兽军统领，奉纯烟首领之命前来支援青州。新古部已与许银罗达成协议。中原官话说得很不标准，苗有芳听了3遍才听懂。果然是他请来的。苗有芳松了口气，他和许七安是在前往古族的路上分别的，古族的军队在此时此刻出现，对大凤守军又没有敌意，用脚趾头想也能想出这些人是许银罗搬来的救兵。苗有芳回头朝许二郎颔首，表示安全可靠，然后又招了招手。许二郎在警惕的百夫长护送下来到苗有芳身边。我跟你说过的，我和许银罗是在前往古族的路上分别的。苗有芳随口解释一句，振奋道：他们是许银罗找来的救兵。许银罗找来的救兵，百夫长直接愣住了。苗有芳喊的声音很大，远处的守军听在耳里，
原本警惕且充满敌意的他们猛地一愣。许二郎审视着巨兽背上的南疆人，他肤色黝黑，嘴唇偏厚，身形瘦削但不瘦弱，相反，紧绷的肌肉既有爆发力。许二郎目光一闪，沉着冷静地问道：“我大哥让你来的？这位是许银罗的堂弟。”苗有芳插了一嘴。塔莫一听，许二郎的眼神就不一样了，恭敬中带着讨好。是的。许二郎点头，状若随意的道：“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正常情况，大哥肯定会让古族的援兵去青州城，先和青州的高层接洽，断然没有直接来松山县的道理。”他假装随口一问，其实是在试探这个自称新古部塔莫的反应。是许银罗让我们来的，他还给了一份松山县的地图。塔莫边说着，边从怀里摸出一份地图。虽然我多年前来过大凤，但途中依旧走错了路，本来昨夜就该到了。他看了一眼城头的大凤旗帜，庆幸地说：“还好没来晚。大哥让他们来松山县的，得救了，松山县得救了，百姓得救了。”许二郎闭上眼睛，身躯微微颤抖。他用力吸了一口气，把所有情绪都压在心底，轻轻点头道：“大哥怎么知道我在松山县？这确实符合大哥的作风，只是不知道大哥是如何知晓他驻守松山县的。”塔莫摇头表示不知道。他接着问道：“那我们可以降落了吗？”见许新年颔首，他抬头用力吹了一个口哨。当空盘旋的飞兽军得到命令，有条不紊地降低高度，在城头稳稳降落。但因为数量太多，大部分黑鳞巨兽只能降落在城墙下方远处的一名士卒，手里拎着武器，小心翼翼地靠拢过来，问道：“许大人，方才听苗将军说他们是许银罗请来的援兵，兄弟们都很想知道是不是真的。”许新年目光掠过他，看见远处几个受伤的士卒聚在一起，殷切地望向自己这边。收回目光，许新年看着年轻的士卒，用力点头：“是的，这些是新古部的飞兽军许银罗请来的援兵。”年轻的士卒面皮忽地抖动，激动得浑身颤抖，眼里却有泪水积蓄滚落下来。苗有芳跳上女墙，目光从左到右扫过城头的黑鳞巨兽，接着俯瞰下方更多的黑鳞巨兽。他眼里有着亮光，闪着水光，猛地深吸一口气，强忍住发酸的鼻子，咆哮道：“兄弟们，我们的援兵到了！许银罗为我们请来了援兵，我们也有飞兽军了！”声音滚滚回荡，激动的情绪一下子在守军和民兵心里炸开，继而掀起了嘈杂的声浪。有人泪流满面的喃喃着：“有救了！”有人激动的脸色涨红，大声咆哮；有人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欢呼不止。城下的民兵打探到情况后，兴奋地沿着大街小巷奔走相告，告诉城里的百姓援兵来了，是许银罗带来的援兵。一时间，欢呼声回荡在小县城各处。许新年深吸一口气，按捺住激动的情绪，道：“塔莫阁下，新古部的飞兽军远道而来，本该给你们安排住处，但兵贵神速，战机转瞬即逝。”塔莫拍了拍胸脯：“许大人有何吩咐？”卓浩然收到斥候回报时，正在军帐里玩弄营妓。这些女人一部分是行军途中抓来的，一部分是攻克青州第一道防线时从各郡县中搜刮来的美人。抢夺妇女随营这种事，即使是大将军戚广博也无法智慧，因为营妓本身就是一支军队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于掌权者来说，营妓的必要性在于提振士气，解决士兵们沙场征战的苦闷，这在战事不利于，效果尤为显著。数百骑飞兽军，乍闻消息，卓浩然第一反应是斥候谎报军情。青州何时有此等规模的飞兽军？简直是天方夜谭。他当即提上裤子，拎着武器奔出军营，御空而去，遥望城墙。亲眼所见后，他才不得不接受这个荒唐的消息。城头站满了收拢魔衣的黑鳞巨兽。青州何时有这般规模的飞兽军？卓浩然双拳紧握，脸皮都在抽搐。破城在即，守军忽然迎来了规模数百的飞兽军援兵，卓浩然气的胸膛都要炸开了，迅速降落，返回军营，下达的第一个命令便是撤退。营内的朱雀军只有30余骑，根本无法抗衡守军的飞兽军。不管承不承认，局势逆转了，现在该逃的是他们，除了撤退，没有任何办法。军营一下子乱了起来，仅剩的几百名将士丢下手头所有的事，弃了所有物资辎重，骑上快马，在卓浩然的率领下奔出军营，扬尘而去。30余骑朱雀军振翅飞起，火速撤离。但让卓浩然没想到的是，己方刚刚撤退，陈雄的咆哮声便从身后传来。骑兵们回首望去，吓得肝胆欲裂。后方天空中，黑压压的飞兽军宛如乌云般汹涌而来。黑鳞巨兽煽动魔翼，很快追上骑兵，背上的新古师们纵声长啸。霎时间，训练有素的战马完全失控，急奔中跪伏在地，人和马一起翻滚摔倒，场面一片大乱。新古师们或朝下投掷炮弹，或油桶，或
或弯弓拉弦，朝下方的败军倾泻箭雨。许新年、卓浩然仰天长啸。6000精锐全部折损在松山县，他半生英名毁于一旦。半个时辰后，半边坍塌的瓮城里，许新年坐在案后，环顾众人，笑道：“飞兽军剿灭敌方骑兵300，俘虏28人；剿灭朱雀军20骑，俘虏3人，8骑逃走。卓浩然和他的副将逃走，不知所踪。许二郎没奢望飞兽军能俘虏4品5夫，难度太大，眼下斩获的战果已经非常喜人。在场的有守军里仅剩的2位百夫长竹军、苗有方，还有新古部飞兽军首领塔莫。听完许二郎的汇报，众人满面喜色，一扫颓败。老子是真没想到，许英罗身在南疆，却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废话，你也不想想，许英罗可是这兵书的兵法大家。2位百夫长一言一语，兴奋地谈论，言语间把许七安奉若神明，无比崇拜。不苟言笑的竹君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许二郎望着塔莫，笑道：“新古部的飞兽均解了大凤的燃眉之急，稍后我会修书一封，你带着他去一趟青州城，结盟之事交给杨步正使去办便好。古族和大凤的结盟目前还是口头承诺，需要由杨公上书朝廷，拿到正式文书，朝廷同意了才作数。在许二郎看来，朝廷是求之不得的，不过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杨步正使若是知道许英罗为青州带回来500飞兽军，一定欣喜若狂。”竹君嘴角笑容愈发深刻。塔莫似乎想起了什么，道：“忘了说，除了我们新古部，还有立古尸骨和暗谷的兄弟。”瓮城里谈笑声陡然一静。许新年呼吸变得急促，撑着桌子起身：“还有，数量几何？他们身在何处？”塔莫沉吟一下，道：“3部统合起来，大概还有1000多人吧。至于身在何处，我就不知道了。我们离开南疆后就分兵了，毕竟飞骑载不了那么多人。3部古族加起来还有1000多人。”许新年等人激动了起来。但凡了解过山海关战役的，就该明白古族的战事有多难缠。古族虽然人口不多，无法与大凤动辄数十万的大军相比，但凭借着诡异难缠的古术，在山海关战役中曾让大凤军队吃过许多亏。若是能善加利用，这1000多古族加上500飞兽军，绝对能在战场大放异彩。许新年脸色因为激动而涨红，手指微微颤抖地握住笔杆：“我这就写信给杨部正使。”又扭头对副将说：“你随塔莫回一趟青州城。”很快，塔莫背着大凤旗帜，独自驾驭黑鳞飞兽，离开了松山县，朝着青州城飞去。2日后，布政使司大堂内，杨公低头看着桌前铺开的地图，紧盯着松山县3个字，沉声道：“我们要做好松山县失守的心理准备。”李慕白在内的一众幕僚心情沉重。虽然派遣出去的斥候还没回信，但对比松山县的兵力部署以及敌军的阵容，很容易就能推测出结果。李慕白叹息一声，援兵已经整装待发，只要斥候传回详细情报，便能立刻出兵松山县，夺回此城。众人根据第2道防线的整体情况制定的计划是先保住松山县，理由很简单，东临转为野战，能进能退，倒是不用操心。皖郡被云州叛军的主力围困，又有飞兽军在头顶盘旋，想要解除皖郡困境，不知道要填入多少兵力，还不一定能保下。相比之下，夺回松山县是最明智之举。趁敌军刚占领松山县不久，云州大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抵达松山县驻守，这时候出兵夺回松山县的希望极大。而后陈兵松山县，死守保住第2道防线的最后据点。二郎深谙兵法，非迂腐之徒，他应该不会殉城的。李慕白心里祈祷。杨公环顾众人，对付飞兽军，诸位有什么妙策？一位幕僚说道：“对付飞兽军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拥有一支飞兽军。”顿了顿，道：“除此之外，改造床弩，使其对空发射，或能克制飞兽军。敌我战力不悬殊的情况下，让4品高手出击也不失为良策。”正说着，一名吏员匆忙进来，高声道：“布政使大人，城外来了一个扛着大凤旗的飞骑，自称古族人。”扛着大凤旗帜的古族飞骑，堂内的吏员幕僚们有些茫然，一时间无法把大凤军旗和古族联系起来。飞骑。下一刻，所有人都捕捉到了重点，齐刷刷地看向杨公，轻脚兵刃，让他进来。杨公沉吟片刻，不紧不慢地说道。吏员领命退去。1刻钟后，布政使司的护卫带着2人进入大堂。杨公、李慕白和众幕僚带着审视的目光望着来人。左边的是一个南疆人，肤色黝黑，眸子浅蓝，头发天生带卷，身上的穿着和极具爆发力的肌肉，让他看起来充满野性，但那双浅蓝色的眼睛却蕴藏着智慧的光芒。确实是新古师。身为一州最高执政官的杨公，保持着不苟言笑的威严，
把目光投向了塔莫身边的军人许二郎的副将。顾启立刻看懂了布政使大人问询的目光，抱拳躬身道：“卑职顾启是许新年许大人的副将。”停顿一下，见杨公颔首，他继续说道：“这位是古族新古部的塔莫，飞兽军统领，是许银罗请来的援兵。”李慕白和幕僚们发誓，这句话是敬意寻来听过的最顺耳最美妙的声音。许银罗何时又跑南疆古族去了？还请来了古族的飞兽军。另外，有多少飞兽军？在何处？作战能力几何？他们有一连串的问题想问，但在杨公开口之前，众人很好的克制住了冲动。不过心头却悄然火热起来。杨公脊背微微挺直了些，目光紧盯着顾启。古族的飞兽军为何会和你一同前来？他问出了幕僚们心里的疑惑。顾启道：“新古部的勇士们奉许银罗之命，前来松山县救援，助守军打退了敌军。”边说着，边从怀里摸出信函。有许大人手书未平吏员上前接过手书，恭敬地递到杨公身前。杨公展开看完，朝着直勾勾投来目光的幕僚们颔首。松山县保住了，又是一句令人飘飘然的好话。众幕僚惊喜不已，彼此对视，传递着兴奋和喜悦。这时，塔莫从怀里摸出一份手书，说道：“这是许银罗的手书，让我到青州之后转交给杨部正使。”这一次，杨公直接抬起手，隔空射来手书，有些迫不及待地展开。与自己工整飘逸的许新年手书不同，许宁燕的这份手书写得扭曲丑陋，字体像是由笔画强行拼凑起来。没错，是宁燕的字，杨公一下子就相信了，再无怀疑。倒不是说许宁燕的字无人能模仿，而是许宁燕的墨宝极其罕见，当今九州除了云鹿书院和京城徐府，几乎看不到许宁燕的字迹。许宁燕是个要脸的人，所以非常珍视自己的墨宝，绝不流传出去。所以纵使有人想模仿，也没有样本提供。杨公往下看去，前半部是许宁燕讲述自己在南疆舌战群儒，以绝世无双的口才说服古族，以高尚的情操感化古族，终于让古族兵士前嫌，派兵北上支援大凤。杨公认为口才或许有的，情操有待质疑。再往下是各部派兵的数量，新古部飞兽骑500。看到第一行时，杨公直接愣住，他怀疑许宁燕写错了。要知道，当年山海关战役中，大凤的飞兽军也才1500的数量。山海关战役结束后，不出几年，朝廷便将飞兽营办遣散，赤尾猎鹰大量售卖。为什么？因为养不起。如果重骑兵吃的是银子，那么飞兽军吃的就是金子。500飞兽军是什么概念？恐怕占了新古部一半的飞兽军数量了吧。继续往下看，立古部战士400，狮古部控尸首600，暗影部精锐800。若是再加上500飞兽军，杨公心里一沉，又惊喜又担忧。惊喜是因为古族的这些精锐战士无疑能缓解青州军目前的颓势，担忧则是因为古族给的太多了，所图必然不小。杨部正使担心许七安胡乱应承，给出朝廷无法接受的承诺。他皱起眉头，看向手书的末尾，也就是许宁燕给古族的承诺。这杨公再次怀疑许宁燕写错了。刚刚是觉得飞兽军数量太多，而现在是觉得代价太小，太便宜了。杨公的脊背在不知不觉间越挺越直，他依旧保持着威严刻板，但双眼已经变得格外明亮。他不动声色地收好手书，凝视着塔莫。手书上的内容，新古部的首领可有过目？塔莫不明白他为何有此疑问，想了想，又明白了，沉稳点头。杨部正使放心，手书上的内容准确无误。新古氏的智商普遍都在水准之上，这也是许七安把手书交给他们的原因。换成是立古部的，恐怕会这样回应：俺怎么知道？或者只会说俺也一样。塔莫继续道，还望杨部正使早日上书朝廷，将此事确定下来。杨公颔首，本官明白。塔莫统领远道而来，旅途劳顿，本官先安排你下去休息，晚上再好好宴请统领。让人把塔莫带下去安排住所后，杨公缓缓吐出一口气，把目光投向了桌边的幕僚们。而这些精通各个领域、饱读诗书的幕僚早已迫不及待。宁燕的手书上怎么说？有多少飞兽军？李慕白代表众人发问。杨公露出了一抹微笑：500。惊叫声在桌边响起，远处忙碌的吏员也纷纷停下手头工作，愕然地看了过来。给我看看。李慕白伸出手，沉声道：来。杨公手里的信纸突兀消失，出现在李慕白手中。他展开信纸阅读，看着看着，呼吸略有急促，拿信的手也轻微颤抖几下，但很快平复。信纸在幕僚之间传阅，一双双捧信的手在颤抖，一张张脸上露出激动又兴奋的表情。古族精锐的到来，对此时的青州来说，犹如一场及时雨，浇灌着遍地干涸的战场。仅仅是这些代价，就请来如此多的古族精锐。许银罗的高尚情操，
连古族的人都能打动啊！一位幕僚抚须赞叹。天真，李慕白和杨公看了他一眼，后者缓声道：“或许还有我们不曾知道的代价，由宁燕自行支付了。”桌边气氛缓和起来，幕僚们边感慨边笑谈。不知道许银罗何时能处理完南疆之事，他若能来青州，叛军何愁不灭？他虽不在战场，但依然心系青州，不是吗？说起那个声望如日中天的武夫，即使在座的都是读书人，心里也只有崇敬。要知道，文人最看不起粗鄙武夫。如今再看，还是得感谢魏公啊，他让大凤的镇国之柱得以延续，没有因他的牺牲而坍塌。大凤没了魏渊，但多了许七安，传承依旧不灭。李慕白皱了皱眉，哼道：“宁燕不愧是我的学生，合纵连横之术，炉火纯青，不枉费我多年来的教导啊。”许宁燕是他名义上的学生。杨公面无表情地审视着同窗好友，淡淡道：“是啊，许宁燕这个学生，本官也很满意，不曾辱没本官那些年的倾囊相授。”云麓书院的两位大儒对视一眼，空气里仿佛有电火花碰撞。2日后，宛郡10里外，云州军大本营，8只赤红如火的巨鸟从天边飞来，掠过一顶顶营帐，降落在军营西北侧。此时的戚广博正与谋士、各营将领沙盘推演。以我方兵力强攻宛郡的话，10日之内便能拿下。不过宛郡有大儒张慎坐镇，此人主修兵法，不容小觑。强攻的话，恐怕会折损我军精锐。葛文轩望着沙盘，分析道。见身边的各营将领眉头紧锁，并不当一回事，他沉声道：“先前说过，打青州最重要的是稳，而不是快。打得越快，精锐折损速度越快。我们不能打到京城时，精锐部队所剩无几。所以对付宛郡，围而不攻，慢慢耗死是最好的办法。青州军若是赶来支援，咱们就吃掉，来多少吃多少。”一位方脸将领摇摇头。钝刀割肉的前提是松山县能够拿下来，吃掉松山县和东陵，才能逼青州军拼尽全力来稳住宛郡。不然，他们完全能以松山县为据点，派兵与东陵的守军会合，吃掉击旋的队伍。这样一来的话，宛郡反而成了拖住我军主力的顽石。三军主帅戚广博终于开口：“卓浩然可有情报传回？”几天前，卓浩然传回急报，所率领的6000精锐在松山县遭遇守军负隅顽抗，请求援兵。戚广博派了40骑朱雀军以最快速度驰援。按理说，松山县也该拿下了。这个许新年倒是让本将军意外。卓浩然虽不擅长攻城，但麾下6000精锐的骁勇善战，一个弱冠之年的少年郎能做到这一步，殊为不易。戚广博笑道：“是个将才。”正说着，狂奔的脚步声在军帐外停下。戚广博望向敞开的帐外，看着一名士卒由远及近，道：“何事？”通报的士卒大声道：“朱雀军已返回军营，带回情报，出兵松山县的6000精锐全军覆没，卓浩然逃亡，不知所踪。朱雀军40骑仅回8骑。”边说着边递上情报书。军帐内众将领脸色一变。戚广博眯了眯眼，表情变得有些沉凝。他大步走去，拿过士卒手中的情报书，展开阅读。“大将军！”葛文轩低声喊了一句。戚广博没什么表情的把手里的情报递过去。葛文轩看完，沉默了。情报在各营将领之间流传，静默中，终于有人没忍住，咬牙切齿道：“古族与大凤结盟了。”葛文轩前阵子返回军营，告知众人与古族的结盟失败后，云州军高层心里就隐约有了不好的预感。众将领纷纷看向戚广博。这位云州军最高统帅沉默许久，呵了一声：“有趣。”当年他首次参军时说的便是这2个字，与许屏风沙盘推演说的还是这2个字。东陵、南城门坍塌成了废墟。最初时，大凤守军和云州军在城中展开巷战，战火烧遍城中每一寸土地。巷战维持6天后，城中人口减少了一半，有部分百姓逃出东陵，部分被云州军或大凤军抢征入伍，部分死于战火波及。而后，大凤守军撤车东陵，与云州军展开野战，城中战火才平息下来。但随之而来的是云州军的劫掠，百姓家中钱粮、美貌女子尽数被抢走。一座保存完好的小院里，许屏风脸色苍白的咳嗽，掌心沁出鲜血。伽罗树菩萨盘坐在蒲团上，小院里的温度因他的存在酷热的仿佛盛夏。很多年没受这么重的伤了，老师还是老师啊。尽管身受重伤，许屏风眼里却带着笑意。他旋即看一眼伽罗树，不过就算是老师，也没能重创你。伽罗树闭目打坐，淡淡道：“当年初代监正一样没伤到我，除了覆灭万妖国时险些死于神书之手，我已经500年不曾受伤。古族好像参战了。”许屏风不甚在意的摇头：“都是小事，与古族结盟只是幌子，目的是送白帝的化身见一见古神。至于我那长子，就
就由他蹦跶去吧，何时晋升河道，才有资格做我对手？哎，这么多年了，我终于解开心里的一桩困惑。伽罗树睁开眼睛，凝视着他。何事？许屏风笑道：我大概知道守门人是谁了。许屏风说完，侧目看着不动如山、波澜不惊的伽罗树菩萨，笑道：你似乎并不好奇，难道你们佛门早就知道了？伽罗树淡淡道：本座早已四大皆空。许屏风不置可否，慢条斯理的煮茶，突然又剧烈咳嗽起来，指缝里溢出鲜血，嘶哑的声音说道：幸而半数国运已经不在大凤，不然昨日老师的杀阵恐怕能将我们二人炼化。初代竟然没能伤你，那是你们佛门以多欺少。伽罗树菩萨不喜不怒道：你还打算在青州玩多久？许屏风用洁白手绢擦拭掌心鲜血，笑道：善调者必先善诱，七广博都能忍，我有何不能忍？南疆深夜暴雨，最后给你一个机会，让我杀了他，或风华绝代的女子烈焰红唇缓缓吐出。杀你！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浓厚的乌云仿佛墨汁般笼罩在头顶。许七安单膝跪地，艰难地抬起头，雨水冲刷着他身上的血污，发丝粘连在脸庞，锈迹斑斑的铁剑横在脖颈，剑光与女子的表情一样森寒冷冽。他扬起俊朗的脸，挤出一丝苦笑：那你还是杀了我吧。风华绝代的女子眼神厉色一闪。下一刻，许七安万念俱消。许七安猛地从床上坐起，剧烈喘息，他像是睡了一觉，又仿佛经历了漫长的一世，终于从混沌中醒来，来到世间。紧接着，他左手摸向脖颈，右手摸向眉心。许郎放心，人家怎么舍得杀你呢？人家只是用剑气震散了许郎的元神。轻笑声从窗边传来，烛光如豆，窗边站着一个披雨衣的高挑背影，见他醒来，翩然回眸，笑容妖冶。她是如此的美丽，但美丽中似乎藏着危险。随着美人绽放笑靥，许七安仿佛看见一个绝世妖姬的诞生。头好痛，许七安定了定神，就像宿醉的人渐渐从迷糊中清醒过来。他慢慢想起了昏迷前的事，他被家暴了。昨天的骆玉衡是玉人格，缠着他连续24小时不间断的双修，所举无度。好不容易到了子时，终于把小玉打发走了。许七安虽说没像上次那般不堪，但也感受到了些许疲惫。谁想小玉之后的人格是许七安上次双修未曾接触的恶人格。恶人格现身后，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讨厌木南枝，我要杀了他，并要许七安取出浮屠宝塔，释放出木南枝。许七安当然不同意啊，想着凭借3寸不让之舌让骆玉衡满意，从而打消这个念头，岂料恶人格直接翻脸无情，头发一甩，谁也不爱，与他发生了激烈冲突。两人在博山边境打了一场，我确实打不过他，虽然没有拼命，很多底牌不曾施展，虽然他事先把我身子掏空，但我和骆玉衡之间的差距确实不小，不愧是半只脚迈入一品的剑修。许七安无声的嘀咕：你想怎么样？他谨慎地盯着窗边的妖姬，人家只是想和许郎双宿双栖，一生一世一双人嘛。骆玉衡眨巴一下美眸，嘴角噙着笑。他连步款款走到桌边坐下，托着腮，烛光把他的脸映照得宛如世间最无瑕最温润的美玉。可你总是带着花神在身边，让人家很苦恼啊。骆玉衡叹息道：你是被九尾天狐附身了吧？许七安眉头直皱，这样的小姨让他有些水土不服。还有你以前狼藉的名声，想到你是个频繁出入教坊司的浪荡子，人家心里就难受得很。不等许七安回应，小姨嫣然一笑：都过去了，人家不会在意的。在你沉睡的时候，我用剑把你的命根子切了下来，我替你向过去做了告别，现在的你是干干净净的。你要不要看看他？许七安胯下一凉，瞠目结舌地看着他。两人无声对视片刻，突然骆玉衡咯咯咯地娇笑起来，笑得花枝乱颤，笑得丰满的胸脯发颤。我骗你的。他笑趴在桌上。我收回刚才的话，九尾天狐没你这么恶劣。许七安丝毫没有松口气的意思，因为他摸不准骆玉衡那句话是真，那句话是假。幸运的是，骆玉衡的恶人格还是可控的，自然没有真正的六亲不认。最开始的战斗更像是一种彰显自己到来的手段，也可以视作是他的恶作剧。他的恶是内敛型的不是那种张扬的，恨不得把坏人写在脸上的另外，7种人格是根据骆玉衡自身的性格演化而来。骆玉衡若是本性善良，那么恶人格的状态其实是可以预测的。他或许很坏，但不至于嗜杀成性。还得多做观察。许七安念头闪烁间，听见骆玉衡伸展懒腰：昨天你那般折腾我，身子骨都要被你拆了，人家要休息。昨天是你折腾我吧？小玉人格真是让人闻风丧胆。他心里腹诽一句，起身离开床，让出位置。骆玉衡嘴上说休息，却坐在桌边没动，轻蹙眉间：床脏了，换一换。
许七安就把散发怪味的床单被套换了新的。骆玉衡扑倒在床榻上，趴在床上，轻轻撩起雨衣下摆，衣角划过匀称的小腿肚，到浑圆的大腿根部，堪堪停下。他回眸，露出无比魅惑的笑容。要双休吗？我觉得适当的休息比双休更能调养气机。许七安委婉地拒绝了他。如果说正常状态下的骆玉衡是他无法驾驭但敢嬉皮笑脸撩拨的，那么眼前的骆玉衡是他既不敢撩拨也无法驾驭的谨慎起见。他决定多做观察，多了解恶人格的行为作风。骆玉衡失望地撇撇嘴，扭头轻轻一吹，蜡烛熄灭。他钻入被窝，打了个滚，滚到里侧。许七安重新躺下来，双手枕在脑后，在漆黑的房间里望着天花板发呆。现在是寅时2刻，玉人格子时刚走的，按照以往的情况应该会睡一觉，到次日清晨才会进行人格切换。但玉人格刚走，恶人格就跳出来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恶人格是7种人格里最强的？想着想着，他思考的方向又转到了10万大山。广贤菩萨的化身一具，保守估计会有2品吧，渡恶罗汉也是2品，再加上阿苏罗，想要夺回10万大山并不容易。九尾狐应该能搞定广贤菩萨的化身，他要是没这份实力，复国也想了。妖族还有一位超凡，好像是只懒惰的熊，不过只是个3品。我是不是太飘了？如果仅仅这样的话，我们很难夺回10万大山。七绝谷虽然大有长进，但我大概率打不赢阿苏罗，所以这次打佛门的主力是神书。其实说白了，是修罗王带着小女儿打前期生的小儿子。默默吐了个槽，许七安转而思考自己能在这场战斗里获得什么好处。尝试俘虏渡恶，让他帮我解开最后一根封魔钉，然后我就和王妃双修，晋升2品。另外，总算能见到九尾天狐的真容了，不知道和小姨比起来谁更美。至于木南枝，许七安把她排除在外。美貌是花神最大的武器，她的魅力已经到了独孤求败的境界，以至于到现在许七安都不敢释放出她的真容。一来是怕控制不住自己，二来怕麻烦。花神转世不做伪装的外出溜达一圈，会惹来什么样的麻烦是可以想象的。就算有应对任何挑战的能力，也没必要让自己陷入层出不穷的麻烦里。这时卷着被子的骆玉衡默默靠拢过来，一声不吭地舔他的耳垂。国师这是作甚？许七安板着脸问道。勾引你啊。黑暗里骆玉衡的眸子明亮，像是夜幕里的星星。不要闹。他嘴角抽动一下，心里一动，道：国师，我明日便要出发去10万大山，助妖族夺回故土，你还有几分战力？骆玉衡笑嘻嘻道：你求我，我就告诉你。他翻了个身，骑坐在许七安小腹，双手撑着他坚硬的胸膛，笑道：不行，我肚子里有你的孩子了，不能打架。他边说着边揉了揉平坦的小腹，一脸慈爱。哪有这么快啊？许七安不想和恶女解释。骆玉衡丝毫不介意，娇笑道：佛门的和尚还是有几把刷子的，有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许七安没说话，默默看着他。骆玉衡继续说道：许郎觉得我与你谁更强？你。许七安得承认，说实话，因为骆玉衡要平息业火，准备渡劫，所以已经很少出手，且经常在他面前红着脸，蹙着眉，脸颊通红的咬着嘴，这让他渐渐忽略了对方是堂堂人宗道首2品剑修，比他整整高了一个半品级。直到今晚打了一架，才恍然间反应过来。骆玉衡又问道：那你觉得加上一个孙玄机能否赢我？许七安审视自身底牌手段，想了很久，道：虽然没有打过，但我把握不大。骆玉衡红唇微微挑起，柔声道：那你和孙玄机是怎么打赢阿苏罗的？许七安愣住了。小姨轻笑一声，邪魅妖冶，低头含住情郎嘴唇，吮吸几口，笑着说：2品罗汉果位，以杀伐之术著称的杀贼，3品金刚神功，以及修罗族最强战士的称号所代表的力量，你是如何凭借一己之力牵制他的？你的封魔定还没拔出来呢，了不起就是接近3品大成，凭着浮屠宝塔和未达超凡的七绝谷，怎么可能与他纠缠那么久？许七安瞳孔微缩，他现在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了。对啊，我当初3品境，靠着如圣刻刀、镇国剑以及神书残枝的帮助，拼得九死一生才斩了2品的真德，而阿苏罗绝对比真德要强。骆玉衡叹息一声，你没有和佛门超凡交手的经验，不曾察觉出问题也不奇怪。这次与妖族联手攻打10万大山，你得小心再小心。也许这是佛门部的局呢，故意送出神书的部分残枝，让妖族看到复国的希望。你觉得这次复国行动如果失败，妖族还有多少气宇？许七安盯着他，国师是故意与我打的一架。这里的时间线是在古族出兵后不久。骆玉衡把一条大白腿搭在他肚子，眨一眨美眸，哀婉道：人家怎么舍得打许郎，还不是许郎薄情寡义，
明明已经有我了，还偏要和木南之纠缠不清，还带着他游历江湖。将来我担下子嗣，你肯定要抛弃妻子，跟那个小贱人私奔的。说着说着，他突然招手换来锈迹斑斑的铁剑，剑尖抵住自己小腹，哼哼道：“那我就宰了你的宰，一尸两命。”许七安就有些想念高冷的原版国师，头疼的捏了捏眉心：“国师啊，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冰冷的剑锋横在脖颈，黑暗中那双眸子冷冽如冰，嘴角冷笑：“你说什么？没听清楚。”“国师啊，我脑子好像有点问题，可能是被你打坏了。你震散我元神后，有把我的魂儿拼好吗？”许七安能伸能缩。骆玉衡说：“变脸就变脸。”丢了铁剑，揉着许七安的脑瓜：“乖，神经病啊！熬过24小时把你送走。”许七安强颜欢笑的应付。骆玉衡的表现让他意识到，这位人宗到手的占有欲极强，且对木南之极为忌惮。除了小爱粗魏强会针对鱼塘里其他鱼儿，其他人格都只警惕和忌惮花神。看来在国师眼里，南之是最强大的情敌，其他女子都不堪一击，花神大概是唯一让国师在美貌上失去自信的女人。心里想着，许七安斜眼瞥一下身边的小鳄，眨眨眼睛。许七安收回目光，心说没事，你虽然没她漂亮，但你润啊。不搭理大白腿在肚皮上蹭啊蹭，他闭上眼睛，开始复盘当日与阿苏罗的战斗。杀贼果位我没有接触过，不知道阿苏罗有没有放水，但现在回想起来，杀贼果位的力量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强，虽然给了我一定程度上的打击，但也仅此而已。如今想来就显得很有猫腻。就三品金刚的战力来说，阿苏罗没放水，而且他确实是压着我打，可是如果他一开始就释放修罗血脉呢？三品金刚的体魄配合修罗血脉，恐怕能直接吊打我。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他皈依佛门，告别过去，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意释放修罗血脉，可还是感觉有些勉强。尽管他和孙玄机能打赢阿苏罗是因为配合得好，利用封魔定给予致命一击削弱对方实力，而且最后抢走神书双腿后依旧只能逃跑，看起来是依仗封魔钉、浮屠宝塔等手段险胜。在外人看来，不是阿苏罗不够强，是那许七安太阴险。但这无法说服当事人的他，因为现场情况是孙玄机大部分时间龟缩在天上打辅助，三品之身的自己独自拖住了阿苏罗那么长时间。今日和小姨交手后，惊觉二品巅峰高手绝非三品武夫能抗衡，那他凭什么拖住阿苏罗这么长时间？他竟然演我！许七安嘶了一声，阿苏罗不但演他，而且演还很好。首先，两人交手时，阿苏罗确实压着许七安打，且最后是许七安依靠封魔定才打赢，可以说是险胜。这样的情况下，往往会让人觉得是自己赢得很凶险，敌人很强大，哪里还会怀疑阿苏罗在演戏？问题来了，阿苏罗为什么要演我？首先，他绝对不可能是友军，因为一入空门，四大皆空，想当二五仔的机会都没有。佛门的菩萨和罗汉也不是傻的，如果阿苏罗有问题，怎么可能安排他来镇守南疆？这样一来，答应可能就只有一个：佛门内部的矛盾。大小城之争比我预料的更激烈啊，所以需要妖族这个外敌来转移矛盾。这个解释没问题，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明儿先去10万大山，等九尾天狐回来，就把这些事告诉他，看看他是什么意见。小姨能察觉出的细节，九尾天狐肯定也能，但他却没说，也不是没说。对于我能夺回神书残枝，他确实有过感慨。助万妖国复国，俘虏渡恶或阿苏罗，拔除最后一根封魔钉，10万大山战役结束，会轰动九州的。念头浮动间，他察觉到脸颊被湿润温热，小舌头舔了几下。作甚？许七安扭头看着枕边的绝美的脸蛋，小鳄伸出小舌头舔了舔嘴唇，美艳的脸上绽放妖冶的笑容，雪白下颌一昂，挑衅道来双修啊！许七安翻身压了上去，我的三品体魄也不是吃素的，准备好哭泣了吗？次日，浮屠宝塔内，许七安双手合十，盘坐在塔林老和尚身边，低声道：“大师，我又悟了。”说这句话的时候，许银罗脸庞没有任何世俗的欲望。塔林老和尚瞅他一眼，欣慰点头。善。旁边的木南之抱着白姬，冷笑道：“大师，他已经悟过2次了。”许七安瞪他一眼，把花神拉到一边，花神踉踉跄跄的被拖到角落里，板着脸：“谁让你碰我的？”白姬抬起爪子，啪啪拍打许七安抓住木南之胳膊的手，叫道：“松开，松开！”他就像是坚定不移站在妈妈一边的孩子。许七安收回手，嘿了一声，用肩膀拱他一下：“吃醋了？”木南之报以冷笑：“吃醋？你也太高估自己了，真当天下女子都爱你爱得不可自拔？”白姬气啾啾地说：“就是，没有，喜欢我的女人都不及李灵素的1/10，她才是女友遍天下的大佬。”许七安看了看白姬，自顾自说：“我明日要去一趟南疆，在这期间，你就不要出来了。”木南之眼圈一红，
冷冰冰地看着他。怎么，嫌我爱到你俩双修了？猛吸一口气，嘲讽道。还没问许银罗和国师双修的如何呢，想来是如胶似漆，一刻也不愿分离。反正亦是空如也。许七安一脸严肃。倒不是，你可能不知道，骆玉衡现在的人格是恶毒的他昨夜逼我将你从浮屠宝塔里放出来，要亲手杀了你。木南之脸色一变。许七安继续说，我当然不同意啊，就和他打了一架。木南之又气又怒，咬着牙。他打你了？许七安委屈的点头，握住木南之的手，柔声道，我皮糙肉厚无所谓，但你是不一样，我绝对不会让他伤害你的。木南之心里的怨气散了大半，轻轻抽回手，哼道，我和你清清白白，莫要说这些放荡的话。抿了抿嘴，趁机掩盖嘴角翘起的弧度。许七安见好就收，接着说道，但白姬要跟我一起出去，我需要用他联络九尾天狐。木南之担忧道，可你说骆玉衡恶毒得很，他会不会为难白姬？许七安从他怀里接过白姬，抱在怀里，面无表情地说，我觉得这是他这个年纪应该承受的。白姬抖了一下，连忙补救，人家最喜欢许银罗了。晚了，许七安抱着白姬顺着台阶来到第二层，此处竖立着一尊尊金刚雕塑，或横眉立目，或作势欲打，森严可怕。这些雕塑组成特定的阵法，被赋予了佛法，构成浮屠宝塔第三层，专作为封印强大修行者的牢笼。第二层溢散出的镇狱之力，甚至能短暂影响到二品。柴希儿盘坐在两尊雕塑之间，他本是姿色极佳的人妻，气质楚楚可怜，长期的囚禁让他愈发的柔弱，惹人怜爱，脸颊苍白消瘦，青丝披散。苗有芳在身边的时候，充当着狱卒的身份，定期投食，更换马桶。另外，每7天柴希儿会有一次外出活动的机会，沐浴洗漱。等苗有芳走了之后，投食的任务就交给了木南之，至于更换马桶，则由塔林老和尚来负责。反正对塔林来说，念头一闪便能将塔内的任何物品转移出去，神书断臂除外。没想到漫长的囚禁生活竟让你气机愈发浑厚，修为大涨。许七安笑道。柴希儿睁开眼看了看他，不卑不吭地说道，除了吐纳炼气便无事可做，任何人都会和我一样修为大涨。顿了顿，他眉眼柔和了几分，问道，李郎近来可好？许七安颔首，组建流民军队，准备去青州打仗了。你待在浮屠宝塔的这段时间里，寒灾爆发，中原百姓流离失所，云州叛军北上攻打青州，战况焦灼。柴希儿默然片刻，苦笑道，小小一座浮屠宝塔竟成了庇护所。庇护所是没错，前半句话你问问塔林认不认同。许七安没再废话，于怀里摸出半卷兽皮地图，你看看，这是不是你祖上留下的那半卷地图？柴希儿伸手接过，展开看了一眼，似乎是，这与当年公主从柴家带走的地图材质一样。你见过另外半卷地图吗？许七安问道。柴希儿苦笑道，许银罗觉得我有资格知道。许七安又问道，对于你们柴家的祖上，你还知道些什么？柴希儿摇头，现在柴家能追溯到的先祖，便是从南疆回来的那位，再往上经历过一次灭门，早就彻底烟消云散。这就有点头秃了呀。许七安无奈地收回兽皮地图，能入许屏风眼的绝对不同寻常，大墓的主人是谁？许屏风又是如何注意到柴家的？目前来说这件事不急，先缓缓。陈设简陋的卧室里，骆玉衡慵懒地打了个哈欠，从储物小袋里取出干净整洁的小裤和肚兜，慢条斯理地穿上，罩上雨衣袍子，手里把玩着莲花冠，妙目盈盈地望着桌上的玲珑小塔，嘴角一挑，3品武夫，就这。他随手把莲花冠丢在桌上，离开卧室。因为族中轻壮出征，上山狩猎的人数少了许多，身为族长的龙图不得不重新上山干活。在力古部，族长既是手握权力之人，也是责任最重的人。在面临人力不足、食物短缺的时候，族长龙图被迫营业，上山打猎。骆玉衡来到院子外，看见许灵英和丽娜蹲在树荫下，升起一团篝火，篝火边插着6只包皮洗净的老鼠。等我们吃完老鼠，火堆下面的地瓜也烤好了。丽娜哼哼道，期待吗？期待的。小豆丁抹了抹口水。丽娜使唤徒弟，你去给师傅拿水带来，口渴了。小豆丁警惕地看着他。那你别偷吃得到师傅的保证后。小豆丁迈着小短腿冲进院子。国师好。丽娜瞅见骆玉衡，恭敬地打招呼。他可不是许灵英这种没脑子的笨蛋，深知眼前这位的强大以及超然地位。近日来，骆玉衡与许七安在极园里出了不少力，双修道侣横扫极园的传说已经传遍古族。骆玉衡审视着丽娜，你是那个地书碎片持有者？丽娜吃了一惊，没想到国师竟然知道自己的身份。骆玉衡脚步不停，继续往外走。
丽娜的目光追随着他，敏锐地察觉到今天的国师有些不对劲。她旋即收回目光，满怀热情地看着快要烤好的老鼠，却发现篝火边空空如也。老鼠没了。丽娜茫然无措地站起身，环顾四周，老鼠呢？我那么多的烤老鼠呢？噔噔噔！同时，许灵英抱着水袋跑了出来，看着篝火边空荡荡的，她陡然僵住。师徒俩大眼瞪小眼。丽娜动了动嘴唇，艰难地说：“老鼠自己跑了，你信吗？”小豆丁水袋一丢，坐在地上双腿乱蹬，嚎啕大哭起来。远处，微风里，青丝扬，羽衣翻飞，骆玉衡笑靥如花，妖冶绝美。南法寺，坍塌的封印之塔外广场上，脑后亮着一轮七彩光轮的渡恶罗汉，盘坐在蒲团，掌心托着一只金钵。过八苦阵，受问新关，这是广贤菩萨的意思。你若过了这两关，封印之塔被毁的事便接过了。黝黑枯瘦的老僧目光平静地望着对面的阿苏罗，弟子明白。阿苏罗双手合十，跨出一步进入金钵。渡恶罗汉收回手，金钵徐徐浮空，钵口投射出一道光幕。光幕中，身披袈裟的阿苏罗双手合十，昂然而立，站在八苦阵前，却迟迟不曾入阵。八苦阵，佛门高僧用来顿悟的阵法，过的此阵，烦恼去除，心生佛念，从此皈依佛门，从此佛法精深。反之，则永堕八苦之中，元神崩溃。当然，每一位进入八苦阵磨砺佛心的僧人，都会得罗汉或菩萨关注，以保元神安稳。简而言之，八苦阵其实是佛门四大皆空中的一部分。阿苏罗若还是阿苏罗，还是那位皈依佛恩的修罗子，那他就无惧八苦阵。见阿苏罗久不入阵，渡恶淡淡道：“阿弥陀佛，阿苏罗有何犹豫？”声音透过法器传入金钵内的佛界。阿苏罗淡淡道：“只是回忆起了前尘往事，那些早已化作云烟的往事。”说罢，他不再犹豫，踏入了八苦阵中。渡恶微微眯眼，审视着阵中的阿苏罗，只见这位相貌丑陋却又英武不凡的修罗王幼子，步伐缓慢，但异常坚定地穿过八苦阵。过程中，他的表情始终平淡。穿过八苦阵后，阿苏罗脚步不停，涉级而上，不多时来到了山顶的古刹。古刹顶上有一座青铜大钟，阿苏罗缓步登楼，在青铜大钟前双手合十，念诵佛号。当，他推动钟锤，敲响第一声。青铜古钟荡起空旷悠扬的钟声，以及涟漪般的金光当当当。钟声不断响起，涟漪状的金光层层叠叠扫在阿苏罗身上，先是眉心亮起金光，继而身躯覆盖上一层淡淡金灰，澄澈剔透。81声后，阿苏罗松开钟锤，双手合十，低头垂眸。渡恶罗汉拈花微笑：“佛心无垢，本座会回禀广贤菩萨。近日来，10万大山外围妖气冲天，南妖复国的野火憋了500年，此番欲燃便10万大山。我等奉命镇守南疆，不可疏忽大意。”阿苏罗颔首：“自当如此。”南疆院子外，丽娜啃着地瓜，看一眼身边的小背影，无奈地解释：“老鼠真不是我吃的。”小豆丁捧着属于他的地瓜，默默地啃着，用小小的背影和后脑勺对着师傅，一副恩断义绝的姿态。丽娜沉吟一下，推了推许灵英的肩膀，许灵英扭了一下身子，不要他碰。娜娜，地瓜给你吃行了吧？小白皮丽娜说道。许灵英猛地扭回头，双眼放光地盯着师傅。真的。丽娜依依不舍地看一下刚咬一口的地瓜，忍痛点头，递了出去。许灵英开心地抢过来，抱在怀里。不生气了。师徒俩重归于好。丽娜眉开眼笑，说：“那有好东西，是不是要和师傅分享？把地瓜给师傅一个呗。”小豆丁也眉开眼笑，头一低，朝着地瓜呸呸2声。丽娜。房间里，许七安从浮屠宝塔内出来，转头四顾，没看见骆玉衡。空气中残留着国师悠悠的体香，以及一股怪味。床铺一片狼藉。小白狐虽然是幼崽，但也很懂事了，乌溜溜的眼睛转动，看着床铺，怒道：“我要和叶姬姐姐说出来，你瞒着她和别的女人好。”小妖怪还挺聪明，许七安斜他一眼，没好气道：“你凭什么说我和别的女人好？你有证据吗？”小白狐抬起爪子拍一下桌面，奶凶的语气说：“你每次和叶姬姐姐睡完觉，床就这么乱，我还看到你撞她。”说到这里，他突然盖下尾巴挡住屁股。许七安赏了他一个头皮，骂道：“小崽子懂什么？我那是给他拍蚊子，赶紧召唤娘娘，我有事找他。”慑于许银罗的淫威，白姬屈服了，蜷缩在桌上，尾巴盖住身子，额颈，一股强横的意志力从他体内觉醒。2只巴掌大的小狐狸站了起来，左眼一出青光，娇媚悦耳的声音叹息道：“本座的威严江河日下，已经成了你随时都能召唤的人物了。”废话少说，有正事。许七安皱眉道：“
我今日复盘了与阿苏罗战斗的经过，发现他当日没尽全力。你才发现啊？九尾天狐笑盈盈道：这小贱人当初果然看出端倪。许七安面无表情地说：娘娘，你这样会失去我的友谊。九尾天狐呵了一声，乖巧地蹲坐，嗓音柔媚，富有磁性。两种可能：一，阿苏罗出于某种目的，不露痕迹的让你带走了神书的残肢。他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许七安皱了皱眉，什么意思啊？阿苏罗转世重修，500年后归位，可归来的依旧是修罗王幼子阿苏罗。他的转世之躯在哪里？转世之躯若到了4品，已经发完宏愿，那么只要完成宏愿，他便能证得菩萨果位。以此推测，他的宏愿多半与妖族有关，或者说为佛门夺得南疆。可南疆已经是佛门的领土。许七安摸了摸下巴，所以要重新丢一次。2，这一切都是佛门设局坑我妖族。也许我们攻打南国城会直接遭遇广贤菩萨，我肯定是能逃走的，但你们吗？难说了。许七安若有所思，你似乎有应对之策。九尾天狐狡黠一笑，若阿苏罗是想争的菩萨果位，那便将计就计；若是佛门坑我妖族，那还是将计就计。许七安直截了当地问：你想怎么做？小白狐乖巧蹲坐，笑盈盈道：想不想打到阿兰陀去，看一看佛陀到底是什么状态，看一看如圣的雕塑有没有被破坏。当日助你对付许屏风时，本座从监正那里讨要了几件传送法器，而后派人将刻了相应阵法的石盘暗中送到了西域。我们只要捏碎传送法器，就能传送到石盘所在的位置。它距离阿兰陀只有30里。广贤敢离开阿兰陀，我们就直接传送过去，抢回神树的头颅，让他彻底复生。许七安没好气道：广贤菩萨会让我们传送。至于监正和九尾天狐私底下的勾当，他倒是不奇怪，对前者来说这是基操，对后者来说谋划500年，要是这点布局都没有，那还复什么国？早点嫁人生娃，相夫教子吧。这个你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九尾天狐语气很笃定。许七安点点头道：如果这次复国没有意外，那我要你助我俘虏都恶罗汉，让他拔出我身上最后一根封魔钉。九尾天狐笑道：我额外再告诉你幽冥蚕丝的位置。许七安心脏砰砰狂跳2下，语气急促道：你知道幽冥蚕丝在哪里？幽冥蚕丝是炼制招魂幡的主材料之一，招魂幡则是复活魏渊必备的法器。九尾天狐道：不急，等妖族复国后再谈这些。东陵城，许屏风坐在青铜丹炉前，手里握着芭蕉扇，轻轻扇动青色火焰。要不要回南疆一趟？他侧头看向斜对面盘坐的伽罗树菩萨，本座若是回去，正中监正下怀。伽罗树菩萨淡淡道：倒也是，老师早就与九尾天狐勾结了。许屏风点点头，利用南疆的妖族牵制佛门，是他早就打好的算盘，借我长子之手去做罢了。咱们在青州等消息吧。伽罗树菩萨闭目打坐，说道：机关算尽太聪明。他没说后边一句。许屏风听完，笑容忽然诡谲起来。进山城，萨伦、阿古站在荒山之巅，眺望南方。山海关战役后，气运尽在西南方啊。披着斗篷的老人低声感慨：大巫师觉得南妖能复国吗？巫神教唯二的灵会师乌达宝塔问道：仅凭妖族差了些，但不是还有许七安吗？萨伦阿古笑道：不知道他的实力到了什么层次，此战若是南妖得胜，那边真正轰动九州了。乌达宝塔皱着眉头，就如当年佛门甲子荡妖，举世皆惊。顿了顿，他嘀咕道：伊尔布送明经时送这么久。萨伦阿古淡淡道：时机没到。京城，观星楼、八卦台，赵守站在高耸入云的天台边缘，俯瞰着下方的京城。京城繁华依旧，于我眼里却蒙上了晦暗萧条，气运浑浊了呀。他抚须感慨道，接着转头看向监正：你的力量流失严重，甚至连伽罗树的2尊法相都打不破，长期以往，大奉还有圣机。监正淡淡道：万物盛极而衰，皆为天数。从真德到许屏风，再到许七安，都是应运而生之人，都是中原人族之大劫。赵守皱了皱眉：人族，而不是大奉。监正笑道：天机不可泄露，我窥探天机，知晓天命，亦是应劫之人。赵守，你可知我为何要压儒家200年？赵守淡淡道：天机不可泄露。监正颔首：孺子可教。赵守呵呵一声，他转了个身，面朝南方。能不能牵制佛门，就看这一战了。希望他不会让我们失望。监正笑着反问：他何时让我们失望过？抬起酒盏，喝了一口，道：此番进京是与我闲聊来的。
赵守哦一声，似乎才想起来，道：“杨公传了一封折子给我，说是古族愿与大凤结盟，帮着一起打云州叛军，希望我能转交给小皇帝。我进宫需要你的同意，即使是800里加急，速度也没施展儒家秘法传送的快。坚正颔首，去吧。青州战事紧迫，小皇帝和诸公正愁着呢，安一安他们的心也不错。”御书房，年轻的永兴帝脸色沉凝地坐在铺设黄绸的大案后，听着新任首辅武英殿大学士钱钦书的奏报。王贞文养病之后，朝廷内部停推，经过各党一番厮杀，首辅之位落到了武英殿大学士钱钦书头上，依旧还是王党。各地多有匪患劫掠乡绅望族之事，在江州和建州，甚至有城中百姓与匪徒勾结，里应外合打开城门，放匪徒进城劫掠。各地皆有类似之事。山阳须花白的钱钦书沉声道：“陛下，还请早些派兵剿匪，不然大乱将至。若不能稳住后方，青州局势危矣。”王党成员纷纷附和，各党成员一半沉默，一半附和。专劫掠士大夫阶级的匪徒，无疑刺激到了诸公们的神经。陛下三思。高呼声里，御史台左都御史刘宏出列，作议道：“青州战事如火如荼，朝廷应倾尽全力助杨公将叛军挡在青州，岂可在朝廷缺钱缺粮之际，耗费国力去清剿流民匪寇？那不过一群乌合之众而已，难成大事。”原卫党成员立刻附和，支撑如今党派魁首刘宏的谏言。王党成员立刻跳出来反驳：“乌合之众！如今流民成灾，劫掠抢粮，已经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放任不管的话，云州叛军还没打到京城，那些流民匪寇先一步兵临城下。”双方展开争论，御书房议事又称为小朝会，相对于早朝比较松散随意，争论渐渐演变成骂战。永兴帝冷眼旁观，时至今日，魏渊和王首辅一死一病，朝堂内的格局依旧是两党相争，各党掺和凑热闹。他扫过群臣，目光落在大理寺卿身上，淡淡道：“寺卿大人有何高见？”诸公目光不可避免地投向大理寺卿。大理寺卿年过50，须发之间不见白丝，保养得相当好。“陛下，臣以为对流民匪寇可采取招安之策，授予贼首官职，让其率麾下人马前往青州抵御叛军。”大理寺卿说道。永兴帝沉吟不语，许久后缓声道：“此事暂且搁置。”停顿一下，沉声道：“青州第一道防线已被叛军攻占，杨公未能对云州叛军造成沉重打击。诸位爱卿，有谁能告诉朕，这青州能不能守住？能守多久？”无人应答。永兴帝沉着脸看向兵部尚书和户部尚书：“两位爱卿，朕让你们调兵调粮支援青州，可有进展？”户部尚书出列，作议道：“尚需10日，请陛下再宽限一旬。”永兴帝本来想责难，但看了一眼户部尚书憔悴的模样，心里叹息一声，没做为难，转而望着兵部尚书，淡淡道：“徐尚书举荐的赵俊如，昨日给朕上了份折子，说是建议把支援青州的军队由他率领，绕路袭击云州，捣毁叛军大本营，真是位不可多得的将才啊！”兵部尚书心里一凛，见永兴帝面带微笑，眼神却异常冰冷，额头瞬间沁出冷汗，急声道：“臣有眼无珠，请陛下责罚。”永兴帝没搭理，让他保持着躬身的姿势，脸色难看的扫过诸公。要粮草没有，要能打仗的也没有，朝廷养士600年，就养出你们这群东西。幸而西域诸国没有举兵入境，只在雷州边境骚扰，不然西域大军此时都打到京城来了。说到最后时，永兴帝是大声吼出来的。诸公默然不语，知道他是在埋怨钱粮筹备不及时，无法立刻派兵前往青州。可国库要是有钱，援兵此时已在奔赴青州的途中。这段时间，户部已经在征收赋税，搜刮民脂民膏了。这是战争之下朝廷必然会做的，历朝历代皆如此。而这样行为是在积累民怨，耗损国力。战事若能平定，一切好说；一旦朝廷战败，民怨反扑，国家气运瞬间消耗一空。战场局势瞬息万变，前方将士以命抵抗，而等迟迟没有筹备好钱粮，军队可知会耽误多少战机。永兴帝破口大骂，诸公还是沉默。这时青光升腾，一道人影显化在诸公和皇帝之间，正是赵守。他穿着浆洗发白但一丝不苟的儒衫，花白的头发随意垂落，整体形象如同落魄的书生，还是老书生。永兴帝和朝堂诸公吃了一惊，完全没料到赵守竟能闯进皇宫陛下。赵守微笑作揖，永兴的定了定神，挤出一丝礼节性的笑容：“院长无事不登三宝殿。”赵守笑道：“是已在陛下桌前。”永兴帝茫然低头，看见大案上多了一份折子，他有些愕然地拿起，在抬头时赵守已经消失不见。诸公望着永兴帝，等待他的说法。
永兴帝展开折子，随着阅读，他的表情出现极为生动的变化，先是满脸愕然，然后眉头紧皱，看到后面时瞪大眼睛，似乎看到了令人惊讶的事，而后惊讶变成狂喜。好啊！永兴帝龙颜大悦，有了古族精锐的加入，可暂缓青州燃眉之急。许银罗屡屡让朕惊喜。古族精锐，许银罗、堂下诸公面面相觑。钱钦书目光闪烁一下，道：“陛下可有喜事？”永兴帝没有回答，望向御座之下的掌印太监赵玄振，笑道：“传阅诸公。”赵玄振恭敬接过，他内心无比好奇，但不敢窥探内容，恭敬地把折子递给新任首辅钱钦书。钱钦书神色平淡，但接折子的速度却极快。他展开折子凝神阅读，半晌后深吸一口气：“刘尚书可以睡个好觉了。”刘尚书就是自韩灾以来，整个人苍老好几岁，发际线上移好几公分的户部尚书。听到这话，刘尚书猛地看了过来，急道：“上面说什么？快给本官瞅瞅，和你不是一党的。”钱钦书脸色平静地把折子递给身后的刑部孙尚书。孙尚书默默看完，脸色极其复杂，既有欣喜，也有怅然。怅然是因为那个以前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小子，如今已是高不可攀的人物，九州顶尖的高手。折子在诸公手里传阅，一张张老脸或如释重负，或欣喜万分，最激动的是刘尚书。如此一来，青州局面必将得以缓解，本官也能松口气了，睡个好觉了。刘尚书险些喜极而泣。许银罗竟能让古族与大凤结盟，匪夷所思，匪夷所思啊！语气里毫不掩饰自己的敬佩和赞赏。诸公们低声议论起来，能以这么小的代价让古族出兵，他是如何做到的？古族与我大凤仇恨甚深，此次竟没有与云州结盟，而是与我大凤结盟，他总能让人刮目相看。他虽然不像魏渊那样能统帅三军，战无不胜，但作为武夫，他在超凡领域里也算是个人物了。有他和监正在，大凤多少还是有些希望的。永兴帝笑道：“盟约之事就交给内阁草拟，朱爱卿可有异议？”诸公道：“陛下圣明。”结束议事后，永兴帝连日来沉重的心情稍稍缓解。古族与大凤结盟的事，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但永兴帝心里还有一桩事梗在心头。陛下，前首辅求见。赵玄振踏入寝宫，永兴帝皱了皱眉，道：“请他进来。”既然没有在御书房议事时说，那便说明钱钦书有事要单独启奏。蓄着花白山阳须的钱钦书，在宦官的带领下返回御书房，钱首辅有何事要单独与朕商议。永兴帝没什么表情地问道。钱钦书沉声道：“陛下，各地匪患横行，若是不派兵清剿，迟早要酿成大祸。如今青州压力骤减，正好可以分兵围剿。”永兴帝沉吟不语。钱钦书高声道：“陛下，臣受陛下器重，必为陛下肝脑涂地，万死不辞。”永兴帝微微动容。好，那便依爱卿所言。如此痛快的回复，反而让钱钦书一愣，欣然拱手：“陛下圣明。”永兴帝颔首：“爱卿先退下吧，朕乏了。”望着钱钦书的背影，永兴帝面无表情的端坐，许久未动。那件梗在他心头的事，就是许新年曾经提议过的秘密派遣高手组织流民，落草为寇，以劫掠商贾、乡绅阶层，平息日益肆虐的流民之患。这种背叛阶级的决定，如果暴露出去，会让永兴帝众叛亲离。权衡再三，他选择了放弃。但没想到，朝中有人暗地里施行该计策，并收获了极大的成果，规模日益壮大。朕的敌人不是只有云州叛军啊！永兴帝低声喃喃，那人敌人是谁，他心里一清二楚。同时，他暗暗下了决定，不能再拖了。赐婚已是迫在眉睫之事。许新年已经生出一心，暗中投靠了昔日的四皇子，如今的延亲王，而他的决定必然会影响到许契安。若是许契安也倒戈延亲王，他的皇位必然坐不稳。许契安是魏渊一手提拔的，而魏渊与皇后是故交，坚定不移支持四皇子的人，且许契安与怀庆关系颇为不错。如今再有许新年投靠四皇子，永兴帝能想出的唯一的破局之法，便是将妹妹临安嫁给许契安，如此皇位可稳。得心愿。不久前，怀庆对书房做了一定程度的改造，搬来了沙盘、青州地图，书桌摆满兵书，其中包括许契安写的那本《孙子兵法》。许契安自称此书是孙子所著，但怀庆知道他哪来的孙子，湖州耍人罢了。作为一个公主，能如此心系青州战事，殊为不易。怀庆对兵法其实并不精通，行军打仗更是门外汉，但这些日子以来，闭门读兵书，沙盘演练，进步极快。当然，这只是大局观方面的进步，实际的排兵布阵太吃经验，纸上谈兵意义不大。书桌后，穿着素雅长裙、气质清冷的长公主，
纤纤玉指展开纸条，纸条上写着2件事：一，古族在许契安推动下与大凤结盟，出兵援助青州；二，赵守亲自送来青州奏折。对于第一条信息，怀庆内心毫无波动，因为早已知晓。但第2条信息，他咀嚼了很久。门口的光线暗了一下，宫女站在书房外，轻声道：“长公主殿下，延亲王来了。”怀庆把纸条收入袖中，起身带着宫女去了内厅。内厅里，气宇轩昂的延亲王子袍玉带，华贵逼人，手里握着一盏茶，气质沉凝。四哥怎么有空来？我得心。愿怀庆淡淡道。永兴帝登基后，把兄弟们都赶出了皇宫，但未出阁的妹妹依然可以留在宫中。亲王们等闲，不会入宫来。延亲王挥退厅内宫女，沉声道：“我听说许契安与古族结盟，以极低的代价请来了古族精锐援助青州。”怀庆清清冷冷地说道：“这是好事。”延亲王颔首：“确实是好事，于我来说谈不上好事，但也不是坏事，最多就是在等机会。为兄今日来是为另一件事。”四哥请说。延亲王沉声道：“今日赵守入宫了，监正压了云麓书院200年，那赵守此生入宫次数仅有2次，一次是逼附皇下罪己诏，再便是这次。”怀庆觉得监正这是何意？上次入宫情有可原，但这一次仅仅是送一份折子。怀庆抬了抬手，让广袖略有下滑，好不妨碍他端茶，慢悠悠地抿一口，淡淡道：“四哥想来有所猜测。”延亲王恩一声，边点头边说道：“值此危难时刻，监正恐怕要与云麓书院妥协，让赵守入朝为官。一位3品巅峰的大儒，值得监正放下身段了。四哥此番找你，是想与你一同前往青云山，拜会赵守院长。”话说的比较直白了，怀庆算是半个云麓书院学子，曾在书院求学数年，他的面子赵守不会不给。怀庆颔首：“即使四哥不寻我，我也会去找你。”延亲王笑了起来：“好妹妹。”凤七宫，林安带着2名贴身宫女穿过大院，进入清清冷冷的凤七宫。他跨过门槛，进入内厅，发现厅内与院子一样冷清，宫女和嬷嬷的数量维持在最低限度。林安知道这是母妃在为难皇后，不过自从皇帝哥哥登基以来，皇后便彻底没了脾气，无论母妃怎么刁难欺凌，皇后都不予理会。林安原本认为这是皇后妥协认输了，但某次听母妃阴阳怪气地说魏渊死后，那件人就像个死人似的，实在无趣。素雅简单的内厅，穿着便衣的皇后坐在桌边，没什么表情地看着他。林安已经很多年没见过皇后了，但印象里皇后和怀庆是一样的，清清冷冷，对谁都不热情，但不像现在这样，除了冷漠还是冷漠。见过母后，林安恭敬地朝名义上的母亲行礼。皇后是个极美的人儿，即使韶华不在，但时间似乎不忍摧毁她的美貌，倾国倾城的容颜没有任何痕迹，反而多了岁月的沉淀。陛下刚来找过我。皇后看着眼前的人儿，脸蛋圆润，桃花眸子妩媚多情，是个什么话不说就能勾人的女子。相比起来，她的女儿怀庆，即使身段容貌都不逊色，却太过清冷了。皇帝哥哥，林安有些诧异。皇后微微颔首，语气平淡：“林安也到了婚嫁的年纪，陛下是为你婚事而来。”林安脸色猛地一变。听完太后的话，林安的第一念头是皇帝哥哥为了稳固政权，打算与朝中勋贵妥协，把自己嫁给某位国公的子嗣，这不是他无端猜测，之前母妃便提过这方面的事，想把她嫁给定国公的次子。太后声音很轻很淡，继续说道：“本宫毕竟是你名义上的母亲，你的婚姻大事得由我来操持。先帝在时对你们的婚事并不关心，本宫也乐得偷闲。而今新君有此打算，本宫也责无旁贷了。皇帝哥哥明知道我和狗奴才走得近，虽然我从未承认过心意他，但皇帝哥哥难道就看不出来吗？”林安心里一口气憋着，脸色瞬间沉了下去，语气恭敬中透着冷漠。此事不劳烦太后，林安会亲自和皇帝哥哥说。太后有些诧异地看他一眼：“你不想嫁？”林安板着脸：“我谁都不嫁。”太后点点头，他也无所谓，轻声道：“也罢，听陛下说，你与许银罗走得挺近，感情甚好，原来是陛下会错意了。”林安满脸呆滞地看着他，大概有个几秒的实话，林安结结巴巴道：“母后说什么？”太后淡淡道：“陛下要为你和许银罗赐婚，你若不愿意，回了他便是了。”话没说完，林安大声道：“既然皇帝哥哥都这么说了，那林安就算千般不愿，也只能从了。有劳母后操持了。”太后盯着他看了几眼，露出少许笑容：“经历那么多事，你倒是成熟不少。本宫要说的已经说完了，你退下吧。”林安告退，他面不改色的行礼，带着2名贴身宫女离开凤七宫。刚跨出凤七宫大门，林安脚一软，险些栽倒，
殿下，幸好两位宫女眼疾手快，搀扶住他。殿下哪里不舒服？奴婢去请御医。左边的宫女急匆匆地跑远了。林安软绵绵地靠在另一位宫女身上，怔怔发呆。殿下，殿下你怎么了？见状，宫女大急。林安听着胸腔里心脏砰砰的狂跳，眼前阵阵发黑，他想扯起一个笑容，眼泪却汹涌而下，喃喃道：本宫也不知道怎么了。深夜，南疆10万大山外围，一座叫清风崖的高山，圆月高悬，密密麻麻的身影在皎皎月辉下忙碌，有外表形是人类的，有人形但拥有兽类特征的，也有纯粹是兽类形态的。他们的共同点是搬运工，成千上百的妖族们正往一座大坑里丢活物，这些活物里各式各样的生灵都有，他们要么奄奄一息，要么昏迷不醒，对自己即将到来的命运毫不知情。高空之中，骆玉横脚踏飞剑，许七安踩着太平刀，白姬挂在他肩膀上。盛大的血腥的祭祀。许七安俯瞰着下方，沉声道：这些生灵被收集起来，目的是让神书的残肢初步恢复力量。神书被封印500年，气血衰竭，这不是随便吐纳修行就能恢复的。想要恢复超凡境的力量，必然要摄取同等层次的力量。在许七安看来，符合能量守恒。超凡境的血丹过于稀少，那就只能让量变引起质变。怎么？侠肝义胆的许银罗不忍心看着底下的生灵平白丢了性命。骆玉衡笑眯眯的调侃，像个不正经的妖女。许七安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感慨道：平君莫化封侯氏，亦将功成万骨枯。他这才回应道：人是懂得变通的，也是必然要做取舍的。盲目的遵循某种原则，非智者所为。骆玉衡笑嘻嘻的抬起手，广袖滑落，露出雪白皓腕和白玉般的小手，摸了摸他脑瓜。你从来都不是迂腐之辈。正说着，下方的丛林里传来巨大的响动，树木成片成片的倒塌。从许七安的角度，可以直接看到一条巨大的黑鳞巨蛇缓缓爬来，将沿途的树木砸倒。嘶嘶，巨蛇昂起头，朝着天空中的圆月吐信。是蛇护法，蛇护法来了。蛇护法的身躯一如既往的庞大，不，是不是又大了一圈？底下的妖族们议论纷纷。巨蛇腹部蠕动，凸起一团圆球，圆球缓缓向上移动，抵达巨蛇喉部时，噗一声被吐了出来。那是一团被气机包裹着的巨大的肉球。厉！清越的啼叫声回荡在夜空。两只庞然大物从夜空中掠过，它们分别是一只体长2丈的赤红巨鸟，羽毛红艳艳的宛如火焰；一只体长1丈3尺的雄鹰，羽毛褐中带金。两只巨鸟爪子里各自抓着一条铁索，铁索中间是一只长宽高各2丈的木笼，木笼内关押着杂七杂八的动物，食草食肉皆有。两只巨鸟掠过群妖上空，爪子突然一松，把巨大的笼子砸了下来。蛇护法甩动长长的尾巴，轻而易举地缠绕住木笼，将它稳稳放下来。紧接着，长啸声回荡在月夜之下，一只体长3丈的巨犬飞奔而来，四肢踏空，如履平地。通过底下群妖的叨叨声，许七安知道这是万妖国的犬护法。接下来的一个时辰里，妖族护法粉墨登场，来了18位，皆为4品妖族。大坑里的生灵也越堆越高。就妖族的妖口来说，强者的占比很不错呀。而且万妖国肯定不止18位4品大妖，业绩就没有来，肯定还有其他4品妖族在别处行事。对于潜伏500年、卧薪尝胆的万妖国有这样规模的势力，许七安一点都不奇怪。可惜超凡高手只有9尾天狐和一只熊。他遗憾地说，超凡强者数量太稀少了。万妖国巅峰时期，超凡境大妖的数量是仅次于佛门，连大凤都有所不及。毕竟南妖象征着妖族正统，凝聚了整个妖族的气运，而北方妖族就差得远了。这时他听见底下有小妖叫道：青姬长老。许七安立刻循声望去，清风崖顶立着一位穿蓝裙的高挑女子，脸上蒙着丝巾，一双狐妹子眼顾盼生辉，俯瞰着下方的群妖。她什么时候出现的？有类似按古步前行的天赋神通。许七安听见白姬惊喜地叫了一声：呀，青姬姐姐。差点忘了，这小家伙也是堂堂白姬长老。许七安问道：这是你和叶姬的姐妹？白姬用力点头：我很久没见到青姬姐姐了，青姬姐姐做菜很好吃。你到底有多少姐妹？许七安试探道。她漂亮吗？不等白姬回答，许白嫖脸色严肃地陈述事实：再漂亮也没国师漂亮。骆玉衡满意点头，收回了架在他脖子上的剑。轻纱蒙面的年轻女子俯瞰着下方群妖，高声道：有请娘娘。声音质感很清澈，不妩媚不甜腻，干净清澈的如同银铃。有请娘娘。在场所有妖族高呼，声音汇聚成海潮。叮铃，清脆的铜铃声响在每一位妖族耳畔，也响在许七安和骆玉衡耳畔。这时候，清冷的圆月似乎暗淡了一下，
像是被什么东西遮住。九尾天狐来了，许七安心里一动，侧头望向圆月。狐族以美貌著称，个个都是拔尖的美人。这位九州大陆唯一的九尾天狐，又会生得怎样倾国倾城？圆月之下，许七安首先看见的是张扬的、美丽的，宛如孔雀开屏的9条狐尾，洁白蓬松，透着妖异的美。随后才是正主，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词汇来形容的女子。她有着毛茸茸的狐耳，满头银发如霜。她的五官精致又妖媚，有着狐族女子标志性的狐媚眼。她披着轻薄的纱衣，胸脯用一条不宽不窄的兽皮裹着，鼓胀胀的丰满，往下是白腻紧致的小腹，腰间系着一条白色狐球，像披风似的垂在腰后，但并不遮挡2条大白蟒般的长腿。右脚的脚踝套着一只脚环，黄铜铃铛随着步伐叮铃作响。深邃浩瀚的夜空中悬着一轮清冷的圆月，他嘴角含笑，款款而来。下方的妖族不管雌雄，痴痴地望着他。许七安得承认，九尾天狐是他见过的最有魅力的女性之一，红颜祸水，一代妖姬。娘娘真美，娘娘是我的，你也是我的。白姬痴痴地说。兽耳、狐尾、妖姬，不好，心蛊发作了。许七安浑身燥热，产生强烈的求偶交配的冲动，这是初见木南之时都不曾有过的冲动。下一刻，一把铁剑横在脖颈，剑气激荡，许七安浑身一颤，瞬间清醒过来。放眼九州，论魅惑之力，无人能及九尾天狐。骆玉衡舔了舔嘴唇，眯着美眸，在他耳边吹气，柔声道：许郎要是喜欢，人家把他抓来给你做妾，天天伺候你，好不好？被劫持的许七安眨了眨眼，他深吸一口气，定了定神，便不再受魅惑影响，啧啧道：就这身可怕的魅惑，谁还舍得跟他动手？当年的万妖国主恐怕也是如此，佛门果然都是一群不懂得怜香惜玉的木头。至于做妾的事就算了，我这辈子只爱国师一个。他恋恋不舍地挪开目光，侧头看着骆玉衡。九尾天狐修为如何？骆玉衡凝眸看了片刻，摇头。看不出来，不过呢，妖族和武夫一样，以体魄和战力为主。你的小妾若是一品，那他不必找你帮忙的，在一品境界，武夫的下限很高，属于那种，你们最好别让我抓到，否则一套连死。而其他体系的一品面对一品武夫，则是你虽然横，但终究只是粗鄙武夫。前者在正常状态下立于不败之地，后者是打不赢，但也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说，九尾天狐若是一品妖族，那么佛门必须要出动2名菩萨才能压制他。而如今琉璃养伤，伽罗术在云州，能出手的只有广贤。妖族可谓稳操胜券，根本不必请许七安帮忙。不是，你和他谁更强？许七安突然问道。夜风里，骆玉衡撩了一下鬓发，笑道：为何有此疑问？因为只有鲨鱼才能对付鲨鱼。许七安心里嘀咕。说话间，九尾天狐扭着腰，连步款款，摇曳风姿，在脚环叮铃的声响里来到崖顶。那蒙面的蓝裙女子恭敬地退到一侧。九尾天狐站在崖顶，背景是深沉的夜幕，白玉盘般的明月，风吹起她的银发，抚动她妖异美丽的狐尾。她俯瞰着底下群妖，张开双臂，高声道：万妖国的子民们，500年前佛门杀我族人，毁我家园，将我们赶出了故土。这500年来，我们四处流浪，寻找着栖身之所，或藏身于山林，或隐于市井，与人族混居，一刻都不敢暴露真身。还有部分族人在佛门建起的27座城中为奴为婢，世代受西域人凌辱欺压。我们流浪了500年，漂泊了500年，今日我们将夺回故土，将佛门赶出家园，重建万妖国。群妖热血沸腾，长啸着回应：夺回故土，重建万妖国。数以万计的妖族发出声音，带着愤怒，带着激动，带着仇恨，在此刻齐声高呼。九尾天狐压了压手，海啸般的声音骤然停歇。女王啊！许七安心里啧啧2声，仅仅一个小细节便能看出九尾狐在妖族心目中有着超然的地位。妖族不比人族士兵那样纪律严明，妖族部众更像是江湖武夫，桀骜不驯，最反感纪律。今日本座请来了一位名誉九州的大人物，与我等一同对抗佛门。闻言，群妖议论纷纷，交头接耳。谁啊？娘娘请的是哪位大人物？是煮酒吧？咱们妖族中除了娘娘和熊王，便只有煮酒一位超凡。煮酒大人修为盖世，有他帮忙，我们如虎添翼。我觉得不是煮酒，我听驻守10万大山的小妖说，前阵子大凤的许银罗来过，还帮妖族夺回了封印物，可信吗？有妖族一听，立刻激动起来。妖族分散各地，有的人对许七安略有耳闻，有的完全没听说过，但生活在中原的那些妖族却深刻地明白，在中原许银罗3个字意味着什么。一位头上2根羊角的妖族有些兴奋地说：如果能把他请来就好了，
那可是比熊王还要强大的人族强者什么？比熊王还强？你这蠢羊是不是草料啃多了？边上的妖族难以置信。熊王是500年前就踏入超凡的大妖，男妖里娘娘之外最强者，在普通妖族心里便如神明一般。羊妖哼道：“食草者会，你们这些食肉的脑子里只有全是羊屎。”反驳了一句后，他说道：“我在中原无数次听说他的大名，那是连2品皇帝都能杀的武夫。不久前，朝廷更是发布公告，称许七安在建州斩了2位金刚，是真是假就不知了，但不能否认他很强大。不过我没听说他和咱们妖族有来往啊，而且中原大乱，他怎么可能千里迢迢来南疆帮我们？别想了，这样的帮手请不到的。”边上一个生活在南疆的妖族摇了摇头。据我所知，许银罗在1旬前确实在南疆。万妖国的妖族分散各地，消息断层很严重。南疆的妖族不清楚中原的事，生活在中原的妖族也不清楚南疆的事。当然，妖族高层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消息误差。类似的讨论发生在各个小圈子里。九尾天狐目光微抬，笑容妩媚。许银罗还不现身？群妖愕然回首，抬头顺着九尾天狐的目光望向身后的夜空。该我登场了。许七安接触天蛊的移星换斗能力，让自己暴露在大庭观众之下，一道道目光聚焦在他身上。许七安一步跨出，如履平地，面无表情地在群妖上空踩过，走向崖顶。过程中眉心金漆亮起，7步之后，金漆覆盖全身，铸成至刚至阳的金刚身体。赤，脑后火环轰然炸开，熊熊燃烧。佛门金刚，群妖大惊失色，真的是大凤银罗许七安。而熟悉他底细的妖族激动地叫出声来。这时低下妖族们看见高空中人族强者忽然抬起手，把脑后的火环拽在手心，灼热明亮的光线顿时消失，只剩一具灿灿金身。他要干嘛？群妖困惑中，许七安猛地甩出了右手，甩出了手心的火焰。轰！炽热的火光骤然爆开，流焰在空中铺射开来，化作一袭威风凛凛的火焰凝成的披风。灰焰成袍，霸气张扬的火焰披风搭配金灿灿的金刚身体，让许七安看起来犹如天神下凡，神威凛凛。群妖痴痴地望着，便只剩下这道金光闪耀、披着火焰披风的身影。金色和红色成为他们眼里仅剩的色彩。我这不是装逼，是我现在的修为应该有的逼格。许七安心里默默说了一句，终于踏上了崖顶，立在九尾天狐身边。刚才九尾天狐的出场给了他灵感，超凡强者出场就自带特效，如果再配上 BGM 就更好了。九尾天狐笑眯眯地斜他一眼，尽管什么都没说，但许七安仿佛从他眼里看到了4个字：你好骚啊。许七安面无表情的颔首，目光在他美丽的脸庞略有停留，又看了一眼他身侧的蓝裙女子青姬，恰好也在偷看他，两人目光交汇，他礼节性一笑，避了开来。场合不对，许七安没有和青姬或九尾天狐寒暄，转身望着底下的群妖，朗声道：西域依仗自身强大，嚣张跋扈，500年前侵占万妖国领土，而今又试图染指中原，以力压人者必被力压之。我代表中原大凤朝廷与万妖国结盟，从今以后共退共进，对抗佛门。停顿了一下，他暗中调动心骨之力，扬声道：妖族的兄弟们，你们能忍吗？突然间，强烈的愤怒和仇恨从心里涌起，即使是最冷静的妖族也燃起了对佛门的刻骨仇恨，想起了故土沦陷500年的耻辱。不能！群妖嘶吼起来，底下气氛瞬间炸锅了，每一位妖族都咬牙切齿，青筋怒爆。许七安吼道：那就干他娘的！底下的声浪瞬间掀起，直冲云霄，妖族群情汹涌，气势和斗志比刚才九尾天狐演讲时还要旺盛3分。远处被骆玉衡抱在怀里的白姬举起右爪，稚嫩的女童声大喊：干他娘的，干他娘的！她一副着魔的样子。在这样的气氛里，4名狐女抬着2只箱子走到大坑边，用钥匙开锁后迅速后退。砰！箱盖震飞，左边的箱子里飞出2条腿，右边的箱子里飞出一副躯干，自动冲入深坑。与此同时，浮屠宝塔从许七安怀里飞起，第1层塔门打开，一只漆黑的手臂飞出，投入大坑。来10万大山前，许七安与塔林老和尚有过一番深谈，木南枝因此被赶到第2层。除了2位当事人，没人知道他们在哪里说了什么。不过谈话结束后，木南枝再回浮屠宝塔第3层时，发现塔林老和尚变得极为沉默，再没有说过一句话。大坑里数以万计的动物迅速枯萎，化作一具具干尸。血光从坑中升起，数里之外也能清晰看见半边叶幕被血光染红。另一处据点，隐蔽的山窟里，一袭黑色纱裙的叶姬结束感慨激昂的陈词，调动了山窟中群妖们高涨的战意。他满意颔首，
侧头看向身边的庞然大物。这是一只巨大的石铁兽，毛色黑白相间，尤其眼睛部位的毛色是漆黑的。它身高1丈，体型在妖族中不算出类拔萃，不过和身边的叶姬相比，足以称为巨人。熊王，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叶姬低声道。石铁兽后知后觉的呀呀2声，像是刚神游回来，又像是打盹被吵醒。他望着群妖，缓缓道：佛门是可恨的，他们抢走了我们的地盘，我们要……声音越来越低，眼睛渐渐闭上。而原本斗志昂扬的群妖突然困意上冲，眼皮子不受控制的闭上，纷纷东摇西晃，仿佛随时都会躺倒，大睡一场。熊王，你要挺住啊！叶姬袖子里划出钢针，狠狠刺在石铁兽腰上，要复仇。石铁兽浑身一震，陡然咆哮起来：要复仇，要复仇！群妖随之摆脱困意，大声附和，群情激昂。月光下，万妖山宛如平躺着的巨人，山势不陡峭，却连绵数百里。作为南疆地脉的核心，万妖山钟灵毓秀，自古以来，山中诞生了一位位大妖，养育了一个个强大的族群。如今，它已是佛门的地盘。经过500多年的迁徙，西域人这里建了国南国，以南城为中心，辐射出26座城。南城高耸的城墙上，一位身披甲胄的手足嚼着南疆盛产的用于提神的干果，对身边的同僚说道：妖族真的要造反了。西域派兵10万增强南疆守备力量，同时大量采集收购草药，毁坏除官道之外的山间小路，聚拢各处山镇的西域居民，坚壁清野。同僚也嚼着干果，不屑地嘿一声，也不知道这群牲畜哪来的底气。500年前南妖何其强大，还不是让我们西域给灭了？苟延残喘500年，还想复国？不过呢，我听长官说了，妖族迟早要造反，等这口气被我们掐灭了，就再也掀不起风了。最先说话的手足忽然嘿嘿2声，再有半个时辰就轮值了，一起去玩玩。我前阵子在城东的犬舍发现几个姿色不错的女妖，而且还便宜。边上的几个手足听到，齐声哄笑，顺便来几颗金枪丸。同僚们笑道。那手足呸地吐出干果渣，骂咧咧道：老子哪次在床上不把女妖？他突然眼睛发直，颤抖地抬起右手，指着天空。那是什么？远处天边一大片的乌云汹涌而来，那是一片黑压压的飞兽群，有红鹰率领的赤鸟族，有金雕率领的雕族，有鹤族，他们组成了万妖国的飞兽军，宛如蝗虫，铺天盖地地从天边涌来。与此同时，南城10里外的岗哨、5里外的岗哨、3里外的岗哨逐一吹响号角，然后戛然而止。妖族来了！城头守军的声音回荡在夜空中，回荡在高耸的城墙上。紧接着，咚咚咚的鼓声开始类响，沉闷且浑厚，在夜色中传开。成批的守军沿着台阶登上城墙，一部分有条不紊地准备起守城的火油、雷木、滚石等等，另一部分守军则推出车弩架，在箭垛上瞄准100米外的林子。南城建在万妖山上，当年建造城墙时，西域人把城墙外100米范围内的树木砍伐一空，清出一片真空地带。这样的设计就是为了防备妖族借助地利，悄悄靠近城墙。夜晚没有风，但远处密林在月光下簌簌抖动不停。黑暗中不知道有多少敌人在靠近。一位武长抽出箭矢，箭头在火把上滚了滚，箭头染上火油，熊熊燃烧。他把箭矢射向空中，裹挟在箭矢中的契机突然爆开，一捧火光亮起，照亮了周遭。下方火光映照处，偷偷靠近城墙的10几只灰狼下意识地抬头望向天空，咻咻咻，他们旋即被密集的箭雨覆盖，射杀当场。这就像是大战开启的导火索，大片的黑影冲出密林，朝着城门发动冲锋。他们中大部分四肢着地，小部分是人形。放箭！城墙上的弓箭手立刻松弦，弓弦鸣颤声响彻城头。在弓箭和车弩的攻击下，大片的黑影倒地，死于第一轮攻击。同伴的死亡无法震慑妖族，复仇的野火和对故土的渴望让他们不惧死亡。放箭！第二波箭雨激射而去，这一次天空中席卷而来的乌云也进入了射程。城头守军朝着地面和天空发射密集的箭雨，一只只鸟妖冲箭坠落，发出凄厉的啼叫。放箭！第三波箭雨倾泻而出，再次带走数百妖族的性命。这个时候，鸟妖组成的空军已经冲到城头，眼见就要撕毁守军的防线。嗡！位于万妖山顶的南法寺冲起一道金色光柱，直入云霄。它在高空中散开，化作金色光照，将整个南城照在其中。砰砰砰，数以百计的鸟妖撞在金光罩上，撞得血肉模糊，落雨纷飞。红鹰等鸟妖首领带着残部冲天而起，不甘地在天空盘旋。城头的守军们刚松口气，忽然集体僵硬，
表情惊恐地看着前方。一只巨大的石铁兽趴在城头，就像小孩子趴在橱窗柜上。它的头圆滚滚的，耳朵也是圆圆的，白毛为底色，眼睛部位、鼻子和圆耳朵是黑色。它的目光有些呆滞，以至于看起来有些憨厚。如果体型不是那么大的话，嗷呜！石铁兽平静地叫了一声，体型还在暴涨，这就造成城墙在不停变矮，从与它齐高到胸口，再到腰间。石铁兽抬起2只爪子，敲了一下金色光罩，没有撼动。它似乎生气了，又敲了一下，依旧没有撼动。砰砰砰，它越敲越用力，越敲越快，原本憨憨的圆脸也变得狰狞，獠牙暴突。金色光罩剧烈抖动，以泄去恐怖的距离。轰！光罩破碎，化作金色光线炸开，爆炸的冲击力化作涟漪横扫。石铁兽被这股力量推得踉跄跌倒，摔了个跟头。力！光罩一破，鸟妖大军尖笑着俯冲，迎着箭雨扑击城墙上的守军。守军们丢掉弓箭，抽出兵刃砍杀鸟妖，但很快就被俯冲下来的鸟妖扑倒，被啄破脑袋，啄断脖颈。下方攻城的妖族没了箭矢的攻击，攀上城墙，与守军厮杀在一起。体长100丈的巨蟒爬上城头，蛇尾重重抽打，打得城墙不断开裂。雪白的巨犬率领狼族跃上城墙，横冲直撞。墙壁缝隙里长出翠绿的藤蔓，攻击西域守军。城墙上乱作一团，佛门的武僧和守军中的高手竭力抵抗，火油点燃了城墙，照亮了夜空。这时108道金光从山顶投下，于交战的双方上空停留。那是108位体表覆盖金光的禅师，他们盘腿坐于虚空，将一位长眉枯瘦的老僧拱卫在中央，禅师们闭目盘坐，似乎对于下方的激战视若无睹，自顾自地诵经念佛。诵经声起初不可闻，渐渐的竟压过了厮杀声和兽吼声。不多时，天地间便只剩梵音阵阵。西域守军和佛门武僧受其鼓舞，战力倍增。反观妖族，或头疼欲裂，或匍匐颤抖，或眼中杀意尽消，失去战斗意志。守军们趁机挥动屠刀，夺走一只又一只妖族性命。突兀的柔媚磁性的笑声打破了梵音的节奏。月光下，妖娆的身影扭着腰肢踏空而来，临近禅师结成的大阵时，他身后收拢的9条虎尾突然展开，微微浮动。霎时间，城头响彻靡靡之音。守军眼前出现了一位为身姿娉婷的女子，或笑或扭动腰肢的勾引，一时间意乱情迷，深陷温柔乡不可自拔。场面立刻反转，妖族大军反扑，杀戮着守军、武僧。渡恶罗汉眉头一皱，睁开眼，轻喝道：“杀贼！”梵音与迷音双双消散。毛色黑白相间的石铁兽慢悠悠地爬了起来，咆哮着冲向108位禅师结成的禅阵。嗡！这只巨兽旋即被金色光幕挡了回来，又一次踉跄后退。阵中的渡恶罗汉脑海的七彩光轮豁然亮起，他伸出了手掌，熊王的头顶凝聚出一只金色佛掌，轰然拍下。熊王立刻抬起2只爪子抗住佛掌，但他无法抗住这只蕴含杀贼之力的佛掌。佛掌一丈丈的压下来，熊王的身躯一点点缩水，直至恢复成正常体型。就在这时，他身后亮起了一道火光，金刚身体自带的火光。阿苏罗不知何时出现在熊王身后，并掌如刀斩向熊王的脖颈，暗金色的掌刀缭绕着七彩的霞光。熊王察觉到了危机，便要腾出一只手应对。阿苏罗口吐真言，放下屠刀，戒律的力量施加在熊王身上，打断了他后续的应对。噗！圆滚滚的头颅飞起，掉落在阿苏罗脚边。与此同时，金色佛掌顺利拍下，将熊王的身体打得4分5裂。和2位2品强者之力解决一个3品妖族，轻而易举。熊王，不，这不可能！交战中的妖族见状，失声惊呼。他们万万没想到，刚一交手，己方的熊王便被斩首，身躯也4分5裂，面对2位佛门强者，毫无还手之力。得手后，阿苏罗和渡恶并没有因此停手，前者取出一口金钵，欲封印熊王，后者双手合十，望着空中的9尾天狐，沉声道：“不可杀生。”他借108位禅师结成的禅阵，将戒律的力量增强到极致，消磨9尾天狐的斗志，短暂的影响他，令其无法救援。阿苏罗将钵口对准熊王，正欲催动法器，忽然一股困意袭来，眼皮重似千斤，意识随之模糊，恨不得立刻倒头就睡。同一时间，武者的危机预感发动。阿苏罗脚下一道阴影膨胀，化作人影，这是他的天赋神通。不能睡，有危险。阿苏罗的念头也变得迟缓。许七安从影子里钻出来，右脚往前一踏，做弓步状，左手持一口木质剑鞘的古剑，右手按住剑柄。他坍塌所有气机，收敛所有情绪，双眼无喜无悲。几秒后，许七安的手臂猛地膨胀2圈，紧接着是叮的一声，
黄铜剑出鞘的声音里，留心观战的人看见了一道纤细如线却异常刺目的剑光，剑光一闪而现，复一闪而逝。阿苏罗与困意纠缠的身体骤然僵硬，随后头颅缓缓滚落。2品的杀贼之力加上金刚神功的坚韧度，能有效地重创3品妖族的体魄。阿苏罗当日确实放水了，许七安没有继续出手，赶在困意袭来前迅速后撤。熊王的天赋神通果然厉害啊，连阿苏罗都受了影响。可惜这种神通不分敌我，不然就趁机封印阿苏罗。镇国剑的锋芒加我的玉碎，还有力骨的爆发力，斩3品金刚的体魄并非难事，但应该斩不了阿苏罗释放修罗精血后的肉身。许七安的气息快速下滑。玉碎的前身是天地一刀斩，这种刀法本身就是越级战斗用的，但代价是会有一段时间的虚弱期。这种虚弱到了3品境被无限缩短，旺盛气血运转之下，10几秒的时间就能恢复。等闲情况还是不能用玉碎啊，不然这短暂的虚弱期会被同阶一套连死。许七安缓缓吐出一口气，望了一眼城墙上的守军和妖兵，默默摘下后脑的火环，猛地甩开，火焰流舞，化作炽烈的披风。这一刻的他，在妖族和西域守军眼里宛如战神。许七安。渡恶罗汉语气复杂的低声自语。渡恶罗汉一生中最后悔的事，就是当日没有把许七安带回西域。虽然许七安关于大乘佛法的理论让渡恶豁然开朗，醍醐灌顶，从渡己成佛到渡苍生成佛，境界得以升华。虽然渡恶罗汉把许七安称为佛子，但归根结底还是不够重视他。因此在监正和大凤朝廷的阻拦下，在许七安言明不愿拜入佛门后，渡恶便放弃了收徒的念头，火急火燎地返回西域，做那大乘佛法的奠基人。尽管事后征得广贤菩萨和琉璃菩萨同意，让后者亲自前往大凤领人，可那时许七安已经今非昔比。京城风波之后，佛门趁他游历江湖收集龙气，派遣护法金刚和渡秦罗汉前往中原拿人，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至此佛门上下便消停了，即使是推崇大乘佛法的广贤和渡恶也没再提及此事。渡恶罗汉时常会想，当日若将他带回佛门，而今大乘佛法已在西域遍地开花，佛门的理念教义必将传遍九州。另外渡恶罗汉望着陡然间气势高涨的妖族，望着灰雁成袍的年轻人，中原不会有许羲罗，西域会有一位天资绝世的佛子，现在是封印阿苏罗最好的机会，只是要封印一位顶级强者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之前我会被沉睡魔咒影响，变成一条昏昏欲睡的咸鱼。许七安望着远处2颗并排的人头和熊猫头，遗憾的叹息，头颅被斩也好，身躯4分5裂也罢，对超凡境的妖族武夫来说都是小伤。阿苏罗和渡恶想捏软柿子，率先封印一位妖王，恰恰中了妖族的奸计。熊王的领域撑开后，凡领域内的生灵都会陷入沉睡。阿苏罗是佛门顶级强者，尽管困得眼皮子睁不开，但依旧能保持少许的清醒，当然也无力再把脑袋按回脖子就是了。对许七安这方来说，用一个3品妖王拖住一位2品兼3品，无疑是血赚。不需要眼神交汇，九尾天狐和许七安同时发动袭击，一人如彗星般俯冲而下，冲撞108位禅师组成的禅阵，一人逆空而起，镇国剑爆发出耀眼的光芒，宛如急速升空的烈阳。嗡！2人同时被淡金色的光幕挡住，108位禅师盘坐虚空，像是一幅静止的油画，不曾动弹分毫，僧袍的衣角都没有任何晃动。嗡嗡嗡！银发如霜的虎耳妖姬双拳不停捶打光幕，身后的9条虎尾延展，像是9条触手奋力拍击。嗡嗡嗡！许七安浑身筋肉膨胀，化身8尺高的巨人，在力骨爆发力的加持下挥剑劈砍光幕。妖族和武夫的攻击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但朴素的拳脚刀剑里蕴含的暴力能轻易破坏其他体系超凡的肉身。禅师组成的光幕在2位超凡强者的暴力攻击下，终于出现明显的晃动。108位禅师纷纷皱眉，似是遭受到了损伤。见状，渡恶罗汉双手合十，念诵佛号，放下屠刀。品级压制下，许七安手一松，险些握不住镇国剑，心里对兵器产生极度的厌憎。渡恶罗汉旋即望向暴力和美丽完美融合的9尾天狐，双手快速掐动，喝道：震！脑后七彩光轮猛地一亮，9尾天狐的尾巴被一股暴力震退，朝4面8方散开，他的身躯宛如瓷器，遍布裂缝，鲜血染红白皙肌肤。渡恶罗汉还是偏心了的，他对许七安施展戒律消磨斗志，而对9尾天狐施展杀贼果位的伟力，直接打破了这位万妖国公主坚固不朽的体魄。仅是一刹那，裂缝般的伤势尽数恢复。下一刻，9尾天狐肌肤再一次裂开蛛网般的伤口，周而复始5次之后，杀贼果位的力量才耗尽。佛门3大果位中，杀贼果位以杀伐之力著称，锁定敌人
不死不休，直到力量耗尽。不但能破开同境界武夫的体魄，还能持续不断的消磨武夫的气血和生机。许七安和九尾天狐立刻展开第二轮攻势，试图以暴力破开禅阵，但在此被渡恶罗汉化解。九尾天狐身上的伤势复原又崩裂，崩裂又复原佛门禅功是不动明王法相的简化版，讲究一个不动，入定之后无我无他，与天地同体，可不吃不喝不睡，亦不怕外邪入侵，外敌攻击。九尾天狐传音道：渡恶以二品罗汉之身集结着108位禅师组成禅阵，即使不反抗，我们想要破开此阵也得耗费一番功夫。原来禅功的升级版是不动明王法相，不动明王法相也是一种防御绝学，和金刚法相不同意义的防御。许七安皱了皱眉，没来由的想到云州的伽罗树菩萨，那位大佬兼修不动明王法相和金刚不败法相，叠甲叠到让人绝望，不知道坚正能不能伤他。确实棘手，娘娘有什么主意？许七安传音回复：所谓最了解你的，一定是你的敌人。这句话套用在佛门身上，就是最了解秃驴的肯定是男妖。他相信九尾天狐一定有办法应对。九尾天狐笑道：本座方才说了，禅功讲究一个不动，渡恶罗汉出手攻击我们时会自行脱离禅功状态，这时候是禅阵最弱之时。以我之力打不破一位二品罗汉主持的禅阵，但打破108位禅师组成的禅阵毫无问题。以我之力一样也能打破禅阵，但渡恶罗汉出手时，我们一个受戒律影响，一个受杀贼之力攻击，根本腾不出手来破阵，除非我能屏蔽戒律的影响。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不管是道门金丹还是浩然正气，都扛不住二品罗汉的戒律，除非是赵守或者道门阳神清智。想着想着，许七安灵机一动，心里有了主意。一枚暗金色的玲珑小塔从他怀里浮出，悬在他头顶，塔顶浮现一尊拈花微笑的法相，脑后有一轮象征智慧的光轮。浮屠宝塔。渡恶罗汉感应到这件佛门法宝，看了过来，眉头微皱。许七安大喝道：渡恶罗汉，这妖女率领妖兵残杀佛门弟子，攻打佛门城池，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复国。她不死，南疆永远不会太平；她不死，妖族永远不会甘心。快杀了她！浮屠宝塔顶部那尊大智慧法相，脑后的光轮逆转。渡恶罗汉听完一席话，宛如醍醐灌顶，对九尾天狐的嗔意瞬间达到顶峰，把他视作妖族心腹大患，视作不顾一切也要杀死的敌人。他当即双手合十，施展戒律，慈悲为怀。简单4个字便消磨了绝色妖姬的杀意和戾气，绝美的脸蛋呈现短暂的迷茫。抓住机会，渡恶罗汉脑后的智慧光轮战放出前所未有的光芒，他抬起手掌狠狠拍下，夜空中一只长达数十丈的佛掌凝聚，灿灿金光将下方城墙照亮。处在迷茫状态的九尾狐丝毫生不起反抗之意，反而心怀慈悲，甘愿赴死。轰！他被佛掌狠狠拍下高空，拍在坚硬的岩石上，拍得万妖山形同地震。抓住机会，许七安坍塌所有契机，收敛所有情绪，丹田化作黑洞，吞噬着身体的能量，细如线，亮如昼的刀光再次腾起，带着斩灭一切的伟力，自下而上劈开了失去2品罗汉主持，仅剩108位禅师的阵法。禅师们体表覆盖的金光溃散，化作光泻朝四方飞散。108位禅师坠落如雨，阵破。出尽风头的许七安本想故技重施，来一次灰焰成袍，转念一想，还是放弃了。特效不能重复，会显得黔驴技穷，暂时没想出新一套特效的他内心感慨。某段城墙上，叶姬将周围的守军和武僧斩杀殆尽，双爪沾满鲜血。察觉到阵法被破的他豁然回首，看见了持剑立于半空的许七安。哼！冷哼声从身侧传来，青姬拎着一口清风，嫌弃地看着叶姬道：你违背了姐妹间的约定，私自爱上人族男子。叶姬嫣然一笑：约定？你有字据吗？我就是爱上人族男人了，怎么的？你嫉妒是不是？嫉妒我男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青姬看着他一脸骄傲和自豪，呸了一声：就这种见一个爱一个的色胚，也配我嫉妒？两人都是轻纱遮面，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狐媚眼，身段浮凸，气质不同，但都是极出挑的美人。叶姬笑了起来，他才不告诉这个爱做菜的女人，鸡精是许七安发明的。虽然娘娘说只要9个姐妹都爱上他，那许七安就是万妖国驸马，谁稀罕他当驸马呀？另一边，九尾天狐浮空而起，银发沾染着粘稠的鲜血，一只狐儿耸拉着，看起来极为狼狈。9条狐尾或扫或劈或卷，将那些坠落的禅师当场击杀。臭男人！他咬牙切齿的传音：娘娘，你听我狡辩。许七安微笑传音：你与我之间，谁更有能力破坏禅阵？虽说大智慧法相的光轮逆转，被法相注视之人的智慧也会逆转，但渡恶毕竟是罗汉，让他强行舍你不顾的对付我，
万一让他察觉出不对劲，摆脱智慧逆转的影响，我们就得不偿失了。大智慧法相是法纪菩萨留下的浮屠宝塔最强的能力之一，虽说比原本肯定不如，但短暂的影响二品罗汉还是能做到的。说话的同时，许七安操纵浮屠宝塔，让药师法相浮现，玉瓶洒下碎光，助九尾天狐拔除杀贼之力。得到滋润的九尾天狐容光焕发，气息并没有下滑，可见底蕴浑厚，极为耐操。作为一名妖族，他是合格的。渡恶罗汉盘坐虚空，悲悯地看着死去的禅师，低声念诵佛号，请菩萨出手，救我佛门弟子性命。话音落下，他捏碎了挂在脖子上某粒念珠，流萤般的金光在空中以里凝成一位披红黄香剑袈裟的少年僧人。他看起来还未及冠，脸色稚嫩，他的目光慈悲且怜悯，仿佛爱着世间的一切。阿弥陀佛。少年僧人双手合十，低头念诵佛号，一件巨大的佛器在他身后凝成，那是黄金铸造的轮盘，轮盘中心刻着万字，边缘刻着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轮盘巨大如水车，黄金铸造，透着沉重的金属质感。轮盘缓缓转动，颠覆人常识的一幕发生了。方才被九位天狐杀死的108位禅师睁开眼睛，茫然坐起。城头上、城墙下横陈的死尸纷纷坐起，茫然四顾。这些原本战死之人妖都复活了。复活的生灵里不包括魂魄被打散的死者。大轮回法相。许七安听见九尾天狐语气凝重地说道：大轮回法相，死而复生，这也太神奇了吧。许七安看得险些呆住。他知道佛门有9大法相，也见识过金刚法相的强大，药师法相的神奇，大智慧法相的降智，但眼前的大轮回法相竟能做到让死人复生，对他造成极大冲击。咔咔咔，金色轮盘缓缓转动，陆续有死者复生，他们眼神茫然地观察自身，审视周围。我不是死了吗？幻觉？似乎不是。这是怎么回事？阿苏罗尊者和那个妖王死了，谁杀的？是九尾天狐。因为搞不清楚状况，复活的人和妖相对比较冷静，没有立刻拼杀在一起，而是警惕地观察周围，试图弄清楚状况。许七安冷静地观察了一阵后，传音给九尾天狐：大轮回法相领域之内，所有死者都会复生，但魂飞魄散者例外。九尾天狐轻笑道：观察力很敏锐，不愧是探案天才。这个臭男人差不多摸清了大轮回法相的第一重能力。大轮回法相有2大能力，你所见的是其一，其二是能让人在短时间内经历一次轮回。阿苏罗当年被我娘杀死，便是广贤助他转世重修，保下一命。九尾天狐传音道。许七安点点头，警惕地扫一眼周围，来的似乎是广贤的分身。九尾天狐嗯了一声，两人心照不宣。之前他们讨论过阿苏罗网开一面的原因，得出的2个猜测是阿苏罗的私心和佛门的阴谋，后者多半是广贤菩萨的真身降临，试图把他们一锅端。可现在出场的是广贤菩萨的分身，那么答案就很明显了。阿苏罗是想通过某件和妖族有关的事成就菩萨果位，踏入一品。许七安传音道：不能排除广贤真身就在附近的可能，你自己注意点，见机不妙就按计划行事。九尾天狐传音回复。说话间，广贤菩萨蕴含慈悲的目光望向了熊王和阿苏罗的尸体和头颅，那里是一片无人地带，但凡靠近者都已经倒地不起，陷入沉睡。还不醒来？广贤菩萨淡淡道。轮盘咔嚓一转，投出一道光束，照射在阿苏罗和熊王的尸骨上。2位超凡强者的头颅慢慢睁开眼睛，2具身躯站起，捧起自己的脑袋按在脖颈上，血肉蠕动间，脖子便长好了，一点伤疤都没有留。熊王打了个哈欠，扭动着胖墩墩的身躯走到九尾天狐和许七安身边。阿苏罗则返回广贤菩萨身侧，双手合十，垂手施礼。斗恶罗汉在另一侧。阿弥陀佛，500年前那一战，生灵涂炭，不管是西域还是妖族，都死伤无数。施主何必再妄动干戈？广贤菩萨双手合十，双眼蕴含慈悲。九尾天狐笑容娇媚。广贤菩萨说的有理，不若佛门归还10万大山，退出南疆，自然就不会在生灵涂炭。出乎意料，广贤菩萨颔首。本座可以做主，归还10万大山半数地盘，以万妖山为界，妖族居东，佛门主西。顿了顿，他补充道：这是佛门能做到的最大让步，本座可以立下天道誓言，绝不会反悔。万妖山以东的区域足够广袤，容纳如今的妖族绰绰有余。他的话仿佛具备让人信服的力量，周遭的妖族听完露出异动之色，竟觉得广贤菩萨的提议极好，这样既能避免族人战死，又或者足够广袤，丰沃的土地可以栖息。不好！熊王摇了摇头，缓慢地说：我不接受。少年僧人形象的广贤菩萨面容平和，声音温柔：
施主有何高见？熊王哼哼两声，语气缓慢。我要提一个刁难人的要求，北边竹子太少，不喜欢，我还要西南边的那3000亩竹林。如此宝地，你佛门要是肯割让，我就相信你们的诚意。广贤菩萨颔首。可……熊王的痘痘眼猛地睁大，难以置信，这么过分的要求，佛门竟然会同意？3000亩竹林的宝地都愿意割让，确实很有诚意了。许七安暗暗皱眉，广贤菩萨这一招意在稳住妖族，好抽调兵力东征中原，助云州叛军推翻大凤。而仅仅让出万妖山以东的地盘，佛门依旧占据着这座南疆10万大山第一宝地，气运不损，相当于以最小代价把利益最大化。不过他倒不担心九尾天狐妥协，这么容易就被招安，他也不会隐忍500年。九尾天狐笑眯眯道：夺我家园，杀我族人，用我妖族的领地施舍我等，佛门这是当我南妖一脉是乞丐？嘴角带着笑，眼里却没有半分笑意。许七安趁机发动新古的共情能力，对周遭的妖族施加影响。忽然间，新仇旧恨翻涌不息，妖族们再次重燃斗志和怒火，并为自己之前的心动感到惭愧。广贤菩萨叹息一声，仍不动怒，但也没再试图说服九尾狐，转而看向许七安：佛子，本座邀你入佛门，并非贪图你的气运，你既能开创大乘佛法，便是与佛有缘之人。佛门修果位，果位代表的并非只是力量，而是精神，是慈悲。在本座眼中，你是可与佛陀并列之人。你若愿皈依佛门，领导天下佛徒领悟大乘佛法，本座可以助你拔除国运。如此一来，大凤灭国，你便不会身死。许七安和佛门最大的矛盾在于，佛门想助云州叛军灭大凤，那么身负半数国运的他必将殉国。许七安联合妖族、古族所做的一切，首先是要自保，而后是为报仇。活下去是人最本能的欲求，世间道义千千万，求生便是最正的道义。至于报仇，当然是向许屏风报仇，这里面既有私仇，也有中原百姓的仇。若非许屏风为一己之私窃取国运，大凤20年来不会天灾人祸不断；若非许屏风为一己之私发动叛乱，青州不会打得生灵涂炭。那我是不是要感谢广贤菩萨不杀之恩？许七安嘴角扯起冷笑：你们佛门要灭大凤，要侵占中原疆土，我就得遁入空门，舍弃家人和爱人，舍弃信赖我的中原百姓，成为佛门的佛子，为佛门发扬光大的事业添砖加瓦。我若是不愿意，就得殉国。在广贤菩萨眼里，我不过是个弱者，所以没有选择权。你若真如此推崇我，为何不为了我与伽罗树为首的小乘佛法决裂，皈依大凤，助大凤平定叛乱？本银罗可以承诺，天下太平后，大乘佛法将在中原遍地开花。广贤菩萨坦然道：本座考虑过。许七安一愣，怀疑自己听错了。广贤旁若无人地继续道：然后大凤与佛门实力相差甚远，本座即使抛开身份，只为传扬大乘佛法，也该选择实力更强的西域为基石，且西域佛国遍地，更容易接纳大乘佛法。本座又何苦选择大凤？他在告诉我，大凤实力不行，我实力不行，所以他选择佛门而不是我。坦诚的让人难以置信。许七安想了想，道：广贤菩萨可否为我拔出最后一根封魔钉？广贤菩萨摇头：养虎为患的事，本座不做，除非佛子入我佛门。坦诚的过分，许七安心里一动，问道：当年佛门助武宗皇帝造反，广贤菩萨可有参与？广贤颔首，险些被初代监正送去轮回，一如既往的坦诚。术士一品在自家地盘能打好几个一品，监正如今的实力肯定不及初代了。许七安问道：你们是如何杀死初代的？问话的同时，他操纵浮屠宝塔，让药师法香洒下光辉，修复熊王的伤势，恢复他耗损的气血。广贤菩萨道：与今时今日如出一辙。武宗在东起事，一路打到京城，佛门僧兵则从西线推进，双方在京城会师，一步步削弱初代，直到杀死他。和现在不同的是，起事之初，如今的监正实力差了初代不少。武宗的准备没有许屏风充分，所以当时需要多位一品菩萨出手。许七安皱了皱眉：初代有何布置？广贤菩萨默然片刻，缓缓道：不曾。论及智谋，初代比当代差了不少。起事之初，大凤朝廷应对的极为仓促，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被打的措手不及？你在开玩笑吗？那是天命师啊！许七安双手合十道：多谢告知。他迅速把所有疑问压在心里，收束思绪，恢复作战状态。不用谢，本座也在拖延时间。广贤菩萨坦然道。话音落下，原本有些暗淡的轮盘再次焕发金光，转盘上畜生2个字亮起，射出一道光束，直挺挺地打中九尾天狐。紧接着人字亮起，同样射出一道光束，照在许七安身上。
许七安终于明白九尾天狐没有闪避的原因，在金光射来的刹那，他被戒律的力量影响，失去了躲避的念头，没受到伤害。许七安闪过这个念头的同时，看见身边的九尾天狐身高忽然矮了下去，被不宽不窄的兽皮裹住的丰满胸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萎缩，本来深深的事业线没了。眨眼间，九尾天狐从一个忽而银发的高挑御姐变成了12、13岁的白毛萝莉，粉嫩可爱，纯真妖冶。你，许七安脱口而出，旋即发现白毛萝莉和自己的身高竟是差不多的。他脸色微变的环顾自身，原本贴合的衣服变得又宽又大，裤管松垮，就像是小孩子套上大人的衣服。我也变小了，气机和力量有所削弱，但不算严重。他立刻有了明悟，知道了轮回法相第二大能力。抓住机会，阿苏罗双膝微沉，在地面轰的坍塌里，如同炮弹射向九尾天狐。轰！熊王也如同炮弹射出去，阻击阿苏罗。阿苏罗违背力学的一个急刹，说停就停，双膝微沉，脑袋一低，避开熊王的拍击。紧接着腰背一弹，双拳化作残影，击打在熊王胸口。砰砰砰！刹那间打出数十上百拳，打得熊王胸膛血肉模糊，气机涟漪刮起可怕的狂风。一条狐尾弹射而来，卷住熊王，往后一甩，让他借此避开了阿苏罗的连招。九尾天狐其中一条尾巴亮起，继而开始缩小，变成短短一根。远处轻击低吟一声，高挑的身躯迅速缩小，变成了一个12、13岁的萝莉。九尾天狐则重新恢复成高挑妩媚的银发御姐。你还挺可爱的。他瞅了一眼许七安，笑呵呵道。许七安。嘲笑完许七安，九尾天狐仰天长笑，笑声在天地间回荡，远远传开。额顷，一道身影从高空坠落，轰然砸入场中。这是一具残缺的身躯，缺了右手和脑袋，肤色漆黑，每一寸皮肤每一块血肉都蕴藏着磅礴的力量，强大而可怕的气息笼罩全场，令普通士族和小妖瑟瑟发抖，只觉得精神在崩溃，情绪在狂躁，想要毁灭一切，包括自己。神书。广贤菩萨脸色凝重。广贤，又见面了。神书的胸腔里传出着低沉的声音。躯干和双腿，左臂融合后的神书元神也得以融合，左臂张扬的恶意被躯干的温润中和，双腿的鲁莽狂躁则让他脾气变得很差，喜怒无常。他仅仅是站在那里，令人狂躁，精神错乱的气息便影响了在场所有生灵。凡直视他的人，耳边都听到了可怕的呓语，眼前产生幻觉，恨不得杀死周围的一切，包括自己。广贤菩萨没有回应，身后的轮盘缓缓转动，阿修罗三个字亮起，打出一道金光，射向神书。但光束打到的只是残影，神书鬼魅般的出现在广贤面前，左手砰的握爆空气，左臂扬起，腰背后拉，狠狠砸向广贤。轰！这一拳同样打中空气，广贤的身体溃散成金光神书的拳头砸在地表，制造出一个直径3米的大坑，狂暴的力量沿着地面游走，撕裂出一道地缝，地缝撞到远处的城墙，砰的声音里，城墙开裂，石屑纷飞。广贤的轮回金光没有打中神书，说明他的戒律没有奇效，神书现在的品级至少1品。许七安冷静地撸袖子，扎腰带，收裤腿。现在的他是12、13岁的小正太，或许还颇为粉嫩，不然九尾天狐不会嘲笑他。金光在空中汇聚，凝成少年僧人模样。轮回法相略有暗淡，刚才他没能躲开神书的拳头，已经死过一次，这具分身的力量只能死3次。神书挺直身躯，发出沉雄的咆哮，如同沉睡万载的凶兽苏醒，迫不及待向世间展现他的伟力。城头一片大乱，西域守军、僧兵、妖族不分敌我的残杀起来。广贤菩萨脑后轮回法相隐去，一尊3丈高的金身法相凝聚。这尊法相双手合十，低垂脑袋，满脸慈悲之色。大慈大悲，常无谢倦，恒求善事，利益一切。广贤菩萨双手合十，低声念诵。话音落下，天地间梵音阵阵，3丈法相绽放万丈金光，照破黑夜。这沾满血腥的战场，仿佛成了祥和慈悲的菩萨道场。哐当，兵器坠地的声音接连响起。此时此刻，不管是人是妖，都丢弃了兵器，不愿再造杀戮。前一刻他们还是以命相搏的敌人，现在彼此对视，眼里充满了慈悲以及对生命的热爱。人妖没有抱在一起道一声兄弟，是他们最后的理智。被神书躯体影响，变得极为狂躁的僧兵、士族和妖族纷纷摆脱，心怀慈悲的他们无心战斗，同时忌惮超凡境的战斗，有条不紊地退出战场，免得遭受波及。大慈大悲法相，九尾天狐秀眉紧蹙，受到佛光洗礼，他心里的仇恨、算计、怨气和野心都在佛光中烟消云散。但强横的元神代表强大的理智，让他知道这样的情绪是不对的。佛门与妖族是死敌，理智和情绪陷入僵持。
九尾天狐无法屏蔽大慈大悲法相的影响，大慈大悲法相极为特殊，它没有攻击能力，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彰显广贤菩萨的道。除非了2品境的合道武夫已经走完自己道，否则1品之下任何体系都会受大慈大悲法相的影响，受广贤菩萨的位格压制。妖族是不走道的，修的是天赋神通，当然他也不需要担忧被佛门趁机偷袭，因为不管渡厄还是阿苏罗，此刻都充满了慈悲。这大慈大悲法相和大轮回法相一样，都不分敌我。广贤菩萨感觉就是一根搅屎棍。许七安也注意到了佛门众人的状态。你，九尾天狐诧异地看着他，眼前这个毛都没长齐的小男孩竟半点不受慈悲影响。同时他注意到许七安手里多了一把刀，刀身修长，呈暗金色。场上只有2人不受大慈大悲法相的影响。许七安和神叔见银发狐耳的御姐，诧异地盯着自己。许七安解释道：慈悲不是我的道。他扬起手里的刀说：这才是我的道。九尾天狐清晰地看见靠近刀柄的刀身位置刻着太平2个字，他沉吟一下道：你为自己立命了。问完，妖姬眼里有着无法掩饰的嫉妒。立命是儒家3品的名称，儒家对立命的解释是修正其身，以待天命。立命合道，殊途同归。许七安嗯一声，叹息道：可能是身负国运的缘故，为他取名时，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立命了。当初修为还浅，懂得不多，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就不立这样的命了。九尾天狐审视着他：你会立什么命？可能会立白嫖或勾栏听取吧。许七安笑道：你猜。另一边，神叔肚脐眼裂开，化作嘴巴，发出嗡嗡的怪笑声。大慈大悲，对我有何用？肚脐眼化作的嘴巴突然呸地吐出一口血剑，他击中大慈大悲法相，瞬间污浊了灿灿金身，让这尊3丈高的法相被黑红血光覆盖。广贤菩萨面皮轻轻抽动，似在承受巨大的痛苦。噔噔噔，神叔发足狂奔，月光下矫健的身姿充满力量感，一块块肌肉随着奔跑起伏。但神叔的目标不是广贤菩萨，而是远处的城墙。轰！高耸的城墙像是被数十吨、上百吨的炸药引爆，在冲击波下，碎石块化作弹丸，朝4面8方击射。南边的城墙位置被撞开一道近10米宽的缺口。这个时候，妖族大军只要从这个缺口冲进去，就能在短时间内攻占南城，夺回万妖山。但不管是妖族还是西域守军，都早已退出这片区域，或在远处厮杀，或远远围观。俯瞰着坍塌的城墙，广贤菩萨脸上没有惊怒，反而松了口气般的收起大慈大悲法相。许七安一直在察言观色，心里莫名的闪过一个念头：广贤施展大慈大悲法相真正意图是终止城头厮杀，缓解底层氏族和妖族受到神书气息影响，陷入狂躁和错乱的精神。无声无息间，一片阴影笼罩广贤菩萨，那是遮住了月光的神书。他不知何时又到了高空，像是搏击兔子的苍鹰。肚脐眼化成的嘴巴裂开，露出狞笑。恰好这时，斜地里射来一道金灿灿的身影，撞飞神书，与他交缠着，翻滚着落向远处。那是阿苏罗。2具矫健勇猛、充斥着无与伦比力量的体魄在翻滚中缠斗，手脚肘膝，身体任何部位都能化作神兵，造成可怕伤害。广贤身后的轮盘咔咔转动，投射出一道金光，照在阿苏罗身上，于他眉心烙印上一个万字。另一边，不再受到大慈大悲法相影响的九尾天狐，8条尾巴在地面一撑，推着他高高跃起，扑向空中广贤菩萨。8条尾巴在身后以里舞动，妖异绝美。阿弥陀佛！广贤菩萨屈身盘坐，双手合十，他体表泛起淡淡的金光做禅功。当当当，8条狐尾宛如触手，拍打在广贤菩萨身上，打得金光一阵阵荡漾。见状，渡厄罗汉摘下脖梗挂着的佛珠，轻轻扯碎，99颗念珠浮在他周围，逐一染上五彩光晕。去！渡厄罗汉挥舞袖袍，将念珠尽数打出，绚丽斑斓的暴雨划过夜空，袭击九尾天狐。小正太从银发妖姬的影子里跃出，左手刀，右手剑，挥舞得密不透风。叮叮叮的声音里，火星溅起，一颗颗绚烂念珠被弹飞。如果再大凤就好了，我可以利用镇国剑凝聚众生之力，或许能一剑劈开广贤的禅功。许七安目光扫视，看见念珠宛如虫群，绕了一圈，又从侧面袭杀九尾天狐。这些蕴含杀贼之力的念珠，纵使是超凡武夫也不敢任由他们打在身上。浮屠宝塔一震，镇狱之力扩散，压制住密如暴雨的念珠。广贤菩萨有娘娘缠着，阿苏罗则有神书压制，现在是擒拿渡厄罗汉最好的机会，擒住他，我的最后一根封魔钉就能解开。许七安融入阴影，从渡厄罗汉的影子里钻出来，镇国剑爆发煊赫的剑光，袭击后心，但他没能刺出镇国剑，不可杀生的佛门戒律笼罩了他。浮屠宝塔嗡的颤动，再次释放镇狱之力，他不是为了抵消戒律的力量，
而是作用在杜恶罗汉身上，镇压他后续的应对。这就造成了许七安从杜恶身后的影子里钻出来，握着剑打算背刺，却没能刺下去。而杜恶罗汉也背对着他，没有任何应对。下一秒，戒律和镇狱之力实效过去，镇国剑不再受到阻碍，坚定不移地刺向杜恶罗汉的后心。后者脑后光轮急速旋转，袈裟鼓舞，彩虹般的绚烂光芒往外移荡。许七安被这股巨力推得飞了出去，紧接着便听身后呼啸声阵阵，99颗念珠激射而来，宛如绚烂的流焰。另一边，神书丹臂掐住阿苏罗的脖颈，把他提在半空，嗡嗡怪笑：“小子，你身上有股熟悉的气息。”阿苏罗脑后火焰光环熄灭，五彩光轮亮起，目光中闪动着金色烈焰。不可杀生，戒律无效。他冷静地盘坐，施展禅功，体表笼罩一层淡淡金光。咔嚓，金光旋即被神书捏碎，做禅功无效。阿苏罗拳头中燃起五彩光华，他将杀贼之力催动到极致，拳出如风，打在神书胸膛。砰！一声洪钟大吕，拳劲透过神书身躯，宛如狂风巨浪般的奔袭数百丈，将沿途的房屋、城墙尽数摧垮。砰砰砰！阿苏罗的拳头不断在神书胸膛炸开，拳劲透体而过，神书身后100丈范围清理出一片不规则的真空地带。你在挠痒？神书的肚脐眼开口说话，用疑惑的语气问道。阿苏罗密集如雨的拳头微微一僵，出现凝滞。你应该说。小拳拳捶我胸口。远处目睹这一幕的许七安心里嘀咕一声。他不骄不躁地应对着杜恶罗汉的念珠，没有急于求成，与熊王一左一右牵制杜恶罗汉3品和2品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尤其杜恶罗汉这种纪年2品，杀贼之力能对他和熊王造成巨大伤害，再加上佛门的各种法术，眼下最好的策略是坐等神书打死阿苏罗，腾出手来对付杜恶和广贤。神书抡起阿苏罗，用力灌下。轰的巨响里，许七安仿佛听见了导弹爆炸的声音，脚下传来剧烈震感，夯实的地面陡然下沉，开裂，裂缝往下延伸，撕裂万妖山内部的掩体。阿苏罗双眼圆瞪，喉咙里喷出大口大口的鲜血。砰砰砰砰，沉闷如肋骨般的心跳声里，阿苏罗皮肤褪去暗金色，漆黑肤色取代。这意味着他不再压制自己的修罗精血，释放内心战意的他是不屈的战士，是不败的战神，是……砰！神书一脚把他踏进地里，让山体内岩石开裂愈发严重。好熟悉的气息，你身上有很熟悉的气息。神书一边说着，一边踩踏。阿苏罗胸骨塌陷，喉中不停咳血，修罗族的不屈战体也扛不住神书的大脚丫子。阿苏罗咧了咧嘴，牙床猩红，讥笑道：“你真可怜。”神书似乎被激怒了，扬起左手，掌心升起一团黑红色的能量团，内核漆黑，外层笼罩血光，漆黑的内核不断坍缩，迸射出黑色的电弧。神书握着这枚能量团，狠狠砸在阿苏罗的脑袋上，红与黑的光芒瞬间暴涨，像是光照一样往外扩散，继而轰地炸开，化作纯粹的肆虐的能量风暴。周围茂密的树林像是衰草一样齐齐压弯腰。许七安、熊王乃至九尾天狐同时罢手，侧头看向神书方向。神书站在能量消融出的大坑里，左手冒着硝烟，脚边是一具残破的漆黑尸体，头颅和胸腔消失不见。死了。许七安凝神感应，没有捕捉到阿苏罗的元神。超凡境的武夫生命力旺盛，拥有断肢重生的能力，肉体上的伤势再如何触目惊心，也只能消耗气血，无法真的杀死超凡武夫。但如果元神被磨灭，彻底烟消云散，那超凡境的武夫就会彻底死去，空留一具不死的躯壳。在各大体系中，杀死超凡武夫的方法无外乎2种：一，通过不断的给予打击，消磨气血，直到武夫力竭，然后将其分尸封印；二，通过特殊的手段将武夫的元神射出，然后经过长时间的炼化，磨灭元神来杀死他。那时武夫剩下的就是一具的躯壳。当然，要射出武夫的元神并不容易，在这方面只有道门和巫师体系能尝试，还不一定能成功。至于神书对待阿苏罗的方式，纯粹是位格上的碾压，粗暴简单，没有丝毫技术含量。不对劲，神书那一招固然强大，但物理层面的攻击不足以杀死阿苏罗的元神。许七安宽松的裤管里钻出密密麻麻的黑色虫子，消失不见羞羞。念珠从左侧袭来，宛如一群五彩缤纷的萤火虫，瑰丽夺目。许七安正要挥剑格挡，眼前景物突然变化，染血的城墙，横陈的尸体，巍峨的山脉隐去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是钢筋混凝土的森林，是川流不息的车辆，是一幅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图卷。叮叮叮，锐利的碰撞声惊醒了他，前世的画卷破碎，现实的景物再次呈现于眼前。太平刀和镇国剑操纵主人，将袭来的念珠挡住一部分，
另一部分则被熊王挥动爪子拍开。石铁兽双爪血肉模糊，杀贼之力侵蚀下，伤口短时间内难以愈合。同时，远处的九尾天狐抬手往下一按，磅礴的气机从天而降，压制住蕴含杀贼之力的念珠，让他们在凝固在半空，任凭怎么阵战也无济于事。多谢。回过神来的许七安朝熊王拱手，太平刀嗡嗡震动，传达出生气的情绪，指责主人在战斗中走神。你已经是成熟的刀了，要学会操纵主人打架。许七安如此安抚，正要继续关注阿苏罗的情况，便听银发虎耳的妖姬远远地笑道：你又变小了，真可怕，留在南疆当我儿子吧。许七安这才发现扎紧的裤管腰带又变松了，他的年龄再一次倒退，变成了10岁的小男孩。另外，气机和气血也衰退了许多，战力下滑更加严重。他瞳孔微微收缩，沉声道：我会一直小下去。九尾天狐颔首传音：接下去的2个时辰里，你会一直变小，直到成为婴儿，这是大轮回法相中的逆转。若是正转，则会让目标人物衰老。但你也好，我也罢，都处在巅峰。若是正转，凭我们的寿命，打到明天都不一定会衰老。而逆转的话，你成为超凡才多久？许七安再一次意识到9大法相的恐怖之处。他们或许不擅长攻击，但都有各自的神异，诡异莫测。轮回法相能让人记起过去的事。许七安斟酌地问道。九尾天狐传音说道：传说大轮回法相能让人记起前世今生，是真是假就不知道了。他转头望着神书，高声提醒：神书吞了阿苏罗的精血，免得夜长梦多。不管阿苏罗死没死，吞噬他的精血，不死也得死。只要解决掉阿苏罗，此战便不会有任何意外和波澜。同时，10岁的小男孩和成熟妩媚的御姐默契地寻找各自的对手，缠住敌人。神书嗡嗡怪笑，拎起无头的阿苏罗躯体，掌心忽地生出气旋，攫取着阿苏罗的生命力。肉眼可见的修罗王幼子的漆黑体魄迅速萎缩干枯。就在这时，阿苏罗漆黑的体表亮起了万字，万字缓缓旋转，于神书身后显化出阿苏罗的元神，元神脑后则是具有金属质感的轮盘，轮盘的中心是万字，盘面外圈刻着天、人、畜生、阿修罗、恶鬼、地狱、大轮回法相。咔咔咔，轮盘转动，其上的阿修罗3个字亮起，一道金光将神书和阿苏罗罩在其中。神书强壮的身躯陡然僵住，气旋消失，阿苏罗的干尸跌落在地。而这时，广贤菩萨盘坐高空的身影化作碎光消散。下一刻，他出现在了神书面前。他不久前打入阿苏罗体内的金光，正是轮回法相的力量。借阿苏罗的近战便利，让轮回法相的力量笼罩神书。神书兀自僵凝，宛如雕塑，对广贤菩萨视而不见。我是谁？神书的胸腔里传来迷茫的喃喃声。月夜下，坍塌的城墙，遍地的尸首，清冷的月辉照亮这片狼藉之地。由于西域守军和妖族大军已经远远退走，此处的显得格外安静。神书的喃喃自问声里，只有火焰噼啪作响，似在伴奏。轮回转盘缓缓转动，宛如巨大的仙灯，照射出的金光将神书持续笼罩。广贤菩萨双手合十，满脸慈悲：无根之人啊，希望你能在轮回中找到归宿。他的身影处在透明和虚幻之间，似乎即将耗尽力量。神书渐渐地平静下来，左手犹豫着屈起，单掌合十，胸腔里传来平和的声音：阿弥。声音戛然而止，他在抗拒某种本能，皈依佛门的本能。许七安和九尾天狐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愕然。大轮回法相对神书的影响出乎他们预料。大轮回法相勾起了神书过去的回忆，唤醒了佛性。许七安想到自己刚才所见的现代化都市，心里有了猜测。突然，阿苏罗的无头尸体猛地跃起，于空中一个回旋踢，啪！空气仿佛被踢爆，可怕的气机于脚尖炸开，当即撕裂了广贤菩萨的身躯。这一脚彻底打散了这具分身的能量。广贤菩萨的叹息声回荡在夜空，轮回转盘随之溃散成金光，而阿苏罗的元神回归到了体内。阿苏罗的残躯缓缓站起，细胞疯狂增殖，血肉蠕动，先是脊椎骨生长，补完颈骨，然后头骨从颈椎骨上生长，等骨骼生长完毕，嫩红的血肉迅速覆盖，接着是漆黑的皮肤。他复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震碎体内的10几条尸骨。做得不错。九尾天狐侧目给了小正太一个微笑。阿苏罗死后，对尸体异常敏感的许七安认为这是个可以利用的机会，立刻分化出尸骨子骨，暗中侵蚀了它。当然，侵蚀不代表操纵和转化。以尸骨目前的境界，做不到完全控制一具2品境的尸体，但操纵它做出一些简单的攻击性动作不难。这就有了刚才踢碎广贤菩萨分身的那一脚。小正太回了他一个笑容，
如今广贤菩萨分身消散，阿苏罗遭受重创，能打的只有渡恶罗汉失去轮回法相的影响后，神书依旧处在茫然状态，口中喃喃道：“我是谁？我是谁？”九尾天狐高声道：“你是神书，也是修罗王，修罗族不屈的战士。”悦耳的声音回荡。修罗王。神书稍有平静，突然又开始喃喃自问：“我是谁？修罗王是谁？我记不起来了。”迷茫的自语逐渐变成暴躁的咆哮：“我是谁？我到底是谁？”九尾天狐连说了几声“你是神书，是修罗王”，全无效果。他和许七安对视一眼，意识到了不对劲，神书失控了。大轮回法相能克制神书。许七安缓缓扭头看着银发妖姬，银发妖姬眉头紧皱：“你觉得可能吗？以神书的位格和战力，大轮回法相或许能削弱他，影响他，但不可能克制他。除非问题出在神书本身。”许七安心里一凛，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如果当日阿苏罗放水是他出于私心，想要图谋什么，而不是广贤菩萨真身前来，想要把妖族一网打尽，那么知道有神书残躯的广贤菩萨，今日为何还是分身降临？他难道自信的以为光凭一具分身和2个二品挡得住神书？况且还有他和九尾天狐以及熊王。现在看着势如疯魔的神书，许七安知道答案了。轮回法像只是影子，他诱发了神书的疯狂，至于其中缘由，许七安暂时没想明白。不管是他还是九尾狐，其实对神书都不够了解，最了解这位半步武神的是佛门。我到底是谁？可怕的魔音在万妖山中回荡，神书体内骤然鼓舞起一团血光，急速膨胀，吞噬着沿途的一切事物。在场的5位超凡强者同时腾空而起，飞快后撤。血光膨胀成直径10丈的光团，然后轰的爆炸。站在高空的5位超凡强者看见整片山头的树林在这一刻齐齐弯腰，而靠近城墙范围的民房尽数坍塌。南城的西边，火光移动，无数细小如蚁的人影仓皇地朝城门方向逃去。那些退走的僧兵、禅师、城防军努力维持秩序。血光消散，一尊高20丈的巍峨法相缓缓直起腰。他通体漆黑，后背长着12双肌肉虬结的手臂，眉心亮起黑色火焰印记，脑后燃烧着灼热火环。他的脸庞宛如雕塑，没有任何表情。他仿佛是力量和邪恶的化身，每一寸血肉都蕴含着恐怖的怪力，又充满了邪异可怕的精神污染。许七安如坠冰窖，浑身生寒，浑身毛孔张开，冷汗淋漓。不是受到可怕的精神污染，而是因为他被锁定了。神书锁定了他，神书疯了，迫切的要补完自己。而我体内有一条断臂，许七安心里升起明悟。下一刻，巨大的阴影将他笼罩。那尊20丈高的法相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面前，12双手臂握成拳头，同时捶出。好快，来不及阴影跳跃，许七安当机立断，让浮屠宝塔震荡出镇狱之力，同时金漆自眉心亮起，迅速染遍全身，脑后火环轰地炸开，紧接着力骨进入狂暴状态，浑身肌肉膨胀，体格壮大了1倍。太平刀和镇国剑交叉斩出，砰！刀剑冲天飞起，射向远处，金光和火光交缠着炸开，金刚神功当场崩溃。许七安眼前一黑，失去了一瞬间的意识，回过神之后，发现身体正在不受控制的倒飞出去，速度就像流星。双臂已经失去直觉，无力的耸拉着，浑身骨骼尽碎，没有一处完好。轰！他狠狠撞入远处的山中，造成山体滑坡。正要追击的神书法相忽然身躯僵硬，接二连三的颤抖，像是被人用木棍连续敲打身体。玉碎。许七安把伤害返还给他，打断了神书的节奏，为自己赢得喘息的机会。阿弥陀佛。另一边，渡恶罗汉双手合十，缓缓道：“九尾狐施主，神书非你们能驾驭之人，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恐怖。”九尾天狐眼眸闪烁红光，冷冷地望着阿苏罗和渡恶，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佛门好算盘。本座不明白神书为何会失控至此。阿苏罗缓缓道：“这只有广贤菩萨知道。”说话间，他和渡恶罗汉一左一右围住九尾天狐。你们说的对，神书确实非我能驾驭，但同样不是你们能驾驭的。玩火自焚的道理，两位大师可知？银发妖姬丝毫不慌，笑盈盈道：“你们太小觑许七安了。”这时，神书的法相在坍塌的山体上空左右顾盼，似乎失去了目标，再也感应不到自己残肢的气息。遵循着补完自身的本能，渴望精血的他，缓缓转身，将目光投向了3位超凡境的高手：渡恶罗汉、熊王、阿苏罗和九尾天狐。冷汗唰地冒出来，尤其后3者拥有危机预感的他们，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在咆哮，每一条神经都在传输危险的信号。身为武夫，他们的气血比渡恶罗汉要更浑厚更精纯，是神书的主要目标。
阿苏罗悄然绷紧身躯，强健的肌肉无声的舒展，积蓄力量。他能敏锐地感知到自己是神书的首要目标，修罗精血对神书有致命吸引力。突然，远处那尊高大的法相凭空消失在众人视野里。下一刻，12双手臂从阿苏罗身后伸展出来，像是捕蝇草张开的獠牙。神书法相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阿苏罗身后，法相漆黑的脸庞面无表情，却比任何张扬恶意的表情都要阴森恐怖。阿苏罗无声无息地坍塌下去，在12双宛如从地狱里伸出来的手臂合拢前，从下方脱离了包围。阿苏罗的眼睛里闪烁着淡金色的微光，天眼通。正是这门神通让他提前捕捉到神书的动向，这才及时反应过来，否则他会和许七安一样。下坠的过程中，阿苏罗脑后浮现绚丽光轮，沉声道：“第一剑，不杀生。”渡恶罗汉双手合十，脑后光轮凸显，缓缓道：“第一剑，不杀生。”忽然间，神书法相散发的邪恶气息有所收敛，精神污染略有消退，和2位罗汉之力终于勉强影响到神书。这一刻，九尾天狐有过短暂的犹豫，放任神书猎杀阿苏罗，后者必死无疑。仅剩一个渡恶罗汉，翻不起风浪。但如此一来，他就必须要率领妖族逃离南疆，否则也会成为神书的猎物。另外，这也意味着妖族将失去神书的使用权，没了神书，妖族不可能复国，纵使夺回万妖山，也终究会被佛门再次攻占。不，失控的神书会依循本能，在南疆疯狂杀戮，攫取精血，这里将成为九州禁区。妖族连攻占万妖山都做不到。他旋即明白广贤菩萨真正的用意，对于妖族起誓，佛门真正的应对之法是以大轮回法相的力量，使神书失控狂化，把南疆变成禁区，让妖族的复国计划落空，然后助云州叛军推翻大凤，解决中原的战事。之后晋升一品术士的许屏风和伽罗树菩萨便能腾出手压制神书，将它重新分尸封印，届时10万大山依旧是佛门的。虽然想明白了佛门的计划，但九尾天狐依旧想不通，为何大轮回法相会让神书失控。但不管怎么样，眼下封印神书或拾起恢复理智是最重要的事，否则满盘皆输。8条狐尾迎风暴涨，化作遮天蔽日的大蟒，大蟒掠过夜空，将处在凝滞状态的神书团团缠绕。神书12双手臂发力，缓缓撑开狐尾的束缚。九尾天狐雪白的俏脸陡然涨红，身躯轻轻颤抖，额角青筋暴怒。双方在决力，亏得他是妖族，气力无双，换成其他体系的超凡高手，连和神书掰手腕的资格都没有。抓住机会，阿苏罗沉沉低吼一声，脑后的光轮坍缩回体内，额顷一粒闪烁着五彩炫光的舍利子从他头顶升起，这是象征着杀贼果位的舍利子。阿苏罗伸手把舍利子握在掌心，拳头绽放出夺目的炫光，将夜空照得瑰丽万千。这已经不是调动杀贼果位的力量，这是要拿果位和神书拼命。刹那间，万妖山地界盈满了肃杀之气，草木鸟兽无声无息地死去，尽数被杀。呵，在阿苏罗的怒吼声里，他那只绽放炫光的拳头精准地击中神书的眉心。天与地之间，一道绚丽的涟漪扩散，将下方的山峦映照得光怪离露。神书后脑的火环炸散，眉心如瓷器般裂开缝隙，将火焰印记破坏。暴怒的神书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嘣嘣嘣，缠绕神书法相的8条狐尾逐一崩断。九尾天狐脸色煞白如雪，似是遭受巨大的创伤。断裂的狐尾没有下坠，如有生命般的飞回他身后，自己把自己接续。神书的12双手臂从四面八方笼罩阿苏罗，层层叠叠将他罩于掌心。这时，渡恶罗汉头顶飘出一颗舍利子，金灿灿的悬浮不动。第一愿阿苏罗在我身侧话音落下，本该被遮天蔽日的手掌笼罩的阿苏罗身影再度恶罗汉身侧显化。砰！气机层层叠爆中，神书的手掌们拍在一起，什么都没拍到。南法寺有一枚舍利子，是应宫果位的舍利子，是第一任南法寺住持转世重修时留下。许七安和孙玄机抢夺神书双腿那晚，阿苏罗曾向因供舍利子许愿，要一个与自身相同的帮手。过去的几百年里，这枚舍利子一直被供在南法寺，受香火洗礼。信徒真心诚意的上供，献上贡品，可积累愿力。当愿力足够时，因供果位便会在合理范围内满足信徒的愿望。愿力有很强的专属性，它只会回馈上供者。渡恶罗汉给这枚舍利子上供的时间不长，愿力有限，只能满足5个愿望，所以一直当作底牌留着。这5个愿望当然也得在合理范围内，超出限度，愿望不会实现。这时，毛色黑白相间的雄王四肢如飞，宛如一架肥胖的工程锤，朝神书发动冲锋。当，双爪狠狠拍击在神书眉心，让裂痕加剧。受到攻击的神书本能的挥舞拳头，砰的正中雄王圆滚滚的腹部，拳劲穿透时铁兽的身躯，在他身后化作肆虐的狂风。
熊王就如同刚才的许七安，化身炮弹激射而去，撞入远处的山峦，造成山体滑坡。渡恶罗汉没有闲着，在熊王扑击神书法相时，袖中冲出99枚念珠，叮叮叮，念珠相互碰撞，串成一线，犹如一柄细剑，一柄炫光闪烁的剑。渡恶罗汉掌心一推，细剑呼啸而去，化作一道彩色流光。他接着双手合十，道：第二愿，愿此招威力倍增。轰隆！夜空中乌云层叠，一道粗大的树状的闪电劈下，叠加在念珠细剑上。念珠细剑的飞行速度激增，拖曳着银色的电弧，带起尖锐的笑声，洞穿了神书法相的眉心。法相的脑袋轰得炸裂，没有血肉，溃散成纯粹的能量。无头法相当即僵凝不动。为了挽救失心疯的老父亲，女儿和儿子伙同8旬老僧打爆父亲的头，某处废墟里。旁观这场战斗的许七安心里嘀咕一声：真是笑死我了。你也来了呀？他接着朝悠悠转醒的熊王说道。被神书一拳打废后，许七安借着玉碎打断神书进攻的节奏，旋即用天蛊移星换斗的能力掩盖自身气息，再接着一个阴影跳跃，藏身在密林里，从而躲开了神书的后续追杀，并祸水东引，让渡恶罗汉和阿苏罗自食恶果。正看戏看得津津有味，熊王就突然被砸了过来，疼死了。熊王低声呻吟：无妨，慢慢躺着，我已经替你屏蔽气息了。许七安宽慰道：你的塔为什么不用？可以疗伤。熊王的豆豆眼望着他，表情有些憨，又因为嘴里吐着血，所以看着特别可怜。那样会暴露目标的。很有道理，熊王接受了他的解释，只能自行养伤，恢复伤势。其实到这一步，如果是正常情况，许七安已经可以溜之大吉，一手漂亮的祸水东引，干掉阿苏罗或渡恶。神书必须冷静下来，且被妖族掌控，这样男妖才能撑起10万大山的后续战役，牵制佛门。我要真走了，那才完蛋，赢了局部，输了全局。和大佬们斗智斗勇真累，必须走一步看10步。他相信九尾天狐也看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才出手制止神书，与渡恶罗汉和阿苏罗暂时联手。但问题是，阿苏罗和渡恶现在肯定想着撤退了。他默默地想。通过仔细的观察，许七安发现神书失控后，完全凭借本能在战斗，没有任何技巧。在遭遇熊王的攻击时，他遵循本能的反击，而不是趁机控制，然后吞噬精血。没有脑子好啊，没了脑子才好对付。这个时候，他看见神书法相的头颅重新凝聚，依旧是面无表情的脸庞。在场的5位超凡，空中3位，林子里2位，心里陡然一沉。这就是半步武神，即使残缺，即使失控到只剩本能在战斗，依旧是半步武神。真是粗鄙的武夫啊！许七安咬了咬牙，体会到了其他体系面对超凡武夫时的咬牙切齿。别看阿苏罗、渡恶、熊王、九尾天狐刚才配合默契，摧枯拉朽的打碎神书法相的头颅，但其实人家根本没受多大伤害，而己方的容错率却很低，一个不慎就会被法相抓住，活活抽干精血。这不就是其他体系的超凡打超凡武夫时的感受吗？阿苏罗望着宛如神魔的法相，语速飞快道：向舍利子许愿，离开这里，以因功果位的位格模拟一个传送阵法，不在话下。渡恶罗汉早已放弃争斗的想法，不再犹豫，说出了第3个愿望。第3愿，愿我与阿苏罗返回阿兰陀。舍利子亮起，富尔暗淡，两人还在原地，什么都没发生。直到这时，众人才发现夜色变得漆黑如墨，月亮不知躲到哪里去了。阿苏罗脸色瞬间难看，缓缓道：修罗领域。这是他创立的领域，他找回部分记忆了。修罗领域是上一任修罗王所创的斗技，独属于修罗王的斗技，即使是作为儿子的阿苏罗也没有学会这招。领域之内，猎物无处可逃，直到被杀或反杀敌人。渡恶罗汉一脸凝重，这意味着他们无法置身事外，要么解决神书，要么被他解决。而依照双方的战力差距，明显是被神书解决的可能性更大。修罗领域，九尾狐心里一动，高声道：神书，你就是修罗王，修罗王就是神书。他试图加深神书的自我认识，从而唤醒神书的理智，但是没有，神书法相不为所动。他半转身体，面朝阿苏罗，12双手臂同时展开。杀神书不现实，做不到，压制他也不可能，该怎么办？许七安开始审视自身，法宝、靠山、手段在脑海里逐一闪过，最后想到了封魔钉。封魔钉肯定无法封印神书，否则他不会被佛门分尸，封印在各处，但应该能压制他。问题是如何把封魔钉打入他体内？念头转动间，许七安忽然困意上冲，扭头一看，身边的熊王昏昏欲睡。卧槽，险些栽在你手里！他惊出一身冷汗，连忙骑上去，挥舞小手，一顿大耳刮子。熊王顿时清醒了几分，无奈道：我困了，
我有时候也控制不住困意。许七安心里一动，有了主意，道：先别睡，待会儿我让你睡，你再睡。熊王点头，我尽力。许七安借助阴影跳跃，向着众人下方的密林靠拢，拉近距离后，以心骨之力远距离传音：几位，我有办法制服他。交战中的阿苏罗、杜鄂、九尾狐同时侧了侧耳朵，凝神聆听片刻，眼睛一亮。阿苏罗、杜鄂脑后同时亮起绚丽的光轮，他们同步合时，语气整齐划一：第一剑，不杀生。两位二品再次合力，施加戒律，神书不可阻挡的拳头顿时僵凝，但1秒不到便挣脱戒律影响。这1秒不到的时间里，8条狐尾故技重施，膨胀如巨蟒，将高大的法相缠绕。与此同时，许七安双手举着石铁兽，从林子里冲天飞起，朝神书奋力投掷出石铁兽。石铁兽落在神书3丈处，悬空不动，呼呼大睡。神书法相正与九尾天狐角力，一点点地撑开束缚。忽然间，巨大的困意如海潮降临，困意仿佛直接影响了元神，逼迫着他倒头酣睡。神书没有睡，但挣扎的力度减小。3重强控，投掷出石铁兽后，许七安招了招手，远处密林里，镇国剑自行飞来，落入手中。他持剑化身长虹，撞向法相胸口。滋滋，镇国剑的剑尖抵在漆黑的胸膛，火星爆起，传出让人精神错乱的尖锐响声。破防，给我破防啊！许七安脸色狰狞，额角青筋暴突，肋骨进入狂化，让周身肌肉随之膨胀。剑尖终于刺破了皮肤。杜鄂罗汉见状，双手合十，说出了第4个愿望。第4愿，此剑刺入胸膛。话音落下，镇国剑的光芒暴涨几分，剑尖噗一声刺入血肉。够了！灼热鲜血溅在脸上，许七安抽出镇国剑，左手袖子里划出一枚准备好的封魔钉，夹在指尖，一掌拍向神书胸口。封魔钉半截刺入，剧痛让神书彻底摆脱困意，修罗精血沸腾。危机中，他竟爆发出了更强的力量。啪啪啪，8条粗壮的狐尾像绷紧的绳一样断裂，九尾天狐疼的脸都抽搐起来。当，神书的拳头打飞许七安，把他打得像一个破沙袋。阿苏罗从左侧袭来，试图把那半截封魔钉打进去，但没能成功，他也被神书的拳头锤飞。紧接着是尾巴刚接续的九尾狐，他从右侧袭击，同样没能近身，被神书2拳打飞。神书大师左一拳儿子，右一拳女儿，父爱如山。杜鄂罗汉的99颗念珠，他们如同一片瑰丽的流焰，叮叮当当地撞在神书的拳头上。24只手组成密不透风的防御圈，他们的自杀式攻击为许七安提供了机会。他从神书腋下阴影里钻出，移形换斗掩盖了气息，让神书没能及时察觉。当，许七安握拳直击，锤在封魔钉头部，彻底把他送进神书体内。做完这件事，他立刻融入阴影，逃到远处。杜鄂、阿苏罗和九尾狐呈3角之势围住神书，但没有继续发动攻击。神书法相僵硬不动，除了杜鄂罗汉、许七安在内的4位超凡气力耗损严重，战力都有一定程度的下滑。其中许七安和阿苏罗战力下滑最严重，前者主要是大轮回法相之力的侵蚀，现在已经是7岁的小正太，后续挨了神书2拳，反倒不要紧，区区致命伤而已。后者则是被神书攫取了大半精血，死而复生后连续一番舍命大战，可谓是气血两亏。希望封魔钉能让神书恢复理智，不然接下来还有一番苦战。许七安心里嘀咕，但已经不像刚才那样如临大敌。理由很简单，封魔钉肯定是能压制神书，削弱他实力的。如果封魔钉不能让神书恢复理智，后续的战斗也不会像刚才那么凶险艰苦。如果神书能自行念咒拔出封魔钉，那说明他已经恢复清醒，众人的目的也达到了。紧张的注视中，先是笼罩在空中的领域收缩，接着神书的法相也随之收缩。缺头缺右臂的神书再次出现在众人眼前。熊王还在睡觉，不曾醒来，没人会去打扰他。让神书持续受到沉睡魔咒的影响是大家的共识。我是谁？我是谁？喃喃自语从胸腔里传出。还没恢复。杜鄂罗汉、阿苏罗、九尾狐和许七安脸色瞬间沉了下去。随后他们听见神书痛苦地说道：我想起来了，我不是修罗王，我是佛陀。神书的话就像天劫一样劈在4位超凡强者心里，劈得许七安和九尾天狐脸色陡变，双眼睁大，超凡强者的气度和风范荡然无存。即使是心如古井、定力高超的杜鄂罗汉，此刻也失去了以往的镇定。他抬起头，用看疯子似的目光看着神书。佛陀。阿苏罗喃喃自语，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的瞳孔是没有焦距的，显然也和其他3人一样被天劫劈傻了。神书是佛陀的话，那佛陀又是谁？修罗王又是谁？佛陀和修罗王是什么关系？不，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银发妖姬一边摇头一边喃喃：神书不可能是佛陀，不会是佛陀的，一定是哪里出错了。虽然场合不太对，但许七安还是想说：娘娘，你就像是知道男朋友是自己失散多年哥哥的可怜女子。当然，这个形容用在此处不准确，应该是震惊，当年杀我妈的竟然是我爸，或者震惊，大反派竟是我爸。大反派竟是我爸。许七安脸色渐渐僵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渡厄大师双手合十，不停念诵佛号，嘴唇急速开合，语气极快，似乎这样才能平复他心里翻江倒海的情绪。大轮回法相照见前世今生，神书大师记起了前尘往事，但模糊不清，又因为执念太深，所以迫切的想要补全自己，导致狂化失控。许七安的声音清脆道：广贤菩萨对神书大师非常了解啊，想来也知道他真实身份的。渡厄罗汉念诵佛号的声音一顿，出现凝滞。阿苏罗则脸色微微僵硬。感慨完，许七安问道：神书大师，您还记得什么？神书盘腿而坐，单手合十，语气迷茫但平静。我记不得了。我似乎明白为什么神书的头颅会被佛陀亲自封印。许七安心里一动，完整的记忆恐怕在头颅里边。这时他听见九尾天狐深吸一口气，平复情绪，望着阿苏罗道：修罗族诞生于何时？阿苏罗不需要思考，回答道：神魔时代便已存在，在我们修罗族内部流传着修罗族是西域人族始祖的传说，是那些弱小的族人被驱赶出族群，分散在西域各地，演变成了西域人族。但在西域人族的传说里，修罗族是具备神魔血脉的人族。远古时期的西域人族为了生存，依附了强大的神魔，把族中美丽的姑娘送去与神魔交配，诞生出修罗族。银发妖姬有些失望，默然不语。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西域人族的传说更靠谱。当然，在这个没有生殖隔离的世界，进化论本身就站不住脚。娘娘是认为佛陀就是修罗王，修罗族来源于佛陀。不过，虽然修罗族在远古时代就存在，但这和佛陀和修罗王是同一人并不矛盾。许七安没有说话。九尾天狐看向渡厄大师，语气冰冷：渡厄大师，你可曾见过佛陀？渡厄罗汉默然不语。现在这情况，娘娘和阿苏罗明显受到强烈冲击，失去战意，打不起来了。许七安嗓音清脆道：渡厄大师，今夜发生的事，广贤菩萨的所作所为，你看在眼里，应该清楚神书大师不会说谎。如果他真是佛陀，那此事可不是机密二字就能形容。佛陀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神书会是佛陀？500年前的荡妖战役中，佛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广贤菩萨知道此事，那其他菩萨是否知道？这会不会和法纪菩萨的失踪有关？又为何瞒着您和阿苏罗？这一切您就不好奇吗？渡厄露出犹豫之色，缓缓道：此为佛门之事，非同小可，本座自会回去问明情况。许七安质问道：你怎么保证广贤菩萨会告诉你？渡厄沉默片刻，叹息道：你说服我了。停顿一下，他语气低沉的讲述：本座正得果位1300年，佛陀一甲子讲道一次，因此本座只见过佛陀一次。那之后佛陀便再没现身，菩萨们称世间业火重重，佛陀以无上果位为世间平息业火，于是陷入沉睡。好家伙，你们抓我回西域当佛子，原来是为帮佛陀平息业火。许七安不但不信，还在心里吐了个槽。九尾天狐豁然扭头看着唇红齿白的男孩子：你说过佛陀被如圣封印了？许七安颔首，时间上吻合。通过渡厄罗汉，他们印证了如圣封印佛陀这件事。云麓书院有1200年的历史，乃如圣大弟子创办，而如圣的寿命只有82，说明如圣封印佛陀的时间是1200年左右。渡厄1300年前正得果位，一甲子内见过佛陀，之后佛陀便闭关了。如圣封印佛陀。渡厄罗汉微微愕然，紧盯着许七安，这是何意？许七安想了想，把赵守告知的信息透露给了渡厄罗汉。目前来说，双方交换信息是两利之事。渡厄罗汉喃喃道：既然如此，那500年前出手降服神书的是谁？九尾天狐沉吟半晌，侧头望向7、8岁的小男孩：你怎么看？关于神书和佛陀的事，他知道许七安了解很多内幕，且有暗中调查破案方面，九尾狐还是很信任许七安的。阿苏罗和渡厄罗汉自然也知道许七安的名头，闻言立刻看过来。许七安没有立刻回应，思考了许久，说道：在那之前，能否告诉我如何解除大轮回法相的侵蚀？现在的他就是一个裹着大人衣服的小学生，个头和太平刀一样高。渡厄罗汉审视他一眼：以你的位格，2天后应该能自行解除。2天后我会不会退化成胚胎啊？许七安有些担忧，但并不慌张，因为年纪虽然变小，
修为也被严重削弱，但依旧处在超凡层次。他没有察觉到自己气血枯竭，对超凡武夫来说，气血还旺，问题就不大。想清楚几个问题，我们就能尽解开神书和佛陀的秘密。许七安用清脆的童音说道：如圣风佛陀在1000多年前，500年前，佛陀出手降服神书，击杀万妖国女王。那么，佛陀如何透过封印出手？这是第一个问题。神书自称是佛陀，可他又是修罗之身，那么修罗王和佛陀是什么关系？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神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杜鄂等人陷入沉默，思考着这3个问题。500年前，佛陀确实出手了，我看见了大日如来法相。杜鄂罗汉缓缓道。他旋即补充道：大日如来法相是佛陀独有的法相，为9大法相之首。这时，阿苏罗突然说道：当年我没能坚持到佛陀出手，便被万妖国主击杀。除非你是亲眼目睹佛陀现身，不然无法肯定大日如来法相是出自佛陀。说着，他看了一眼寂然而坐的神书，这位自称佛陀，他当时必然在场，谁能断定他不会大日如来法相？九尾天狐摇头，当年必然有超品参战了，否则谁能封印神书？许七安做最后总结。好，如今能确定的是，当日确实有超品出手，其中包括佛陀。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修罗王和佛陀是什么关系？九尾狐和许七安看向阿苏罗，丑帅英武的修罗王柚子沉吟片刻，道：我从未见过他。修罗王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被佛陀镇压在阿兰陀，族中传闻佛陀欲传经修罗族，修罗王不同意，便与佛陀约战，从此一去不回。再后来，佛陀亲自降临修罗族，族人皈依佛门，但仍有一部分族人不愿意归降，于是逃离了家园，与佛门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战斗。我就是在那时成长起来的，取代了我父亲，成为修罗族最强战士，直到遭遇伽罗树菩萨，被他所败，从此领悟佛法，遁入空门，4大皆空。说着，他神色虔诚的合十低头，念诵一声阿弥陀佛。修罗王和神书并非一人，许七安摸了摸下巴，看着杜鄂罗汉问道：神书是何时出现的？杜鄂罗汉回忆片刻道：大概在700多年前，他原本是一位武僧，天资绝世，修成了金刚法相，而后开始转修禅师体系，许下的宏愿是让南疆妖族皈依佛门，从此离开阿兰陀，消失了不见。在之后便是荡妖之战了。如今看来，他原本的身份是假的，他是修罗王。佛陀的身份暂时不提，修罗王是不会假的，这身修罗神血不会错。许七安分析道：佛陀镇压修罗王在前，如圣封印佛陀在后，大约300年后出现了一位武僧，这位武僧其实就是修罗王。他的宏愿是让南疆妖族渡入佛门，但不知为何，妖族没有皈依佛门，反而与佛门拼得两败俱伤，而修罗王也背弃了佛门，因此被佛陀出手封印。500年后的今天，修罗王说他便是佛陀，这其中说不清的环节太多了，处处矛盾，但如果推翻其中一个已确定的事实，情况就会出现反转。阿苏罗看他一眼，怎么说？许七安回望阿苏罗，你并没有见过修罗王，我们都没见过修罗王，那么谁能保证神书就一定是修罗王？杜鄂白眉狠狠颤动一下。阿苏罗表情愕然，九尾天狐若有所思。许七安继续说道：如果是佛陀为了挣脱封印，炼化了修罗王的精血，重新塑造出一具身躯，然后重新修行，至于许宏愿的事，恐怕只是托词。佛陀真正想要的是南疆妖族的气运，这能助他挣脱如圣的封印。他刚说完，九尾天狐便摇头否决。佛门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若是与你说的一样，那神书早就归位成为佛陀。许七安咧咧嘴，如果阿兰陀里的那位佛陀另有其人呢？简单的一句话让3位超凡强者寒毛直竖，心里悚然一惊。这样的话，神书自称佛陀的行为就有了很好的解释。甲子荡妖中与万妖国一起陨落的是真正的佛陀，而如今阿兰陀的那位是冒用了佛陀称号的存在。许七安又道，这样的话就能解释为何神书的宏愿是度化南妖，结果却变成了甲子荡妖。这并非佛陀本意，而是有人在背后推动。神书当年与佛门为敌，便是在与那位存在抗衡。要验证这个猜测，就得去了解甲子荡妖的导火索。众人看向杜鄂罗汉，后者微微摇头，连2品罗汉都不知道，这无疑加重了许七安推测的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神书和佛陀是同一个人。700多年前，佛陀初步挣脱了封印，炼化修罗王精血，于是有了神书。但对待南妖的问题，他们产生了分歧，于是导致如今的这个结果。佛陀最后赢了，占领了南疆10万大山，终于挣脱如圣封印。但神书的存在让他不得不亲自封印，于是陷入沉睡。许七安给出自己的第二个推测，他不是凭空猜测的，
而是根据目前得到的线索逐步推敲出来。许七安甚至觉得第二种可能性更高，因为浮屠宝塔里的断臂曾经说过佛陀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都鄂罗汉摇头道：一人分化二人，佛门不是道门，没有这方面的神通，3大果位9大法相都做不到这样的事。你要这样说的话，那件事背后的真相就更复杂了。许七安道：要验证第二条猜测非常简单，都鄂罗汉回阿兰陀后，看一看如圣的雕塑是否还在。是找一找如圣的雕塑。雕塑若还在，那么第一个猜测就是准确的；雕塑不在或找不到，那么就是第二个猜测。都鄂罗汉和阿苏罗相视一眼，微微颔首。我现在的修为跌到3品初期了，阿苏罗比我稍强，都鄂罗汉还是2品水准，但娘娘受的伤不重，且还有熊王，我们这边的胜算要高那么一丢丢。至于神书，明显自闭了，真打起来的话，多半是2败俱伤，玉石俱焚。许七安道：那么告辞。都鄂罗汉又和阿苏罗对视一眼，前者颔首，告辞。很好很好，大家的求生欲都不错，修道超凡不容易。许七安松口气，当即驾驭起浮屠宝塔，遁空而去。九尾天狐腰后的狐尾身长，卷着熊王和神书，踏空而行，很快消失不见。不久后，万妖国的妖兵开始退去，返回深山老林。某处隐蔽的石窟，叶姬怀里抱着粉嫩可爱的女婴，肩膀上站着白姬，疾步穿过甬道，进入石窟。石窟内火炬熊熊，黑烟从石窟顶部的裂口冒出，石窟里侧还有3条甬道通往更深处。这是万妖国在南疆的某个据点之一，叫千窟城。洞窟和甬道遍布在山腹内，宛如蛛网。外边有毒虫猛兽、瘴气密布的河流做掩护，非常隐蔽，从未被发现。要在遍布原始森林和险山河流的10万大山中寻找妖族的隐蔽据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踏入石窟中，叶姬看见了美艳华贵的娘娘，她盘坐在石座，闭目调息。娘娘，你快救救青姬！叶姬的声音猛地一顿，走得近了，她才发现床边的蒲团上盘坐着一个5、6岁的稚童。九尾天狐臀部上方那根短小的狐尾不自觉地抚动一下，睁开眼，淡淡道：无妨，他明日便会恢复。得到娘娘的答复，叶姬这才松口气，继而频频看向稚童，试探道：许郎。男童天真无邪地眨眨眼，扭头就问九尾狐道：妈，这个女人是谁？九尾天狐笑眯眯道：老娘给你养的童养媳。8条狐尾骤然射出，把许七安卷了起来，其中1条狐尾顺势就要解开许七安的裤腰带。娘娘有话好说。许七安诚恳道。九尾天狐依旧笑眯眯的，多了一个娘，当娘的打儿子屁股，天经地义。终究没有脱许七安的裤子，狐尾用力在他屁股上抽了一巴掌。许郎，你何时能恢复？叶姬抱着女婴疾步靠近，水灵勾人的狐媚眼闪着担忧。2天后自然恢复。许七安叹息一声：你让妖族的护法们稳住各路妖兵，3日之后夺回万妖山。叶姬没有久留，抱着女婴从来时的甬道离开。许七安扫了一圈石窟里简单的陈设，低声道：娘娘是否有过攻打阿兰陀，夺回神书头颅，助他完全复活的打算？九尾狐淡淡道：不管你的2个推测，哪个对，哪个错，都不影响我的计划。神书暂时不会拔出封魔钉，虽然会削弱他的战力，但1品不出，他依旧是无敌的。广贤要是真身前来，我们依旧按照原先计划行事。若只是分身前来，有封魔定在，神书想来不会发狂了。许七安道。说完，他起身往外走。你去做甚？九尾天狐问道。请福香吃炖金针菇。许七安头也不回。一旬后，叶姬和青姬坐在南城的瓮城中，一只鸟妖在城头起落，带来或送走信件。2位长老，西部的黑风城已经拿下，剿灭西域敌军2万人，俘虏敌军800，城中百姓15万，如何处置？战俘充作奴隶，城中百姓暂时妥善安置，等待战事结束。若城中百姓中有人敢暗中捣乱反抗，格杀勿论。2位长老，北部的白璧城被西域军重新夺回，留守城中的妖兵全军覆没，封锁白璧城的补给线暂时围而不攻，等许莹、罗腾出手再去对付。2位长老，熊王攻打东线的沃城时不小心睡着，城中10几万西域人昏睡不醒，我军不费一兵一卒拿下此城，但没妖敢进城。把情报给娘娘带过去，让她定夺吧。在经历了20天的征战后，广贤菩萨、阿苏罗尊者、都鄂罗汉率领的西域各国军队最终不敌妖族，撤离南疆，退守西域妖族，歼灭西域军队18万人，俘虏敌军3万人，百姓62万。西域守军退出南疆的第2天，九尾天狐召集群妖于万妖山，宣布复国。流浪了500年的妖族重返故土，后世史书上称这一天为南妖复兴。而在这其中，
一个中原武夫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南城黎明时分，许七安躺在松软舒适的大床，盖着南边独有蚕丝制造的青裘。叶姬侧着身，紧挨着他，一副侍儿扶起娇无力的慵懒姿态。在京城生活多年，已经习惯了人族的一切，回南疆后便觉妖族过去的生活粗陋得很，不够精细。叶姬感慨了一声，说道：我还以为娘娘会一把火烧了南城，重建万妖国呢。九尾天湖保留了西域人建造的27座城，作为万妖国的据点。这样的决定其实需要极大的魄力，因为并非所有妖族都能化形，也不是所有妖族都喜欢住在人类城镇。笑聚山林，在自然中肆意生活，是很多妖族理想的生活。于是九尾天湖在保留27城的同时，在南疆各处划分出妖族各个族群的活动领域。为了保证兵源充足，且能迅速投入战斗，听从调遣，划分的区域离27城不远。不过目前的妖族大部分都居住在城中，一来是战事刚刚稳定，二来需要足够多的妖兵管理西域人族。你们家娘娘是个很理智的女人，不，女妖。保留城池，效仿人族制度，对妖族好处更大。许七安笑道。青裘之下，滑腻温软的娇躯紧贴着他，叶姬一边不知死活的勾引，一边叹息说：娘娘担忧的是西域各国不要俘虏，那这些西域人是杀是留便是个问题了。当年西域人来南疆大开荒，迁徙数万百姓，在南疆建立城池，享用10万大山里的草药、木材、山珍等等。500年后的如今，27城加周边村镇总人口多达100万之众。这些人里，一部分死于战火，一部分逃回西域，更多的则成了俘虏。西域各国要容纳这么多人，首先吃饭是个问题，其次住房、田地分配等等，愿不愿意承担，很值得怀疑。他这种走一步想10步的人，不可能没有对策。许七安笑道。叶姬摆出小女子姿态，讨好道：许郎的智慧不输娘娘，还是和福香在一起的时候最爽啊，他懂得如何取悦我，不像国师只会榨干我。许七安感慨道。不只是国师，木南枝啊、林安啊、李妙珍啊、怀庆啊等等，这些女子都是时代的奇葩，要么持量行凶，要么娇生惯养，要么比他还侠肝义胆，要么就是让他自卑的女学霸。想起自己刚来到这个世界时，渴望过3妻4妾的枯燥生活，许七安内心便感慨万千，混到超凡境界，当大老爷的生活依旧遥远。要不怎么说理想很珍贵的，因为理想总是遥不可及。见成功讨好情郎，叶姬笑容妩媚，继续道：娘娘说夺回万妖山只是第一步，妖族后续还要陈兵边境，这样才能帮中原牵制佛门。正好这西域人可以充当民兵，物尽其用，总不能白白养着他们。而且妖族率性生活，没有人族那么讲究，不需要奴隶。只有人族里的贵族才自觉高人一等，讲究规矩，奴役仆人，彰显自己的地位。妖族夺回10万大山后，如果就此罢手，那佛门就可以派兵援助云州叛军了。所以妖族和佛门的战役还没结束，夺回南疆是第一步，后续的陈兵边境摆出随时会入侵西域的姿态，如此才能让西域各国警惕，不敢往中原大规模出兵，这才是牵制。许七安颔首，不错的方法。他望着头顶的纱帐，想了想，传音说道：你和白姬还有青姬与娘娘是什么关系？你们几个姐妹应该不是单纯的狐族。这叶姬犹豫一下，传音道：我就知道迟早会被你看出来。我们一共有9个姐妹，白姬是最小的，的确不是单纯的狐族，却比狐族更加高贵。我们是娘娘的分魂。许七安一愣，分魂，人有天地人3魂，分魂的意思如果没理解错的话，便是3魂之一。叶姬解释道：九尾天狐生来便有12魂，除3魂之外，每条尾巴都有1魂。到了成年之后，9道分魂会随着尾巴脱离身体，化作9名侍女。所以上一任万妖国主至少有9位贴身的长老，其实就是9条尾巴。九尾天狐的尾巴有一大功效，可以塑造成肉身，所以对我们9姐妹来说，只要魂魄不灭，肉身随时可以更换重塑。啊，原来我以前赶尸，现在是蛟尾。许七安脸色复杂极了。他还有什么天赋神通？他伺机打探九尾狐的底细。说实话，叶姬是有过挣扎的，毕竟这是娘娘的秘密。但女人在床上的时候，心理防线最薄弱，很快就胳膊肘往外拐，把九尾狐的天赋神通泄露给许七安。9大分魂是天赋神通之一，九尾天狐还有3种天赋神通，分别是摄魂、极速，最后一种天赋神通未知，这需要九尾天狐踏入一品才能掌控。这么算起来，九尾天狐就有4种天赋神通，不愧是身具灵韵、得天独厚的妖王。许七安念头闪烁，想到了当日九尾天狐用靡靡之音破解读恶罗汉的诵经声，那应该就是摄魂。他接着又问：难怪白姬的天赋神通是极速，你的呢？叶姬笑盈盈道：许郎，
自从我们在南疆重逢，你是否觉得越来越迷恋奴家，越来越舍不得离开南疆？哦，原来是摄魂里的魅惑啊！你不说，我还真没感觉到。都怪木南枝，和他待久了，等闲的魅惑我已经完全免疫。许七安翻了个身，双臂撑在叶姬腰身两侧，低头看着他，配合着露出痴迷之色，道：原来如此，难怪本璎珞对福香姑娘夜夜朝思暮想。叶姬极为受用，满脸喜悦。额请床幔开始有节奏的摇晃。木南枝抱着白姬漫步在南法寺的广场，这里满地狼藉，大殿坍塌，佛像倾倒，铺设青石板的广场布满裂纹和坑洞，随处可见的妖兵手持武器，指使西域人修补广场坑洞，重建坍塌的殿宇，呵斥声和鞭子声不绝于耳。木南枝知道修缮南法寺是那个九尾狐的命令，据白姬说，这是为了让妖族谨记耻辱，刻苦修炼。白姬长老见过白姬长老。沿途遇到的妖兵恭恭敬敬地朝木南枝怀里的白姬行礼，白姬很礼貌地用稚嫩的童声嗯嗯啊呀回应妖兵的问候。你这小东西都是长老，老娘我岂不是要当妖王？木南枝揉着白姬的脑瓜嘲笑道。他兴致勃勃地看着周围的妖兵，他们有的是兽类形态，有的是人身，但保留部分兽类特征，比如羊角、鹰爪、鳞片等等。对花神转世来说，这非常有意思。本来他还挺害怕妖族的，因为当年北上时被北方妖蛮追杀，造成心理阴影。后来发现雄性妖族根本不正眼看他。木南枝一时间弄不明白，是容貌过于平平无奇，还是妖族对美貌的概念与人族不同。白姬突然小声说：我可能要留在南疆了，娘娘让我跟着许璎珞，是监督他有没有好好解印神书残肢，但现在娘娘已经复国，神书残肢拼凑完整，最后的右手在他体内，我没有理由再跟着他了。木南枝嘴角浅浅的笑容渐渐失去弧度。白姬抬起头道：咦，你不开心了？木南枝叹息一声：我当初愿意跟他走江湖，想着就算四海为家浪迹天涯，但终归有个伴儿，旅途不会太寂寞。可这2个月来，我有一半时间是待在宝福土宝塔里的，还好有你陪着我，也不算寂寞。你要是留在南疆了，我该多寂寞呀。他眼里闪过孤独，脸色怅然若失。正说着，身后传来清脆干净的嗓音：白姬。木南枝抱着小狐狸转身，看见一位蒙着轻纱的高挑女子裙裾飞扬地走来。青姬姐姐。白姬娇声喊道。青姬招了招手，白姬便从木南枝怀里跳出来，飞奔向许久不见的姐姐。木南枝微微蹙眉，有些不舍。青姬俯身抱起白姬，狐媚眼弯了弯，而后朝木南枝轻轻点头，错身而过。木南枝的目光追随着他的背影，欲言又止，突然看见白姬的脑袋从蓝裙女子肩膀伸出来，并抬起一只爪子挥了挥，旋即被蓝裙女子按了回去。木南枝笑了笑，沉默片刻，轻轻叹息：万妖山顶。银发胡尔的妩媚御姐奥利牙边说到：10万大山往南2600里，有一座岛，岛中遍地都是采蚕，我把它取名为蚕岛。蚕岛北边有一座谷，幽冥蚕一族就生活在谷中，岛上聊的瘴气毒气极重，谷中的毒气甚至能麻痹超凡强者。幽冥蚕喜食气血旺盛的凶手，他们会用蚕食编织成网，捕捞海中的海兽。不过你有7绝骨半身，毒气也好，遍布岛屿的采蚕也罢，都威胁不到你。有极高的智慧，剧毒蚕丝很难缠。许七安听得很仔细。银发妖姬抬了抬手，一卷兽皮地图浮空。这是我昨夜绘制的地图。许七安接过地图，没有立刻展开观看，而是问道：你怎么知道我要复活魏公？九尾天狐娇艳的红唇抿了抿，娇笑道：白胡子老家伙说的。监正啊！许七安没疑惑了，无奈道：可惜没有俘虏渡厄或阿苏罗，我的封魔钉还在。此役之后，佛门对我忌惮倍增，真不知何时才能找到机会拔除封魔钉。南法寺的超凡战后，渡厄等人知道他要拔除封魔钉，极为小心谨慎。许七安没能找到机会擒拿2人中的任何一位，不管渡厄还是阿苏罗，都是2品中佼佼者。击退可以，活捉太难。那便等着将来追随为娘攻打阿兰陀吧，到时候自有办法取出封魔钉。九尾天狐迎着风眯了眯眼，银发飞舞。我的孝心变质了啊！许七安吐了个槽。封魔钉越早接触，他就能越早跨入2品，拖个10年8年的，解了封魔钉也没什么意思。许七安默默叹息道：对了，我还有一个要求。午膳过后，许七安牵着小母马，马背上坐着木南枝，2人沿着南城宽敞的街道，朝唯一保存完好的北城门走去。其他3座城门在战火中坍塌成废墟，如今正在重建。沿途许多街道和房屋也在修缮，穿着朴素衣服的西域人背着竹篓、石块，扛着木材，在妖族的呵斥声和鞭子声里劳作。他们为什么不逃走？木南枝下意识地抚摸怀里的小白狐，却摸了个空，
他眼里闪过落寞，但很好的藏住。他们在城里最多被奴役，出了城，在10万大山里，随时都会被妖族吃掉。许七安似乎没注意到他的异常，牵着小母马继续往前。木南枝哦了一声，意兴阑珊地望着街道两侧的景象。两人很快抵达城门口，许七安说道：“我们下一站是出海，去一个叫残岛的地方，那里很危险，得劳烦你再进浮屠宝塔里，顺便帮我培育一些毒草。”木南枝轻叹一声：“许七安，我想回京城了。”许七安愣住了。回京城？木南枝不敢看他，别过脸去，低声道：“我时常在想，你是不是真的有想过我的感受呢？你有想过我待在浮屠宝塔里也会无聊，会寂寞？我并非不愿意待在塔里，你在外面应敌，我帮不上忙，自然也不能添乱。我只是觉得你从未在乎过我的想法，我的感受。”说着说着，他眼眶莫名的湿润，突然他听见白姬气啾啾地说：“咦，那你带我回京城吧。”木南枝习惯性的摸头，一声：“带你回京城。”后半句戛然而止，木南枝难以置信的低头看着怀里的白姬：“你怎么跟上来了？”木南枝又惊又喜，频频往后张望。“娘娘说让我继续跟着许璎珞。”白姬娇声道。她其实无所谓跟着谁，因为两边都是亲近的人。木南枝猛地抬头看着许七安：“你……”许七安牵着小母马继续往前走，道：“知道你无聊，身边有个小崽子陪着，会开心些。”接着没好气的吐槽道：“真是的，一受委屈就要回娘家，京城矫情的婆娘。”停顿一下，他低声道：“等世道太平了，你就不用跟着我颠沛流离，再给我一点时间，不会太久。”木南枝再次瞥过头去，眼儿弯弯。西域的天空澄澈蔚蓝，地貌比之中原多了几分粗犷。雄壮的苍鹰翱翔在碧空之下，草甸起伏的旷野上，牛羊悠扬的鸣叫，远处雪峰皑皑，红岩嶙峋。阿兰陀的山顶覆盖着积年不化的雪，像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盘坐在西域广袤无垠的大地上。永不停息的诵经声里，阿苏罗穿过一座座殿宇佛寺，步入小径，再来片刻，来到冒着寒气的水潭边。渡厄罗汉盘坐在莲台上，莲台浮于水上，双手合十，闭目打坐。广贤菩萨正和琉璃菩萨一起联络迦罗树菩萨。丑帅英武的阿苏罗沉声道：“3位菩萨谈的肯定是南疆失守之事，以及佛门后续的战略计划。”渡厄罗汉睁开了眼，略作沉吟，道：“你去镇魔剑探一探修罗王的尸骨是否还在，我去禅林面见佛陀。”恢宏且巍峨的佛殿外，菩提树下，少年僧人形象的广贤菩萨从袖中取出一口金钵，置于身前。他的对面是一袭白衣、赤足如雪、满头青丝飘扬的琉璃菩萨。琉璃菩萨除了嘴唇缺乏血色，没有什么异常。他那双闪烁着琉璃光泽的眸子不掺杂感情地望着广贤，柔声道：“九尾天狐实力如何？”少年僧人平静道：“离一品还差了些。”琉璃菩萨颔首，没觉醒那个神通，他就无法完全运用九尾天狐的灵域，威胁不算大。说话间，金钵投射出一道金光，与两人头顶幻化出迦罗树菩萨魁梧高大的身影。广贤菩萨双手合十，语调平静：“南妖复国了。”镇魔剑在阿兰陀南部是一座寒冷的山谷，佛门在崖壁上开凿道路，囚室用来囚禁犯戒的僧人，纵横西域的魔头以及一些外族敌人。早个200-300年，镇魔剑里关押的全是妖族。后来那些妖族有的寿命到头，自然死去，有的守不住苦寒和寂寞，皈依了佛门。镇魔剑便渐渐冷清下来。阿苏罗从高空降落，目光扫过山谷两侧的崖壁，嵌着一间间囚室，空旷冷寂，越往下光线越暗淡。啪嗒，阿苏罗降落在谷中，顺势朝西侧望去，漆黑的崖壁上有一个2丈高的洞窟口，入口上刻着3个字：镇魔剑。进入洞窟便可直入阿兰陀地底。传说中佛陀将修罗王镇压在山底，指的就是这个镇魔剑。谷底是阿兰陀禁地，普通僧众不得靠近，至于罗汉和金刚们，没有菩萨的允许，同样不得入内。往常有广贤菩萨坐镇阿兰陀，在高处盯着阿苏罗，不管是陨落前还是归位后，都不曾来过此处。阿苏罗伸出手，小心翼翼地伸向洞窟，似乎那里有一扇看不见的门。他的手轻而易举地伸入了洞窟内，摸了个空，没有静止。阿苏罗突出的眉骨下，锐利的目光闪烁，不做犹豫，抬脚进入洞窟。甬道内漆黑一片，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眼球的结构决定了即使是超凡境也无法视物。不过超凡强者想要视物，并不是非用眼睛不可。尤其阿苏罗还修成了天眼通，但不知为何，出于超凡境强者的直觉，他既没有用天眼通，也没有以元神之力探查周围。明明武者独有的危机预感没有预警。沿着漆黑的甬道继续前行，
阿苏罗完全不怕碰壁，因为绝世神兵都很难击破他的体魄。就这样走了1刻钟，阿苏罗停了下来。呼呼呼，前方甬道的深处传来了有节奏的呼吸声。阿苏罗是来寻找修罗王尸骨的，没料到竟会遇到这种情况。当年镇压修罗王的镇魔剑里有人在沉睡，阴风吹在身上，阿苏罗只觉得遍体生寒，来自灵魂的寒冷。可是武者的危机预感依旧没有示警。象征着力量的伽罗树菩萨何时盘坐，听闻南妖立国，西域僧兵退出南疆。他沉稳凝肃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变化，只是缓缓道：连你也没拦住他们。对此，广贤菩萨语气平静的回复：本座非一品术士。伽罗树菩萨保持合十姿态，转而问道：阿苏罗状态如何？归位后佛心是否无垢？他指的是阿苏罗没能守住神书残枝，让妖族夺了回去，这是造成今日南疆失守的主要原因。琉璃菩萨也移动视线看向广贤菩萨。少年僧人语调缓慢道：佛心无垢。伽罗树菩萨闻言轻轻颔首，琉璃菩萨则收回目光。琉璃，你的伤势多久能复原？伽罗树目光低垂，望向青丝如瀑的女子菩萨。坚正伤了我根基，短期内伤势难愈，除非法纪菩萨归来，用药师法相助我疗伤。琉璃菩萨微微摇头。伽罗树微微感慨，彼时的坚正实力上还在水准之上，如今的他想伤你的根基却是有些困难了。等他说完，广贤菩萨不疾不徐地问道：青州战事如何？伽罗树摇头，尚在焦灼。广贤和琉璃两位菩萨闻言微微沉吟，不该如此。后者嗓音悦耳地补充道：以云州精锐的战力，此时应该已经拿下青州，古族终究数量太少，无法左右大局。伽罗树菩萨没有回答，而是淡淡道：尔等在阿兰陀等消息吧，防备妖族攻击阿兰陀，抢夺神书头颅。佛陀沉睡之地在阿兰陀西部的禅林，此为佛门众僧的禁地，从普通僧众到一品菩萨，不经召见不得入内。红色的围墙如同屹立在山峦上的巨蟒，层层叠叠顶着灰色的墙瓦。禅林外，一轮金光亮起，显化成度恶罗汉的模样。度恶罗汉双手合十，在禅林外躬身，低声道：弟子度恶拜见佛陀。禅林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动静，甚至连生灵都没有。弟子度恶拜见佛陀，依旧没有任何动静。时间有限，容不得度恶犹豫，踏出了穿着罗汉鞋的右脚。所谓禅林，既是众僧的灵地，上至菩萨，下至沙弥，死后都可入这片禅林，这也是他们此生唯一进这片禅林的机会。度恶一路行去，佛塔耸立，墙垣斑驳，落叶深深，一副荒凉死寂之感。他有目的性地搜寻着如圣雕塑。按照许七安的说法，如圣雕塑若是还在，佛陀便没有挣脱封印；雕塑若是毁了，那佛陀便已脱困。度恶不怀疑许七安所说的真实性，因为在这件事上，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解开神书身世之谜。许七安没必要说谎或误导，这样做没有意义。禅林很大，占据整片山头，度恶的目标也很明确，直奔禅林深处，那里有一株菩提树。传说中，佛陀在阿兰陀山悟道，成道之日引来天度，降下暴雨和闪电。这时，一株菩提树从佛陀身后生长而出，替他遮风挡雨，替他挡下雷电。不多时，度恶来到了禅林深处，看见了那株菩提树。高大茂密的菩提树伫立在禅林深处，树干粗壮，垂挂下小臂粗的树蔓，密密麻麻，几乎将树干遮盖。菩提树不高，但朝着四面八方延展，亭亭如盖。度恶罗汉瞳孔收缩了一下，树荫下有一堆风化严重的碎石块，仔细辨认可以看出是破碎的石雕。如圣雕塑毁了，佛陀脱困了。度恶罗汉望着那堆石雕，久久不语。突然，平静的不掺杂感情的声音从度恶罗汉身后响起：度恶，你在此作甚？此情此景，换成是一般人，难免心跳加快，冷汗直冒。但度恶是2品罗汉，修心功夫深厚，缓慢转身，看着身后3丈外的广贤菩萨，缓缓道：神书破除封印，重现世间，南妖夺回10万大山，宣布复国。事关重大，本座认为佛陀不该再沉睡。度恶是2品罗汉，是佛陀的弟子，理论上来说地位是不弱于广贤菩萨的，他有直接面见佛陀的资格。只不过佛门以果位为尊，罗汉较之菩萨差了1品，所以平时菩萨的地位更高。佛陀消弭世间业火，该醒来时自会醒来，该见你时自会见你。广贤菩萨语气平静道：若不愿意见，任凭你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见不到他。度恶罗汉双手合十，垂手道：是本座心急了。广贤菩萨颔首：去吧，不要再来打扰佛陀。度恶不再说话，举步离去。就在他与广贤菩萨擦身而过，
身后突然传来了细微的、诡异的低语：“救我！救我！”呼救声就如同一颗投入井中的石子，让平静的水面荡漾起涟漪。杜鄂的心就是井水，他停下脚步，缓慢的、一点点的回头，望向身后的广贤菩萨，望向那株菩提树。广贤菩萨眯起眼睛，面带微笑：“还有什么事？”广贤菩萨有问必答，不会隐瞒和撒谎，不如趁现在与他坦诚不公，问问佛陀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肯定知道些什么。杜鄂罗汉心里闪过这个念头，于是，在难遏制对真相的渴求，他双手合十，念诵佛号，而后盯着广贤菩萨道：“迦罗树菩萨执意不肯接纳大乘佛法，我们便只有请示佛陀了。正好迦罗树菩萨不在阿兰陀。”杜鄂适可而止，没有继续说下去。广贤菩萨盯着他看了几秒，面色稍有缓和，不疾不徐道：“眼下是佛门千秋大计的关键时刻，阿兰陀上下应团结一心。”杜鄂罗汉合十低头：“阿弥陀佛，是本座动了嗔念。”说罢，他转身离去，步履缓慢，袈裟下摆飘荡，朝着禅林外行去。广贤菩萨收回目光，看向散落在地的石块，停顿几秒，继而看向虬结粗壮的菩提树。杜鄂罗汉脚步稳健地走出禅林，来到崖边，冷冽的风呼啸而来，吹得他袈裟剧烈抖动，也仿佛冻结了他的灵魂。身为一个成熟的罗汉，他早已心境通透，不会被喜怒哀乐等情绪左右，好奇心当然也无法让他失去理智。杜鄂罗汉一脚踏出，身躯化作金光遁去。下一刻，他出现在冒着寒气的水潭上，盘坐于莲花台。阿弥陀佛！杜鄂双手合十，低声念诵佛号，紧接着体表亮起淡淡的金光，他进入了坐禅状态。佛门禅功能屏退一切外邪，也能瞬息间平定心魔。半炷香时间后，杜鄂睁开双眼，主动从坐禅状态脱离，他目光平静，脸色淡薄，再无异常。这时，沉稳的脚步声从小径外传来，阿苏罗高大魁梧的身影穿过绿植，出现在水潭边，目光对视，两人都没有说话。杜鄂从袖中摸出一口金钵，轻轻倒扣在身前，霎时间，水潭便被一道屏障笼罩，形状正如倒扣的碗。阿苏罗这才开口，沉声道：“我在镇魔剑里听见了呼吸声，我想尝试着靠近，但武者的危机预感没有示警，这很反常，于是便退了回来。”身为菩萨之下战力第一人，阿苏罗当然不是无脑莽夫，今日初步试探，点到即止。毕竟此事涉及到超品，超品有多可怕，阿苏罗不知道，但他无比清楚，在超品面前，自己恐怕只比蝼蚁强大一点。等他说完，杜鄂语调缓慢地说道：“禅林深处，菩提树下，确实有如圣雕塑，但早已坍塌。”阿苏罗想起了许七安分析过的话，雕塑若在，那么佛陀还处在半封印状态。当年推动甲子荡妖，封印神树的是另一位神秘超品。雕塑若碎了，便说明佛陀已借助万妖国的气运，挣脱了如圣封印。但因为需要封印神书，所以选择沉睡，那便是第二种可能了。佛陀和神书是同一人，佛陀早已脱困，或许镇魔剑里的那位就是他。阿苏罗语气平静，并不惊讶，毕竟当日许七安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阿苏罗都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这时，杜鄂罗汉轻轻摇头：“我未来得及查看。”广贤菩萨便到了。当我转身离开时，听见身后传来求救声。阿苏罗没有眉毛的突出的眉骨狠狠动弹一下，加重语气道：“求救声！”杜鄂罗汉颔首。这样一来，许七安的第二个可能就显得不那么靠谱了。两人旋即陷入沉默，一股寒意从脊背升起。过了一阵子，阿苏罗缓声道：“广贤有问题。”杜鄂罗汉点头，他把禅林看得很紧，以此类推，菩萨们多半都有问题。至少，菩萨们知道一些隐秘，比如如圣封印佛陀这件事。如今已经证实许七安所言非虚，那么菩萨们肯定知道这件事，却选择隐瞒，连身为二品罗汉的他都不知道此事。阿苏罗望着水潭，思索道：“弄清楚求救的是谁，沉睡的是谁，便能解开真相。但这对我们来说太危险了。”杜鄂目光闪烁一下，道：“你的意思是？”阿苏罗坦白道：“可以利用男妖九尾天狐想与佛门分庭抗议，就一定会来夺回神树的头颅，那时候才是我们的机会。正常情况下，有广贤坐镇阿兰陀，他们根本不可能查清楚情况。”杜鄂叹息一声：“近日不能再有任何动作，广贤菩萨多半已经对我起疑。”青州军帐中，许平风眼见广贤、琉璃两位菩萨的身影消失，迦罗树菩萨收起金钵，他举起杯，吃溜一口，品尝口感略涩的当地茶叶。南妖复国，真是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啊！一身白衣似雪的他，语气温和，就像和老友闲谈。广贤菩萨为何没有不亲自前往南疆？虽说是防备九尾狐趁机攻打阿兰陀，但这事好办。他放下茶杯，道：“事先找我要几件传送法器便成，
明明有应对的手段，为何不用？广贤是不是离开阿兰陀？伽罗树菩萨何时盘坐，闭目不语。许屏风轻叹一声，低声道：你倒是有做了一件名留青史的大事，不过嘛，成王败寇，史书最后怎么落笔，还得看后来人是什么态度。你若名声太好，岂不显得为父罪大恶极？云麓书院，院长赵守立于崖边，负手眺望南方，缓缓到永兴1年冬，南妖复起，连安、驱佛门重建万妖国。身后一张桌案凭空出现，纸张铺开，毛笔自己跳入砚池，沾了沾墨汁，在纸上刷刷写下来，墨迹瞬间干透。每人一份。赵守挥了挥手，纸张和桌案消失不见。书院里读书声朗朗，一间间学堂内，一位位教书先生，一位位莘莘学子同时收到了赵守的墨宝，耳边同步回荡着赵守的声音。以纸上内容为题，每人写一篇策论，学生交由各自师长批阅，教书先生教我批阅。什么大事竟让院长亲自出题，考笑全学院的读书人，不管学子还是教书先生，又惊愕又诧异的或拾起或展开纸张内容，定睛一看，一个个瞠目结舌，愣在当场。南妖复国了，那记载于史书上的荡妖之战，于今时今日发生逆转，那湮灭于历史中的万妖国重临九州。这一刻，所有学子先生都产生不真实感，有种亲眼见证历史的感觉。同时他们也明白了院长赵守的用意，因为熟读史书的他们看过500年前万妖国覆灭后，先辈先贤们关于佛门此举的评论文章，以及对九州大陆格局影响的分析等等。比如佛门甲子荡妖之举，为人族统治九州大陆奠定根基；比如甲子荡妖后，妖族失去栖息之地，四处流浪，为争夺地盘与人族屡屡产生激烈冲突，佛门此举害苦了普通百姓。又比如现在南妖复国，院长赵守让他们写文章评价此事，也就不难理解了。万妖国重现，说明人族想要一统九州，任重而道远。有人半思索半评价道：人族从未真正一统九州，北方妖蛮自古长存。不过南妖于此时立国，倒是为大凤拖住了佛门。因为妖族和大凤结盟之事，云麓书院的读书人罕见地摒弃了种族之别，对南妖心怀几分好感。等等，何谓连安？院长怎么没有注释？我记得妖族和大凤的结盟是许银罗一手促成的。议论声稍有停息，众学子面面相觑，心里恍然大悟，是许银罗帮助南妖立国的呀。懂了。一位学子提笔在宣纸上疾书：永兴1年冬，佛门撕毁盟约，倒戈相助云州叛军，致中原陷入水深火热之境。许银罗奔赴南疆，率领群妖与佛门争斗，将西方人驱逐出10万大山，由此牵制佛门，缓解中原兵灾，此举意义重大。学堂里立刻安静下来，学子们铺开纸张，奋笔疾书，教书的先生也席地而坐，于案前专心书写。王府，林安心情不错的与王思慕在后花园散步，两人喝了一肚子热茶，吃了糕点，披着厚厚的大氅，丝毫不觉得寒冷。走了片刻，王思慕似笑非笑地说道：殿下得偿所愿，却似乎并不高兴。林安知他所指，目光看向一侧萧条的花圃，想了想道：既然是得偿所愿，自是高兴的。只是赐婚，他当然高兴啊，不然当日也不会立刻应承。欢喜的心跳加快，但从一个女子敏感细腻的心思出发，赐婚的动机却是非他所愿。他想要的赐婚是许七安向皇帝哥哥求亲，皇帝哥哥欣然赐婚，把他嫁入许家，而非出于利益。他想要的是许七安想娶，而非被迫，连半推半就不可以，因为他对许七安的感情是纯粹的，不掺杂木的。正如当初他还是个小小铜锣、银锣，身份的落差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感情。不过经历了这么多的事，他刁蛮任性的性子早已收敛许多，成长许多。王思慕笑道：能嫁给心仪之人便是最大的福气，至于是何种原因，何种目的，没必要过多计较。过于计较之人都是在自寻烦恼。我爹说过，政治的本质便是妥协，做人也得适当妥协。本宫知道，不需要你掰扯这些大道理。林安嗔了他一眼，又道：不过赐婚之事，他本人或许未知，许千户虽然英语，但作不作数还未可知。殿下放心，许银罗自幼被二叔和婶婶抚养长大，虽非父母，却胜似父母。婚姻大事本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我对许家的了解，许大人的应承是有用的。林安心里窃喜，矜持的嗯一声。这时他听王思慕叹口气：你贵为公主，本来不管嫁给谁都是风风光光、耀武扬威的，唯独嫁到许家，这公主的身份恐怕不管用。以许七安今时今日的地位，修为区区公主之尊，肯定束缚不了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句，许家那个愚蠢的幼妹在皇宫里可以横着走，
而皇子皇女都不敢招惹。既然如此，临安殿下嫁到许府，只要许银罗不曾与叔婶分家，那他就要受许家主母的压制。临安并不笨，听出王思慕的弦外之音。思慕不妨直说。王思慕小声道：许家主母手段极为了得，进了许家，莫要与他冲突，乖顺的做个小媳妇便好。要是背离规矩，被刁难，能忍则忍。闻言，临安微微蹙眉，心里莫名的沉重，诧异道：竟让你都如此忌惮。王思慕叹息一声：我这点道行比他还差远了。你可见过许灵月？临安回忆起当日在观星楼有过一面之缘的许灵月，点点头。乖巧懂事，娇滴滴的，看起来甚是柔弱。王思慕冷笑道：那都是装出来唬人的，那个妮子是个手段阴险、心思歹毒的。对了，他对许银罗这个兄长极为迷恋，你将来嫁入许府，第一件事就是与我联手，把她给嫁出去，不然少不得你苦头吃。临安若有所思。王思慕继续道：我与他暗地里交锋多次，没讨到好处，能教出这样的女儿，许家主母能是省油的灯。二郎才华横溢，据说也是许家主母自幼鞭挞他读书识字。你要知道，许二叔只是一介武夫，可教不出二郎这样的读书种子。还有啊，我听说许银罗年少时与婶婶关系不睦，被他逼得只能住邻宅的小院，日子甚是清贫。临安大惊失色，没想到许七安还有如此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他是了解许七安的，桀骜不羁，谁都不服，从一个小小的长月县快手成为如今顶天立地的英雄，谁都压不住他。这样的人物，年少时竟被许家主母赶到小院。王思慕沉声道：当然，那会儿许银罗尚未起事，寄人篱下。可是殿下，许银罗飞黄腾达之后，竟没有秋后算账，反而对他婶婶以及一家子掏心掏肺。你现在知道许家主母育人手腕有多厉害了吧？临安当场耸了半边，一脸忌惮，结结巴巴道：我没事干嘛要招惹他？我又不会招惹他的。王思慕张了张嘴，其实他后续想说，欲对付许家主母倒也不难，只要我们联手，你听我吩咐。但见临安殿下如此不济，他这些话顿时说不出口了。散步结束，得到满意答案，但对许家主母心生忌惮的临安，满怀心事地坐上豪华马车，在零零的车轮声里返回皇宫。此时接近午膳，他没有回韶阴宫，而是去了母妃的住所。陈太妃摆了满满一桌珍馐美味，等着一双儿女共进午膳。见临安进来，微微颔首，母女俩关系有些冷淡。陈太妃喝了一口茶，淡淡道：陛下登基后愈发的听不进母妃的话，我这个当娘的连自己女儿的婚事都左右不了。按照规矩，您本来就左右不了我的婚事。临安心里嘀咕一声，皱起眉头。母妃不满意我的婚事，找皇帝哥哥言明便是，与我说甚？陈太妃冷哼一声，倒也不必，你这丫头心意他，母妃是知道的。陈太妃只是对当初福妃案耿耿于怀，那小子丝毫不顾临安颜面，揭穿他的谋划，害他被先帝降了位分。我可是听陛下说了，他并不在青州，亦不在京城。如今中原大乱，青州战事焦灼，他不为朝廷出力，东奔西跑些什么？陈太妃抱怨道：也不知道陛下把你嫁给他，能否笼络到那天杀的小子。陈太妃心里嘀咕，并未当着女儿的面说出来。她还是疼爱临安的。碎碎念着，桌上菜肴齐了，母女俩等了一阵，没等来永兴帝。陈太妃蹙眉吩咐道：陛下还未来用膳，派人去安神殿知会一声。宫中服侍的宦官应声退去，一刻钟后匆匆返回道：陛下在与诸公议事，奴婢未能见到陛下。陈太妃心里一沉，知道是何事吗？如今正是风雨飘摇的敏感时期，他对政事极为关注。宦官道：听安神殿的公公说，方才监正派遣司天监术士传话宫中，说南方气冲斗牛，气运翻覆，南妖夺回10万大山，重建万妖国。万妖国，陈太妃恍然间想起万妖国的存在，风韵犹存的脸庞喜色浮动，就是那个与朝廷结盟的妖族。宦官点头：好，好啊。陈太妃笑容满面，看向临安，道：前阵子陛下还说，如果那个男妖不能成事，那牵制佛门的计划便难以实现，中原局势堪忧。临安笑着附和：现在看来，皇帝哥哥的担忧不会实现了。陈太妃欣喜若狂：天佑大凤，天佑陛下。又等了小半个时辰，永兴帝姗姗来迟，面带微笑，心情极为不错。已经吃了半饱的陈太妃笑盈盈起身，正给陛下热着酒菜呢，当即吩咐宫女把酒菜端上来。永兴帝笑道：今日值得畅饮几杯，临安啊，你也陪朕喝几杯。他拍了拍妹妹的肩膀，他表现的一副很重视临安的姿态。见状，陈太妃微微皱眉，试探道：陛下，听说南疆出事了？永兴帝笑道：说起来，南妖能夺回10万大山，牵制佛门，许银罗居功至伟啊。
若非他身先士卒，南妖想夺回10万大山，可没那么容易。林安眼睛一亮，是他啊！陈太妃心情复杂，看了眼容光焕发的女儿，顿时有些尴尬。天宗，仙山耸立，祥云笼罩，猿啼鹤鸣之声悠扬响起，宫殿重重，掩映在云雾和山林间，时而有空旷悠扬的钟声从这片世外桃源般的仙宫中响起。云海之上，一只高大神俊的异兽探下脑袋，他俯瞰仙山片刻，从云海中走了出来。其身4路，覆满雪白鳞片，头生一对犄角，马蹄，蛇尾，一双树瞳，蔚蓝如海。雪白神俊的异兽从云海中现身，缓步朝着仙山走去。他宛如9天之上的神兽，正一步步走入凡尘。白色的云雾从蹄下升起，拖着他步履虚空。嗡！空气陡然一震，就像水面荡起涟漪，涟漪往下扩散，勾勒出一个碗状的屏障，将连绵层叠的仙山笼罩在内。守山大阵，白帝知道自己位格太高，触发了天宗的守山阵法。这时阵法敞开一道缺口，淡漠的声音同步传来：原来是客，道有请。长着犄角的头颅轻轻点了一下，白帝一蹄迈出，消失在空中。再出现时，他已置身于仙山之巅，那座巍峨高大的仙宫。粗壮的立柱支撑起100丈高的穹顶，柱身雕刻云纹、火焰、疾风等纹路，整体风格是宏大巍峨中交织着冷清和寂寥。因为仙宫空旷，没有任何摆设。立柱的尽头，高大的基座上是闪烁着9色光芒的莲台，莲瓣缓缓旋转，其上盘坐一位白发白须的老道。他闭着眼，微垂脑袋，像是在打瞌睡。老道士外表和气质平凡且普通，但在白帝眼中，老道士介于真实和虚幻之间，仿佛只是历史中的一道投影。你可以称我为白帝，云州的百姓是这样称呼我的。白帝口吐人言，声音低沉：来我天宗何事？天尊并没有客套，说话风格直言了当，也没有因为来者是神魔血裔而产生情绪波动。白帝伫立在大殿中，平视天尊道：当年道尊把所有神魔血裔驱逐出九州大陆，你可知晓此事？并不关心天尊如此回答。白帝对天尊的态度毫不意外，淡淡道：你的样子让我想到了当年的他。他继续说道：我去南疆见过古神，古神告诉我道尊或许已经陨落。能让古神做出这样的判断，道尊陨落的可能性极高。可我想不明白，当年的九州能威胁到他的存在，只有沉睡的古神，但道尊的陨落显然与古神没有关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位超品陨落？能回答我的，放眼九州，大概只有古神、巫神、佛陀。如果如圣没有死，他也算一个。但这些超品要么死去，要么封印着。或许你能回答我。一阵风吹入大殿，白帝脖颈的鬃毛轻盈抚动，他蔚蓝的树瞳凝望天尊。我听云州的那个2品术士说，道门的天尊会无缘无故的消失，他怀疑道尊的陨落和天尊们的消失是一个性质。天尊垂手盘坐，闭着眼，不曾开口，但有声音传来：与我何干？白帝没有生气，似乎认为天宗就应该是这副德行，开口问道：当年我离开九州大陆时，道门流派众多，但并没有人综合地宗，听说这是他后来创立的。天宗可有这2宗的心法？我想看看天地人3宗的修行之法。天尊不语，但白帝身前浮现3本典籍，蓝色封皮，其中一本写着太上忘情，另外2本相较太上忘情，厚度远远不如，甚至没到一半。人地2宗的心法，天宗只有开篇，高深的自然不会有。白帝凝眸望向人综合地宗的典籍，哗啦啦，纸页快速翻动，不多时便见底。白帝沉默了，眼里闪烁着困惑。此2宗心法与天宗迥异，且瑕疵极大。道尊当年将我等驱赶出九州大陆时，已是超品位格，何必再开创人宗与地宗？带着疑惑，他的目光落在太上忘情典籍，书页哗啦啦翻动，很快见底。然后又一次翻动，白帝反复看了数遍，闭上眼睛。许久后，他睁开蔚蓝兽睛，巨大的叹息在殿内回荡。我明白怎么回事了，你也认为他已陨落？天尊罕见的开口问询。白帝沉默片刻，缓缓道：此中之事过于复杂，我无法给出准确答案，但就目前的线索而言，道尊确实陨落了。如圣不是守门人，道尊也不是，那守门人到底是谁？他收束思绪道：此件事我不会透露出去。天尊既然盘坐，不予回应。白帝转身化作白光，消失在大殿中。一叶扁舟，随波逐流。海上阳光酷烈，木南枝戴着垂下细纱的帷帽，穿着单薄的衣裙，坐在小舟上垂钓。白鸡在荡漾的碧波中狗刨，围绕着扁舟打圈，欢快的像一只哈士奇。短
短小的四肢在清澈的海水里使劲地刨动。许七安赤着上身躺在扁舟上，手里拿着地书碎片，就像前世躺在床上玩手机一样，看着天地会成员传书。经过一段时间的练兵，天地会成员们麾下的人马都拥有了一定的战力，弱于正规军，强于杂牌军。其中以李妙珍的军队实力最强，楚元稹次之，李灵素最弱。至于恒远，因为无法说服自己劫掠商贾富户，他并没有聚拢流民组建军队，只是在力所能及的帮助饥寒交迫的百姓。有时候过于坚守原则也是一种迂腐啊。恒远大师，许七安心里默默评价，人不可能永远坚守固定的原则，懂得变通之人应该根据所处的环境局势来考虑适当的更改原则，当然这得在一定的合理的范围内。前日我被官兵围剿了，而且来的都是精锐，我不愿与官兵死斗，率兵冲出包围圈，没想到那群官兵紧追不舍。李灵素说起最近遇到的麻烦，他的大本营被当地官府派兵剿了，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都是一些散兵游勇，战力不强，或者干脆就是当地乡绅组建的民兵。这次不同，这次来的是精锐，并且配备了军弩和火铳。大概半旬前，我也遇到了朝廷的精锐，小皇帝脑子有问题，我们帮他稳定局势，安抚流民，他不感激便罢了，竟派兵围剿我们。飞燕女侠在天地会内部重拳出击，有这么多兵力投入青州不行，我看这小皇帝不比他老子好多少，都是尸位素餐之人，看老娘早机会刺死他。不应该啊，虽说永兴没有应允二郎的计策，但他是心动过的，知晓此计的妙处。眼下有人替他冒天下大不韪，劫掠乡绅望族，安抚流民，他该高兴才是。楚元稹没有遭遇围剿，主要是他的领地并非固定，隔一段时间便会出兵讨伐附近的流寇团伙，或剿灭或吸纳，打到哪里就在哪里待一段时间，把路线慢慢往青州推进。正因为不是他的应允的，所以才不放心。这个时候天地会的智囊怀庆传书，既然他没答应，那么是谁在背后聚拢流民，积蓄力量？永兴帝怕是怀疑幕后主使是某位亲王，比如本宫的胞兄延亲王。对于一位帝王来说，觊觎皇位的兄弟和叛军是一样的。天地会成员恍然大悟，楚元稹传书道：原来如此，久不在朝堂，我的嗅觉变得迟钝了。永兴魄力还是不够，换成是我，干脆将计就计，先让觊觎皇位的兄弟帮忙稳定流民，等打赢了青州战事，再过河拆桥，或软禁，或暗杀，或将兄弟的谋划公之于众。反正身为帝王，要对付一个亲王，难度不大。至于在外头聚拢流民的高手，既然原本是朝廷中人，那么招安可谓毫无难度，即使有一两个野心膨胀，也能掐灭。如果打不赢叛军，万事皆空，就更不用顾虑流民的事了。怀庆传书评价：永兴本就是守城之君，论能力、魄力以及手腕，驾驭不了当下的局面。楚元稹沉吟道：相比起来，四皇子确实更加优秀，论能力、聪慧、胆识，怀庆的胞兄延亲王比永兴帝更胜一筹。在一个半公开的场合妄议君王，实乃大罪。不过楚元稹早已退出朝堂多年，且天地会人均反骨仔，所以并不需要忌讳。气归气，对于永兴帝的操作，天地会成员们毫无办法。首先，这是一个君王本该有的操作；其次，胆识和魄力不是短时间内能培养的。永兴帝就这样了，再怎么骂也无济于事。这时怀庆传书道：前些天永兴帝给临安和许七安赐婚了。天地会内部陡然一静，许七安没能拿稳地书碎片，啪叽一下摔在脸上。什么？都快国破家亡了，小皇帝还有心思操心妹妹的婚事，果然是个昏君，我一定要刺死他。李妙珍把永兴帝列入必杀名单了，这和赐婚没关系，主要是永兴帝太昏庸无能。这是好事啊，我寻思着，如此重要的事该告诉国师才是，可惜国师前阵子不在京城。长公主所言甚是，你还真派人去灵宝关通知国师了。许七安心里一沉，心说妙珍啊，你不用刺了，国师会代劳的。但我的小临安要有危险了。但他并不慌，因为回去的国师是正版的清冷御姐，是善良的小姨，不是鬓角小爱、稳健小哀，更不是魔女小恶。善良的小姨不会做出这种事。明艳要当驸马了呀。楚元稹由衷的祝福。呸，人渣去死吧。李灵素由衷的祝福。恭喜许兄成为当朝驸马。我近来修道有感，忍不住就想去京城找国师请教。对了，徐前辈，徐夫人知道这事吗？圣子渐渐开始阴阳怪气。这个损友，许七安嘴角抽搐一下，心虚的看一眼专心垂钓的木南枝。花神要是知道这事，又得跑浮屠宝塔里，
跟着塔林老和尚修佛了。二，是啊，恭喜许银罗了，许银罗当驸马，那是众望所归呢。何时成亲啊？我带着天宗的父老乡亲去蹭饭喝酒。雏凤阴阳怪气起来，不比卧龙差。李林素拱火，索性把怀庆殿下也娶了吧，开大凤之先河，盛世之美谈。反正是在网上，也不怕怀庆和许七安顺着地书杀过来。行，等回了九州，我把你的红颜知己都召集过来，让你好好快活一番。许七安指头快速书写，南妖把佛门赶出南疆了，九尾天狐重建万妖国。四，不错。天地会成员没有太大的反应，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毕竟早知道许七安会帮助南妖复国。七，许兄这是在转移话题。许七安呵了一声，心说重头戏还没来呢。三，此处南疆之行，我发现一桩大事，涉及佛陀的。七，佛陀能有什么事？总不可能现身打你吧？想转移话题，拙劣的方法。李林素在心里不屑的嗤笑，并不吃这套。传书道，咱们还是继续聊一聊你和临安殿下的婚事吧。临安殿下我是见过的，哎呦，惊为天人，比妙真和怀庆殿下都要美上3分。圣子为报建州武林盟的社死之仇，不惜与许七安两败俱伤。天地会成员对事关佛陀的情报并不热衷，首先是超品之事，距离他们过于遥远。然后许七安这转移话题的目的太过明显，摆明了要借佛陀的噱头，把赐婚的事糊弄过去。三，上次我说过去南疆是解开神书的封印，你们难道不奇怪吗？神书和妖族有什么联系？佛门为什么要封印神书？就是重提就没意思了。李林素撇撇嘴，刚要和稀泥，竟看到师妹李妙真传书说，神书的事能公之于众了，能向我们透露了。什么意思？师妹好像很重视这个神书。李林素一愣。四，其实你上次说和阿苏罗打了一架，解开神书封印，我便想问了，他们是知道神书存在的。许七安早已向地书成员坦白桑博底下的封印物附身在自己体内的事，之前没问，是因为这涉及许七安的秘密，妖族的隐秘，除非涉及自身或自身有参与，否则过于机密之事，莫要随便开口询问。天地会成员这点情商还是有的。三，在这之前，我要纠正一件事，当初丽娜说的甲子荡妖中曾经出现过的半部武神，并非万妖国主九尾天狐，而是神书。时至今日，他已经完全回忆起当初的传书内容。丽娜只说当初甲子荡妖中有半部武神出手，是自己和其他成员脑补成了九尾天狐是半部武神。一，桑博底下的封印物，那个神书，原来半部武神是他。向来喜欢窥屏的怀庆都忍不住跳出来了，可见其他成员此时内心受到的冲击有多大。十几秒后，恒远感慨道，半部武神啊，原来曾离我这么近。因为师弟恒会的事，他涉入此案，险些被神书的右臂杀死。二，丽娜坑我。震惊过后，李妙真下意识的传书感慨，显然他也和许七安一样，自行脑补成九尾天狐便是半部武神。四，甲子荡妖中出现的半部武神是神书，他是被佛门封印的，而他是佛门中人，却在甲子荡妖中与万妖国同一阵营，这背后之事细思极恐啊。楚原枕用了足够的时间来消化这个消息，而后开始长篇大论的书写，因此是最后一个传书的。七，请问神书是何人？世上竟有半部武神存在，不是说武夫的极限是一品吗？从古至今从未有过武神出现。李林素因为掉线半年，对过去的事并不了解，他执掌7号碎片时，3号和9号碎片都在金莲道长的管理中。没有人搭理李林素。怀庆传书道，但这些和佛陀有什么关系？长公主很会抓重点，没有被半部武神的消息震惊的忘记话题。三，助妖族复国的出战中，神书的残躯也出手了。因为广贤菩萨的针对性手段，神书陷入癫狂。我们好不容易降服后，他说他想起了以前的事，想起了自己真正的身份。许七安传完这段话，刻意卖了个关子。二，他的真实身份，快说啊，你磨蹭什么呢？好几分钟没有等来后续的李妙真大怒，其他成员没有说话，但心里都在咒骂许七安。三，他说他想起自己是谁了，他是佛陀。地书聊天群瞬间进入死寂。许七安晒着太阳，顺手抓来水袋，咕噜噜灌了一口，很有耐心的等待着。恰好这个时候，木南枝钓到了大鱼，花神开心的拉拽鱼竿，身子前倾，幅度夸张到许七安担心他被胸口的脂肪所累，跌入海中。白鸡，快帮忙！木南枝叫道。围着小舟狗刨的白鸡娇声应了一下，潜入水中帮木南枝捞鱼。海面荡起剧烈的水涡，似乎是白鸡在底下和大鱼波动。几秒后，白鸡从水里冒出头来，右爪捂着脸颊，哭唧唧地说：他扇我巴掌。木南枝恨铁不成钢，没用的东西，
你还是万妖国的长老呢。一番拉扯后，大鱼成功脱钩，木南枝又气恼又遗憾，然后满怀期待的开始第二杆。直到这时，许七安才接收到新技感，终于有人传书了。2，我刚才递书都掉地上了。乍闻消息，浑身宛如电流游走，直接让他失去了思考能力，忘记了呼吸。4，不可思议，简直不可思议！我忽然有些后悔听你说这个消息。楚元稹第二个传书。7，频到一身的鸡皮疙瘩。李灵素不得不承认，许七安抛出的这个消息确实足够惊世骇俗，别说是临安公主和许七安的婚事，就算皇帝要嫁给许七安这样的话题都能轻易转移。6，此言当真？恒远大师没有发表感慨，而是做了追问。许七安叹了口气，仿佛能看到恒远大师此刻呆滞的目光和苍白的脸色。3，千真万确。另外，此事最好还是保密，不要外传，免得惹祸上身。他没有给佛陀保密的义务，所以在信得过的小圈子里传播，但毕竟涉及超品，还是要提醒一下天地会成员。6，多谢许大人告知，多谢。4，多谢分享。这个消息太恐怖，层次太高了，任何报酬都无法买到这样的消息。这不是金钱的问题，这是位格的问题。凡人怎么能有资格知晓仙神之事？1，许银罗认为此事背后真相是怎样的？怀庆的话让天地会成员安静下来，聚精会神地盯着地书碎片的镜面，任何事都不能让他们移动视线。佛陀为什么会成为神书？他又被谁封印？假子当妖中的幕后真相究竟如何？尽管自嘲是凡人，不配知道这样的消息，但不可否认，这背后的真相诱惑力实在太大，没有人能忍住好奇心。既然许七安参与了此事，对幕后真相有所了解，那他们当然乐得白嫖。这就是天地会成员的福利啊！李灵素由衷感慨。3，此事说来话长，首先要从神书的肉身身份说起。他花了1刻钟的时间，详细的讲述了神书从修罗王到佛陀身份转变的过程，并把自己的2个猜测告诉天地会众人。这么做也想听听天地会成员的分析，主要是怀庆和楚元稹，天宗卧龙凤雏可以选择性采纳。4，你已经把所有可能都罗列出来了，缺的只是验证。倘若你有阿苏罗或渡厄的联络方式，私底下能通书信，倒是可以问问他们。1，不，他们未必能查出真相，涉及的层次恐怕超过了2品能触及的极限，强行调查恐有性命之虞。楚元稹继续传书，能压制超品的只有超品。如果是第一种可能的话，那么只要细数古往今来的超品，便能猜测1、2。1，道尊是吗？道尊是所有超品里最神秘的。涉及道尊，李灵素和李妙真精神一振。李灵素传书反驳，道尊有什么理由篡夺佛陀的位置呢？他成道之初举世无敌，真要想做什么直接做便是了。气运也好，立教也罢，底子都比佛陀深厚。一时间无人反驳。圣子说的对，道尊比佛陀更早成道，自身创立的天地人三宗更是历史悠久。如果是道尊篡夺了佛陀的位置，那么佛陀身上必然有他想要的东西，但修为、地位、香火、气运都不足以成为理由。4，那就是第2种可能了。第2种可能是神书和佛陀是同一人，不同面，双方因为男妖之事产生分歧。1，本宫也认为第2种可能性极大，但本宫这里还有一个猜测，从篡夺这个角度出发，那位存在想取代佛陀，攫取佛门的香火和气运，那么他应该是不如佛陀的，这样逻辑就合理了。道尊比佛陀富有，没有篡夺的理由。那如果是想上位之人呢？怀庆继续传书，我们只知超品有5位，但那些1品之上半部超品的存在呢？我们全然不知。是个思路，但你要这样说的话，案子就难查了。许七安摸了摸下巴，决定结束这次群聊。这时丽娜发来一条传书。5，许宁燕，你和公主成亲时，能把我和林英带回京城吗？我不是想喝喜酒，我就是想祝福一下你。许七安嘴角抽搐，我要把你屎打出来。他连忙收起了书碎片，不去看李灵素的阴阳怪气以及李妙真的讽刺。径山城，荒芜的山峰连绵起伏，远处的海面折射着阳光，却显得死寂沉沉。当日径山城一役，萨伦阿古抽干了这片天地的灵力，导致土地再长不出庄稼，海水再养不了鱼虾，山峦再也无法复苏。这需要至少10年的恢复，才能让径山城方圆数10里焕发生机。萨伦阿古披着麻布长袍，立在荒凉的山巅，怀中抱着羊羔。突然他把目光投向天空，投向云海之上。几秒后，云海忽然崩散，探出一只巨大的宛如山岳的头颅，牛鼻恶唇失踪，额头一对犄角，双眼是蔚蓝的树瞳，美丽又妖异。这只异兽出现的刹那，死寂沉沉的海面翻涌起波涛，水灵之力疯狂汇聚，焕发生机。
它重新变成了可以养殖鱼虾的海域。我讨厌死寂的海。白帝语气低沉且平静，像是做了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没想到今时今日还能在九州大陆看到此等位格的神魔血裔。萨伦阿古笑眯眯道：下来说话。巨兽头颅消失，一道白光从天而降，凝于萨伦阿古身前的虚空中。萨伦阿古审视着眼前的异兽，道：白帝。白帝蔚蓝的眼睛凝视着大巫师，声音低沉：巫师体系的一品，你认识我？说话间，他脸颊两边的鳞片开合，露出嫩红的腮。水陆两栖。萨伦阿古颔首。巫神教渗透云州多年，对于大名鼎鼎的白帝自然如雷贯耳。白帝沉默了一下，微微点头，说道：当年我返回九州大陆试探道尊的反应，结果很让人意外。上古时期把我们赶出九州的道尊对我的试探毫无反应。我渐渐察觉出不对劲，在云州留下联络手段，直到10几年前，一个叫许屏风的术士破解了我的手段，与我取得联系。从他口中，我得知了九州自道尊后的历史，也知晓了他早已消失。萨伦阿古耐心地听完，问道：你返回九州大陆以及来进山城找我的目的是？对于大巫师的问题，白帝没有立刻回答，有着自己的节奏。我拜访了古神，古神告诉我道尊或许已经陨落。我认为这不符合道尊的手腕和能力，便去了一趟天宗。看完天宗心法，我忽然意识到道尊或许真的陨落了，他和远古的神魔一样，都倒在了最后一步。大巫师表情平淡，缺乏好奇心的沉默不语。白帝蔚蓝如海的树精打量着他，突然说道：你果然知道很多隐秘。顿了顿，白帝终于回答了方才的问题：九州要变天了，这片世界要变天了。亘古以来，这是第2次变天。上一次变天，神魔时代终结，除古神之外，没有任何一尊天地诞生的神魔能活下来。变天既是浩劫，也是机遇，千载难逢的机遇。但要想在浩劫中成为最后的赢家，我们就必须要找到守门人。萨伦阿古皱了皱眉。守门人？他对这个词非常陌生，不明白何意。白帝点头：没错，守门人。远古时期，我跟随父亲游历九州，拜见过一位神魔，他的形象是龟蛇同体，蛇能看穿心灵，龟能占卜天机赫赫。你们巫神教的卦术多半是传承于他。当然，这不是说巫神是神魔后裔。远古时期的人族原本是卑微的蝼蚁，通过后天不懈的钻研和努力，一步步掌握了天地伟力，开创出五夫和道门2大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天生拥有可怕伟力的神魔变成了借鉴和学习的对象。比如传说中，昔日的人皇曾在治理大水时，见一神龟浮出水面，其背部纹理玄奥莫测。人皇福至心灵，创出了占卜吉凶的卦术。人族就是这样一点点的学习，一步步的钻研，直到如今各大体系并存于世。巫神创立了巫师体系，但巫师掌控的法术里并非全部由巫神所创，或者说巫神是在先人的经验和法术上做了突破延伸，创立了巫师体系。就如道尊一样，后世称他为道门体系的创立者，其实在道尊之前，道术体系便已存在，只是从未有过集大成者，未曾出过超品。当时已是神魔时代的末期，那位神魔曾说，若此次变天没有结果，那下一次的变天将出现守门人。白帝缓缓道：找到守门人，杀死守门人，才能在浩劫中成为赢家。说到这里，白帝停了下来，默默地望着萨伦阿古。后者沉吟片刻，叹息着说道：我从未听说过守门人的存在，不过你算错了，其实变天的准确时间在1200年前。白帝蔚蓝的眼睛里，树瞳像猫遇到强光，骤然收缩。你的意思是？萨伦阿古颔首。如圣封印了所有超品，把变天时间往后推延了1200年。你所谓的守门人，总不该是一个已经死去的超品吧？白帝露出了恍然之色。返回大陆后，我最看不懂的就是如圣为何要封印超品。现在我明白了，也明白了古神为何说他曾以为如圣是守门人。顿了顿，白帝继续说道：我已经排除了如圣和道尊，那么剩下的九州大陆强者里，谁最有可能成为守门人？我心里已有判断，但缺乏依据，这便是我来这里找你，与你说这么多的原因。萨伦阿古白眉轻皱，有话便说。白帝开门见山道：我怀疑守门人是初代监正，也就是你的弟子。萨伦阿古摇头，他和如圣一样，都已是故去之人。这正是我所疑惑的。我本想尝试调查初代监正，却发现他的一切信息都已被当代监正抹去。想要解开疑惑，便只有找你了。白帝沉声道：术士体系脱胎于巫师，在某些方面甚至要克制巫师。初代是你的弟子，你对他的评价是什么？萨伦阿古望着远方，脸色有些唏嘘。天纵奇才，但他能创立术士体系，委实是出乎我的预料。我曾困惑了很多年。白帝边听边点头。
在你看来，天赋不足以开宗立派，创下术士体系。当然，天赋不能代表一切，一个人的成就与后天的经历有极大关系。许屏风说，他曾率领巫神教的巫师与大奉开国皇帝逐鹿中原。萨伦阿古颔首，当年聂图与那小子在中原结识，交情不错。后来那小子欲争天下，吃了败仗，险些挺不过来，便通过聂图求上门来说，只要巫神教助他推翻大周，主宰中原，他便立巫神教为国教，让巫神教独享中原气数。我和纳兰雨师当时确实有这样的心思，就成全了他。等他夺得天下，建立大奉王朝，我欲让他实现承诺，立巫神教为国教。他严厉地拒绝了，还连写了3封信给我，骂我厚颜无耻，说自己是堂堂中原人，怎么会和外族做这种给祖宗丢脸的交易。我勃然大怒，写信训斥年轻人不讲武德。他回信让我好自为之。白帝问道，后来呢？后来我率20万精锐陈兵边境，打算一路推到大奉京城，但被聂图挡了回来。彼时的他已经是踏入一品，开创术士体系，中原境内连我都不是他对手。萨伦阿古回首前尘，时隔600年，早已没了力气，只是觉得唏嘘和好笑。大局已定，巫神教吃了个哑巴亏，也只能如此了。白帝思索一下道，在此之前，你竟完全不知他开创了术士体系。他随着大奉高祖皇帝打天下时，可有表现出异于平常的地方？萨伦阿古陷入长时间的回忆，600年匆匆而过，各中细节不是刻意去记的话，即使是一品，也很难立刻想起来。出征的第3年，他曾经写信给我，问了一些奇怪的问题。有一个问题在当时让我极为惊讶。他说，中原历代皇帝都是气运加身，可曾有人将国运纳于一身？萨伦阿古沉声道，巫神教修行与气运无关，他本不该会有这个问题。我写信问他何出此言，他说当时与儒家的大儒有过一番深谈，这才有感而发。时至今日，我也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不过那应该是他首次接触气运相关的问题。再来后，我便听说他自创了炼气之术，当时倒也没想那么多，以他的天资做出一些开创性的成就并不困难。白帝说道，那炼气之术便是如今的炼金术师，他在那时就已经在开创术士体系了。萨伦阿古无声点头，这便是我困惑了很多年的事，他的变化实在太快了，快到不合常理。白帝愈发笃定了，所以我才猜测他是守门人，得天眷顾，所以才能短短10余年里开创术士体系，晋升一品。大奉的高祖皇帝每打下一片领地，他的实力便强一分。如果他是守门人，那一切就可以解释了。自道尊消失以来，人杰辈出，超凡高手一代换一代，但唯独初代监正是最不同寻常的。萨伦阿古灰褐色的眸子里闪过恍然之色，旋即摇头，但你无法解释他为何身死道消，他确实死了，这点我可以确定。白帝凝视着他道，我想你已经得到答案了。萨伦阿古叹息一声，你为我解开了困扰多年的疑惑。白帝声音低沉，我同样如此。他朝萨伦阿古轻轻颔首，化作白天冲天而起，遁入云海，消失不见。几个时辰后，青州叛军军营，与戚广博共同俯瞰中原地图的许屏风似有所感，从袖中取出一枚白色鳞片，鳞片呈盾形，透着金属光泽，坚固不朽。它正散发出淡淡的白光，忽暗忽亮。许屏风把鳞片摊在掌心，道：何事？鳞片白光涨落，传出白帝低沉的嗓音：我同意你的要求。说完，鳞片光芒收敛，变得朴实无华。许屏风把这枚当年从云州白帝庙中得来的鳞片收好，侧头看向戚广博，笑道：时机已到。戚广博笑了笑，没有惊喜，也没有意外，仿佛一切都在掌控中。许七安驾驭着扁舟，在汪洋中航洋，木南枝坐在船头，裙摆像花一样绽放，双手托着腮帮，蹙眉道：有点无聊，钓鱼也不能一直钓下来，总会腻的。那你和白姬下棋吧。许七安手里握着地书碎片，一边和李妙真撩骚，一边安抚木南枝。木南枝气道：我的意思是，你能否抓紧时间？明明能飞，为何不飞？许七安看一眼他的身侧，木船长出了几根嫩芽，无聊到都发芽了。花神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娇嗔姿态胜过世间任何美景。俗事纷纷扰扰，好不容易安静下来，我想好好想想将来咱们住京城呢，还是找一个世外桃源，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木南枝脸色微红，连忙呸一声，故作恼怒：谁要和你过粗茶淡饭的日子？这时许七安猛地坐了起来，脸色有些不好看。木南枝吓了一跳：你干嘛呀？许七安摆摆手：你先别说话。他脸色严肃地写着字：妙真，你真的看不懂我跟你说的那些图案？许七安向他描述的
是柴家的那份地图。我为什么要看得懂？莫名其妙的。李灵素2号，你在哪儿呢？为何还没回京城和临安公主成亲？许七安不搭理他，反手就挂断了私聊。紧接着向李灵素发起私聊，李灵素磨磨唧唧的，本来不愿意，估摸着脑瓜子被敲得嗡嗡作响，无奈接通了。7，什么事？圣子一副受气小媳妇的模样，不高兴和他私聊。3，你懂地脉吗？7，略懂，天宗有相关的典籍记载，不过说起地脉，还是地宗最懂。李灵素的学识要比李妙真稍强，当初许七安收集龙脉，圣子就非常诧异，因为他知道龙脉是什么东西。3，金莲这个猫东西闭关这么久没有动静，我只能找你。说着把柴家的地图模样仔细描绘给李灵素听，甚至还在地书里画了几笔。7，这是山川地脉啊。你不说明，本圣子还真看不懂。许七安默默结束私聊。天宗的卧龙凤雏都认不出来，尸骨部的前任首领怎么猜测出这些线条象征着的是山川地脉？许七安捏了捏眉心。许屏风去过古族，见过尸骨部手里的半卷地图。许七安立刻做出推测，他这是根据天古老人和许屏风的交情来推断的。以他和天古老人的交情，借地图一关的要求，尸骨部前任首领会拒绝。这样的话，按照时间线推算，许屏风是先看了尸骨部的地图，才去柴家寻找那卷地图的。操！这半卷地图没有价值了。许七安难掩失望。如果许屏风早已在多年前就见过尸骨部的这半卷地图，那么所谓的古墓恐怕早就被许屏风光顾过了。不管古墓的主人是谁，藏着什么东西，已经没有意义了。许七安叹息一声，不对啊，柴杏儿不是这么说的。他旋即皱起眉头，祭出浮屠宝塔，通过塔铃传音柴杏儿。柴杏儿，你曾说过，打开古墓需要柴家后人的鲜血。几秒后，柴杏儿的声音传来，是的。需要多大的量呢？许七安问。这我不知道。柴杏儿传音回复，那就没什么好刨根问底了。想弄一点柴家人的鲜血，对不当人子来说毫无难度。许七安道，过一阵子我会把你送到李灵素身边，由他看管你。柴杏儿的作用立刻缩水，许七安就不高兴关着他了。至于他以前犯下过的罪孽，就交给李灵素去处理。李灵素说过的，如果柴杏儿做了十恶不赦的事，就由他带回天宗，永世不得离开。正好圣子最近比较跳，给他找点麻烦。许七安心里嘀咕。柴杏儿一愣，激动得泪流满面。谢许银罗不杀之恩，谢许银罗城全我和李郎。没什么好谢的，你下半辈子可不自由。许七安收了地书碎片，这时通过天空盘旋的海鸥，他看见了极远处有岛屿。他一直有利用心骨的能力，操纵附近的海鸟探路，维持航线。当然也有操纵海里的鱼儿去咬木南枝的饵，去扇白鸡的脸。看着木南枝掐着腰得意洋洋，自以为是钓鱼小能手。看着白鸡被扇了几个巴掌后，对海里的鱼极为忌惮，在不敢在鱼儿咬钩时下海帮忙捕捞。这些属于他的个人恶趣味，过了一把骑手的瘾。此时木南枝趴在船舷别，正清洗手帕。许七安从地书碎片里掏出浑天神镜，不错，你有把我的话放在心里，很久没有打扰我了。青铜镜面上浮现静灵的卡兹兰独眼。不，我只是太忙了。许七安高情商地说道，你是法宝，地位非同一般，理当得到尊重。浑天神镜就很开心。很上道吗？什么是说话间镜面荡起水波般的纹路，映出一幅画面，那是一个轻轻晃动的宛如深渊的沟壑，以及一片诱人的雪腻。许七安看了一眼船头俯身洗手帕的木南枝，收回目光，盯着浑天神镜，又仿佛变回了当年眼睛不离黑板的好学生，说道，几个意思啊？浑天神镜沉声道，我觉得你会喜欢，可惜这里没有男人，不然你会更满意，这是本座对你良好态度的回馈。你才是真的上道啊！还有，你要我解释多少次，我不喜欢男人。许七安带着批判的目光看着镜面，道，利用能力行卑鄙之事，非大丈夫所为，下不为例。浑天神镜没好气道，有事就说，没事就让我回去，别打扰本大爷享受。也不是特别着急。许七安双眼炯亮，死盯着镜面，你别说话，我想一个人静静的待一会儿。对了，以后再有这种行为，我还要批判。空谷间彩云缭绕，水声潺潺，十几座茅庐坐落在谷中，清秀温婉的白莲道长带着弟子们在溪水边盘坐，石山中灵气。4、5只橘猫在房舍间灌木丛中追逐嬉戏。地宗弟子搬来此地已有半年之久，这半年来中原寒灾汹涌，流民成灾，对于修功德的地宗而言，实乃天赐良机。这仅是从修行环境而论，地宗弟子如今超过一半奔走在外，行善积德，弟子们的修为突飞猛进。便是极少外出的白莲道长，如今也已踏入4品巅峰之境，而半年前他仅是4品中境。
结束了每日必修的时期，温婉成熟的白莲道长睁开眼，望着20余位弟子，欣慰道：“长则2月，短则1旬，你们中也有人该外出积攒功德了。但要切记一事，行善积德，发乎于心，不可因功利修行而行善。为行善而行善，必被因果反噬，明白吗？”弟子们朗声回应：“弟子明白。”白莲道长颔首，正要继续教育，忽听轰的一声，南边有座茅屋炸开，一轮瑰丽的光晕升起。金莲师兄破关了！白莲道长豁然扭头，又惊又喜。金莲师叔破关了！众弟子大喜过望，扭头看去，只见一位满头乌发的老道长盘坐于虚空，身上绽放出一道道七彩霞光，瑰丽壮观，带给人安稳祥和的感觉。功德之光！额请金光收敛，老道长缓缓降落。白莲道长连步款款靠拢过去，温婉的脸庞展露笑容。金莲师兄华发转乌，想来是修为大涨了。他想说的其实是恢复了部分修为，碍于身边弟子众多，换了个说法。金莲道长既然盘坐，没有回答。金莲师兄，白莲试探地喊了一声：“是的，我已成就阳神，踏入超凡领域。”突然，身后传来金莲道长的声音。白莲诧异回头，看见一只橘猫优雅地舔着爪子，见他目光望来，橘猫陡然一僵，放下了爪子。嗨嗨，橘猫清了清嗓子，语气如常地说道：“超凡领域果然神奇啊，竟让贫道一时间控制不住元神，被迫附身于猫众弟子，恍然大悟，原来金莲师叔是心境超凡，无法驾驭力量，才致使元神离体附身在橘猫身上。”金莲道长离开橘猫的身体，回到自己肉身，睁开眼：“我闭关多久了？”金莲问道。“已有半年。”白莲回答。金莲缓缓点头，云淡风轻的姿态：“近来外界可有大事发生？许银罗把袁景德杀了，许银罗一人一刀挡住巫神教30万大军，许银罗踏入超凡了。许银罗在建州杀了2位金刚，魏渊死了，云州造反了，佛门撕毁了与大凤的盟约，中原寒灾汹涌，流民成灾，已经是民不聊生的世道了。”弟子们一言一语说个不停。金莲道长听的脸色都僵硬了，木然地看向白莲，质疑道：“贫道只闭关了半年，确定不是10年后了吗？”襄州与建州交界处，一袭黄裙的明媚少女脚步轻盈地走在官道上。楚采薇离经游历，已有月余，风吹细了她的腰肢，苦难削尖了她的下巴，粗茶淡饭却沉淀了她的气质。与离经时的天真活泼相比，楚采薇气质变得沉稳，脸蛋瘦了，大大的杏眼却更加明亮。起初她会按照许契安给的食谱走，每到一处便去寻找当地特色美食，而后乐滋滋地写信回京城告诉丽娜和许灵英。渐渐的，她写的信越来越少，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少，游历的路径也从食谱变成了追逐灾情。“杨师兄，我们这次是去了。”作为司天监的放逐之人，楚采薇只能跟着杨千唤。近来与我的结拜兄弟取得了联络，我想去看看他。杨千唤走在前面，留给师妹一个后脑勺：“你哪来的结拜兄弟哦？”楚采薇眨了眨大眼睛：“李灵素啊，天宗圣子李灵素。”杨千唤道：“我已经想出了压制许契安、杨某一枝独秀的妙计，现在要去和好兄弟分享，顺便看看他近来如何。”楚采薇哦了一声，心里却想起不久前杨师兄听说许契安在建州斩佛门金刚，极度的捶胸顿足，嚎啕大哭。仔细打探后才知道孙师兄也参与了此事，大出风头。杨师兄再次捶胸顿足，指天怒骂说：“那个臭结巴肯定是卑躬屈膝曲意逢迎了许契安，才换来人前显圣的机会。”杨师兄很不耻孙师兄的做派。师兄妹边说边走，半个时辰后，从僻静的羊肠小路拐入官道。官道一下子就热闹了，不是寻常意义上的热闹，而是官道两边聚拢着许多流民。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衫，有的在努力刨着草根树根，有的在干坐着发呆，有的躺在枯草垛上，气息奄奄。人群里还有一顶顶简陋的帐篷。这里距离城池极远，他们聚在此处作甚？又没东西吃。楚采薇看在眼里，有些困惑。当他收回目光，望向前方的杨千唤时，发现他头上已经戴了一顶帷帽，垂下的并非轻纱，而是厚厚的棉布，超凡武夫都看不穿的那种厚棉布娘。我好饿。路边一个6、7岁的男孩蜷缩在母亲的怀里，母子俩蓬头垢面，饿得瘦骨嶙峋。再熬一会儿，熬一会儿就不饿了。年轻的母亲把孩子抱在怀里，一边在寒风中发抖，一边说：“等你睡着了就不饿了。”年轻母亲脸上有多处淤青，手腕处有暗红的鲜血，嘴唇发白，似乎有伤病在身。楚采薇的眼睛里倒映出年轻女人无奈又麻木的表情，倒映出孩子对食物的渴望，对饥饿的恐惧。她缓步走过去，在母子俩面前蹲下来，
从随身的鹿皮腰包里摸出牛油纸包裹的2只馒头。霎时间，一双双冒着血丝的眼睛看了过来，泛着难以言喻的光芒，可怕的仿佛不是来自人类。年轻妇人接过馒头，摇醒昏昏欲睡的孩子，急切道：“快吃，快吃！”同时，她一边往嘴里塞馒头，一边抓起了放在身边的打磨尖锐的石头，用凶狠的目光扫过周围吞咽口水、跃跃欲试的流民。过程中，她不停地催促孩子吃快点。楚采薇见男童爷的双眼翻白，忙取出水囊递过去，轻声道：“慢点，喝些水。”趁着男童喝水时，楚采薇望着年轻妇人，问道：“你们聚在此处做什么？”在他的所见所闻里，流民的生存方式大概分3种，一种是落草为寇，洗劫其他百姓，宛如蝗虫过境，而被洗劫的百姓也成了流民，规模越来越大；一种是堵在城外，靠着朝廷的施舍度日，或者漫山遍野的找能吃的东西；一种是应招入伍，成为民兵。最后这种情况选择的人最少，首先是朝廷粮草有限，养不起太多的民兵，其次青州正在打战，成了民兵很快就会被输送到青州战场，而这批流民聚在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坐在寒风里等死。年轻妇人咬了2口馒头就不吃了，握在手里，声音嘶哑地说道：“前面6里外有一座山，山上有山大王，他们隔3差5的出去抢东西，每次抢完回来就会派人过来送些吃的。”年轻妇人见孩子吃完了馒头，把手里的那只递过去：“吃吧。”她接着看向楚采薇，一番审视后低声哀求：“姑娘，你能带我孩子走吗？”楚采薇一愣，她肯定不能带着一个孩子啊，这男童看起来和许灵英差不多大，但瘦弱怯弱，明显没有许灵英好养活。而且他是被司天监放逐之人，四处游历，体弱的孩子那里受得了奔波之苦。正要拒绝，忽听年轻妇人哀声道：“我快保不住他了。那些人看他的眼神越来越奇怪，昨晚有人悄悄把我的孩子带走了，还好我醒来的及时，就跟他们厮打。”楚采薇忽然明白他脸上的淤青和手上的暗红血迹是怎么回事。这一刻，楚采薇几乎无法呼吸。这时他耳廓一动，听见了马蹄声。他起身朝前方官道望去，看见一支骑队疾驰而来，为首的是一个穿黑裙的秀丽女子，眉浓眼大，英气勃勃。哗啦啦，死气沉沉的流民们瞬间活了过来，一下子从地上弹起，朝着这支骑兵靠过去。啪！黑裙女子抽动马鞭，逼退涌上来的流民，呵斥道：“排好队形，谁敢冲撞，姑奶奶直接抽死！”流民们对她似乎极为忌惮，安安分分地排好队形。骑卒们翻身下马，人手一个布袋，布袋里装着馒头，每人1只的发过去。每个流民都领到食物时，布袋也空了。黑裙女子骑在马背上，上下打量杨千焕和楚采薇，道：“看你们的打扮，不像是灾民，哪儿的人啊？”楚采薇正要说话，便见杨千焕浮空而起，背对众人，缓缓道：“手邀明月摘星辰，世间无我这般人。天不生我杨千焕，大风万古如长夜。”包括流民在内，在场众人瞠目结舌，一脸敬畏。黑裙女子满脸忌惮，却不敢造次，沉声道：“阁下来此有何目的？”她悄悄握紧了刀柄。不久前，官府还曾派兵攻山，试图剿灭他们。虽说最后被打退，但李郎料定官府不会善罢甘休。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冒出一位修为不俗的神秘人物，极有可能是朝廷派来的高手。杨千焕缓缓道：“吾来此拜访友人李灵素，尔等可有听说？”太阳温吞地挂在天空，带不来一丝一毫的温暖。这座易守难攻的小山寨里，炊烟袅袅。一个穿着破旧棉衣的男人拎着竹篮来到山寨口的瞭望塔，纵声喊道：“下来吃饭了。”“好的。”瞭望塔上负责望风的家伙应了一声。这时他忽然纳闷道：“咦，四当家回来了，怎么带回来那么多人？”黑裙女子快马加鞭来到山寨外，与瞭望塔上的守卫完成安全回来的手势。寨门缓缓敞开。“四当家，你怎么把外头的那些灾民给带回来了？”一位守卫殷勤地上前牵马，同时他目光不断地飘向身后的黄裙少女。大大的杏眼，略显瘦削的脸蛋，娇俏精致的五官，是个极为难得的美人儿。黑裙女子淡淡道：“这些不是我们的人，先随便安置一下。”简单的解释了一句后，他翻身下马，带着楚采薇往里走。一路上行，穿过一座座简陋的木屋、黄土屋，他们抵达了目的地，依旧是黄土屋，但外面多了一圈栅栏。黑裙女子高喊道：“李郎，出来，有故人寻你。”额请。屋子里走出来3人，居中那位俊美无愁，气宇轩昂，是个俗世家公子。右边是穿白裙的秀美女子，气质斯文；左边是紫衣女子，皮肤白皙，眼儿水灵，都是极有姿色的美人。白裙和紫衣看到楚采薇后，眉头微皱，眼神变得警惕。采薇姑娘，早与杨千焕有过联络的李灵素丝毫不惊讶，左顾右盼，
杨兄呢？就在这时，屋顶的瓦片上传来杨千奂吟诵般的嗓音：天不生我杨千奂，大凤万古如长夜，手邀明月摘星辰，世间无我这般人。众人回首望去，黑瓦之上，白衣人负手而立，衣袂翻飞，这让不知底细的白裙和紫衣女子心生敬意，认为这是一个世外高人。而即使是听过2句诗的黑裙女子，依旧满脸惊艳。李灵素朝3位女子说道：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司天监的杨千奂，你们喊一声杨师兄就好，他可是监正的3弟子。接着又介绍了3位女子，白裙女子叫赵素素，父亲是县令；紫衣女子叫于含秀，父亲是当地某个江湖势力帮主；黑裙女子叫兰兰，师从襄州富云宗炼神境的修为。素素精通算术，能帮我持家做账，管理整个寨子的开支。秀儿以前常帮他爹训练，管理教众，寨子里的秩序全靠他。兰儿修为最强，负责跟我出去抢地主。李灵素说道：妙真说的没错，我不是带兵打仗的料，他教我也学不会。好在我的认识的情缘里，人才济济啊。杨千奂憋了半天，吐出一句话：不愧是你。李灵素摆摆手，请杨千奂和楚采薇进屋喝茶，道：你们怎么会来的？可有要事处理？戴着帷帽，背对众人而坐的杨千奂沉默不语。楚采薇说：杨师兄为了让自己风头盖过许七安，打算把司天监的财物全捐赠出去，惹来宋师兄的不满，把他给举报了。于是我们就被监正老师放逐了。李灵素憋了半天，吐出一句话：不愧是你。那采薇姑娘，你怎么也出来了？你何必参与其中？楚采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拿人吃的，替人做事。杨师兄请我吃饭了吗？不愧是你。李灵素心里吐槽。这时杨千奂说道：我把途中遇到的那伙灾民带回来了，打算与你这般聚拢流民，占山为王。粮草方面我会处理，但他们暂时得栖身在李兄的寨子里。杨千奂和楚采薇把那些灾民给一同带过来了。李灵素看一眼管开支的赵素素，见他点头，当即应承道：好说好说，以杨兄神出鬼没的传送书，劫掠为富不仁之辈的粮库，那是轻而易举。杨千奂摇摇头：我不劫掠，想要粮草直接买便是。赵素素闻言浅笑道：杨师兄，这可不是一笔小开支，如今粮价涨的。话没说完，便听楚采薇说道：我们离开司天监时，监正老师给了我们每人5万两。李灵素瞠目结舌：5万两白银啊，司天监果然阔绰。楚采薇摇头：是黄金，杀人劫财吧。李灵素心说。杨千奂沉声道：我此番的目的，除了不忍百姓苦难，施以援手，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聚拢成势，成为一支不容小觑的大军，然后去青州打仗。看来杨兄和我是同道中人啊。李灵素感慨道。杨千奂沉默了一下，道：这当然是目的之一，另外这其实是我想出的压制许七安的办法，虽然不知道凭什么这样能压制许七安，但李灵素听着压制许七安5个字，心里就开心，忙问道：何出此言？杨千奂淡淡道：许七安这狗贼仗着逢迎百姓，屡出风头，我无论如何也追赶不上，实在让人心灰意冷。他的红颜知己个个非同寻常，实在让人心灰意冷。李灵素深表赞同。哎，杨兄知我。杨千奂语气依旧平淡，因为自信。但我近来突然有一妙计，只要成功，就能让杨千奂3个名字盖过许七安。李灵素眼睛一亮，兴奋地搓搓手。杨兄有何妙计？在红颜知己这方面，李灵素暂时是绝望了。如花似玉的皇室公主不说，单凭大凤第一美人和仁宗道手落玉衡，就能让他甘拜下风。现在听说杨千奂想出力压许七安的办法，圣子还是很高兴的。杨千奂端起茶杯，掀开帷帽一角，楚采薇和李灵素猛地倾斜身子，试图偷看他的真容。杨千奂默默放下茶杯，不喝了。嗨嗨，圣子清了清嗓子：杨兄你继续。他和楚采薇一脸遗憾，边上3姑娘脸色茫然，看不懂李灵素和黄裙姑娘的操作。杨千奂背对众人说道：其实许七安的所作所为只是扬名一时罢了，我辈之人计较的是千古名声，而非一时声誉。儒家的人虽然讨厌，但他们有句话说得很好：君子当立德、立功、立言，此为3不朽。我何必要与许宁验争一时之快？我要成为流芳百世、载入史册的人物。说到这里，杨千奂语气热切起来，道：李兄，如今中原大乱，云州叛军凶猛，各处也有流民揭竿而起，这段乱世必被写进史书里。若我在此乱世中聚拢流民，逐鹿中原，最后平定叛乱，还中原一个朗朗乾坤，还朝廷一个太平盛世，我杨千奂之名必将压过那狗贼许七安，好叫屡屡夺我机缘的许宁燕知道，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要能平定叛乱，
你为何不直接当皇帝呢？到时候别说许七安，就算你的监正老师也没你风光啊。李林素满肚子的槽点。赵素素听到这里，大概明白了，这位司天监的杨师兄与许银罗有戏，似乎是曾被许银罗夺了机缘，所以杨师兄要报复。但听着有些奇怪，既要报复，不应该是对付许银罗吗？可听起来竟然是要比许银罗更出人头地，更扬名立万，这算哪门子的报复？赵素素看向两位姐妹，发现她们眼里有着同样的困惑。倘若能打出威名，成为一支骁勇之师，杨师兄确实可以载入史书，流芳百世。尽管疑惑，但不妨碍赵素素笑着附和一句，他说的是实话。自古以来，那些成事者，不管最后是折戟沉沙，还是成就大业，都能在史书上留下一笔。啪啪啪！楚采薇用力鼓掌，为自家师兄的聪明叹服。李林素略作犹豫，道：杨兄此计是没问题的，英雄趁乱而起，以杨兄的修为和手段，想名留青史也不难。杨千唤听着众人的认同，心里愈发自信，为自己的机智喝彩。不过想压许七安就有点……李林素微微摇头，杨兄，你可能还不知道。杨千唤心里一沉，知道什么？李林素道：许七安与南妖联手，将佛门赶出10万大山，南妖复国，万妖国重现，这是一件足以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事迹。另外，他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九州局势，挽回了中原的颓势，更是一件事注定名垂青史的壮举。杨兄想压制他，实在是难如登天呀。说完，他发现杨千唤寂然而坐，安静的像是一个160斤的孩子。赵素素三人没有说话，一脸沉痛，因为就算是刚认识的他们，也能感受到这位杨师兄的悲伤逆流成河。残道，山谷中瘴气弥漫，阳光照不透，海风吹不散。幽冥蚕是一种极为厉害的异兽，它吐出的蚕丝甚至能缠住超凡境的武夫，且有剧毒。许七安牵着木南枝的手，小心翼翼地走到谷边，俯瞰着幽暗的深谷。什么才能吃超凡啊？我觉得你在湖州，但我没有证据。木南枝撇撇嘴，抱着小白狐，垫着脚尖朝深谷眺望。他嘴上说不信，表情却很小心翼翼。许七安在他翘臀用力拍了一巴掌，拍得他一个趔趄，险些掉入深谷。许宁燕，我跟你拼了！木南枝吓得脸色发白，把白鸡一丢，带着哭腔，张牙舞爪的要和他拼命。要不要躲进浮屠宝塔？许七安昂着头，不让他抓自己的脸，笑眯眯地问。木南枝发了一顿脾气，闻言有些想凑热闹，又有些害怕。见机不妙，我会把你收进塔里的。那好吧。许七安揽住花神的小腰，跃入谷中，蕴含剧毒的瘴气扑面而来，却无法对两人造成丝毫影响。许七安一路走来，吸了太多的毒气，已经喂饱毒蛊，现在甚至有些遗憾，因为谷中的毒气比外面的更猛更杂。白鸡两只爪子用力捂着粉嫩的鼻子，尽管他体内被植入毒蛊的子蛊，子蛊会替他吸收毒素。咔嚓，两人缓缓降落，脚下传来清脆的声响，那是几节枯骨。许七安四下环顾，谷地呈深黑色，惨白的枯骨遍地都是，像是垃圾一样被随意丢弃，大部分是鸟类和鱼类，少量的动物。人类的骨头几乎看不见，此地位处南疆临海，而南疆原本是妖族的地盘，不会有人类渔船航行到此，哪有幽冥蚕？木南枝转头顾盼，四周静悄悄的，鬼影都没有。许七安耳朵微微一动，笑道：来了。他听见了蠕动声，密集的蠕动声。额顷，前方浓雾般的瘴气忽地抖动起来，一道黑光从浓雾深处激射而来。噗！许七安拉着木南枝后退，那团黑光嵌入他们原本所站的位置，是一团带着黑色粘液的蚕丝，蚕丝呈淡灰色，年份不够。许七安瞅了一眼，便知这不是自己要找的幽冥蚕丝。他深吸一口气，两腮鼓起，用力一吹，深谷中的瘴气顿时被吹散，吹出一片短暂的乾坤朗朗。远处的瘴气袅袅挪挪地漂浮过来，填补空缺。趁着视野清明，许七安和木南枝看清了前方的敌人，那是10几只半人半残的怪物。他们肤色灰黑，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肥胖的残身，有男有女，都没穿衣服，面孔与人类相差不大，就是眼睛宛如黑宝石，没有眼白，且2颗小尖牙外凸。但论五官的话，竟是男俊女俏，颜值非常不错，好浑厚的气血，这是调到家门口来的美味啊！嘎嘎，我要吃他的脏腑，脏腑最是美味。咦，他身边的雌性竟莫名的诱人，吃了他们，哈哈哈！我更喜欢看他们瑟瑟发抖的求饶。幽冥蚕们肆意交谈，审视着自投罗网的2个猎物。至于白鸡，体型太小，被无视了。当然，他们的声音在许七安和木南枝听来，就是一阵阵无意义的嘶鸣。我以为幽冥蚕是蚕形态，没想到是人手蚕身。他们拉完屎
能转身擦到屁股吗？实力虽然不错，但连超凡都不是，背后一定还有更强的存在。许七安并指如剑，敲了敲眉心，金漆旋即亮起，迅速游走，染遍全身。赤，脑后火环炸开，灼热的高温蒸腾瘴气。超凡，是超凡！前头的一只幽冥蚕尖叫一声，扭头就跑，其余幽冥蚕作鸟兽散，逃入幽谷深处。这就逃走了？木南枝眨巴一下眸子，有些失望。这和你说的完全不一样嘛，又捉弄我。惦记着刚才吓唬他的事，气呼呼的又踢许七安一脚。别急嘛，放走小的，自然会引来大的。许七安笑道，说着他可意外放超凡境的气息，火环熊熊，灼热的高温把谷地蒸得开裂。木南枝仅仅是觉得有些热，对超凡武夫的威压毫无反应，反倒是白姬已经瑟瑟发抖，像是鹌鹑缩在他怀里。大概10息后，木南枝感受到脚下传来震感，接着远处响起巨石滚落的动静，仿佛山崩。而在许七安的感知里，一股强横可怕的气息从地底钻出，朝这边来。浓雾离合，一尊巨大的轮廓凸显出来，渐渐的轮廓清晰起来，出现在两人眼前的是一只巨大的怪物。它上半身是个皮肤松弛的老妇人形象，下半身肥胖臃肿的残身。与之前出现过的灰色幽冥蚕不同，这只巨蚕的肤色如同最深沉的夜色。相比起这只幽冥蚕，许七安和木南枝渺小如蝼蚁。你是谁？幽冥蚕口中吐出古怪的音节，审视着许七安。在他眼里，许七安除非了气血旺盛，气机深不可测，体内还有一股熟悉的气息。那双黑色如宝石的双眼盯着许七安看了许久，脸色突然凝重世故。这只幽冥蚕是超凡境，比寻常3品要强，没到2品的样子。他说的是什么语言？听起来不像是无意义的嘶吼。许七安知道，这就是九尾天狐口中的真正的幽冥蚕，能吃超凡境生灵的幽冥蚕。想杀他不容易，得先把白姬和木南枝收入浮屠宝塔中。不过这种异兽有什么手段还不知道，位格又高，贸然出手可能会阴沟里翻船。许七安边想着边祭出浮屠宝塔。你是蛊，来这里做什么？当年你们神魔之间的事，与我们这些血裔何干？幽冥蚕大声质问。见到这个人形生物祭出一座发光的宝塔，他立刻弓起身子，小腹膨胀，像是孕育着什么东西。双方剑拔弩张。就在此时，木南枝怀里的白姬小声道：“他说的是神魔语。”神魔语。许七安依旧蓄势待发，问道：“你怎么知道？”白姬说：“我当然知道，我也会说神魔语。”别说许七安，木南枝都大吃一惊。白姬在他的印象里是个整天哭唧唧的狐狸崽子。娘娘会神魔语啊，我刚出生的时候跟着她学过的，其他姐姐都没学会，就我学会了。白姬昂着脑袋，瞧把你给得意的。许七安想了想，道：“那你跟他说，我是来求蚕丝的，用什么换？如果能用交易的方式得到幽冥蚕丝，那自然好过浴血厮杀。”白姬闻言点点头，伸长脖子，尖着嗓子朝幽冥蚕发出一串奇怪的音节。那蓄势待发，仿佛随时都会攻击的幽冥蚕听见熟悉的神魔语，先是一愣，耐心听完后沉默一下，道：“只是要蚕丝。小狐狸，你先让他回答我，他和蛊是什么关系？”白姬翻译了幽冥蚕的话：“你告诉他，我只是得到了蛊的力量。”许七安道。听完小白狐的翻译后，幽冥蚕没有犹豫，提出条件：“我要你的精血，不用太多，3滴就可以。”显然他也知道许七安的强大，认为如果能用交换的方式得到需要的东西，那完全没必要动手。幽冥蚕腹部鼓胀如球，一点点往上移动，通过胸腔、咽喉，最后猛地喷出来。噗噗噗，一道道纯黑纤细的丝线漫天抛洒，落在骨中，粘在石壁，散发着刺鼻的毒气。吐完丝，他轻微气喘，消耗不小。不过这并不影响战力，随意不害怕这个人族出尔反尔。幽冥蚕丝色漆黑，性剧毒，坚韧无比，能通幽冥，迎接鬼魂。许七安脑海里闪过幽冥蚕丝的相关记载，这来自司天剑的材料学秘籍。许七安张开手掌，掌心鼓起一团气旋，牵引着幽冥蚕丝飞起，纳入掌心。他把蚕丝收入地书碎片，接着履行承诺，从地书里照出镇国剑，划开手腕，逼出3滴金灿灿的金刚神血。镇国剑出现的刹那，幽冥蚕下意识地眯了眯眼，庆幸选择了交换，而不是动手。接好了。许七安弹出3滴精血，幽冥蚕丝往前蠕动一小段距离，迫切地张开嘴，接住许七安射出的精血。美味啊！伴随着舒爽的呻吟声，幽冥蚕松垮的皮肉迅速紧绷，粗糙的皮肤变得细腻，皱纹遍布的脸颊重新紧致。少顷，她从垂垂老矣的老妇人变成了肤白貌美、气质妩媚的妙龄女郎。她望着2个人类，一只狐狸，感慨道：“我从远古时代存活至今，即使超凡生命的寿元绵长无尽，
也终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超凡境的精血能修补我日益衰败的气血，它是从远古时期存活至今的神魔血液。许七安听完白姬的翻译，怦然心动。这时幽冥蚕盯着木南枝，轻咦一声道：“他身上的气息是……”幽冥蚕此时已返老还童，形如娇媚艳丽女子，不像之前那副衰老模样辣眼睛，但被他黑宝石般的目光灼灼审视，木南枝还是有些不适应，皱了皱眉，缩到许七安身后。他不会看出南枝的身份了吧？没道理啊，金莲道长赠的手串能屏蔽气息，连术士都看不穿的。许七安皱了皱眉，握着镇国剑的手微微发力。幽冥蚕丝已经到手，如非必要，他不想和一位超凡境的异兽发生争斗，但同时也知道花神的灵韵对专修肉身的体系有着极强的诱惑力。刚想操纵浮屠宝塔将木南枝和小白狐收入其中，忽见幽冥蚕庞大的身躯一颤，黑宝石般的双眼里似有光芒层层坍塌，就像人类的瞳孔剧烈收缩。他艳丽的脸庞露出了极度激动震惊之色，尖叫道：“甘木，是甘木的气息！”见幽冥蚕情绪突然激动，但又没有攻击的迹象，许七安停止收人的动作，看向木南枝怀里。他说什么？白姬娇声道：“是甜木头。”许七安和木南枝心里同时闪过问号，前者心说这异界版的玛丽苏称呼是什么鬼，后者心说我什么时候变成木头了，而且还是甜的。许七安眉头微皱，吩咐道：“白姬，问他甜木头是什么意思。”白姬尖声发出古怪音节。幽冥蚕听完解释道：“甘木还有一个名字叫不死神树，生长的九州大陆的西北圣山中，它高千丈，直入云霄，其枝若血，能炼制不死药，凡人服之延寿800年，其冠连绵10里，无数生灵栖息其上。我的先祖便生活在不死神树上，以它的枝叶为食。”待白姬翻译后，许七安忍不住侧头看一眼木南枝，心说：“你不是花神转世吗？怎么和不死神树扯上关系了？”幽冥蚕继续说道：“我年轻时曾追随祖先去拜见过不死神树，在他的树冠上修行了数百载，那甘美的叶片我至今都没有忘记。再后来神魔时代终结，不死神树作为先天神魔也在那场灾难中枯萎。”说着他露出了缅怀和痴迷的表情。白姬刚翻译完，许七安便迫不及待地提问：“快问他神魔是怎么陨落的，不死神树和你姨有什么关系？”白姬如实转译：“神魔怎么陨落的？”幽冥蚕表情有些惊惧，似乎过了这么多年，当初的事依旧让他畏惧后怕。有一天神魔突然疯了，互相残杀，那一次动乱非常可怕，九州大陆被生生打崩。远古时代的大陆可比现在要广袤数倍，像古那样的强大神魔也有不少，但都死了，死在了那一场动荡中。没记错的话，好像只有古活了下来。我们这些神魔后裔也有不少被波及，死在大动乱里。原来我当初看到的神魔陨落景象，不是有人杀光了神魔，而是神魔之间互相残杀。像古神那样的存在，也就是超品，神魔里不乏这种级别的存在，这我倒是可以理解。但为什么神魔突然疯了？许七安脑子里嗡嗡作响，一边消化着信息，一边扩散思维，展开分析。怎么疯的？许七安说完，看向白姬：“怎么疯掉的呢？”白姬用神魔语好奇地问：“不知道，就是突然疯了，无缘无故的疯了。我的祖先也疯了，不顾一切地参与进厮杀中。”幽冥蚕摇摇头。这时许七安终于分析出一点端倪，问道：“你说神魔们突然疯了，那为何你们这些拥有神魔血脉的后裔却没有疯？你们是如何规避的？”幽冥蚕看向白姬，听完稚嫩的女童声后，他回答道：“最初我们这些神魔血裔并不清楚动乱的原因，等神魔时代终结，世道太平了，神魔血裔们曾试图寻找真相，甚至摒弃前嫌，一同讨论过，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但无法验证，不知道准不准确。神魔之所以发疯，可能是因为他们乃天地孕育，是先天神魔，而我们这些血裔是后天诞生，虽继承了神魔血脉，但并不具备神魔灵域。”他转而看向木南枝，说道：“就比如不死神树，它的根茎可以栽种出一棵棵具备药性的神树，但那些神树寿元有限，更无法死而复生，因为它们不具备不死树的灵域。我的祖先说过，不死树是不会死的。现在看来，祖先没有骗我。不死神树即使在当年的动荡中枯萎，可它现在就站在我面前。”白姬娇声打断：“你停一下，那么一大段，我听着很吃力。”白姬连忙把幽冥蚕的话翻译了一遍，听得木南枝眉头挑起，脸色复杂。他知道自己是花神转世，大周朝时期皇帝昏庸，迷恋花神，欲派兵强掳花神回宫，但花神引来天劫自焚，宁死不屈。可他万万没想到，花神的前头还有一层身份。我就奇怪，花神的特性和非凡灵运明显超出了妖的范畴，如果是远古时代的神魔转世，那就合理了，
也算解开了我的一个疑惑。许七安看着白姬，问他神魔疯狂的根源是什么。幽冥残微微摇头，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有一个人可能知道。很多年以后，人族和妖族崛起，尤其人族出现了第一位堪比古河龙的存在，他把我们都赶出了九州大陆。我不愿意远游，便在这座岛上栖息下来，日月更迭，已经算不清岁月了。你们是不是吃了道尊的妈妈呀？许七安吐槽道。你们是不是把道尊的妈妈吃掉了？小白狐翻译道。唉，这句话不用翻译。许七安摆摆手，可能有谁吃了他生母吧，但我认为那人一定是知晓了当年神魔发狂的秘密，他恐九州的神魔后裔影响他，才将我等驱逐出去的。幽冥残说道。多谢前辈告知。许七安朝他拱手表达谢意。他对这次登岛之旅非常满意，首先是得到了幽冥残，距离复活魏渊又近了一步，其次知晓了神魔陨落的部分真相，也算解开一个疑惑，最后知道了木南枝的真实身份。最后2个问题。许七安说道。不死树的灵韵是否能通过某种方式夺取？木南枝脸色一变，看向许七安的目光无比复杂，但奇怪的是他的脚步并没有后退半分。幽冥残审视着两人道，你若想吸食他的灵韵，吃了他便是。女版唐僧嘛，看来割包皮的梗用不了。许七安心里调侃一句，扭头笑道，还得防备你被别人吃。木南枝给了他一个白眼。幽冥残说道，不过这样无法彻底夺去不死树的灵韵，吃它也好，通过某种办法攫取也罢，只是分一杯羹罢了，就如当年无数生灵依仗它修行生存。神魔的灵韵乃天地所赐，外人无法剥夺，不然不死树会被其他神魔分而食之，早就不复存在。我一这么弱，以前是不是天天挨欺负？白姬欺负木南枝听不懂神魔语，连忙打探八卦。不死树可不弱，是远古3大神树之一，但他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不清楚。幽冥残摇头。你问了什么？许七安道。白姬娇声回答，我说姨是不是远古时代第一美人？他说是的。木南枝开心地摸摸他脑袋。最后一个问题，你认识白帝吗？许七安问。幽冥残听完白姬的翻译，摇头。什么白帝？没听说过，差点忘了，白帝是云州百姓给那位神魔后裔取的名字。许七安描述了白帝的模样特征，让白姬翻译。这幽冥残眉头紧皱，他们这一族叫灵，没记错的话，在神魔时代终结后，灵族被一个叫大荒的神魔的后裔吞噬殆尽了。白姬同步翻译。许七安脊悲凉了一下。大荒，幽冥残解释道，大荒是一位可怕的神魔，他与后代都被称为大荒一族，原初的那位大荒是能与古争锋的存在，这一脉的天赋神通很可怕，能吞噬生灵的精血和天赋，化为己用。大荒先后吞噬过3大神树，虽无法侵占灵韵，但也得了巨大的好处。不过他也已经陨落在神魔洞当中。灵族在神魔时代终结后不久，与大荒的后裔发生冲突，被吞噬的精光。你们也可以称那位后裔为大荒，我们神魔后裔的名称都是随神魔祖先的。如果遇到了大荒，一定要小心。他看起来心情极为不错，一边说着，一边抚摸自己光滑细腻的肌肤。白帝的真实身份是大荒一族，白帝的整个族群被大荒的后裔吞噬，那个大荒伪装成白帝做什么？许七安道。我没问题了。幽冥残点点头。那就离开我的地盘吧，3000年后，如果你还活着，不妨再来这里一趟，我再用幽冥蚕丝换你精血。我的寿命可能不会比圣人长到哪里吧。许七安拱了拱手，心说你还是等我的子孙后代吧。他驾驭浮屠宝塔，带着白姬和木南枝御空而起，化作流光消失在天边。青州布政使司大堂内，杨公坐在大案后，听着李慕白的分析。东陵战线全面溃败，我军已经退出东陵地界，3万大军折损60%，目前在郭县休整，于当地征兵补充人员。皖军那边因为有了新古部的飞兽军，我们不再被动，派过去的援兵与守城军里应外合，打了几场漂亮战，与云州叛军各有伤亡。目前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唯一需要担忧的情况是松山县。杨公微微颔首，我知道松山县战事一直惨烈，双方死伤加起来已超过5万。不过古族的军队大部分都在那里，驻守的固若金汤。李慕白摇头，不是兵力的问题，是粮草的问题。根据二郎发来的情报，守军们已经开始啃树根了。杨公皱了皱眉，青州虽然缺粮，但也不至于供应不了松山县的需求。再说松山县富庶，粮库储备充足，别说这短短月余，就算是3个月也足够了。粮草问题从何说起？一位幕僚代替李慕白说道，那火骨族人太能吃了，他们一个人能吃20个人的饭，这还是保守估计。此外，飞兽无肉不欢，直接把松山县吃垮了。
许大人说，唯有一计能解困境，但需杨公首肯。杨公明白了，此计名为吃人。对于飞兽来说，肉食不分品种，动物吃的，人也吃得。起先说话的那名幕僚试探道：若是叛军尸体的话。杨公沉声道：不行。又一位幕僚叹口气：杨公，形势所迫呀，此计虽有伤天和，但松山县已是弹尽粮绝，飞兽是兽类，本就是要吃人的，又不是让守军食人，莫要因为一念之词导致兵败，从而满盘皆输。眼下的优势是我们用多少将士的命换来的。李慕白拍了拍桌子，看那位幕僚一眼，道：好了，此事容后再议。他接着看向杨公，再过1个月便是春季。众幕僚包括杨公紧绷的脸色顿时松弛。是啊，春季了，再熬1个月，青州的任务就完成了。另外，就目前局势来说，云州叛军想在1个月内攻下青州，简直痴人说梦。一位幕僚抚须笑道：这云州军来势汹汹，我还以为有多强呢，不过尔。杨公和李慕白对视一眼，后者说道：实不相瞒，此事困扰在我心中许久，总觉得云州叛军的水准不该只有如此。但就眼下的局面来说，1个月内想打下青州，除非魏渊在世，否则绝技不可能。诸位有何见解？战场如棋盘，且比下棋更加诡谲。李慕白和杨公身为云麓书院大儒，自非庸才，在此等大事上不介意自寻烦恼一番。闻言，众幕僚纷纷展开猜测。如今的局面，云州叛军想要攻陷青州，千难万难。会不会他们其实另有主力，分兵借道谋夺其他地方去了？而青州这边实则在于我们斡旋，缠住朝廷主力。可这样毫无意义，分别攻陷其他地区，然后孤掌难鸣，成绝境之兵，被我大奉分而食之。许银罗所著兵书有云：以正和，以奇胜。这仅仅是一出奇兵，且光有奇罢了。杨公，我觉得倒也不奇怪，并非我们高估云州叛军，亦非云州叛军不济事，实是天意如此。诸位不妨想想，若非许银罗请来鼓足精锐，缓解了青州的压力，让我们得以喘息，从而调兵遣将，盘活整个局面，这第2道防线恐怕已经全面崩溃。若非许银罗与南妖结盟，拖住西域各国联军、佛门僧兵，如今的局面是朝廷2线作战，无力增援青州，战线恐怕已经被推到中原腹地。因此，不是云州叛军不济，实在是条条道路、种种谋算，皆被许银罗在局外的运作所化解克制。一番深入分析后，纵使是杨公和李慕白，也承认这个说法是最有道理的。因为2位大儒也想不到还有其他可能。议事结束后，李慕白喝完杯子里的茶水，朝之前那位提议吃人来解决飞兽军粮草问题的幕僚拱了拱手，道：林瞻兄，借一步说话。那位旭山杨须的幕僚起身，与李慕白一道往外行去。2人出了大堂，在布政使司衙门走着，李慕白突然说道：有件事想劳烦林瞻兄。那幕僚拱了拱手：纯净兄有话直言。李慕白颔首道：我希望林瞻兄能写封信给松山县，告诉许辞旧，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但不要以杨公的名义。幕僚恍然，沉声道：林瞻明白。京城养神殿，安静的午后，永兴帝在龙榻上醒来，神清气爽，已经许久没有睡过安稳的好觉。醒来第一件事，他召来掌印太监赵玄振，吩咐道：朕记得再过1个月便是春季，通知大理寺要办得隆重些，朕要好好祭一祭祖宗和天地。春季之后，大地就回春了。这场差点拖垮大凤的寒灾，终于到了强弩之末。到了万物复苏的季节，首先是寒冷无法再威胁百姓，其次，纵使依旧缺粮，但漫山遍野的山里转一转，地里刨一刨，总能找到些吃的。前几天御书房议事，诸公根据青州局势深入分析，一致认为云州叛军无法在春季前打下青州，而根据双方底子的差距，云州叛军一鼓作气，在而衰散而竭，只会越打越疲，一股御燎原的熊熊烈火会逐渐低迷，直至扑灭。近日来，京城凝重气氛宛如冰河消融，豁然轻松。内阁连发3道告示，鼓舞民心。赵玄振刚要退下传话，永兴帝又摆摆手道：罢了，直接召诸公来御书房议事。他露出些许笑容，继续商议青州局面。凤栖宫，怀庆领着2名贴身宫女踏入这座清冷的却是后宫无数女子梦寐以求的宫院。炭火熊熊，帷幔垂落，风华绝代的太后坐在案后，吃着自己做的糕点，捧着书娴静阅读。母后，怀庆施了一礼，清清冷冷。太后微微颔首，不比女儿热情多少，道：前些日子陛下为临安和许银罗赐婚，本宫恍然间想起过去疏忽了你们几个的婚事。先帝还在的时候，你们这些当女儿的待字闺中还说得过去，如今新君继位，
你们的辈分都往上抬了抬，继续待字闺中，不妥。今日唤你过来，便是想问问怀庆可有心仪之人。”怀庆笑了笑，分不清是嘲讽还是不屑，淡淡道：“母后不必为孩子的婚事担忧，若遇良人，自然会嫁。”太后也不强求，点了点头：“退下吧。”怀庆行了一礼，带着宫女离开凤栖宫。宫墙重重，锁人清梦。怀庆忽然在某段途中驻足，望向碧蓝的天空。心仪之人，他心里喃喃着这4个字。返回德兴院，怀庆忽然没了读书的心思，本打算小憩片刻，忽觉一阵心悸，他不动声色地平退宫女，取出地书碎片。2. 我在城中看到告示，说青州战事局势大好，叛军已是强弩之末，就很生气。这群尸位素餐的狗官是在蒙骗百姓。心情不佳的怀庆险些被逗笑。天宗的圣子圣女应该是以修行天赋而论，若以智慧而论，只是说尚可。4. 倒也不能说蒙骗百姓，自古朝廷都是唱好不唱衰。再过1个月便是春季，大地回春，寒灾过去，朝廷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而云州叛军被死死拖在青州，拖得越长，他们越无力回天。朝廷尽管内忧外患，底蕴还是要比云州强的。7. 那我们岂不是白白练兵了？果然是同门师兄妹。怀庆静静地看着，没有参与话题。4. 李兄此话怎讲？云州叛军积蓄20年，哪有那么容易对付？我说春季后他们便回天无力，可不是说春季后云州叛军就会战败。我们尽快厉兵秣马，赶在春季前抵达青州，或许能成为压垮云州叛军的最后一根稻草。说起来，若没有许宁彦纵横捭阖，先后解决吊古族和西域这2大隐患，青州恐怕早就沦陷了吧。啊，这句话可不能让杨兄看见啊！李灵素传书道。司天监的采薇师妹和杨师兄就在我寨子里，杨师兄也打算聚拢流民，逐鹿中原，成为青史留名的人物。2. 是为了压制许七安吧。4. 是为了和宁彦较劲吧。6. 是针对许大人吧。李妙真、楚元稹和恒远大师先后发来传书。李灵素险些捂住脸，本想吐槽一下杨千唤，但念头一转动，道：杨师兄实乃至纯之人，不过他和采薇师妹是被监正放逐出来的。把杨千唤和楚采薇被放逐的原因说了一遍，圣子总结道：这对师兄妹实在令人唏嘘无语。原本内心颇为感慨的天地会众人看见这一句，心里默默吐槽：你们天宗的这对师兄妹也没好到哪里。2. 监正弟子没一个正常的。看见这句话，天地会众人又感慨起来。这时金莲道长现身说法：诸位，贫道闭关归来了。天地会内部安静了几秒，接着便炸锅了。2. 啊，金莲道长您终于出关了，你不知道吧？外头千变万化，发生了很多事。是啊，事情多得让贫道以为闭关了10年20年。金莲道长感慨传书：贫道都已经听门内弟子说过了，山中无日月，世上已千年啊。4. 道长，你知道的只是一些早已传遍天下的事，天地会内部有一些隐秘消息，你还不知道。楚元稹发来传书。金莲道长心里一动，他知道许七安踏足超凡境，参与过许多大事，那必然接触到极多的高层隐秘消息，而以许宁彦性格，多半会在天地会内部人前显圣，不是把消息互通有无。金莲道长立刻传书询问。9. 有那些内幕消息。楚元稹传书道。4. 我与你说一些能说的，至于许宁彦公布的隐秘，等他同意了，我们再与您说。楚状元把金莲闭关后魏渊战死，众人联手杀袁景，游历江湖，于建州杀佛门金刚一系列事详细的说一遍，但隐去了许七安和许屏风的关系，也没提佛陀的隐秘。9. 魏渊设身成人啊，至于真德的事，实在抱歉，非贫道所愿，都是黑莲的错，大家一定要助我铲除此寮。金莲道长心情复杂之余，没忘记甩锅。大奉今时今日的处境，金莲道长要背一半的锅，另一半在许屏风。当年若非金莲道长的恶念趁机污染真德，也就没有后续的那么多破事。天地会众人默契的没有详说，毕竟这件事并不光彩，且因果太重，算是金莲道长心里难以抹除的伤疤。见天地会成员们没有揪着此事不放，金莲心里松口气。这时丽娜传书道：5. 金莲道长，你错在哪里？金莲道长，你当初怎么就把丽娜招入天地会了？天地会成员心里腹诽。9. 此事说来话长，等哪天见了面再详细告诉你。金莲道长只能这样推脱。9. 有件事贫道觉得诸位要警惕，关于青州战事。金莲道长传书说道。9. 领兵打仗的是贫道不懂，但有件事你们似乎都忽略了，那就是黑莲。看到金莲的传书，
天地会众人心里一凛。一，道长，您的意思是？9，是的，天地会成员的存在早已经暴露，黑莲和我之间必定会有一个结果。如今许七安已入超凡，你们也都是4品，战力可观。意味思考，如果你们是黑莲，会如何？与云州叛军联手攻打大凤，天地会成员脑海里闪过这个念头。至于丽娜，恍然间想起来，自己当初加入天地会时，确实有答应将来修为大成，帮金莲道长清理门户。时间太长，他都快忘记这个承诺了。另外，他刚才绝对没有和金莲道长作对的意思，他是真没想明白金莲道长错在哪里。2，可是黑莲并没有出现。1，会不会是黑莲闭关中无暇顾及外界之事，就如同金莲道长你之前的状态？一旦谈及大事，怀庆总是积极发言，不吝啬表达自己的观点。9，不会是这样的情况。黑莲虽大部分时间都沉睡，但他始终在外留了一道分身，不会彻底隔绝外界。楚元稹传书道：此事确实不同寻常啊！黑莲曾与贞德有过结盟，共同对付许宁燕，那他势必也会和云州叛军结盟。就算黑莲不愿意，许屏风也会说服他。可叛军和青州军纠缠了这么久，黑莲始终没有出现，他在谋划什么？金莲道长撰书分析，黑莲狡诈阴险，若在与2品术士同谋合污，和2人之诡计，没人能猜出他们在谋划什么。天地会成员们顿时暗暗警惕起来，但也不是太忌惮，因为许七安现在的位格，豁出全力的话，单独对付黑莲都不会太困难。虽说那小子是3品武夫，可他手段多，底牌多，能爆发出的战力绝非寻常3品能及。再说黑莲道长的状态不对，他是残缺的，在2品境界中应该属于中上层次，不及骆玉衡这种半只脚踏入1品的巅峰高手。金莲传书道：方才4号说的许屏风。楚元稹传书回答：许屏风便是那2品术士。9，这名字有些古怪。金莲道长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疑惑，没记错的话，许七安的二叔叫许平志。这天地会众人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许家父子的亲情戏码，实在过于复杂，不知该如何说起。你说他闻者伤心，见者落泪吧，没毛病。你说他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吧，也没毛病。3，他是我父亲，我二叔的兄长。这时候许七安跳出来了，他其实一直都在窥屏，现在躺在小舟上晒着太阳，吹着海风，远处是一群海鸥盘旋起落。群主终于上线了，你再晚个1年半载出关的话，中原可能都改朝换代了。许七安莫名的心安，倒不是说金莲有多强，而是在他还弱小的时候，金莲道长始终充当着可靠前辈的职责。哪怕现在他已经成为巅峰强者，但依旧有种孩子见到父母的踏实感。天地会里，怀庆和楚元稹固然聪明，其他成员固然可靠，但都比不上群主。金莲道长在许七安看来是少有的能与监正、许屏风这些大佬对弈的老银币，有他帮着出谋划策，分析利弊，再加上金莲道长深厚的江湖经验，许七安会轻松许多。云州那个2品术士是许七安的父亲。金莲道长脑门嗡嗡作响，愣了半天，没想到许宁燕竟然这般离奇曲折的身世。他父亲是2品术士，2品术士出生司天剑，许宁燕气运缠身，是监正重视的棋子。这一瞬间，金莲道长的灵感像是电火花一般闪耀，他想通了很多以前困惑的问题。9，具体情况是？3号半天没有回应。许宁燕不说，是因为他不想提及那个丧心病狂的父亲。楚元稹心里通透，传书道：4，此事还得从杀完贞德开始说起。思路清晰的楚状元从许屏风首次现身欲夺回气运开始，巴拉巴拉一直讲到云州造反，思路清晰，遣词造句恰到好处，毫不繁琐，但又不缺细节，深刻展现出一位状元郎的文字功底。从贞德到许屏风都是好父亲啊！金莲道长唏嘘感慨。2，许宁燕，佛陀的秘密能告诉金莲道长吗？4，道长见多识广，接触到的高层次隐秘比我们要多，或许能给出不同的看法。李妙真的话获得了楚元稹的赞同，李灵素也附和着传书。1，此事涉及到超品的隐秘，我们以前层次太低，底蕴不够，除了震惊只有震惊，但道长作为地宗道手，或许能由此受到启发，想起一些事。你们在说什么啊？金莲道长木然地看着地书碎片。涉及到超品，佛陀的秘密？不是，我虽然是地宗道手，但我也不知道超品的秘密啊。不，这不是关键，关键是你们怎么就连佛陀的秘密都掌握了？而且看起来似乎又和许七安有关。金莲道长再次怀疑自己不是闭关半年，而是闭关一甲子。3，我来说吧。当即许七安把佛陀和神书的关系、500年前荡妖之战的隐情，以及自己的2个猜测告诉了金莲道长。传书完，
金莲道长很久都没有回应，毫无动静。久到天地会成员们以为金莲道长下线了。9耸人听闻，贫道一时没有想到500年前的甲子荡妖有这等隐情。回过神来的金莲道长传书感慨，摆明自己的意思层次太高，贫道也不清楚。看来金莲道长也难以触及超品的隐秘，哪怕他被是地宗到手，原本寄希望地宗典籍中有蛛丝马迹的众成员心里有数了，没有刨根问底，也没有发什么，竟然连金莲道长也不知道这样的感慨。不是不能说，是没必要。道长半年前可是天地会扛把子，大家有什么疑惑，道长总能解答的。就在众人打算换个话题时，丽娜后知后觉地传书道：啊，连金莲道长你都不知道吗？我还以为金莲道长肯定知道一些的，你可以地宗到手啊，整个九州大陆有数的。天地会成员们默默捂脸。其实当初丽娜说甲子荡妖中有半部武神现身，我便觉得奇怪。据贫道所知，九尾天狐是一品，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起先我觉得丽娜可能记错了，但后来桑博案中神书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来自佛门，也是500年前被封于桑博，且肉身不朽，元神不灭，连佛陀都杀不死。除了没证据，贫道基本能断定他便是那位半部武神。金莲道长在很努力的挽尊，许七安传书道：不愧是金莲道长，早就知晓了。对了诸位，我刚从海外回来，有件关于神魔的秘闻想与诸位分享。他怎么总有那么多秘闻？天地会成员们精神一振，旋即心情复杂。什么时候上古秘辛超频隐秘变得跟大白菜一样了，而且全给他一个人碰到？3诸位知道神魔是怎么陨落的吗？许七安先开了个头。7神魔时代末期，人族和妖族崛起，一位位强者横空出世，人妖两族覆灭了神魔时代。这里面主要是人族先贤的功劳居多，妖族顶多帮帮小忙。我们道门的道尊身为人族的第一位超品，是覆灭神魔的主要人物之一。李灵素说的是标准答案。李妙珍补充道：2但其实道尊出生的年代应该在神魔时代之后，虽然天地人三宗没有关于道尊的详细记载。说完，他和天地会众人紧紧盯着地书碎片，等待许七安的回复。3我正在从海外返回的途中，不久前我遇到了一位神魔后裔，他从远古时代存活至今，亲身见证了那场动荡。他告诉我，神魔时代终结的真正原因是神魔无故发狂，自相残杀。这个消息就如同一枚火炮，命中了天地会成员的心灵，掀起了足以摧毁理智的狂风巨浪。一时间，李妙真怀、庆楚元稹等人都无法成言。地书聊天群陷入沉寂，许七安透露的信息让他们拨开了历史的迷雾，就像闪电劈入脑海，带来电火花般的灵感，或恍然大悟，或震惊茫然，或不可思议，或激动振奋，每个人都无法平静，同时带来了新的疑惑。4为何神魔要自相残杀？可能是他们都得了你瞅啥瞅你咋地的臭毛病了吧？许七安叹息着传书。不知道，那位神魔后裔也不知道，但他说道尊或许知晓。当年道尊把神魔后裔尽数驱逐出九州大陆，道尊还把神魔后裔尽数逐出九州。金莲道长又是一惊，又是一个他不知道的隐秘。天地会成员们没有发表看法，显而易见，这是一件比佛陀秘密层次更高的远古秘辛，任何揣测都是无意义的脑洞，但不代表他们不重视，早已牢牢记在心里。金莲道长见话提告一段落，无人发言，主动传书说道：圣子总算是恢复自由身了，历情劫的滋味可好受？这个你要单独问他的腰子。许七安吐了个槽，他相信天地会成员们此刻也在心里吐槽。7惭愧啊，历经情劫，对太上忘情裨益不大，反倒是跟着许兄游历江湖多年，让我险些领悟了太上忘情。传说完，圣子心里呸了一口，许宁燕这个花心的人渣。金莲道长无意关注李灵素的心路历程，传书道：稍后我要去8号的闭关之地看一看，8号闭关多年了，始终没有苏醒，我有些担心。啊，我们天地会还有一个8号？这个疑惑在每一位天地会成员心里闪过。2道长，这个8号是何方神圣？李妙真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9哼，虽然你们7人现在都见过面，结下情谊，无需顾忌身份曝光，但这并不包括8号，除非他自己愿意，不然贫道也要遵守天地会的规则。见他这般说，众人也就不执着了，反正也是随口一问，到时候等8号出来，大家一起孤立他。3等我返回南疆，便北上参与青州战事，你们也一起来青州吧。黑莲若是敢现身，正好灭了他。古族和妖族的事都已解决，他再无牵挂，可以投入战场和许屏风掰掰手腕。天地会成员们纷纷应承，李妙真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地想重操旧业，征战沙场。南疆立谷部，
丽娜坐在院子外的门槛上，翻来覆去的端详的书碎片。咦，他们怎么都不说话了？南疆小白皮困惑的眨了眨眼，握着地书碎片，哐哐哐敲门槛，依旧没接收到消息。怎么好端端的都不说话了？你们还在吗？丽娜抱着地书在群里发信息，消息发出去，泥牛入海，什么反应都没有。丽娜在说完啊，金莲到长莲你也不知道之后就变成这样了。她隐约间觉得哪里不对劲。这时许灵英带着一群立古部的孩子跑过来，挥舞着手，师傅带我们去打猎啊，带我们去玩啊。丽娜当即把地书塞进怀里，高兴地说好嘞，开开心心地带着孩子们玩耍去了。当当当，司天监7层的丹室里，宋清撸着袖子，握着一柄紫金色的大锤，铜色的铁钳站在铁砧前锤炼钢铁。他身上的白衣沾满黑灰，额头大汗淋漓，配上浓浓的黑眼圈，仿佛随时都会猝死。断出杂质后，宋清取出一枚暗金色的钉子，对准铁胚，用大锤狠狠敲打钉子头部。刺耳的声音里，暗金色钉子洞穿了铁胚。没法比，完全没法比。宋清遗憾地摇头，封魔钉到底是什么材质铸造？世间真有这种金属？他手里的封魔钉是孙玄机带回来的，受了炼金术奇才许宁燕之托，把封魔钉交给宋清。许公子不愧是愿意为炼金术奉献一切的奇才，是宋清的知己，把如此重要的神器贡献出来给司天监做研究。许公子贡献出封魔钉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炼金术师们仿制封魔钉。炼金术师们感动坏了，许公子不但贡献出神器，还对他们委以重任。这时一位白衣术士快步走进丹室，高声道：宋师兄，监正老师让你把这个盒子送到楼底，交给钟师姐。监正老师，宋清略有些疑惑地接过木盒，问道：是什么东西？那白衣术士摇头，监正老师说只有钟师姐能打开。宋清向来是个有主见、叛逆的弟子，闻言直接动手去开盒子，但没能打开。行吧。宋清点点头，抱着半尺宽、1尺长的木盒子离开丹室，顺着楼梯来到1楼大堂，再通过堂后的铁门进入地底。脚步声回荡在幽静的地底，油灯盏盏，把一切染上温润柔和的橘色。宋清清嗅着空气中淡淡的陈腐气息。司天监的白衣术士大多在外，或从军，或游历救人，给钟离开门透气的时间都少了。穿过幽暗抗长的廊道，宋清在一间净室门口停下来，透过门上的气窗朝内看去。钟离盘坐在角落里，寂然而坐。钟师妹。宋清推开门，走到他面前，也盘坐下来。监正老师让我拿给你的。钟离睁开眼，接过木盒子，入手的刹那，锁舌自动弹开。打开盒盖，黄绸布铺设的盒子里躺着一柄半臂长的木锤子，木锤呈浅褐色，手柄摩挲着油光发亮，锤头和手柄刻着细密的阵纹。钟离愣了一下，抬头看向宋清。宋清恰好低头，师兄妹目光对视，齐声道：乱命锤。宋清恍然大悟，道：难怪监正老师说要由你来打开盒子，这破玩意除了你，别人都使不了。乱命锤，据监正老师说，是他年轻时随性而至，持此锤敲击别人脑袋，能改变命格，但命格好坏不可控，且持锤之人和被敲之人会一起被改命格。人分3、6、9等，各行各业皆有命数，一旦改了命格，便会遭天谴，寿元减半。也就是说，这破锤子不但会让人的命格发生不可测的变化，而且起步就是寿元减半。不过钟离是例外，因为钟离现在的命格属于天谴，乱命锤也改不了这么糟糕的命格，所以他反而能规避副作用。监正老师把这东西给你做甚？宋清一脸茫然。虽然你现在是预言师，要遭受种种劫难，乱命锤都无能为力，但你若是用它胡乱更改别人的命格，你的劫难会加重的吧？钟离摇摇头，默默把锤子收好。哎，采薇不在司天监的日子，感觉整个观星楼都清静了。钟师妹，师兄还得回去练气，先走了。宋清起身推开离开。遥远的海外，浑身白绫如玉，牛鼻恶纯失踪的白帝四蹄飞踏，疾行于海面之上，波涛万顷，举目是天，除天之外，只有茫茫无尽的汪洋。白帝在这南边方向的大海之上，准确地找到了目的地。他低头凝视着堤下的海面，蔚蓝的双眼亮起深沉的幽暗的光，宛如漩涡。海面随之出现了一个漩涡，迅速扩大，成为直径数十米的大漩涡，白沫翻涌。白帝一头扎入漩涡之中，少顷，口中叼着一杆4股4石、4金4玉的弯曲长枪，冲出漩涡。他四蹄飞奔，宛如骏马，消散在天际。漩涡慢慢平复，汪洋恢复如此。东陵城，瓮城建在城头，许屏风立于瓮城顶上，白衣翻飞，姿态宛如谪仙。他手里拎着一壶酒，眺望着北方。云州中军营，
输送辎重的板车在军营进进出出，底层士卒重复着值守、巡逻的工作，随时等待着出征。相比起在3条战线中作战的云州军，3万中军是保持最完整的，精锐一直在休养生息，枕戈待旦。1个月下来，军营几乎没有出过兵。此时，随着冬天渐渐走到尽头，底层士卒还好，见识有限，但中高层将领开始坐不住了。他们意识到，随着春天步伐的靠近，己方和大奉的优劣势将一步步开始逆转。于是，出营作战的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到今日，10几名中高层将领跪在帅帐外，威逼戚广伯出兵。其中就有从左军校尉贬为冲锋营副尉的卓浩然。大将军，不能再拖了，不趁着这个冬天拿下青州，我军想在春季后打到京城，难如登天啊！左眼灰白、不能事务的卓浩然咆哮道：“末将但求一死，但请大将军让末将死在战场上，请大将军出兵吧！”周围的将领纷纷附和，尽管他们看不起卓浩然这个败军之将，但他们此时的立场却是一样的。闹腾了一阵后，就在众将领以为无功而返时，军帐掀开了。戚广伯一身戎装，单手按住剑柄，目光平静，脸色淡然，扫了众将领一眼，非但没动怒，反而笑呵呵道：“能熬到现在，还算有点耐性。”独目的卓浩然愕然道：“大将军。”戚广伯沉声道：“卓浩然，你在嵩山县葬送了6000精锐，本该军法处置本将军惜才，饶你一命。现在问你，想不想将功赎罪？”卓浩然大声道：“若能雪耻，死而无憾。”戚广伯丢出一封盖了帅印的令书，淡淡道：“率左军8000精锐去嵩山县支援龙象、白溪、破阵3军。”卓浩然脸色狂喜：“末将领命。”戚广伯不再看他，转而望向右侧的一名将领文轩，率灵火炮营600炮兵，县阵营3000步卒，支援东陵的黑甲、绿蟒2军，同时把本将军的手书带给姬玄，同样丢出一封盖了帅印的令书：“赵炳，你率领3000轻骑去切断嵩山县的补给线，务必日夜兼程。”随着一条命令下达，不多时，帐外的将领被打发走一半。戚广伯扫过剩余众人，不疾不徐道：“拔营，随本帅吞了宛县。”嵩山县城头的瓮城里，苗有芳愤怒的声音传来：“落子无悔，莫桑，我把中原读书人才能学的围棋交给你，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哼，蛮夷就是蛮夷。”然后是莫桑的声音：“这就是中原人很流行的游戏，也不怎么难吗？莫非我是传说中的读书种子？”苗有芳嗤笑道：“你懂什么？这就叫大道至简，越是简单的东西，学问越是深厚。你看啊，这5颗棋子，我可以横着摆，竖着摆，斜着摆，也可以先摆两边，再摆中间，玩法千变万化，步骤诡谲莫测。”已经穿上轻甲的莫桑挠挠头：“虽然你说的很有道理，可我还是觉得很简单。我果然是读书种子。等打完仗，我留在你们中原考个状元再回去，我阿爹一定高兴死。”你们在说什么？咬着窝窝头的许慈就检查完守城军备，刚踏入瓮城门槛，便听见了这一席话。苗有芳一边提防莫桑偷换棋子，一边说道：“我们在下围棋，棋，君子之道也。许二郎心说，这粗鄙武夫竟也会下棋。定睛一看，黑白棋子1颗、2颗、3颗连成线，最长的是4子，不管白子黑子，连满4子就会被截断。你管这叫围棋？”许二郎脸色古怪地看着他：“难道不是？”苗有芳反问。不等许二郎说话，他得意地嘿了一声：“别以为下棋是你们读书人的特权，其实有什么难的呀？以我的聪明才智，一盏茶功夫就摸索出诀窍了。以前不会下棋，纯粹是被你们这群读书人给唬住了。”莫桑在一边附和：“我也觉得简单。许大人啊，你觉得我能不能像你一样考个状元？我们南疆还没出过状元呢。我觉得你中原话变标准了。”许新年嚼着窝窝头：“苗兄，你的棋法是谁教你的？”苗有芳落子如飞，应答道：“你大嫂。”许新年一愣：“哪个？哪个？”苗有芳也一愣，仔细一想道：“长得最丑的那个。”许新年仔细回忆了一下，愣是没猜出他说的最丑指的是谁。“你直接说名字。”“木南之啊。”“木南之是谁？算了，以后有机会见到，记得告诉他。”苗有芳说他丑，许新年暗暗记下来，然后朝2位才华横溢的战友拱了拱手，走一旁看兵书去了。读书人心思8面玲珑，基本操作。不知道粮草何时能抵达。嵩山县的粮草顶多再撑10天，这还是守军勒紧裤腰带，立谷部战士啃窝窝头的情况。听着莫桑和苗有芳高谈阔论的商议着如何在战后考一个状元，许二郎心里想的却是粮草问题。立谷部的战士和新谷部的飞兽军直接把嵩山县吃垮了。飞兽就不说了，体型摆在那里，胃口大是可以理解的，但立谷部的族人
让松山县守军们惊为天人。守军们吃饭手里捧的是碗，立谷部战士吃饭身边摆的是饭桶。守军们战时一天吃3顿饭，平时吃2顿；立谷部的战士一天吃4顿饭，战时5顿饭。许二郎原本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毕竟丽娜和林英2个人就吃得娘头皮发麻，而许家现在很富裕，何况是400名立谷部战士。但许二郎依旧低估了立谷部战士的饭量，他以丽娜和林英平时的饭量做参考是不准确的，因为愚蠢的妹妹和他愚蠢的师傅平日里只会嘻嘻哈哈，没有消耗，如何能与刀口舔血的战士相比？只要得到粮草补充，我就能一直守住松山县。许新年暗道，大凤的火炮和床弩负责火力覆盖，新谷部的飞兽军从高空投掷打击，尸谷部的控尸人操纵不惧生死的死士，暗谷部的人负责暗杀，立谷部负责清扫爬上城头的敌军。再配合他许二郎的指挥能力，松山县守的固若金汤。如今城外叛军9000精锐，2万杂牌军改变了策略，从攻城转为围困，试图让松山县成为第2个皖郡。值得一提，杂牌军是百姓组成的民兵，由流民和抢征入伍的青壮组成，领头者则是云州叛军招揽来的江湖人。上次听二郎说，只要过了春季，青州的状态就会好转。苗有芳一心二用，边下棋边聊天，觉得自己果然是天才。是整个中原的情况都会好转，旱灾是主要原因，其次是缺粮，才造成如今混乱的局面。一旦开春，首先是寒冷，无法再威胁到百姓。许慈就捧着书，把吃了一半的窝窝头放在桌边，省着点吃，道：其次，耕种是百姓的本能，春天耕种才能秋收。很多流民会选择重新拿起锄头，只要到时候朝廷把那些荒废的土地拿出来重新分配，便可解决很大一部分的流民。不过到时候肯定有无数乡绅贵族趁机兼并土地，不给百姓留活路，就看永兴地气魄够不够了。说到这里，他皱了皱精致好看的眉。那位新君什么都好，就是气魄不行，守城有余，干大事指望不上。倘若永兴帝能按照他的计策，暗中牺牲掉乡绅贵族、豪强地主，开春后兼并土地的家伙们数量会锐减。如果春季后我们还是没能守住呢？苗有芳习惯性抬杠：你们会战死在松山县，还是逃走？莫桑挺胸抬头，立谷部的战士不会逃走。如果我战死在中原，记得帮我把尸骨送回南疆，交给我阿爹。苗有芳又看向许二郎，后者沉吟道：尽人事听天命，如果真的到了非死不可的情况，许某身为读书人，自然能舍生取义。苗兄你呢？我怎么可能战死？我将来是要成为大侠的人。如果真有这么一天，记得在我的墓碑上刻大侠2个字，然后替我向许银罗说声对不起。苗有芳想了想道：对了，每年都要给我烧几个婢女纸人，本大侠就算到了阴间也是要睡女人的。许慈就摇摇头，目光不离兵书，伸手去抓窝窝头，结果抓了个空。他侧头一看，桌上空空如也，再一抬头看见莫桑嚼了2口，咽下窝窝头，然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认真的和苗有芳下棋。承比娘之飞跃，许新年暗骂一声，表面没有情绪，道：莫桑兄，看见你，本大人总想起令妹。皮肤黝黑的莫桑茫然回头道：怎么说？他知道许新年是许银罗的弟弟，也知道丽娜在许家借宿了大半年。许二郎一脸诚恳：莫桑兄和丽娜都是至纯之人，把民以食为天发扬的淋漓尽致。全天下的人要是都能与你们兄妹这般，九州早已无为而治，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乱了。莫桑没想到自己和妹妹能得到许新年这位2榜进士，如此推崇，就很高兴，哈哈笑道：许大人过奖了，为兄愚钝，担不起。倒是丽娜，我爹常夸她打小就聪明。你爹是不是对打小就聪明有什么误解？许新年点点头，安静看书。苗有芳则觉得许二郎话里有话，但他没有证据。提及丽娜，莫桑弹性大增，道：这几天光顾着打仗，你们都在中原混，可知我妹子丽娜在中原江湖的混号？饭桶吗？许二郎心里下意识的吐槽。苗有芳则因为和丽娜不熟，没有参与吐槽，不然以他能说出最丑大嫂的低级求生欲，现在可能已经围着莫桑展开一段吐槽丽娜的 rap。 什么混号？苗有芳趁着莫桑扭头看向许二郎时，以化境的能力偷偷换了一枚棋子。莫桑听着胸膛，齐聚舌尖，像佛门吐真言那样吐出飞燕女侠。什么？许二郎愕然的抬起头。苗有芳一脸懵逼的盯着莫桑。莫桑很满意他们目瞪口呆的表情，挺胸昂头。丽娜在江湖混了半年，深受你们中原人士爱戴，被称为飞燕女侠。许慈就不愧是读书人，脸色如常，缓缓道：谁告诉你的？丽娜自己说的呀。莫桑如此回答。苗有芳刚要拆穿，看见许二郎给了自己一个眼色，便传音问询怎么了。
许慈就还没掌握传音入密的技巧，只是微微摇头。懂了，二郎的意思是等莫桑大肆宣扬之后再看他笑话，现在还没到火候，热闹不够大。苗有芳跟着许七安没白混，一下子想到了圣子，等打完仗告诉他吧，不然影响他斗志和士气。许二郎心想。就在这时，黑林飞兽的嘶吼声传来，继而风声大作。瓮城内的三人知道有飞兽军将落在城头，再等片刻，匆匆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一位穿着藤甲的新古师奔进来，用南疆语叽里咕噜朝莫桑说了一通。苗有芳和许二郎看向莫桑，后者弹身而起，一口越来越流利的中原官话说道：10里外的叛军与援兵会合，朝这边来了。郭县驻守东陵城的青州军在与云州叛军展开长达半月的野战，折损6成将士后，终于支撑不住，退出了东陵地界，在邻近的郭县驻扎休整。他们的敌人是姬玄率领的黑甲、绿蟒2支精锐大军，外加3000杂牌军。黑甲军由600重骑兵、2300名轻骑兵组成，绿蟒则是4000精锐部族，配备80门火炮、30门床弩以及2000件火铳和弓弩。这样一支装备精良的骁勇之师，自然不是青州军能抗衡的。即使孙玄机在奔赴青州之前带来了大量的火器和装备，但事实证明，青州卫所的军队战力远不及云州的精锐之师。青州军不是大奉军队的王牌，面对的却是叛军的精锐部队之一。而论中层战力，东陵这支守军仍然不如姬玄率领的精锐部队。唯一能扳回局面的是孙玄机这位3品术士。诚然，术士的个人战力远不及同品级武夫，但论破坏力，3品这个境界里，术士称第2，无人敢称第1。白毛浓密的袁护法走在城头，逢人就说：“万妖国重建了。”东陵军对这位妖族盟友早已熟悉，又爱又恨。爱的是他4品境的强悍战力，是可靠的战友；恨的是这位战友随时随地都会捅你一刀。今日清晨，南妖复国的消息传回青州，袁护法欣喜若狂，站在城头仰天啼叫，表达喜悦之情。然后逢人就说这件事：“恭喜恭喜，万妖国是我大奉的好盟友啊！”一位百夫长望着凑过来的袁护法，露出热切笑容。袁护法却一脸不高兴地看着他，道：“你的心告诉我，这死猴子有完没完？”百夫长脸色陡然涨红，不知道该解释还是该当作没听见，尴尬的想擅离职守。好在袁护法没有刁难他，识趣的走远，向其他认识的守军宣布好消息。唉，百夫长望着袁护法的背影，叹了口气，不知道郭县能不能守住，能守多长时间。野战中死去的兄弟，尸骨都来不及收敛。就在这时，天空中传来巨响，一道红光在高空炸开，这是敌袭的信号，而发出信号的人正是郭县上空漂浮的炮台中以望气数警戒来敌的孙玄机婉俊。细数起来，婉俊已经被围1个月，期间叛军断断续续攻城数十次，青州布政史司调兵遣将，多次派军队支援，但被云州军吃个精光。直到新古部的飞兽军赶来，这样的颓势才得以逆转。但对驻守婉俊的守军来说，疲惫已经深入骨髓，便是最好战的人也渴望着早点结束这困兽般的斗争。而于张慎这位隐居20多年的兵法大家来说，首战被逼到如此窘境，实在是奇耻大辱。尽管他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把婉俊守到现在不负盛名。张慎攀上城头，举目四望，城墙遍布着火炮轰出的坑洞、焦痕以及裂缝，有些地方甚至被轰开了一道豁口，女墙尽毁，就像被敲碎了牙齿的人。守军死伤过半，强行征调民兵，现在民兵也死伤过半。战争的阴云笼罩在这座不大的城池。蔚蓝的天边，一只巨兽扇动魔翼，朝婉俊飞来。巨兽通过滑翔，在城头缓缓降落，骑在背上的新古师朝着张慎说道：“南边30里外有大批敌军靠近。”飞兽军来援后，抽空学了几天南疆语的张慎脸色凝重的点头，用一口流利的南疆腔说道：“本官知道了。”他侧了侧身，朝南方眺望，缓缓道：“吾能眺望30里。”话音落下，他的视力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四周景物消失，视角被无限拉远，一直拉到30里外。视线里长得看不到尽头的敌军队伍缓缓而来，旌旗猎猎，旗帜在风中翻飞，展开露出一个七字。张慎嘿了一声，收回目光，低声自语：“兵对兵，将对将，这龟孙终于来了。”东陵城，一袭白衣似雪的许屏风手里拎着一壶酒，一步登天，来到云海之上。金光紧随而至，化作伽罗树菩萨，立于许屏风身侧。两人对面，白发白衣白须的监正早已等待多时。监正老师。许屏风半飞半飘到双方之间，于云海中席地而坐，大袖一挥，身前多了一副棋盘，2盒棋子。记得随您学艺时，每隔3天，我们师徒俩就会对弈一局，我从未赢过。许屏风语气平静，
用一种感慨的语气说道：“离近20年，你我相见无期，整整20年没有对弈了。监正老师，能否陪弟子再下一局？”